蓝天、白云、茂密的森林以及身后简陋的小木屋，无一不在向叶流云说明一个问题：我穿越了。上一秒自己还在去上班的路上，下一秒自己就穿越了。作为一名20多岁的996社畜，虽然也有过中二的时候，但还真没想过穿越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这是哪？茂密的森林让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无比清新，是在现代化都市中很少能够看到的画面。愣神了片刻，叶流云还是决定返回身后的小木屋。嘎吱，木屋看起来有些简陋，里面的东西也不错，一张床，一个木桌，木桌旁放着一个箱子。好在木桌上面还有一个本子，里面应该会记录一些东西，就是不知道这世界的文字我认不认识。目前为止，叶流云都还不知道自己到底穿越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面。只是当叶流云走过去的时候，生存守则封面上的4个字让叶流云意识到，这可能不是什么简单的穿越到异世界的故事。顺势打开第1页，欢迎来到黑暗世界。开头就是这一行字。这是一场游戏，一个所有人都会加入的游戏。也就是说，穿越的不只有我一个。叶流云耐心地继续看了下去。想要在黑暗世界生存，需要遵守相应的规则。第一，黑暗世界的白天时间只有6个小时，夜晚则是18个小时。第二，怪物只会在黑夜中出现。第三，新手有3天保护期，保护期内待在木屋中是绝对安全的。第四，3天后如果不能将木屋升级，将会受到怪物的猎杀。第五，森林中存放着一些宝箱，打开宝箱将获得意想不到的东西。短短几句话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怪物，这个世界有怪物，而且那些怪物只会在夜晚的时候出现。本来以为会是一场异世界穿越的戏码，但现在看来好像并不是如此啊。冷静，一定要冷静。20多岁的年纪，叶流云明白，遇到这种事情一定要保持镇定，慌乱只会让自身更快的遇到危险。呼，调整了一下呼吸后，叶流云翻开了第2页。生存守则的第2页是类似于一个网络游戏面板一样的数据。人物叶流云，种族人类，编号0071，技能鉴定术，分解术，仓库无。技能，叶流云意识到这应该是新手奖励的技能，类似于新手礼包一样。鉴定，叶流云尝试着对眼前的生存守则使用鉴定术。物品生存守则，效果无法鉴定。果然，叶流云意识到自己有点蠢了。既然是新手奖励的技能，那肯定不可能这么全能。这个生存守则明显不是什么普通的东西。随后转过头看向了木屋。鉴定，物品1级木屋，效果新手期间无法被怪物摧毁。木屋的等级是1级，也就是说3天的新手保护期内，自己需要将木屋的等级提升到2级。这时，叶流云注意到边上有一个箱子。鉴定，物品木箱，效果打开后将获得意想不到的物品。对了，叶流云想起来了，生存法则最开始的时候就说过，森林中存在着一些宝箱，打开之后会获得意想不到的东西。这个出现在木屋内的箱子应该算是新手给的福利吧，起码还有新手奖励呢。叶流云上学时候玩过不少的垃圾网游，别说是新手奖励，连新手指引都没有。当即走过去，将木箱打开，获得水乘2，面包乘1，食腐乘1，制作图乘1，东西还不少。水就是500毫升1瓶的那种，一共2瓶。面包也是那种比较耐饿的粗粮面包。还好穿越前叶流云吃过早饭了，还不是很饿。一把石斧，叶流云鉴定了一下，物品石斧，耐久10%，效果可以用来挥砍。和之前的东西相比，石斧多了一个耐久的属性。除此之外，就是一张制作图了。物品木屋升级图，效果可以将1级木屋升级为2级木屋。所需材料木材乘100。木屋的升级图，相比较其他，这个明显更加重要。叶流云连忙拿起来仔细看了看，100个单位的木材。叶流云看向了手边的石斧，外面那么多树，也就是说现在需要自己去砍树，只有凑够100单位的木材才可以将木屋升级啊。试试看吧。拿起石斧放在手里掂量掂量。叶流云的身体虽然算不上羸弱，可常年的加班还是让叶流云的身体素质有点偏低。砍树这样的事情，叶流云以前都没试过。合上生存守则，后面还有一些内容。叶流云没有着急去看。这个世界的白天只有6个小时，不抓紧一下时间的话，3天的新手保护期很快就会过去了。来到木屋外，看着宁静的森林，
叶流云攥了攥手中的石斧，虽然没说那些怪物会在白天时候出现，但这样的气氛还是很让人感觉到压抑。叶流云没有离木屋太远，就近找了一个还算适中的树，就准备挥砍了。要是能换把铁斧就好了，这石斧看起来就不怎么结实啊。算了，有总比自己没有要强。物品：大树。效果：砍伐后可以使用分解术将其分解，也就是说，只有砍伐之后才能够成功分解啊。活动了一下手腕，叶流云尝试着一斧子就挥砍在了树干上，砰，力道不轻，叶流云震的手腕都有些发麻了。只是熟练度+1，脑海中传来的声音让叶流云愣神了片刻，这是什么东西？是自己听错了？下一次的，叶流云顾不上手腕的问题，继续挥砍了几下。熟练度+1，熟练度+1，不是自己听错了，每一次挥砍，叶流云都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第二章熟练度系统，连着挥砍10下左右，声音变了，等级提升，挥砍 LV1，挥砍 LV2，力量+1，体质+1，升级了。叶流云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明显有了一定的增幅，原本发麻酸涩的手臂此刻都恢复了不少。这是系统。叶流云意识到自己可能觉醒了一些小说中主角专属的系统。系统，是你吗？说个话啊！尝试着互换一下，可却没有任何回应。但力量的提升让叶流云明白，这并不是自己的错觉。看起来我的这个系统好像没什么智能啊，都不能说话的。那你有什么属性面板吗？好在系统没有一直沉寂下去。下一秒，一道只有叶流云能看到的虚拟面板出现在了眼前。熟练度系统，宿主叶流云，力量11，普通人平均值为10，速度9，体质10，精神10，技能挥砍 LV2，很简陋的一个面板。不过虽然系统没什么智能，不会说话，但消息的消息倒是会直接传入叶流云的脑海中。这也让叶流云明白了一些关于自己系统的使用方法。也就是说，不断的提升经验就可以将技能升级吗？叶流云点了一下面板上唯一一个技能，挥砍050，50的经验值就可以升级。1级到2级的时候只需要10个经验值。老子特么的有外挂啊！系统的存在让叶流云原本因为穿越到一个未知危险世界而有些担忧彷徨的内心，此刻都安定了许多。虽然自己的系统不是那种一下子就能让自己无敌的那种，可即便如此，还是让叶流云感觉到了一阵安全感。继续试试吧。之前挥砍的10下在树干上留下了不少的痕迹，因为之前没砍过树，叶流云并不能保证自己每一次挥砍的地方都在同一点上，显得有些参差不齐。砰砰，好在随着挥砍等级的提升，叶流云挥砍的效率也跟着越来越高了。经验值+1，经验值+1，经验值+1。虽然手臂很麻，但系统的提示音却让叶流云内心仿佛燃起了一团火，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扑通，这棵树不是太壮，继续挥砍了20多下后，挥砍的地方就开始断裂了。意识到什么的叶流云连忙让出了一个身位，整棵树重重地落在了地上。分解，这可是自己砍倒的第一棵树啊，成就感满满。当即选择了分解，分解成功，获得木材乘4。树干不是太大，分解了之后只获得了4个单位的木材。叶流云还发现这些木材是可以存放在生存守则的仓库里面去，倒是省得叶流云一个一个的搬了。操，感觉手都要废了。以前没砍过树是真不知道啊。这才第一棵树，叶流云只感觉自己的2只手臂好像快要废掉了一样，动一下都疼。休息了10几分钟，这才重新动了起来。不行，现在还不是停下来的时候。自己只有3天的时间，而且白天只有6个小时，3天加一起也只有18个小时。即便不知道生存守则中说的夜晚会出现的怪物是什么，但叶流云也不想去以身犯险。砰砰砰，很快叶流云又找到了一棵树，继续挥砍了起来。手臂越来越疼了，好在继续挥砍了一会后，技能的升级声再度传来。等级提升，挥砍 LV2， 挥砍 LV3， 力量+1，体质+1。挥砍技能的等级直接提升到了3级，力量和体质也是再度提升了一点，这让叶流云疼痛的手腕都有了一定的缓和。3级的经验是100，也就是说叶流云现在需要挥砍100下才能够将挥砍的等级提升到4级。继续吧。
好在升级时候的属性提升可以缓和一些叶流云的疼痛，不然砍完第一棵树，叶流云的手怕是就要废掉了。分解成功，获得木材乘5。看起来不同大小的树木分解之后会获得的材料数目也是不一样的。继续挥砍了一会，中途的时候，叶流云回小木屋拿起了一瓶水，补充了一定的水分。因为只有2瓶水，所以叶流云都是省着喝的。短暂休息了一下后，叶流云继续出门挥砍。只有6个小时的白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渐渐的，天色开始昏暗，这个叶流云停下了手上的动作。分解成功，获得木材乘5。目前为止，叶流云已经攒了20多个单位的木材，还是有点慢了。只有3天时间，看起来明后2天继续需要加快一下速度了。熟练度系统，宿主叶流云，力量13，普通人平均值为10，速度9，体质12，精神10，技能挥砍 LV 4。1天的时间，叶流云成功将挥砍提升到了4级。只不过5级的挥砍需要500的经验值，短时间内叶流云还无法完成。好，这个时候叶流云注意到愈发昏暗的森林中开始传来了野兽低吼般的声音。可以看到一些黑暗的草丛中还能够看到一双双猩红色的眼睛正在冷冷地注视着自己这里。操，真特么有怪物！来不及想那么多，趁着天色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叶流云快速回到了自己的木屋，随手将已经消耗掉2点耐久度的石斧扔到了一边，也不管干不干净。关上门后，叶流云圆地躺在了地板上。早知道以前就应该多锻炼锻炼的。2条手臂好像都要没有知觉了一般，不用力都会发抖，全身都在传来一种酸疼的感觉，真要命啊！呼，缓和了一会，叶流云起身，将1瓶水中剩余的那些全部喝完，顺便吃了2口面包。第3章世界聊天，还剩下1瓶水，还有一点面包了。等凑齐100个单位的木材之后，要去森林里面走走了。森林里面的宝箱应该会有食物，不过眼下自身的安全是必要的，必须要先将木屋升级。在这方面，叶流云还是能够知晓轻重缓急的。没一会的功夫，夜幕彻底降临了。吼吼吼，兽吼声愈加的明显。知道，砰！木屋的门骤然间被撞响，顾不上疼痛，叶流云噌的一下就坐了起来，抵住木门。砰砰，不只是木门，其他的地方都能够听到响动声，显然是黑夜中的那些怪物想要破坏木门。本来还有些担心，可这小木屋虽然看起来弱不禁风，仿佛碰2下就要倒的样子，可偏偏却能够抵挡住野兽的攻击。呼，自己还是太紧张了。也是，生存守则上面说过，3天的新手保护期内，小木屋里面是绝对安全的，只要不出去就可以了。趁着这个时候，叶流云站了起来，通过门缝看起来了外面。好，砰！太暗了，看不清是什么怪物，不过有点像狼，一双赤红色的兽瞳，一边低吼一边撞向木屋。或许是察觉出木屋无法被破坏，这些怪物也不走，就在木屋周围环绕，仿佛是在等待着什么一样。叶流云想起来自己是有鉴定术的，或许可以鉴定一下。目标夜狼，效果黑夜中的一种怪物，多数为群体行动。鉴定的内容不多，但也足够了。这种屋外群狼围攻的情况，即便知晓木屋里是安全的，估计也不可能真的安心睡着吧。趁着这个功夫，叶流云将生存守则拿了过来，之前只看了前2页，趁着现在有时间，可以看看后面的内容了。世界聊天，每人每天只能发言3次。属性面板后面出现了一个世界聊天的内容，并且标注了每人每天只有3次发言的机会。白天叶流云去砍树的时候，这里就已经有很多人发言了。编号1089，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编号7193，是绑架吗？我有钱，我很有钱，只要能放我离开。编号9961，特么的，知道老子是谁吗？敢和老子玩这样的恶作剧？编号3443，怎么办啊？我好饿啊！谁能给我一点吃的呀？这都是最前面的聊天内容。叶流云只是大致看了2眼，随后就翻阅到了最新的聊天内容，都是一些还有些不明情况的人才会这么说的。唯一让叶流云注意到的，就是这世界聊天时候的昵称都是各自的编号。叶流云看了一眼自己的编号0071，也不知道这个编号有什么意义。编号0677，你们听到外面的声音了吗？编号9968，草，居然是特么真的！
有些人已经开始慌起来了。未知的世界，未知的怪物，不慌才奇怪吧。当然了，也是有些自命不凡的人存在。编号0012，我特么的，老子穿越了，老子特么的果然是天命之子。编号0012，等着吧，老子就是天命之子。编号0012，这个世界的美女全特么是老子的。每天3次的发言，直接都用完了。对于这种自嗨的傻呗，叶流云只是看了2眼，就没有继续在意了。编号2273，谁有吃的？能给人家一点吃的吗？2瓶水1块面包根本不够啊。编号2273，我还是没交过男朋友，还是个初，只要给我吃的，让我做什么都行。编号3911，我这有，只要你来哥哥保证把你喂饱，怎么样？编号0917，别听他们放屁，来我这，保证让你天天都有吃的。只能说，在现代化的社会里面，大家即便有什么小心思、小想法，在法律面前也只能收着。但现在不一样，没有了约束，人心中的恶很快就会显现出来了。这才是第一天。叶流云能预料到，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泛滥。强者拥有一切，弱者苟且偷生，这才是真正的生存法则。不过，可惜了。合上生存法则，叶流云摇了摇头。说起来，自从大学毕业后，自己就没找过女朋友了。大学时候的爱情，出了社会之后，还是要向现实低头的。叶流云也想放纵，就是眼下没有这个机会。呼，调整了一下呼吸后，叶流云继续打开了生存守则，翻到了后面一页。世界交易，简单来说，任何人都可以在世界交易上面上传想要交易的东西，并且定好价格，以此来售卖。只不过现在的世界交易上面还是空空如也的，这才第一天，谁也没有多余的东西售卖。趁着这个时间，叶流云继续看起了世界聊天，有些人说话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比如说，编号7699，谁能把10斧借我一下呀？我手贱，把10斧给分解了。编号9888，你是真特么天才。编号7655，牛批。叶流云都差点被看笑了。好家伙，把10斧给分解了，那你特么的只能想着把树直接拔出来了。看了一会后，叶流云忽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这个世界聊天中出现的编号最多就是9999，自己也只是0071，也就是说这里最多也不过1万人吗？应该是分地区的吧。大学时候，叶流云因为无聊打过不少的网页游戏，差不多能分析出一点东西来，应该是每9999人就分在一个区域里面，至于其他人自然是在其他的区域里面，相互之间是不能联系的，就是不知道其他区域是什么样的环境了，是否也是如此。叶流云没有纠结那么多，世界聊天上都是些没营养的东西，看个乐子就行了。砰砰砰，外面的怪物还是没有停止的动作。第4章，触发新的技能。我好像并不是只能刷一个技能的等级。趁着这个时候，叶流云开始研究起了自己的外挂，这才是自己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的立身之本。现在人物面板的技能一栏还只有孤零零的一个挥砍，试试看。反正现在还不困，黑夜会持续16个小时，一直闲着才是浪费时间。活动了一下还有些发酸的手臂，从地上站了起来，先是高抬腿圆的跑步，然后再试着开合跳。本来还想试试俯卧撑的，可2条手臂实在是太疼了，只能等以后得。经验值+1。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持续个3-4分钟后，熟悉的系统提示音再度传来。熟练度系统，宿主叶流云，力量13，普通人平均值为10，速度9，体质12，精神10，技能挥砍 LV 4，锻炼 LV 1。一看人物模板，技能一栏除了挥砍后多出了一个新的技能，果然可以。想法得到了证实，叶流云锻炼起来都更有动力了。经验值+1，经验值+1。叶流云算了算，保持充分锻炼的情况下，大概每隔3-4分钟会收获1次经验值。穿越前，叶流云刷到过不少的健身短视频，虽然没跟着一起练过，但还是记住了一些动作。技能升级，锻炼 LV 1，锻炼 LV 2，力量+1，速度+1，体质+1。除了精神外，其他的力量、速度和体质都得到了提升。原本因为锻炼而有些疲惫的状态，一下子就恢复了不少。最关键的还是叶流云现在的斗志满满啊！越往后，经验值触发的速度会越慢一些。呼，没有手表，叶流云也不知道时间，大概感觉过去了1个多小时。锻炼的技能
被叶流云成功刷到了3级。疲惫之下，叶流云直接原地躺了下来。等明天的吧，短时间内做太多的运动，身体都有点扛不住了。最关键的是，好饿啊！拍了拍空瘪瘪的肚子。从早上去砍树到现在，叶流云就喝了1瓶水，吃了几口面包，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了。可桌子上现在就只剩下半块多一点的面包了，如果吃了，明天大概就得饿肚子了。要吃吗？叶流云不是什么贪图眼前享乐的人，可挨饿的痛苦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明白。要不怎么说，人只有在吃饱的时候才会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一旦没吃饱，就只会想着如何吃饱饭。有些纠结就在叶流云准备将剩余面包拿过来的时候。经验值+1，又来了，这什么玩意？自己也没做什么呀，怎么会加经验值呢？可是等叶流云再度打开人物面板的时候，就发现原本2个技能的一栏又多了一个新的技能，挨饿 LV1。好家伙，这也能够算是一个技能的。不吃了，果断将手又放了下来。也不知道这挨饿的技能有什么作用。技能升级，挨饿 LV1，挨饿 LV2，精神+1。好家伙，这个技能升级提升的居然是精神。要知道前2个技能加的一直都是其他的属性。叶流云原本还在想要用什么样的技能才能够增加精神属性，本来就是要立志做6边形战士的，可不想给自己留下什么弱点。经验值+1。时间1分1秒的过去，叶流云躺在地上闭上了眼睛。外面的野兽还在不断的尝试着撞击木屋，虽然看似薄弱，可这木屋却又能够挡住野兽的攻击。迷迷糊糊间，叶流云渐渐的睡着了。等再度醒来的时候，外面天还没亮呢。也是，毕竟黑夜会持续16个小时，叶流云还不至于一觉会睡这么久，感觉好多了呀。睡一觉醒来，叶流云感觉自己的精神方面都好转了许多。熟练度系统，宿主叶流云，力量15，普通人平均值为10，速度11，体质14，精神12，技能挥砍 LV4，锻炼 LV3，挨饿 LV3。睡个觉的功夫，挨饿的技能直接达到了3级，也算是最大的手段了。感觉如果能这么一直循序渐进的提升下去，迟早会变成小超人啊。还好有3天的保护期，足够自己成长起来。趁着这个功夫，叶流云看了一下世界聊天，依旧是一些没营养的话题。编号7783，外面的都是什么呀？好恐怖。编号9882，求求了，谁能来救救我呀？我有钱，我有很多钱。编号0377，谁能救我活着？等离开了这里，我给他1000万。看得出，大多数人的第一晚都过得很不安稳啊。叶流云甚至想到，这第一晚应该是有人已经死了，只不过并不知道是谁罢了。世界聊天上还时不时会冒出几句其他国家的语言，应该是不同国家的人都被混合到了一起。不过虽然外语不怎么样，但叶流云却能够看懂那些句子的意思，应该也是这个世界的某种力量吧，可以让人无障碍的沟通。叶流云也不懂，不过这种事情根本没有什么纠结的必要，即便弄明白了，也不可能帮助自己更好的活着。有这时间，还不如想一想怎么能够触发更多的技能，提升等级呢。漫长的黑夜终究是要褪去的，天色开始渐渐泛白，黎明开始出现，总算是要天亮了。合上生存守则，叶流云将其收在了身上，通过窗户看向外面。黑暗中的怪物们在感受到阳光的出现后，也开始渐渐退去了。已经第2天了，新手保护期只有3天，这已经第2天了。叶流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今天之内将木屋升级，这玩意肯定是越早越好。第5章，首位木屋升级者出现，也不知道第一个升级木屋的会不会有什么奖励，或许有吧，不过那也要试了才能知道。等天色真正明亮起来后，叶流云才提着石斧走出了木屋。物品：石斧，耐久8%，效果可以用来挥砍。昨天的砍伐让石斧失去了2点耐久度，希望能够坚持到木屋升级吧。别还没有凑齐100个单位的木材，结果石斧耐久度到期了，那才真的是要命了。就近找了一棵相对适中的大树，叶流云直接挥砍了起来。砰！经验值+1。相比较昨天，叶流云挥砍时候的速度、力量和角度都已经显得很熟练了，仿佛是一个伐木的老手一般。经验值+1，经验值+1。4维属性的提升让叶流云即便长久持续的挥砍，
也不会有什么不适的情况。分解，分解，分解。每砍伐完一棵树，叶流云都会立马找下一棵树，然后继续挥砍，保证不浪费什么时间。只是技能升级，经验值足够了。原本以为只是一次普通的升级，却没想到挥砍 LV4， 挥砍 LV Max， 力量+1，体质+1，满级了。也就是说，一个技能被刷到5级之后就是满级了呗。但这时新的提示音忽然传了出来，获得能力暴击。能力，这是什么？熟练度系统。宿主叶流云，力量16，普通人平均值为10，速度11，体质15，精神12，技能挥砍 LV Max， 锻炼 LV3， 挨饿 LV3， 能力暴击。打开人物面板，可以看到多出了新的一栏，也就是说技能在提升到满级后可以获得一种能力。这么一看，叶流云发现自己的这个熟练度系统其实还蛮有作用的呀。点了一下新技能，想要看看效果。暴击可以让挥砍爆发出2倍的威力，双倍伤害呗，试试看实际效果。叶流云找了一棵新树，暴击能力使用，沉重的一斧快速进入到了树干之中。砰！听着挥砍的声音都要比之前挥砍的声音更加清脆沉重。之前要挥砍好几下呢，但这次一斧子直接砍断了一半。卧槽，这双倍伤害的暴击实际效果要更加的牛批呀！消耗的力量差不多也是双倍，还行。暴击的能力也是有副作用的，爆发双倍伤害的同时，消耗的力量也是双倍的。不过这点消耗对于已经将4维属性刷上来的叶流云来说，还在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砰砰砰，一斧接着一斧，距离凑齐100单位的木材已经越来越近了。砍完这棵树差不多就够了。连着几个小时的砍伐还都是用暴击的情况下，叶流云的手腕又开始隐隐作痛了。好在木材已经差不多了。呸呸，吐了2下唾沫，叶流云继续拎起石斧。砰！就在大树倒下的时候，叶流云手中的石斧因为耐久度清零直接破碎了。正好好啊！看着手中的小木棍，叶流云摇了摇头，怪不得新手礼包会给一个石斧，这是算准了，一把石斧正好好能够砍伐100个单位的木材啊！算了，没什么好纠结的，将木棍别到身后，万一什么时候能用呢？分解，将刚砍伐下来的大树选择了分解，分解成功，获得木材乘4。眼下叶流云仓库里面的木材已经有102了，木屋升级所需要的木材已经足够了。将木屋升级图纸拿了出来，对准了木屋。说起来，这木屋分解了之后会怎么样？看着眼前的小木屋，叶流云有了一个莫名的想法。算了，这玩意就别瞎尝试了，还是等等看，世界聊天里面会不会有哪个大聪明会试试吧。升级，随着100单位的木材消耗掉，叶流云手中的木屋升级图纸化作了一个个小光点，向着木屋的方向飘去。随后，在一众莫名的力量之下，木屋的外形开始发生了变化，从一开始的简陋开始不断的扩大，外形看起来也是更加的坚固，更加的耐用了。与此同时，世界面板的聊天上，恭喜编号0071将木屋完成升级。这时，叶流云忽然感觉到放在身上的生存守则忽然震动了2下，拿出来一看才发现，还有这种宣告，编号0088，卧槽，这是哪位大佬啊？编号9869，我现在木材都还没有破10呢，大佬就完成升级了。编号7776，大佬是男生吗？我36D，求大佬带带我吧。原本安静的世界聊天瞬间热闹了起来。不过叶流云的关注点却并不在这方面。作为第一个将木屋升级的人，你有一个礼包，是否领取？看着出现在第1页上面的字样，叶流云有些意外。原本还想着第一个将木屋升级的人会不会获得什么奖励，没想到还真有啊。领取，正好看看能获得什么。礼包打开，获得石屋升级图纸、铁斧、火晶石，3个奖励落在了叶流云的手中。物品：石屋升级图纸，效果可以将2级木屋升级为3级石屋。所需材料：石材乘100，铁块乘10，2种新型材料啊。物品：铁斧，耐久度50%，效果可以用来挥砍。正好自己的石斧因为耐久度清零，直接爆了。简单挥动了2下，
铁斧使用起来的感觉明显更加有力，更加骇人，而且铁斧的耐久度也要比石斧高很多。对于这2个奖励，叶流云无疑是满意的。只不过，这是什么？最后一个奖励是一个全体通红的石头。鉴定物品：火晶石，效果：蕴含着火焰力量的石头。第6章，开启宝箱。弓箭，蕴含着火焰力量的石头，一看就是这个世界的产物了。只不过，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用啊！放在手里掂量了2下，感觉和普通的石头也没什么不同的。算了，或许是什么东西的材料吧。叶流云将其放入了生存守则的仓库内。现在虽然没什么用，但以后也说不准。就在这时，生存守则再度震动了起来。恭喜编号0006，成功将木屋升级。又有人将木屋升级了，就连叶流云都意外了一下。果然，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不凡的人。叶流云不是什么夜郎自大的人，只有正视自己的力量，才能走得更远。穿越前看过一大堆网络小说的叶流云，可是很清楚，越嚣张就越容易死的道理。和叶流云的沉默不同，这个刚刚将木屋升级的人并没有保持成功。编号0084又来，大佬们到底是做到的啊！编号0006，哈哈，其实穿越前我是一个健身博主，所以力量方面还算可以。看到将木屋升级的人说话了，下面立马就炸出了一群人，其中大多数都是想要求带的，而这个人也没有要拒绝的意思，反而显得很热心。编号0006，我觉得大家穿越到这么一个世界里面，最好还是要互相帮助比较好一点。编号0006，如果有意向合作的话，大家可以私聊我。一天就3句话的机会，而且每句话也有字数限制，没办法多说。编号9989，合作好啊！我这就联系大佬。编号2287，可以合作吗？我可以给大佬当小弟。编号0988，真的可以吗？看得出，还是有很多人心动了的。毕竟人类是一种群居的生物，尤其是在这么一个陌生的危险世界里面，能够抱团取暖的话，自然是要比单打独斗要好。健身博主吗？叶流云这边看着聊天记录，目光中闪过了一些思绪。如果有合适的合作对象，叶流云并不介意合作。只不过，人心隔肚皮不是叶流云内心黑暗，而是在这么一个未知的世界里面，不得不学会小心啊。还是再等等看吧。目前为止，叶流云还没想过要找什么人合作。对于这个编号0006的家伙，叶流云也是特别注意了一下，看看对方以后会不会说些什么吧。该死，我居然不是第一个。森林的另一处地方，一处刚刚完成升级的木屋外，身材健壮、块头很大的肌肉男，脸色看起来十分的狰狞不甘。赵虎在穿越到这个世界之前，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健身博主，因为块头大，在网上获得了不少的流量。即便穿越到这个世界，凭借过人的力量，第2天就凑齐了100个单位的木材。本来想着，如果自己是第一个将木屋升级的人，或许可以以此提升自己的声望，没想到被抢先了。不过还算不错。看着私聊页面不断找上自己的人，赵虎的脸色也缓和了许多，尤其是一些人求庇佑的言论，让赵虎的笑容更加自信了。不会真的以为什么都不用付出，我就会保护你们了吧？穿越前，赵虎就不是那种老实的人，仗着块头大去欺负别人，调戏健身的女学员，这些事情赵虎都做过。可以说，这么一个未知的世界，反而会让赵虎这样的人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连厕所都有啊！叶流云这边已经欣赏起了自己的新住所，新的木屋面积更大了，房间里面的摆件也多了不少，甚至还有一个厕所，不过只是一个旱厕，可将门一关也闻不到什么味道，完美啊！现在距离天黑应该还有1个小时左右，算算时间，叶流云决定不浪费这1个小时的时间，出去看看。木屋升级后，叶流云也没什么压力，总算能够找提示中说的隐藏在森林中的宝箱。技能升级 I2 LV 3 I2 LV 4，精神加1。拍了拍空瘪瘪的肚皮， I2 这个技能也提升到4级了呀。就是不知道这个技能在满级之后会获得什么样的能力，有点期待了。虽然决定要去森林里面看看，但叶流云也没有走远，而是就近在木屋周围逛了逛。但凡走远一点，叶流云就会用铁斧在树上留下记号，避免迷路失踪。要知道，在森林里面迷路可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周围看起来仿佛一模一样，根本找不到回去的路。还真有。终于在走了一段路后，叶流云在不远处的树丛内发现了一个木箱子，连忙走了过去，将其打开。宝箱开启，获得水乘2，羽绒服乘1。
还是500毫升的那种水。叶流云连忙打开一瓶，喝了起来。食物就算了，但水不喝是真扛不住啊！要不怎么说水是生命之源呢？好在喝水也不影响触发挨饿技能的经验值，这倒是不错。一瓶水下肚，叶流云感觉自己的状态都好了不少。至于另一个奖励，羽绒服，目前的气温感觉是处于春夏时分，不算太热，也不算太冷。羽绒服什么的没什么用啊，算了，不要白不要，反正也是白捡的。叶流云将其收到了仓库里面。东西被拿走后，宝箱就自动消失了。时间还够，叶流云继续寻找了起来。随后又找到了一个宝箱，其中一个是2瓶水，1块面包，被叶流云放了起来。至于另外一个宝箱打开，获得长弓乘1，箭矢乘10，10支箭，还有一把弓。叶流云当即眼睛就亮了，将长弓拿在手里拉了拉，不算太重，但也算不错了。10支箭也被叶流云拿了出来，这也算是远距离武器了啊！热武器没出现之前，弓箭就算是主流的远距离武器了。第7章野兽感知，光合作用。尝试着拉弓搭箭，瞄准不远处的一棵树干，嗖，箭矢快速飞出，不出所料的没中，而且飞得还有些偏。叶流云也不要觉得意外，自己本来以前也没学过射箭，如果能直接命中，那才奇怪呢。最关键的是，经验值+1，人物面板的技能一栏再度多出了名为射箭的技能。嗖嗖嗖，连着将全部10支箭一起射了出去，正好将技能升级。技能升级，射箭 LV1， 射箭 LV2， 速度+1。趁着天还没黑，叶流云将飞出去的箭矢重新捡了回来，继续练习。和一开始的全部拖把相比，现在的叶流云已经能让箭矢命中树干了，就是准心还差了点。呼！10支箭就这么被叶流云连续不断的重复利用，一直等将射箭技能刷到3级，叶流云才停了下来。熟练度系统，宿主叶流云，力量16，普通人平均值为10，速度13，体质15，精神13，技能挥砍 LV Max， 锻炼 LV 3， 挨饿 LV 4， 射箭 LV 3， 能力暴击。活动着手腕的同时，看着自己最新的人物面板，叶流云满意的点了点头。今天晚上可以试着将锻炼刷到满级，挨饿这个技能今天应该也能满级了，就是不知道这些技能在满级之后会获得什么样的能力。时间差不多了，眼下的天色已经开始逐渐昏暗了，森林里面是不能再待了。将弓箭背在身上，叶流云根据之前标注的记号开始往回走。射箭这种事情比想象中的还要费力气啊，感觉比砍树都累。穿越前，叶流云还听别人说什么弓箭手不擅长近战，纯就是放屁。弓箭手能开多少斤的弓，能将箭矢射出多远，全凭手臂力量。不擅长近战，那就是没打过开重弓的弓箭手，不然一打一个不吱声。天黑之前，叶流云顺利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将弓箭和水这样的资源放在了桌子上面。世界聊天上面，祈求帮助的声音也变少了。显然大家都不是脑残，已经意识到如果不行动起来的话，怕是真的要死了。一个个的都开始忙活起来了。1、2、3，回到木屋后，叶流云先是喝了一瓶水，随后便开始继续锻炼。先是俯卧撑，然后仰卧起坐、开合跳、深蹲之类的。经验值+1，经验值+1，经验值+1，不断上涨的经验值能让叶流云驱散一些对这未知世界的恐惧。果然，自身的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只要自身足够强大，什么恐怖怪物根本不算什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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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木屋外，熟悉的夜郎低吼声再度传来，时不时还能够听到撞击木屋的声音。不过，新手的小木屋都无法撞破，更不要说是叶流云这已经升级过的木屋，就更不需要担心什么了。眼下的叶流云已经完全沉浸在锻炼之中，心无旁骛。技能升级，锻炼 LV 3，锻炼 LV 4，力量+1，速度+1，体质+1。4维属性的提升让叶流云感觉到了十足的力量感。这已经第2天了，3天的新手保护期还只剩下最后1天，估计一些人已经开始慌神了吧。叶流云不用看都知道，今天晚上估计会有不少人在世界聊天里面祈求帮助。而且叶流云在练习射箭的时候，身上的生存守则也震了好几下，又有几个人
成功将木屋升级了。显然，除了自己这样开挂的，这个世界聊天里面还是有一些比较有能力的人。经验值+1，经验值+1。即便已经汗流浃背，全身传来一阵酸痛感，但叶流云依旧没有停下的意思。就差一点，就差一点了。现在的自己就是不能放过这么一点时间。终于，连续锻炼了几个小时后，锻炼技能成功提升到了满级。呼！正在做俯卧撑的叶流云，在听到锻炼技能提升到满级之后，直接双手一松，倒在了地上，连续不断的呼吸着，地板都被叶流云的汗水浸湿了。触发技能野兽感知，果然，锻炼技能在达到满级之后，再度触发了新的技能。哈哈！系统的提示音让叶流云一个没忍住，直接就消出了声。吼吼！木屋外的夜郎仿佛也听到了叶流云的笑声，还以为是在嘲笑他们的无力呢。除了一开始的撞击，都开始在木板上面撕咬起来了。只不过，眼下的叶流云压根没工夫注意夜郎的情况。野兽感知如同野兽一般，对危险有着特殊的感知能力。这种能力效果让叶流云眼前一亮。这么一个未知的危险世界里面，有能够提前预感危险的技能，那是相当的不错啊。本来叶流云还想着打开自己人物模板看看呢，但这时技能升级，又是一道系统提示音传来 ：I2 LV4 I2 LV Max， 精神+1。锻炼的时候最是消耗身体中的能量了。可以说，2天没吃饭的叶流云早就已经饿得不行了，也就是还有点水撑着，不然早就扛不住了。这个技能也升级了，双喜临门啊！下一秒，叶流云就感觉明明没吃任何东西，但原本的饥饿感正在缓缓的消散。显然，这肯定是获得了什么不得了的能力效果。触发能力光合作用，这是技能在提升到满级之后触发的特殊能力。叶流云简单看了一下，光合作用可以吸收空气中的养分，让自身不会出现饥饿状态。也就是说，现在的叶流云是真正的喝西北风都能够喝饱啊！牛批！这特么才是外挂应有的作用啊！第8章成功完成猎杀，熟练度系统，宿主叶流云，力量18，普通人平均值为10，速度15，体质17，精神14，技能挥砍 LV Max， 锻炼 LV Max， LV Max， 射箭 LV 3， 能力暴击，野兽感知，光合作用。目前为止，叶流云已经有3个技能达到满级了。射箭技能不着急，可以慢慢练。顺便，叶流云还在想，接下来要如何触发新的技能。趁着这个时候，叶流云简单看了看世界聊天，编号5523，求求了，谁有一点食物？我真的是太饿了。编号0098，怎么办啊？新手保护期只剩1天了，我们不会真的要死了吧？估计谁也不会预料到，有一天死亡会距离自己如此的接近。编号0755，谁能够给我一点木材？我用水和它换。编号8552，能给我一点水吗？我实在是太渴了。编号9917，谁有肉啊？我好久没吃荤的了。不出叶流云的所料，因为明天就是新手保护期的最后一天，世界聊天上的气氛都充斥着绝望之意。叶流云只是大致浏览了一下，自己都保不齐能活到什么时候呢？还去管别人？叶流云从来就不觉得自己是什么无私奉献的大善人，还是先管好自己吧。说起来，我也很长时间没吃肉了。拍了拍肚皮，虽说没什么饥饿感了，但饿不饿和馋不馋，这完全就是两回事啊。而且技能都已经达到满级了，那叶流云也没必要一直不吃东西刷经验。肉的话，叶流云想了想，眼下这个世界想要获得肉，要么是运气好，从宝箱里面得到了，要么……叶流云渐渐侧目看向了窗外的方向，黑暗中，一双双赤红色的眼睛正在注视着这里，仿佛恨不得冲进来，直接把自己吃个干净。攥了攥拳头，将铁斧拿在手中，叶流云轻手轻脚地走到了窗户边上。如果是一开始，叶流云肯定不会这么尝试的，但力量的提升感让叶流云多少是有了些信心，或许可以试试，倒不是纯粹为了吃肉，另一方面也能检验一下这个世界的怪物会不会有什么不凡的力量。反正现在还是新手保护期，只要不让怪物进入到木屋里面，就一定不会有事的。站在窗户边观察了一会，叶流云将铁斧放下，拿起了弓箭。这个距离用弓箭肯定更加合适。3级的射箭能力，即便算不上百发百中，
但也有70%-80%的概率可以命中。就在叶流云寻找目标的时候，一只夜狼先注意到了窗户上开启的一点小缝，如同看待猎物一般，缓缓地匍匐过来。下一秒，好，嗖！夜狼冲过来的第一秒，叶流云直接对着对方的眼睛就是一箭。这么近的距离，根本不可能射偏。真当我野兽感知是白来的？早在这只夜狼开始行动的时候，叶流云的危险感知就传来提醒了。叶流云之所以敢狩猎怪物，不仅仅是对四维属性的自信，还有这些特殊能力都是叶流云自信的来源。好，箭矢基本没入了一半，可这头夜狼并没有死去，然后好似被激怒了一般，疯狂地在窗户外面嘶吼。生命力也更顽强吗？果然是怪物，这都不死。站在窗户里面，通过缝隙，嗖，又是一箭。下一秒，叶流云直接打开窗户，将被命中2箭的夜狼拖了进来，立马将窗户关好。好，好，好！这里的动静显然吸引了其他夜狼的注意，开始有更多的夜狼围杀在了窗户附近。不过，关好窗户的叶流云并不担心这个，而是看向了被自己拖进来的夜狼。还没死，即便身中2箭，也依旧能有力气站起来。去死吧！暴击！在叶流云的强大力量下，被抡圆的铁斧重重地挥砍在了夜狼的脑袋上。咔嚓！暴击的双倍伤害加持下，叶流云感觉这头夜狼的头骨都被自己看碎了。呼！第一次狩猎怪物，虽然没受到什么伤，但还是让叶流云有种兴奋的感觉。成功了！这也意味着人类并不是只能沦为怪物的食物，也是有机会反杀的。夜狼的外形和普通的狼没什么区别，就是通体黑色，看起来更壮一些罢了。分解，有份解数在，倒也省着叶流云处理了。分解成功，获得夜狼肉成10块夜狼肉，还算不错。等明天可以试试钻木取火。现在倒是不着急。叶流云想起来了，生存守则上面还有一个世界交易的功能，只不过眼下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多余的物资可以用来交易，或许可以试试。反正10块肉呢，而且这只是第一次狩猎而已。编号0071，我这有肉，谁要的话可以用资源来换。说起来，叶流云还很少在世界聊天上面说话，这话一出来，下一秒，编号0851，卧槽，这不是第一个将木屋升级的大佬吗？作为第一个将木屋升级的人，一些有心的之前就将叶流云的编号记了下来。编号7001，听这意思，大佬不会是猎杀怪物了吧？编号7133，好家伙，咱们还在想着怎么躲怪物呢，大佬已经开始猎杀怪物了。编号0094，我要，我已经好久没吃过肉了。编号2779，大佬能给我一块肉吗？我真的是太饿了。编号0054，哥哥，人家36D，只要给人家一点吃的，想做什么都行。叶流云的一句话炸出了不少人啊。对于这些言论，叶流云只是看了看，根本没有在意。编号0071，如果有想要交易的可以私聊。最后发了一句，叶流云就不再关注世界聊天的情况了。第9章，世界交易。私聊页面同样有不少人找上自己的，除去一些乱七八糟没用的物资，还有一些甚至是直接摆明了要白嫖的，甚至连道德绑架的都有。白痴！对于这些人的言论，叶流云压根就没有在意的想法。一群看不清现状的人，活该饿死。编号0006，兄弟，咱们合作吧，给我一块肉，以后有什么好处，我也会想着你的。这算什么？空头支票。不过，这个编号，叶流云想起来了，这不就是那个在自己之后第2个将木屋升级的人吗？这画大饼的能力倒是蛮厉害的。穿越前，叶流云已经吃过很多次老板画的大饼了，没有理会，直接看向了其他的私聊。终于，在一群没营养的私聊里面，叶流云找到了一个还算有用的。铁矿居然没理我。赵虎这边看着私聊页面没有得到叶流云的回复，就意识到对方肯定是没有在意自己的话。操！赵虎这一身腱子肉那是纯吃出来了，好几天没吃肉，早就馋了。本来信心满满的讨要，结果对方理都没理自己。这家伙居然还能狩猎怪物！赵虎也不是什么没脑子的人，虽然没见过，但既然对方有能力狩猎怪物，那肯定不是什么简单的角色。赵虎的木屋外也有一群怪物，那玩意看起来就害人，哪还有胆子去狩猎？不管了，等明天应该会过来1-2个人，就不相信你一个人能打得好几个。白天的时候，通过私聊，赵虎已经忽悠到好几个人，
让他们来自己这里了。到时候，赵虎的想法是将那些人全部打服，变成自己的小弟。此时的叶流云这边倒是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别人给惦记上了，而是在私聊页面和一个编号为0766的人聊了起来。编号0766，大哥，我叫武峰，你那有肉吗？我想用铁矿和你交易，你看成吗？编号0071，你从哪得到的铁矿？毕竟铁矿这种材料听起来就很稀有吧。编号0766，我运气还行，木屋边上就有一个矿脉。好家伙，这叫运气还行？这特么是什么狗屎运气？哪像自己这里什么都没有，全是树，连一条河都没有。编号0766，大哥，你还交易吗？编号0766，我真的有铁矿，不骗你。武峰那边一直没得到叶流云的回复，显得都有些着急了。编号0071，可以交易。你有多少铁矿？编号0766，我这差不多还有10个。编号0071，都给我，我给你1块肉，1块肉交易10个铁矿。编号0766，不是，大哥，这杀价的也太狠了吧！武峰也不是什么傻子，肉虽然不错，但相比较而言，铁矿才是更加稀缺的重要资源吧。10块肉换1块铁矿还差不多。叶流云自然也明白铁矿这种资源的重要，等以后物资交易方面逐渐平稳下来之后，交易的售价就会平等很多。但现在大家连生存问题都没解决呢，哪还管得了其他？编号0071，换不换？大有一副不管我就走了的样子。编号0766，换，不过1块太少了，3块怎么样？编号0071，2块。编号0766，成交。能多1块是1块。之后的情况就简单很多了，直接上世界交易，设定到价格，然后就可以直接交易了。编号0766，对了，大哥，你叫什么？我给你设个备注。还能设定备注？叶流云简单尝试了一下，发现还真可以，随后告诉了对方自己的名字。武峰 OK 了，大佬，以后常联系啊。武峰也不是傻子，一个能猎杀怪物的大佬，那肯定是要多练习练习的。太好了，总算是有肉了。一处边靠铁矿脉的木屋内，看着眼前的2块肉，身高1.7米，体重有200多斤的武峰显得十分开心，总算是有肉吃了。看武峰这胖墩墩的体型，就能够明白对方肯定是一个顿顿不离肉的人。这么长时间没吃肉，早就馋得不行了。这就是铁矿吗？10块铁矿整整齐齐地出现在了叶流云的面前，看状态就好像是一个个铁块块一样。先将其收到生存守则的仓库里面，虽然现在用不到，但以后肯定能用到。升级食物的材料里面就有10个单位的铁块，夜狼肉还剩下8个。叶流云翻看起了其他的私聊，看看能不能继续交易些什么。终于在一篇没营养的私聊里面，叶流云又找到了一个不错的，编号9890，我有一个制作图，换吗？制作图？编号0071，是什么样的制作图？一处升级过的木屋内，原本还在闭目养神的尤淑兰，听到生存守则的震动后，直接就坐了起来。虽然是个女人，但尤淑兰行动起来却显得很雷厉风行。有戏！看到叶流云的询问，尤淑兰就知道这次交易应该是有希望的。编号9890，剑矢制作图，我在宝箱里面找到的，要不要？剑矢？还真是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叶流云的剑矢只有宝箱里面开出来的10只，虽然可以重复使用，但这每次重复使用也会磨损剑矢，迟早会有报废的一天。还在想要找什么东西来代替呢，结果这制作图就送上门来了。当然了，虽然需要，但叶流云并没有直接表现出很强烈的需求，然后直接说道：编号0071，神经病吧？没有弓，我要剑矢做什么？对方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弓。交易买卖的时候，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够表现出自己的需求感，要不然是很容易被抬价的。尤淑兰这边也有些沉默了，倒是没有怀疑什么，毕竟如果自己有弓的话，这个剑矢制作图自己也不会卖了，总不能制作出来当摆设吧？真要打架，拿块石头在手里，也比拿一支没有弓的剑要好。第10章，剑矢制作图纸，匕首制作图纸。精致的眉头皱起，思索了好久。尤淑兰还是不想放弃可以得到肉的机会，如果身体长时间无法补充到充足的营养，迟早是要撑不住的。编号9890，我还有一个精良匕首的制作图纸。编号9890，2张制作图，2块肉，如何？尤淑兰觉得自己给出的价格已经很合理了。匕首啊，果然是能够炸出一点好东西来的。2块肉这个价格倒是不高，只不过编号0071，不行，
2张图纸，我只能给你1块肉。编号00711，你这只是制作图，不是匕首。编号00711，想要制作匕首，肯定需要铁矿，我现在没有铁矿。虽然刚得到是个铁块，但这个尤淑兰又不知道。叶流云当然不会明晃晃地告诉别人自己有什么。编号9890，那你想要什么？尤淑兰算是看出来了，这个编号0071的人穿越前肯定是个资本家，就只要扒皮是吧？编号0071，2张制作图，1块肉。编号9890，行。主动权在别人手里，尤淑兰没办法，只能选择同意。有过一次交易经验后，现在操作起来就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了。很快，2张制作图就出现在了叶流云的手中。那家伙真的猎杀到怪物了吗？尤淑兰这里看着眼前新鲜的夜狼肉，显得有些不可思议。那些黑暗中的怪物，尤淑兰也想过狩猎，可惜不仅失败了，如果不是自己机灵，很可能就会被那些怪物拖出木屋了。以后或许还有可以合作的机会，毕竟这么一个危险的世界里面，能有一个实力强大的合作伙伴，肯定是有好处的。叶流云这边倒是不清楚尤淑兰的想法，而是看起了刚得到的2张制作图。物品：箭矢制作图，效果可以制作100支箭矢。所需材料：铁块乘1，木材乘2，一次直接制作出100支箭矢吗？物品：精良匕首制作图纸，效果质量精良的匕首。所需材料：铁块乘1，就是不知道这所谓的质量精良到底能有多精良了。不过铁矿果然是很重要的物质啊，2个制作图纸都需要用到铁矿。想想也是，金属物品的杀伤力肯定是要超越同等次的物品。2个都制作吧，不管是匕首还是箭矢，都是自己所需要的。之前升级木屋，木材还有剩余，正好能够足够。随着材料的消耗，下一秒100支箭矢以及一把冒着寒光的精良匕首出现在了叶流云的面前。图纸没有消失，叶流云注意到，在制作完成之后，这2张图纸并没有直接消失，但之前的木屋升级图纸用完之后可是直接消失了的。也就是说，升级的图纸是一次性的，使用完就会消失，但制造的图纸能够重复利用吗？想到这里，叶流云立马将图纸收好。这玩意只要材料足够，就可以无限制的制作下去啊。箭矢的质量和叶流云之前从宝箱里面开出来的差不多，没什么好看的。倒是这匕首，叶流云放在手里抛了抛，感觉很锋利啊。不愧是精良品质的匕首，感觉要比一般的匕首质量要好很多。物品：精良匕首，耐久度100，效果品质精良的匕首，就连耐久度也要比铁斧的耐久度高很多。不错，对于这次的交易，叶流云显然是很满意的。继续在私聊页面看了看，基本上没什么好东西了。大致浏览了一遍后，叶流云就没有继续在意了。至于那些乞求的、想要抱大腿的言论，叶流云连理会一下的想法都没有。外面的夜狼还在趴在窗户周围环绕，叶流云也没有继续狩猎的想法了。有点睡不着啊，有点困了，但根本睡不着。和昨天的疲惫不同，今天的叶流云体力消耗的没有昨天那么夸张，而且思维属性提升上来后，对周围的感官也变强了不少。好，好，好！木屋外野兽的低吼声显得是如此明显，是不是还有撞击木屋，又或者是撕咬门板的声音？这样的情况下，就更不容易睡着了。哈！犯困的打了一个哈欠，叶流云只能闭上眼睛，努力让自己休息。就在这时，经验值+1，瞬间就精神了起来。这个经验值是怎么回事？自己好像什么都没做吧？立马打开了自己的人物面板，果然，技能一栏再度多出了一个技能，熬夜 LV1。好家伙，这玩意也能够触发技能的。本来被吵的就有点睡不着，现在又触发了这样一个技能，就更加睡不着了。经验值+1，经验值+1，基本上每隔10几分钟就会传来一次提示音，越到后面，间隔的时间就会越长一些。等级提升，熬夜 LV1，熬夜 LV2，精神+1，技能从1级提升到2级还是很快的，又是一个提升精神属性的技能啊！正正好好，缺什么来什么。哈，刷经验是一回事，但困不困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呀。打了一个哈欠，一直坐着太无聊了，想到什么的叶流云找来了一个木板，用匕首在木板的中间刻了一个圆圈，将其放在了房间的一边。而叶流云本人则是拿着弓箭来到了房间的另一边，反正没事做，还不如刷一刷技能的等级呢。嗖，
距离不远，正好好命中靶心。好在经验值+1，有用。叶流云脸色一喜，拿起了新的剑士，刚获得了100支箭，倒也不需要像之前那样10支箭来回的不断重复使用了。嗖嗖嗖，叶流云保持频率，一支箭接着一支箭飞出。好在木屋升级后的空间还算大一点，放在之前根本没办法刷这个经验。第11章，寻找河流，游泳技能。技能升级，射箭 LV3， 射箭 LV4， 速度+1。一边是刷着熬夜技能的经验，一边还能刷着射箭技能的经验，完美啊！耳边的兽吼声已经越来越小了，原本暗沉的天空开始泛起了些许的光芒，黑暗中的野兽们还是陆陆续续的退出了。差不多了，叶流云目光不变，心无旁骛的刷着技能经验，看着眼前都快要被打烂的模板，叶流云继续拉弓搭箭。嗖！下一刻，技能升级的提示音传来，技能升级，射箭 LV4， 射箭 LV Max， 速度+1，总算是足够了。呼！一晚上的时间连续不断的射箭，叶流云只感觉自己的手臂手腕都快要废掉了。最关键的是，困也是真的困啊！好在突出的精神属性能够让叶流云的大脑保持一定的清明。触发技能鹰眼，来了来了！射箭技能满级后触发的能力来了。鹰眼，强大的动态视力，可以捕捉到正在快速移动的目标。总的来说，鹰的动态视力是很夸张的，即便是快速奔跑的兔子，鹰的眼睛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目标，并且精准狩猎。下一秒，叶流云感觉到自己的眼睛忽然有些酸涩感，等渐渐好转过来后，能明显的发现自己的视力变好了。原本穿越前因为长时间的加班，叶流云的眼睛多少是有点近视，可现在那种模糊感已经完全消失了，哪怕是看远距离的东西都没有任何问题。还好没有鹰的弱点，鹰的动态视力很夸张，但是看一些移动缓慢的目标却仿佛是老花眼一样，很难发现了。只能说万物都是平衡的，有优点自然也会有弱点，而叶流云的鹰眼却是完美无瑕，没有丝毫的弱点。熟练度系统，宿主叶流云，力量18，普通人平均值为10，速度17，体质17，精神17，技能挥砍 LV Max， 锻炼 LV Max， 挨饿 LV Max， 射箭 LV Max， 熬夜 LV4， 能力暴击，野兽感知，光合作用，鹰眼。一晚上的时间，除了将射箭提升到满级之外，熬夜的技能也达到了4级。等待窗外彻底明亮起来后，叶流云拿起桌子上的水，在手心里面倒了一些，简单洗了洗脸，提了一下神，随后将弓箭、匕首、铁斧装备好，叶流云这才从木屋里面走出来。今天找找宝箱吧，顺便看看能不能触发一些新的技能。森林内，叶流云寻找的同时，时不时会用匕首在一旁的树干上做好记号，避免自己在森林里面迷路。看来今天的运气很一般啊！从早上到现在，叶流云已经找到了2个宝箱，只不过在打开之后，只得到了几瓶水，还有面包这样的食物，一个拥有的制作图都没有找到。继续走了一段路后，叶流云看到不远处有一个木箱，虽然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但叶流云还是快步走了过去。宝箱打开，获得壁炉制作图纸，总算是出货了，还以为今天要白忙活了呢。不过壁炉物品，壁炉制作图纸，效果燃烧的壁炉可以用来取暖，也可以用来烧烤食物。所需材料石块乘5，铁块乘2，取暖就算了，现在这气温还不需要，只不过烧烤食物这就很不错了。正好叶流云手里还有几块夜狼的肉，可以用来制作烤肉。石块就是这个制作壁炉需要的材料，铁块自己还有，但石块这就没有了呀。继续找找看吧。将壁炉的制作图纸收起来后，叶流云继续在森林里面寻找了起来。水流声，没一会的功夫，叶流云忽然听到了微弱的水流声。提升后的4维属性让叶流云的五感得到了不少的加成，这也让叶流云确定那就是水流的声音。有水流声，那就一定是有河了，有河就意味着可以有源源不断的水源。想到这里，叶流云连忙加快了脚步。终于在穿过一片森林后，叶流云看到了一条宽度有10多米的河流，河流的边上
还有好几个石块。卧槽！欣喜之下，叶流云跑步的速度更快了。周围环视，确定没有危险后，叶流云将外套放在河边，直接跳到了河里面。舒服啊！几天没洗澡，而且一直流汗，叶流云自己都感觉自己有点酸了。而且这种全身泡在水里的感觉真不错呀。最关键的是，简单游了几下后，经验值+1，又触发新的技能了。果然，技能一栏再度多出了名为游泳的技能。游泳 LV1，哈哈，今天果然是个好日子啊！当即在河流里面继续游动了起来，水流不是太急，倒也不用担心会被冲走。而且叶流云比较谨慎，不会游到太远的地方，基本上就是在河道两边来回游动。技能升级，游泳 LV1，游泳 LV2，力量+1，速度+1，体质+1，又是一个可以提升3个属性数值的技能。一时间游得更加卖力了。等将游泳的技能刷到3级之后，叶流云才从河里面上来。也不能一直泡着，争取明天一天将游泳提升到满级吧。走上岸后，看着河流边上的岩石，叶流云在想，这玩意能提取出石块吗？不过需要先开采一下才能够得到验证。想到这里，叶流云拿起一旁的铁斧，没有合适的功夫也只能使用铁斧了，总不可能用匕首吧。暴击，砰！双倍力量下，一斧子下去，看似坚固的岩石上面被砍出了好几道裂痕。不过也真的手麻，叶流云只是活动了一下手腕，就继续挥砍起来了。砰砰砰，每一下的力道都很沉重。第12章危机感，快速刷经验。轰隆！终于随着叶流云的努力，一大块岩石直接砸落到了地上。分解，当即使用分解术，希望能够游泳吧。分解成功，获得石块乘3，成功分解出石头。叶流云明显是更加满意了。想到这里，叶流云先将石块收起来后，随后看向了另一边的岩石，继续挥砍。砰砰砰！这里的岩石数量不多，叶流云一共收集了20多个单位的石块。挥砍岩石让铁斧的耐久度掉得飞快，这么一会的功夫，50的耐久度直接掉到30多了。沿着河道走的话，应该能够找到其他可以开采的岩石吧。现在看来，石块这种材料还是得去河道边才能够开采到。不过今天就算了，没有手表就是麻烦啊。抬头看了一眼天色，根本看不出来什么。这个世界，白天的时候太阳永远在最中间挂着，黑夜的时候月亮也是同样的情况。想要依靠日出日落来辨别时间，根本不可能。叶流云现在都不确定距离日落还有多长时间了。算了，还是保险一点比较好。20多个单位的石块已经足够了，其他的可以下次再说。叶流云当即收拾起东西，准备回木屋了。回到木屋后，叶流云最先将壁炉的制作图纸拿了出来，在房间找了一个角落位置，消耗材料将壁炉制作了出来。伴随着白色的特殊光芒，一个崭新的壁炉出现在了叶流云的眼前。还算不错呀，看外形还是很不错的。鉴定物品：壁炉，效果可以用来取暖，也可以用来烧烤食物。使用方法：添加1单位的木材，可以持续燃烧12个小时。这个壁炉还有使用方法呀！1单位的木材就是12小时，果然是异世界的东西啊！现实世界，1块木材可烧不了12个小时。叶流云也没在意这玩意，穿越这种事情都出现了，出现一些离谱的东西，不是很正常吗？趁着天还没黑，叶流云走出木屋，准备继续砍树了。之前的木材大多都用来升级木屋了，之后剩下来的一些也不足以应对接下来的消耗，还是先收集一点比较好。暴击，暴击的双倍力量，再加上叶流云现在的4维属性，砰！一斧子下去，一棵不算太壮的树干直接被砍断。分解，如法炮制。一共收集了30-40个单位的木材，叶流云这才停下了动作。果然更简单了，一连砍了这么多的树，也没什么疲惫的感觉啊，甚至手腕都没有酸一下，感觉迟早会变成小超人啊。将木材收起来后，看了一眼天色，距离天黑应该还有一段时间吧。叶流云没有着急回到木屋，还能触发什么技能呢？今天就是新手保护期的最后一天了，即便已经成功将木屋升级，但叶流云还是有些危机感的，起码在新手保护期结束前获得尽可能多的技能。只是射箭会了，锻炼也回来，熬夜挨饿什么的也都是过了，现在还有什么呢？攥了攥手中的铁斧，叶流云忽然挑了挑眉头，显然是想到了什么。唰！下一秒，
手中的铁斧直接被叶流云扔了出去，落在了不远处的一棵树上。经验值+1，技能一栏再度多出了名为投掷的技能。投掷 LV1，特么的，老子真他妈是个天才！这都被自己想到了，那还等什么？除了铁斧之外，叶流云将匕首也扔了出去，正好好命中树干。经验值+1，果然，不管是投掷铁斧还是投掷匕首，都是可以获得经验的。和之前练习射箭的时候一样，将铁斧和匕首收回来之后再重复使用。经验值+1，经验值+1，只是几个往复，技能便成功升级了。技能升级，投掷 LV1，投掷 LV2，力量+1，只加一个力量吗？也是，毕竟投掷这玩意最消耗的就是力量了。叶流云也没在意，能加一点是一点。原本叶流云的想法是能不能直接将投掷这个技能刷到满级，但很可惜，刚到3级，木屋外的天色就逐渐暗淡下来了。这天真的是说黑就黑呀！没办法，叶流云只能先将铁斧和匕首收回来，然后麻溜的回到了木屋，检查了一下门窗是否关好。叶流云开始使用壁炉烤肉了。滋，刚靠近壁炉，夜狼肉就被烤得滋滋冒油了，看起来很香啊。还要等一会，叶流云也不着急。而就在这时，技能升级，熬夜 LV4，熬夜 LV Max， 精神+1，熬夜技能达到满级了。下一秒，叶流云只感觉原本有些困倦的状态立马开始恢复了。显然，这肯定是触发的新能力开始发挥作用了。触发能力不眠者，这个能力效果显得十分干脆明了。不眠者无需睡眠也可以得到充足的精神。好家伙，这样的话，不用睡觉的自己就可以比别人多出更多的时间，可以用来提升自己。这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呀！熟练度系统，宿主叶流云，力量22，普通人平均值为10，速度19，体质19，精神18，技能挥砍 LV Max， 锻炼 LV Max， 挨饿 LV Max， 射箭 LV Max， 熬夜 LV Max， 游泳 LV3， 投掷 LV3， 能力暴击，野兽感知，光合作用，鹰眼，不眠者。除了今天刚刷新出来的游泳和投掷，其余的能力已经全部达到了满级 Max 的地步。力量属性更是已经达到了超越普通人平均值双倍的地步。特么的，感觉我现在一拳能打死一头牛了。攥了攥拳头，叶流云感觉自己已经膨胀了，我都快变成小超人了，这还不膨胀？那还什么时候膨胀？第13章，黑夜中的恐怖怪物豪岩猪。力量提升的太远，都会让人有种目空一切的感觉。好在叶流云感觉自己的心态还算不错，很快也就适应下来了。不眠者这个能力让叶流云的困倦感都被一扫而空了。滋滋，此时放在壁炉边的肉块还在被烤得滋滋冒油，差不多了，将其拿了过来，用匕首简单切割了一下，还不错啊，感觉有些意外，毕竟自己什么调料都没有，本以为这肉是没味道的，而且口感方面估计也不会太好，但实际情况却是烤肉的味道不仅不差，还很不错，吃起来也感觉很不错。应该是这个世界的怪物本身就很特殊吧，所以即便没有调料，烧烤起来的味道也不差。一块肉下肚，叶流云立马烤起了第二块。即便有光合作用这个能力，让叶流云不会出现饥饿感。可古人云，唯美食不可负，不饿是一回事，但馋不馋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好热了，壁炉的温度开始上来了。本来气温就不冷，这壁炉一靠，木屋里面的气温就好像小火炉一样。这么一会，叶流云都已经开始流汗了。要不还是算了，人一热就容易心浮气躁。叶流云准备直接将壁炉给熄了，但这时经验值+1，又出现了耐热 LV1。好家伙，技能一栏多出的新技能让叶流云意识到自己对于自己的这个外挂了解的还是太少了，这居然都能够触发出新的技能。木屋内的温度越高，这经验值提升的速度就越快。技能升级，耐热 LV1， 耐热 LV2， 精神+1，又是一个可以加精神属性的能力。叶流云放弃了关闭壁炉的打算，而是将身上的外套放在了一旁，准备刷耐热这个技能的经验。好，外面是野兽咆哮声，
依旧在不断的传来。木屋内的温度太高，即便有了心理准备，但多少还是感觉有点心浮气躁的意思。找点事情做做吧，自己又不需要睡觉，一直坐着也太无聊了。叶流云将生存手册拿了过来，和料想中的一样，此时的世界聊天上面已经乱作一团了。编号9994，怎么办啊？明天新手保护期就结束了，我木屋还没有升级呢。编号7003，谁能来救救我呀？编号0006，我觉得大家还是团结一点比较好。距离近的，我可以将自己的位置分享给你们。说分享位置的还是那个赵虎，不过最多也就是说明一下自己附近的环境情况，至于到底能不能找到，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个人真的这么好心？目光微眯，这个人叶流云之前就留意过了，一直表明要团结合作。叶流云觉得自己这都不算是小人之心，只是该有的戒备之心，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什么纯粹的无私奉献的好人。算了，想想还是算了，没什么好纠结的。反正不管这个人是真好心还是有什么算计，以后总会露出马脚的。世界聊天方面，求救的人很多，叶流云大致算了一下，真正将木屋升级的现在还不足一半，明晚会死很多人吧。想到这里，叶流云都不由得微微低眉，兔死狐悲。现在不是想这种事情的时候，如果不能尽快的成长起来，恐怕这些求救的人当中迟早也会有自己的一份。正因为不想死，所以才要变得更强啊！轰！就在这时，一道撞击声传来，巨大的声响，就连叶流云都愣了一下。怎么可能？目光一凝，如果是那些夜狼撞击木屋的声响，不可能这么大，这都快赶上地震了。收好生存守则，叶流云连忙来到了窗户边上。那是什么？看着黑暗中那如同小山一般的身影，叶流云直接瞪大了眼睛。3-4米左右的身形，已经赶上叶流云的木屋高了。这特么是什么玩意？鉴定目标豪岩珠，效果拥有强大力量的黑夜生物，皮肤拥有宛如岩石般的防御力。豪岩珠是豪猪吗？只不过这外形是不是也太大了？豪岩珠那一双赤红色的眼睛正在死死地盯着眼前的木屋，周围的夜狼显然也是因为感受到了豪岩珠的恐怖力量，一个个都退避三舍，不敢靠近。来了！注意到豪岩珠的后脚开始蹬地，叶流云意识到那种撞击声又要出现了。果然，轰隆！下一秒，如同炸雷一般剧烈的声响，听起来很是震耳。木屋挡住了，豪岩珠后退了好几步，显得更加愤怒。而叶流云的木屋却是完好无损的。不对，叶流云很快就意识到了，不是木屋挡住了，而是新手保护器的力量。升级后的木屋能够抵挡住一般野兽的攻击，但绝对挡不住这种恐怖的怪物。在豪岩珠撞过来的时候，不是木屋挡住了，而是一种奇特的力量将豪岩珠震了回去。这是新手保护期的规则，新手保护期的时间内，木屋是无法被损坏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怪物都无法摧毁木屋。不行，这头怪物不能留。叶流云意识到，今天是新手保护期的最后一晚，如果这头豪岩珠还活着，并且明天晚上还过来的话，自己这个木屋绝对挡不住对方的撞击。吼吼！被震飞出去的豪岩珠显得无比愤怒，仿佛陷入了狂暴模式一般，不断的想要撞击着木屋。轰隆，轰隆，声响一次比一次大。这家伙被彻底盯上了呀！叶流云拿来了弓箭，这样的怪物近距离作战肯定是不行的，只能远距离用弓箭试一试。悄悄地将窗户打开一个小缝，拉弓搭箭，鹰眼开。锐利的目光，哪怕是黑夜状态，叶流云也能够精准捕捉到豪岩珠的动作。强大的动态视力让豪岩珠的动作在叶流云的目光中变得十分缓慢。第14章新的危机，极夜。嗖，箭矢快速飞出，而目标正是豪岩珠的眼睛。生物都是有弱点的，尤其是像眼睛这样的部位会显得十分脆弱。砰，箭矢准确的命中了。只不过眼睛部位的防御力也这么高吗？中是中了，但只是没入了一个箭头而已，长长的箭尾还留在外面呢。鉴定术的结果只是说，这豪岩珠的皮肤有宛如岩石一般的防御力，但没说眼睛这种地方的防御力也会这么高。不好，野兽感知正在为叶流云传递危机感。来不及多想，将窗户关好后，快速后撤。下一秒，轰！豪岩珠那愤怒的身躯直接撞在了窗户上面。可以看到，本来这窗户是要断裂的，但在某种奇特的力量下，
还是完好无损地挡住了豪岩珠的力量。这就是新手保护期对木屋的特殊防御力。不行，越是如此，就越是让叶流云坚定，一定要除掉这个怪物。沉默豪岩珠被震飞出去的时候，叶流云连忙上前，嗖嗖嗖，动作迅速的拉弓搭箭，一支箭矢接着一支箭矢的飞出，看起来好像连瞄准都没有瞄准一样。砰砰砰，箭矢全部命中了豪岩珠，只是伴随着一声声闷响，箭矢全部落在了地上。怪不得会说犹如岩石一般的皮肤防御力，眼睛还能没入一个箭头，可这皮肤根本破不了防啊！特么的，怎么会有这种怪物啊？叶流云没有继续浪费箭矢了，明知道是无用功，根本没必要浪费。2级木屋的防御力不够，我必须要在明天之内将木屋升级成为3级石屋。既然短时间内没办法解决这头怪物，就只能先提升自身的防御力，然后在屋子周围制作陷阱什么的。反正这头豪岩珠叶流云杀定了，既然不想让我活，那你就去死吧；不想让我活是吧？那就全都给我去死！轰隆轰隆轰隆，炸雷般的撞击声还在继续着。眼睛部位的伤势让豪岩珠彻底愤怒了，可木屋内的叶流云却好像没听到一般，拿起了一块新的木板，准备刷投掷技能的经验。反正自己又不需要睡觉，之前那块木板在练习射箭的时候早就烂掉了，只能换块新的。将匕首和铁斧拿了过来，联系投掷的话，眼下也就只有这2个比较合适。经验值+1，经验值+1，或许是距离太近了吧，这刷经验的速度显得比较缓慢，中间也会掺杂着耐热技能的经验值提升的声音。或许是豪岩珠的出现，让叶流云出现了强烈的危机感。这一刷就是一晚上。熟练度系统，宿主叶流云，力量23，普通人平均值为10，速度19，体质19，精神21，技能挥砍 LV Max， 锻炼 LV Max， 挨饿 LV Max， 射箭 LV Max， 熬夜 LV Max， 游泳 LV 3， 投掷 LV 4， 耐热 LV 4， 能力暴击，野兽感知，光合作用，鹰眼，不眠者。投掷达到了4级，距离满级只差一点点的经验值了。至于耐热，一晚上10几个小时也达到了4级的地步。呼，活动了一下有些发酸的手臂，看着窗外那又开始鱼肚泛白的天色，伴随着天明，豪岩珠也退去了。不过只是现在退去，晚上的时候会不会继续出现就是未知数了。叶流云停下了投掷的动作，新手保护期结束了呀。叶流云给自己定了目标，今天之前必须要将升级石屋的材料凑齐。就在叶流云准备拿起石斧出发河边寻找石料的时候，身上的生存守则忽然震动了起来。疑惑地拿了出来，只见第一页上面的字样忽然发生了变化。恭喜你成功活着通过的新手保护期。开头就是这样的一句话。不过有新手保护期还能死也是蛮蠢的，真正的危机才刚刚来临，以为将木屋升级了就会安然无恙吗？而强大的怪物面前，即便是2级木屋也逃不过被摧毁的命运。对此叶流云目光不变，那种强大的怪物叶流云昨天晚上已经见识过了，没什么好值得奇怪的。现在是月初，而这个世界每个月末的时候都会有一天极夜的状态。极夜，这是什么？有种不好的预感啊！叶流云当即认真了起来。极夜状态下，全天24个小时都会处于黑暗之中，并且极夜下的怪物会变得更加疯狂，更加具有攻击力。也就是说，极夜的时候，那些存在于黑暗中的怪物会变成更加疯狂吗？并且这样的疯狂会连着持续24个小时，有点棘手啊。第一页新出来的内容已经到此为止了，主要的内容就2个，提醒大家新手保护期已经过去了。至于第2个就是极夜了，还行，现在是月初，而极夜是月末，也就是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用来准备应对极夜时候的方法。想到这里，叶流云还是放松了许多。眼下自己需要对付的还是豪岩珠，毕竟如果对付不了豪岩珠的话，自己怕是都活不到极夜的时候了。编号7009，怎么回事啊？这个极夜是什么啊？编号0113，那其实不说，费力升级的木屋根本没用啊。编号5808，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想回家，我想回家。
编号7442，没救了，根本没救了，我们都会死，都会死啊！不出所料，世界聊天上面因为新的内容更新，大家在知晓了极夜的状态后，都有些疯狂了。这也是可以预料的事情，都以为安全了，结果发现危险才刚刚开始，能不发疯才奇怪呢。第15章，这波呀，属于血脉觉醒了。呼，调整一下呼吸，叶流云重新合上了生存手册，将其放在了身上。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必须要保持冷静，不然人一旦心态崩了，就真的离死亡不远了。收拾好东西后，叶流云走出了木屋，弓箭没有带，只带上了铁斧和匕首，有这2样就足够让叶流云有安全感的了。根据留下的记号，叶流云找到了昨天的那条河流，扑通，直接一头扎进了河流里面。岩石只会在河流边上刷新，在河里面游着找，速度虽然慢了一点，但一边找的同时，还可以一边刷游泳的技能经验，这就很不错了。经验值+1，经验值+1，游泳的速度都更快了许多。没过一会，岩石虽然还没找到，但是技能升级，游泳 LV3， 游泳 LV4， 力量+1，速度+1，体质+1。游泳这个技能倒是升级了。叶流云没有浪费时间，继续在河流里面游动着，顺着河流游动，倒也不需要怕迷路。找到了，很快叶流云就在岸边发现了几块岩石，虽然不多，但叶流云也没有放过，一点一点凑，总会凑齐的。这边收集完之后，叶流云继续一头扎到了水里，继续沿着河流寻找了起来。这个速度有点慢啊，按照这样的速度，怕是在天黑之前很难收集到100个单位的石块啊。唉，有些叹息。不过技能升级，游泳 LV4， 游泳 LV Max， 力量+1，速度+1，体质+1。一直泡在水里，让叶流云游泳的能力都刷到满级了，并且也触发了新的能力，获得能力水下呼吸。这个能力即便不用系统的说明，叶流云也能够明白，就是在水下保持呼吸呗。水下呼吸，在水中也可以保持正常的呼吸。下一秒，叶流云直接潜入到了水中，果然没有任何窒息的感觉，在水下自由呼吸的状态让叶流云感觉还很奇妙，并且一直待在水里面，叶流云的速度都更快了。吭吭吭，就在这时，一阵特殊的响动声引起了叶流云的注意。有人！叶流云立马意识到自己很可能要遇到来到这个未知世界后第一个遇到的人类了，感觉有些奇妙。不过人心隔肚皮，叶流云没有贸然过去打招呼，而是在水下缓慢的移动，准备看看情况。果然，通过一片草丛后，叶流云就看到了一片很大的岩石堆，有一个人正在开采岩石。和叶流云不同，对方开采岩石的工具是一把铁镐，看起来更加专业。这么多！一边游动，叶流云一边观察。果然，在不远处的地方堆放了不少的石块，看数量能够7、80吧，零星还能够看到几个铁块。虽然不多，但用来升级石屋好像已经差不多了。只是警戒心这么差的吗？不存到生存手册的仓库里面，反而就这么摆放着。这个人莫不是觉得周围没有其他人，所以自己即便将材料这么随意的堆放也不会有问题吗？啊，这很考验人啊，毕竟叶流云得承认自己馋了。而这时忽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叶流云的思绪。优西！这话一出，叶流云眼神瞬间变了。樱花的小八嘎！对方或许是累了，停下了手上的动作，短暂休息了一会，看着身后的材料显得很满意。果然，就连天照大神都是逼有我3代穿正人的，不仅让我在宝箱中找到了一张实物的升级图纸，还让我遇到了这么多的岩石。哈哈哈哈！自称3代穿正人的小八嘎笑得十分得意。宝箱？还待在水下的叶流云目光了然。和自己不同，自己是首个将木屋升级的，所以奖励了自己实物的升级图纸。别人想要得到的话，只能去宝箱里面碰运气了。只能说这个3代穿正人的运气真的很不错呀。好家伙，还真是一个小八嘎。原本还担心自己会不会认错了，但现在看来，这就是一个樱花的小八嘎。想想也是，这个穿越对应的是全世界，什么样的人都会出现，出现其他国家的也很正常。等我第一个将住所升级成石屋，到时候什么漂亮姑娘都是我的，哈哈哈！我3代穿正人将会成为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神。樱花多重2，这个3代穿正人也不例外，只不过野心不小啊。
水中的叶流云忽然咧嘴一笑：“你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这波呀，属于血脉觉醒。”从河底拿出了一块小石头，4级的投掷技能，再加上超越常人2倍的力量，石头被叶流云扔得很快，撞在了一棵树上。啪嗒，声音不大，但是在这安静的森林里面，就会显得很刺耳了。什么人？刚休息好，准备重新干活的3代川正人连忙拿起手中的铁镐，戒备了起来。看着不远处安静的森林，难道那些怪物在白天也会出现？想到那些怪物，3代川正人的眼神中明显多了几分恐惧，攥了攥手中的铁镐，小心翼翼地迈着脚步向森林里面移动。等对方走远一点后，叶流云灵活地上岸了。警惕性真差啊！看着对方远处的背影，叶流云笑了。正好，就让我来帮你上一课吧。将身上的生存守则拿出，原本被开采好的那些材料，只是瞬间就被叶流云存到了自己的仓库里面。很快，周围就变得干干净净了。那把铁镐好像也不错呀。算了，毕竟是人类，对怪物出手，叶流云不会犹豫，但对人类出手，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些异样的感觉。说起来，小八嘎算人吗？不算吧。这次就算了，懒得浪费时间，下次有机会直接灭掉好了。下一刻，叶流云重新跳到了水中。接下来该升级3级石巫了。第16章升级石巫，双拳难敌4手。八格牙落，该死的风声，居然吓唬我！许久之后，3代川正人回来了，一边走一边骂着，显得很气愤。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什么东西。在3代川正人看来，一定是树林里面的风声吹到了什么东西传来的东西。想到自己居然会被这样的情况给吓到，3代川正人有些羞恼。算了，骂骂咧咧了一会后，3代川正人准备继续收集材料，争取做第一个将石巫升级的人。只不过，阿嘞，等回来之后，看着空空荡荡的岸边，3代川正人愣了一下，自己是走错路了。下一秒，八格牙落，3代川正人又不傻，怎么可能看不出来自己是招贼了啊？这里的附近肯定也有一个人类，就是对方将自己辛苦积攒下来的材料全部给偷走了。到底是谁？给我出来，我宰了你啊！愤怒地挥舞着手中的铁镐，可惜了，喊得再大声也影响不到叶流云。阿切！此时的叶流云已经从河流里面上岸了，在打了一个喷嚏后，叶流云有些疑惑，不会是有人在念叨我吧？会是谁呢？算了，懒得纠结了。叶流云根据记号，快速地回到了自己的木屋位置，将自己的石巫升级图纸拿了出来。原本以为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收集好的材料，没想到会用这样的方式凑齐，只能说世事无常啊。开始升级。随着材料的消耗，叶流云手中的石巫升级图纸化作一道道光点，向着木屋的方向飘去。随着一阵特殊的力量过后，房屋的外形开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首先是面积开始不断的扩大，相比较一开始差不多增加了3-4倍左右。等光芒散去，可以看到一个看着就很结实的石屋出现在了叶流云的眼前。总算是成功了，有了这个石屋，感觉即便过了新手保护期，也能够挡得住那头豪岩猪。就在这时，叶流云身上的生存守则再度传来了震动声。拿出来一看，恭喜编号0071，首位将房屋升级成3级石屋。和叶流云预想的一样，首个将房屋升级的都会得到一定的奖励。没过一会，恭喜编号0006，将房屋升级成3级石屋。是这家伙。这个提示音让叶流云稍稍意外了一下。之前自己升级木屋的时候，也是这个编号，在自己之后将木屋升级的。现在升级石屋了，也是在自己之后，时间卡得死死的呀。编号0099，卧槽！我才刚将木屋升级，大佬就升级石屋了。编号0977，这就是大佬和我们之间的差距吗？编号2334，大佬求高位置，我去给你当小弟吧。编号8999，求求了，大佬带带我吧，我真的不想死啊！不出所料的，因为这样的提示音，世界聊天里面瞬间就热闹了起来。叶流云还能看到有不少人在私聊里面找自己呢。当然了，像一些求帮忙就抱大腿，甚至脑残到想要道德绑架自己的言论，叶流云压根就没有理会。弱智，不会真以为都穿越了，道德绑架还有用吧？老子特么就是没有道德。武峰，卧槽，大佬是你吗？第一个升级石屋的，牛啊！之前和自己交易铁矿的那个武峰也在私聊页面发了一句，还有那个编号9890的，编号9890，好厉害！
这家伙果然很厉害啊！尤淑兰这边看着生存守则上出现的提示音，忍不住感叹了一句：不愧是能够猎杀怪物的家伙。虽然赞叹，但尤淑兰也只是想着能够保持一定的联系就可以了。万一哪天就有求到别人的地方了呢？眼下的叶流云对于这样的情况都没时间去在意了，而是看起来了。守卫升级石屋后，系统给的几个奖励，又是他。与此同时，森林的另一边，一处石屋外，看着手中生存守则的内容，赵虎忍不住皱起了眉头。本以为自己会是最先将石屋升级的，没想到又被抢先的，而且还是被那个人给抢先的，就是不知道是个样的家伙了。赵虎心里清楚，自己能将石屋升级，纯粹就是因为自己通过世界聊天招揽了几个人一起帮忙，这才是做到的。应该是个独行侠吧？对方在世界聊天里面都不怎么说话的，应该是独行侠之类的人。想到这里，赵虎的行动多少还是有些安定的，毕竟双拳难敌四手，自己这边这么多人就不相信了，还对付不了一个人。赵哥，别灰心，咱们这么多人一起来，下次肯定能超越那个家伙。赵虎这里，除了赵虎之外，边上还有3、4个男的，全部都是赵虎通过世界聊天招揽过来的。看到赵虎失神，还以为是因为不是第一个升级石屋的人，所以有些灰心呢，连忙安慰了起来。是啊，虎哥，你可不能灰心，我们还指望虎哥带我们活下去呢。显然，赵虎已经成为了这只小屋的主心骨。哈哈，我当然相信兄弟们了。回过神来的赵虎也没有多做解释，而是顺着其他人的话接了下去。而就在这时，石屋内传来了一些争吵的声音。你怎么这样啊？你一个大男人和我一个女的计较什么？多做点是怎么了？你不是男人吗？听着声音，赵虎微微皱眉，显然是想到了什么，带着边上的几人回到了石屋。石屋内，一个体质过200、身高不足1.6米的女的正指着眼前一个男人说道：我不是女的吗？少做点是怎么了？你这是少做吗？你这是压根什么都不做。被指责的一个男生也是气愤了，大家都做事，就你一个人不做，还说什么男人女人的？真以为看不出来？你这是想要偷懒吗？第17章融合术，风之宫。女人的名字叫钱盼，和这些人一样，也是为了生存，应邀来到了赵虎这里。除了钱盼之外，其实也还有几个女的，只不过和好吃懒惰的钱盼不同，其余几个女的虽然瘦弱了点，但也会帮着做一点小事，不至于一点事情都不做。和我一个女的计较这些，你还是不是男的了？看得出，钱盼在穿越前就属于是网络上的小仙女了，屁事不想做，但很喜欢坐享其成。看到钱盼这样，其他几个人也有些不满了。你以为你是谁啊？咱们都是为了活着才做事的，你一点事都不做，就想安安全全的在这里待着，有本事你就滚出去！我凭什么滚啊？钱盼也恼了，开玩笑，好不容易来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怎么可能就这样厉害？你以为你是谁啊？你说了算吗？你算什么东西啊？你这样的争吵也让刚进来的赵虎眼里多了几分阴沉。虽然觉得人多力量大，可对于这样的老鼠屎，留着只会是祸害。赵虎是聪明人，如果直接动手，那只会让大家觉得自己是独裁，就算能够震慑住别人，但迟早也会出问题。所以，好了，好了，赵虎笑着走了过来。大家都是为了生存才聚到一起的，现在新手保护期刚过去，我们正是应该团结的时候，大家给我一个面子，别再吵下去了。听到这话，几人自然也不好再说些什么了。哼，倒是钱盼一声轻哼，得意的白了一眼那几个和自己争吵的男生，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打了胜仗呢。赵虎没有说话，带着笑容对着一个比较相信的人招了招手，单独走出了石屋。确定没人之后，才轻声说着：找个时间把这个钱盼带到远一点的地方。然后说着，赵虎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直接弄死。不会真以为这里还是现代化的都市吧？小仙女的那一套在这么一个危险的世界里面屁用没有。对于这种看不清现状的人，早死早超生。明白。对方认真的点了点头，没有废话。这种人狠话不多的行事方式让赵虎很满意。获得4级建筑升级图纸风晶石，获得技能融合术。叶流云这边已经打开了礼包，首先就是4级建筑的升级图纸了。物品4级建筑设计图纸，材料铁块乘50，石块乘200，木材乘200。好家伙，需要的材料不少啊！显然短时间内是肯定无法升级了。至于另外一个物品风晶石，效果蕴含风之力量的石头，所以到底有什么用呢？看起来就和普通的石头一样，
只是呈现绿色的状态。放在手里面抛了抛，也没感觉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说起来，上次升级木屋的时候也得到了一个吧。叶流云想起来了，上次也有这么一块石头，只不过没什么用，被自己放进了生存守则的仓库里面了。当即将其拿出来，是一块火红色的石头，火晶石。除了名字和颜色不一样，其他的就没什么不同了。算了，暂时想不明白，就先放在一边好了。摇了摇头，叶流云没有纠结那么多。至于最后一个奖励，融合术技能吗？叶流云看了一眼自己的系统模板，没有。对了，这不是熟练度系统触发的技能，而是这个世界的技能。生存守则打开到了第2页的人物模板位置，果然，在技能一栏里面，除了鉴定术和分解术之外，多出了一个融合术。融合术可以将特殊材料进行融合，产生奇妙的变化。材料融合呗。只不过，什么才算特殊材料呢？叶流云回到了木屋，将长弓拿了出来，顺便拿起了一个铁块。如果是融合的话，那能否让自己的长弓融合铁块金属，变得更具有力量呢？叶流云感觉自己这样的想法肯定是没错的，但无法融合。试了好几个，全都是无法融合。叶流云甚至还想试试，能不能将2支箭矢融合成1支箭矢，来提升箭矢的锋锐。可惜还是失败了。什么才算特殊材料呢？刚得到的一个技能，但不能用，这就很无奈了呀。算了，反正自己还有熟练度系统，即便不依靠这个世界的东西，叶流云也有信心能够很好的生存下去。不再纠结的叶流云拿起一旁的风晶石，准备存放到生存守则的仓库里面。但是否融合？忽如其来的字样出现在了叶流云的脑海中。看了看一只手上的风晶石，又看了看另一只手上还没有放下的长弓，叶流云愣住了。好家伙，这看起来没用的石头其实是材料是吧？要试试吗？虽然看起来稀有，但叶流云想了想，还是决定尝试一下。融合，将手中的长弓和风晶石放在了一起。随着融合术的作用，下一秒就看到2件东西正在缓慢相融，逐渐变成一个崭新的长弓。物品：风之弓，耐久1000-1000，效果：射出的箭矢可以附带一定的风属性力量。不管是名字、耐久还是效果，全部都变了。重新将长弓拿在手里，现在应该说是风之弓了。就外形而言，和之前的长弓其实没有多大的差别，还是和之前一样，就是这弓身上面多出了几条翠绿色象征着风之力量的花纹，看起来更加花哨了。效果怎么样呢？叶流云试着拉弓，比以前更有力道了。不过具体如何，还是要等再尝试尝试才能够体会到。想到这里，叶流云没有犹豫，拿起几支箭后，立马小跑出了房子，正式的开始拉弓搭箭。随着弓身拉开，可以看到弓身上面的那些翠绿色花纹开始游动了起来，箭矢上都多出了类似于旋风一样的特殊力量。第18章，超自然力量的可能。火冕，唰，犹如一道转瞬即逝的光芒，箭矢快速的飞出。哪怕叶流云开启了鹰眼，拥有着强大的动态视力，也只是堪堪捕捉到了箭矢的一点影子。这足以证明箭矢的速度到底是有多快。不仅仅是速度，砰砰砰，箭矢连着贯穿了好几棵大树的树干。风属性力量的加持让箭矢变得更加锋锐，穿透力也更加强大。哈哈哈哈哈！箭矢的威力让叶流云一个没忍住，直接笑了起来。继续，嗖，将拿出来的几支箭全部射了出去，效果显而易见，周围的树木全部都被贯穿了。哈哈哈！对于现在的叶流云来说，这样的长弓已经算得上是一件神器了。有了风之弓，即便没有3级石屋，我也不需要怕什么豪岩猪了。豪岩猪的皮肤防御力强大是吧？那也要看看和什么比了。这样的锋锐度，叶流云就不相信破不了豪岩猪的防。呼，笑了一会后，叶流云停了下来，只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别说是豪岩猪了，有了这件神器，叶流云相信自己已经可以应对大部分的怪物了。对了，想到什么的叶流云拿着风之弓快速跑回到了屋子里面，忽然想起来自己好像还有一块这样的石头，火晶石。火红色的石头被叶流云拿在了手里，这要和什么融合呢？铁斧、匕首好像都可以吧。不过如果是和我融合呢？叶流云忽然灵光一闪，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这种特殊材料能不能和人类融合？如果融合了之后，是否就意味着可以掌控元素的力量了？说做就做，将火晶石拿在了手中，
叶流云尝试了一下，只不过材料等级过低，失败了。不，这也不算是失败，等级过低，并不是无法融合，而是等级过低。也就是说，这块火晶石的等级还是太低了。想要和人类融合的话，需要更高级的火晶石。想到这里，叶流云不仅没有失望，反而只感觉动力满满啊！这其实不说，至于自己寻找到更加高级的材料，就是有机会掌控这种特殊力量的吗？人类对于超自然的力量总是充满了渴望，哪怕是叶流云已经拥有了熟练度系统这样的外挂，但也同样渴望着超自然的力量。呼，简单调整了一下呼吸，将心情重新平复下来。这个暂时先收起来吧。叶流云没有使用火晶石，而是将其收了起来。神器的话，风之弓暂时就够用了，等之后有什么特别需要的时候再使用也来得及。壁炉点燃，房间里面的温度又开始上来了。经验值+1，一边刷着耐热这个技能的等级，同时叶流云也将一块夜狼肉放在了壁炉边上烤。滋滋滋，夜狼肉被烤得滋滋冒油。精神放松下来后，叶流云都不忙着刷投掷技能的经验值了，反正明天刷也来得及。眼下的叶流云就只想等着晚上那头豪岩猪再度出现的了。经验值+1，经验值+1。炙热的高温让叶流云都不得不把外套换了下来，全身布满了汗珠。差不多了吧？算算经验，应该差不多了。果然，技能升级，耐热 LV4， 耐热 LV Max， 精神+1。在晚上对付豪岩猪之前，还能够刷一个满级技能，这倒是很不错了。触发技能火免，如同之前一样，在将耐热技能提升到满级之后，再度触发了一个特殊的能力，火免，大幅度免疫火焰带来的影响。免疫火焰带来的影响，果然，下一秒，本来房屋内的高温已经让叶流云有些心浮气躁了，可下一秒，只感觉自己仿佛适应了这样的温度一般，那种心浮气躁的感觉正在以一种极快的方式退去。这就是火免带来的效果吗？免疫火焰带来的影响，其中自然包括了火焰的温度。只不过，火焰的力量可不仅仅是高温，还有灼烧这样的效果呢。想到这里，叶流云试着将手靠近壁炉的位置，果然，即便越来越近，但叶流云也没什么被灼烧的感觉，直至最后彻底的放在火焰上面，也没什么特殊的感觉。当然了，时间久了，叶流云也是会有些不适的感觉，毕竟火免只是大幅度的免疫，但却并不是完全免疫。等到有些撑不住的时候，叶流云才将手收了回来。看着完好无损的手掌，叶流云忍不住笑了起来。牛批，还得是自己的系统啊！按照这样的进度，要不了多久，自己怕是会成为6边形全能的小超人吧？没有任何弱点的那种。熟练度系统，宿主叶流云，力量25，普通人平均值为10，速度21，体质21，精神22，技能挥砍 LV Max， 锻炼 LV Max， 挨饿 LV Max， 射箭 LV Max， 熬夜 LV Max， 游泳 LV Max， 投掷 LV4， 耐热 LV Max， 能力暴击，野兽感知，光合作用，鹰眼，不眠者，火免，4维属性全部都突破了20，达到了超越普通人成长值2倍的地步。就还有个投掷了啊！除了投掷之外，其他的技能都已经达到了满级 max 的地步，并且投掷也已经达到了4级。按照这样的情况，明天随便刷刷经验就可以达到满级了。还有什么技能能够触发呢？这种情况，叶流云自然是想着还能够触发出什么新的技能来，总不可能就指望着这些技能了吧？就在叶流云思索的时候，外面的天色也是愈加的昏暗了。世界聊天上面已经彻底的乱起来了。毕竟除了少部分的，大部分人还是没有成功将木屋升级呢。这些人估计很难度过这个晚上了。第19章，不让我活，那就去死吧！好，好，好！夜幕逐渐降临，石屋外开始出现夜狼低吼咆哮的声音。叶流云脸色不变，依旧看着手中的生存守则，编号9662，怎么办？我的木屋碎了，谁能再救救我？编号0467，我以前是明星，很有名的，只要能救我，让我做什么都可以。编号8881，我有钱，我有很多钱啊。编号7789，我不想死啊。即便是那些成功将木屋升级的，都是惴惴不安的。我在屋子里面，那就更不要说没有将木屋升级的了。不过
在这些消息中，叶流云看到了也该很特别的，编号0096，该死的混蛋，到底是谁偷了我的材料？编号0096，别让我找到了，不然我死也不会放过你。编号0096，到底是谁？这样的消息内容让叶流云微微挑了挑眉，看起来这好像就是白天时候的那个小八嘎。叶流云倒是不介意对方找到自己，毕竟见血这种事情迟早是要经历的，不过就是早一点还是晚一点罢了。来见识过那些黑暗中的怪物后，叶流云早就有这个心理准备了。好，而就在这时，石屋外一道低沉的咆哮声吸引了叶流云的注意。来了！目光一凝，果断合上了手中的生存守则，将一旁的风之弓拿起，来到窗外，果然可以看到一头眼睛位置还带有一只剑尾的豪岩猪，正从黑暗中缓缓地走了出来，仅剩的一只眼睛愤怒地看着眼前的建筑，仿佛是在说：人类，我来找你了。豪岩猪的身姿让周围的夜狼都不得不退避三舍，一只只夜狼明显向着边上躲避了起来，都在畏惧着豪岩猪。豪岩猪的低吼声正在传来，后脚开始蹬地，一副准备蓄力冲过来的架势。咔滋！叶流云没有躲在石屋里面放暗箭，而是打开门，大大方方地走了出来。毕竟没有了新手保护的力量，就算是这石屋防御力更高，但被这样的怪物撞一下也会受到不小的损伤吧。叶流云的出现明显让退到暗处的夜狼都兴奋了起来，只不过碍于豪岩猪的威势，一个个的都不敢乱动。叶流云的出现让豪岩猪也不免有些愣神，可下一秒，砰砰砰，愤怒的豪岩猪直接奔跑了起来，巨大的体型即便只是踩在地上都能够引起不少的声响，还真是个怪物啊！普通人面对这小山一般的怪物，估计都会被吓到手脚发软吧。微微调整了一下呼吸，叶流云的目光逐渐变得认真，这才只是新手保护期过去的第一天，绝不能死在这里。拉弓搭箭，嗖！携带着风之力量的箭矢犹如黑夜中的一道银光，只是瞬间直接穿过了豪岩猪那宛如山岩般的身躯。果然可以，果然这把弓使用的箭矢威力足够破豪岩猪的防御了。看到自己的攻击有效，叶流云没有松懈，再度拉弓搭箭，嗖！一支支箭矢如同流星一般快速地飞向豪岩猪。吃痛的豪岩猪也是直接吼叫了起来，估计是没想到眼前这个渺小的人类怎么可能会拥有这样的力量。几支箭后，豪岩猪并没有倒下，相反，怪物般的身形显得是更加愤怒，更加狂暴了。生命力果然顽强啊！中这么多支箭都没有倒下，想想也是，之前的夜狼生命力就很顽强了，这样的一头怪物不容易杀死也正常。死吧，反正叶流云有足够的箭矢，一边向后撤，一边拉弓搭箭。愤怒的豪岩猪仿佛是忘记了疼痛一般，直接无视了那些个箭矢，眼里只有眼前的这个人类。操！这么大的体型，速度不仅不慢，反而显得很迅捷。来不及了，叶流云抬起双臂抵挡，砰！身影直接被撞飞了出去。好在叶流云的四维属性本就超越常人，即便挨了这一下也不至于致命。果然自己还是太小看这个世界的怪物了，也或许是力量增长得太快，有些膨胀了。你特么的！重新站起来的叶流云脸色发狠，不让我活是吧？那就给我去死吧！之前没用的火晶石被叶流云拿了出来，融合术，火晶石直接和叶流云手中的箭矢融合到了一起。去死吧！拉弓搭箭，此时的箭矢上不仅仅盘旋着风的力量，更携带着炙热的火焰之力。唰！冒着火光的箭矢轰然飞出，准确无误地命中了眼前的豪岩猪。这一次不仅仅是贯穿，轰！在贯穿的一瞬间，火焰的力量轰然炸裂，轰！爆炸声不断传来，冲天的火光将原本的黑夜映照着通红。豪岩猪死！虽然浪费了一颗火晶石，但结果很显然啊。简单恢复了一下力气的叶流云向着豪岩猪的尸体方向走去。黑暗中原本退却到后面的夜狼开始逐渐有了动作，可能是觉得豪岩猪已经死了，他们就有机会了。谁想找死，那就来试试。面对群狼为首，叶流云停下脚步，环视了一圈后大声地喊了一句：火光鞭！叶流云此时的身影看起来好似古代的战神一般，傲视天下。回应叶流云的是一片沉寂，夜狼的低吼声都消散了许多，
显然，他们很聪明，知道杀死豪颜珠的叶流云，也有能力杀死他们。分解！叶流云没有理会，看着还处于火光中的豪颜珠，燃烧成这样，还能分解出东西吗？叶流云也不知道，但总要试试吧。分解成功，获得豪颜猪肉乘20，豪颜猪毛皮乘2，还算不错。除了肉之外，居然还有豪颜猪的毛皮。第20章，好家伙，偷偷进化，不带上我们是吧？应该是毁掉的面积有点大，不然这样一头豪颜猪不应该只能够提取出这些个东西。火光逐渐暗淡，叶流云没有停留，直接回到了自己的石屋。毕竟那些个夜狼，即便短时间内被自己震慑住了，可时间一久，还是会想着找机会来对付自己的。呼！将门窗关好后，叶流云将风之弓放在了一边，顺势坐在了地上。真他妈疼啊！被撞的那一下，感觉五脏六腑都移位，手臂上还有不小的擦伤。没有药物的情况下，如果身上出现伤势，没有及时处理的话，很容易会被感染的。特么的！好在体质属性的提升也会提升叶流云的恢复能力，等会用水清洗一下就可以了，倒是不需要担心感染的问题。经验值+1，经验值+1。而就在这时，忽然出现的几声经验值提升的声音，让叶流云愣神了片刻，立马意识到自己恐怕是又觉醒出新的技能了。果然，当叶流云打开自己的人物模板后，就发现技能一栏又多出了新的技能，而且还是2个。挨打 LV1， 恢复 LV1。挨打应该是被豪颜猪撞一下的时候触发的技能。至于恢复，叶流云看向了手臂上的伤势，经验值+1，经验值+1。果然，身上有伤在恢复的时候会触发恢复这个技能的经验。至于挨打，这个技能的经验值已经停下来了，又没有处于挨打的情况，不会触发经验值也正常。等明天可以找个方法刷刷经验，今天晚上就算了。叶流云想着，明天找个方法，先把挨打这个技能刷到满级再说。感觉有了这2个技能，在对付豪颜猪的话，即便不使用火晶石融合的剑士，也会简单很多。技能升级，恢复 LV1， 恢复 LV2， 体质+1，精神+1，同时能够加体质还有精神吗？还算不错。叶流云满意的点了点头。恢复了一点力气后，重新起身，拿起一瓶水，简单清洗了一下手臂上的伤势。有点疼，但还在能忍受的范围之内。呼！将生存守则拿了出来，是时候用豪颜猪的肉来交易一下了。20块肉，叶流云也不可能一直留在手里。编号0071，我这有豪颜猪的肉，谁需要可以用物资来交易。现在还存活下来的，除了几个别运气好的，剩下来的都是成功将木屋升级的。相比较而言，这些人更加聪明，也更加理智，感觉就好像大自然的优胜劣汰法则一般，优秀的存活下来，而劣质的只能是被淘汰。叶流云的话很快就得到了恢复。编号0902，豪颜猪，那是什么？有没见过豪颜猪的不知道是什么，但也有见识过的。编号7009，卧槽，豪颜猪！大佬说的是哪个身形和小山一样，比我木屋还要大的豪颜猪吗？编号9114，草，那万一也能猎杀？编号0939，这他妈就是大佬吗？太夸张了吧！知晓豪颜猪恐怖的已经彻底震惊了。那种怪物，不对，那他妈不是怪物，是怪兽啊！咱们遇到这样的都是老老实实苟起来的，结果你告诉我，你猎杀了这样的一头怪兽，咱就说人类进化的时候，是不是就进化了你一个呀？很多不知道豪颜猪是什么的，从这些描述中，也能够感觉到豪颜猪的恐怖力量。当然了，也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编号7111，假的吧？说不定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捡到的吧？编号1990，就是，要不然可能是碰到一个奄奄一息的。编号7099，弱智，有本事你去碰一个。编号0977，咱就说承认别人的优秀，真就这么懒吗？编号0133，是大哥吗？我穿越前是个小明星，大哥你带带我，让我怎么样都可以。那家伙，赵虎这边相比较其他人，赵虎更加的理智，自然不会认为叶流云是因为运气好，瞎猫碰上死耗子的。之前叶流云猎杀怪物的时候，赵虎就留意过，现在看来果然是有真本事的。实际上，赵虎现在也怀疑，这家伙不会是老天爸爸的亲儿子吧？你他妈偷偷进化，不带我们一起是吧？算了，想那些乱七八糟的都没有用。赵虎放下了手中的生存守则，眼下最重要的是先扩大自己的队伍，如果真在一个区域里面，迟早会有碰到的一天。
会发生什么，到时候也就知道了。叶流云这边，对于世界聊天上面的言论，不算是惊愕的、称赞的，又或者是质疑的、贬低的，还有一些求带的言论，叶流云都没有在意。有时间争辩这样，还不如想一想接下来该做些什么呢？不出所料，私聊页面还是一大堆求带、求抱大腿的言论，尤其是一些女的，那些话听得叶流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这也就是不能发图片，不能发视频，要不然颜色程度满天星啊。老实说，有些话说的叶流云都心动了。说起来，要是能放松放松也不错吧。想这些也没用，叶流云也不可能真的去找那些人，也不可能把自己的位置说出去。防人之心不可无，谁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妖怪呢？好在一群言论中还是能看到几个有用的，比如有些眼熟的武峰，卧槽，大哥，你真的猎杀了那样的怪物吗？显然武峰是有幸看到过豪言珠的，纯粹就是运气好，没有被盯上，不然早没了。叶流云认出来了，这是之前用铁矿和叶流云交易夜狼肉的那个人。没有废话，直接发了一句：10个铁块，1块豪言珠的肉，换不换？武峰这边在得到叶流云的回复后，立马精神了起来。武峰，换，20块铁矿我都换。叶流云，好，那就20块。武峰，第21章交易，一步仙，步步仙。武峰感觉自己有点妈呀，我就说说的，怎么就当真了呢？叶流云，开玩笑的，上世界交易吧。仿佛是看出了武峰的尴尬一般，叶流云不在意的笑了笑，也是心情不错才会开这样的玩笑。武峰，好嘞。听到叶流云这么说，武峰脸色一喜，连忙在世界交易上面设定好了价格，和叶流云完成了交易。最终武峰用20个单位的铁矿和叶流云交易了2块肉，同时之前交易过的游淑兰也找上了叶流云，编号9890，我这有一张10强的制作图，换不换？又是制作图，这个人的运气这么好。说是这么说，但叶流云还是询问了起来。编号0071，什么样的10强？编号9890，消耗10块可以制作出一面10强，防御力还不错，要换吗？这样的话，如果在自己的石屋周围都制作出10强围着，能增加不小的防御力啊。编号0071，还。编号9890，3块肉怎么样？编号0071，2块。想在这家伙手里讨便宜，果然很难啊。穿越前肯定是个资本家。编号9890，换。最终游淑兰还是选择了同意交易，成功换到了2块肉。物品10强建筑图纸，效果可以制作出一面防御力不错的10强。所需材料10块乘10。看着到手的制作图，叶流云已经准备好了，等明天就出去试试，看看这个制作出来的10强防御力到底怎么样。此时的游淑兰这边看着到手的肉块，没有招式使用，反而在犹豫了片刻，继续私聊和叶流云说道：编号9890，猎杀那头豪言猪后分解获得的应该不只有肉块吧？叶流云这边看到游淑兰这样的话，也不免有些意外，一声沈笑。果然成功存活在现在的没一个是简单的。编号0071，还有2张豪言猪的皮毛。叶流云倒是没有隐瞒，果然有。原本只是猜测，现在得到了叶流云的准确回复后，游淑兰脸色一喜，连忙说道：编号9890，我想要交易一张，如何？编号0071，豪言猪的皮毛具有不错的防御力，你拿什么交易？还真不是叶流云瞧不起这个人的，之前试过了，不用风之弓的情况下，豪言猪的外皮根本难以被破坏，这样的防御力制作成衣服也算是一件保命的神器了，不是普通的几张制作图就能够换的。看到叶流云这么说，游淑兰不仅没有气馁，反而更想要了。编号9890，我这有一张锻造炉的制作图纸，你肯定想要？肯定想要。编号0071，你是不是傻了？我又不会锻造的方法，要这种锻造炉有什么用？锻造炉听起来不错，可惜的是自己又没学过和打铁有关的事情，最多就是刷过这样的短视频，这有个毛用啊！叶流云可不会天真的认为刷过几条短时间自己就真的会打铁了。编号9890，这不是普通的锻造炉。叶流云的质疑也在游淑兰的意料之中，当即说道：编号9890，这个锻造炉只要你添加铁块就可以自动锻造出你想要的铁器。编号9890，不仅如此，锻造炉还可以恢复装备的耐久度。编号0071，你说真的？自动锻造恢复耐久度，尤其是第2个功能。要知道叶流云的风之弓
虽然耐久度高达1000，但使用久了还是会消耗的。目前为止，叶流云还没有什么恢复耐久度的手段。没想到这个游舒兰交易的锻造炉居然有这样的功能。编号9890，当然是真的。游舒兰又不傻，就算暂时骗到了一张兽皮，那以后怎么办？一次宝和顿顿宝的差别，游舒兰很清楚。编号0071，好，我和你换。叶流云同意用一张豪岩珠的皮毛交易这个锻造炉的制作图，反正一共2张皮毛，交易了一个也还能够剩下来一个。编号9890，好。见叶流云同意，游舒兰很是欣喜，当即设置上架了世界交易。果然很坚固啊！看着到手的皮毛，游舒兰拿起匕首试了试，根本破不了防。这块兽皮很大，就算是制作一件外衣也能够有剩余。欣喜的同时，游舒兰也不由得惊讶了起来，这家伙到底是怎么猎杀的？换做自己，怕是坟头草都要长出来了吧？真想看看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编号9890，能认识一下吗？我叫游舒兰。游舒兰，这名字是个女的。叶流云这边看到消息的叶流云有些意外，之前还真不知道和自己交易的人到底是男的女的。果然啊，优秀的人不管是男是女，在哪都能生存得很好。编号0071，我叫叶流云。和对方交换了一下名字，顺便更改了一下昵称，方便以后称呼。锻造炉的图纸被叶流云打量了好一会，准备等明天制作石墙的时候一起制作出来，就能知晓具体的效果了。完成了2次交易后，叶流云没有放弃，而是开始利用这些肉大肆的收购起了石块和铁矿这2种资源。反正这么多的肉，叶流云也不可能自己吃饭，能活到现在的人手里都有些剩余的材料，这个时候交易正好。同时，叶流云还在世界聊天上面发了一句：编号0071，谁有什么特殊的晶石材料吗？我可以换。叶流云所说的正是如同火晶石、风晶石这一类的特殊材料。趁着这个时候，大家不知道如何使用这类的特殊材料，收集起来肯定会轻松一些。果然，一步先，步步先啊！但凡比别人慢一步，都会处处比别人慢。正是因为如此，叶流云才更加确定自己一定不能慢下来，绝不能被别人所超越。第22章，100%命中。因果技能，编号0113，捕捉大佬。编号1799，晶石，那是什么？编号7663，没听说过，应该是一种特殊的材料吧。编号0922，如果我有这种材料的话，就可以和大佬换肉了呀。叶流云的编号在世界聊天里面可以说是相当的出名了，毕竟是首位升级木屋、升级石屋的人。很多人都在好奇这种晶石是什么东西，正在想着用什么办法将这块豪岩猪皮毛制作成衣服装备的游舒兰，在看到叶流云的消息后也是疑惑了起来，私聊询问了一句：游舒兰，晶石是什么材料？叶流云，我也不知道，只是感觉很特殊，就想收集一下。这种时候，叶流云可不会傻傻的说出晶石的特殊作用。这家伙，游舒兰这边看到叶流云的消息，忍不住摇了摇头。虽然没有证据，但游舒兰确定叶流云肯定知道那什么晶石的作用，只是不想告诉自己而已。戒备心很重啊。游舒兰倒是没觉得什么，如果换作是自己，估计也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游舒兰，这样啊，以后我会帮你留意的。也没有拆穿，就当结个善缘吧。叶流云，谢了。看到叶流云的回复，游舒兰忍不住笑了起来。好家伙，想要得到这样一声感谢，还真不容易啊。叶流云这边倒是没在意什么，一个人找，肯定比这么多人一起找要慢啊。可惜特殊材料不能重复使用啊。拿起一旁的风之弓，叶流云有点可惜，已经融合了风晶石的风之弓没办法融合火晶石了，要不然直接将火晶石融合到风之弓上面，不就可以重复使用了吗？当时的情况也是没办法，叶流云才会将火晶石融合到了剑矢上面，当做一次性道具来使用。算了，没什么好纠结的，用了就用了，再找就是了。经验值+1，经验值+1。趁着天亮之前，拥有不眠者能力的叶流云并不需要睡眠，这样就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用来刷技能的经验了。正好利用这点时间，将投掷技能最后的经验刷完。技能升级，投掷 LV4， 投掷 LV Max， 力量+1，总算是足够了呀。触发能力标记，同样的，投掷技能在达到满级之后也触发了新的能力，只不过这个新能力的名字让叶流云有些疑惑，标记根本看不出具体的效果呀。好在有系统的介绍，标记
可以将视线注视到的任何目标打上标记，下一次的投掷物必将命中标记位置。什么意思？因果技能，打上标记之后就能够必定命中。有新想法试试，将之前扔出去的匕首重新拿了回来，目光看向了都快要被打烂的模板。标记，一个只有叶流云能看到的红点出现在了木板上。下一秒，叶流云向着侧方扔出了匕首，唰！原本应该笔直飞出去的匕首在半空中画了一个半圆，随后飞到了木板上的红点位置。卧槽，这个技能可以啊，100%命中是吧？当即将匕首又拿了回来，继续尝试了几次。叶流云总结了，匕首击中目标的力道和叶流云扔出匕首时的力道有关，扔出去的力道越小，即便命中了目标也不会有什么杀伤力，反之亦然。并且这个标记也不是无限制的，感觉和精神属性有关，标记的次数越多，叶流云感觉自己的大脑就会有些昏昏沉沉的。不过随着技能触发的越来越多，自己的精神属性也会越来越高，这个技能即便到了后期也有很大的作用啊。不错，拿起匕首在手中抛了抛，对于这个技能的效果，叶流云很是满意。这样的话，对付一些移动速度很快的生物也会轻松许多了。不对，标记的位置和视力有关，对方移动的太快，叶流云看不清目标位置，也没办法标记。但别忘了，叶流云有鹰眼技能，超高的动态视力，可以轻易捕捉到高速移动的目标，再搭配标记的能力，简直完美啊！熟练度系统，宿主叶流云，力量26，普通人平均值为10，速度21，体质23，精神24，技能挥砍 LV Max， 锻炼 LV Max， 挨饿 LV Max， 射箭 LV Max， 熬夜 LV Max， 游泳 LV Max， 投掷 LV Max， 耐热 LV Max， 挨打 LV 1， 恢复 LV 3， 能力暴击，野兽感知，光合作用，鹰眼，不眠者，火免，标记。一个晚上过去，除了达到满级的投掷技能外，恢复这个技能也达到了3级的地步，并且只要叶流云身上有伤，这个技能的经验值就会不停的上涨。倒是挨打这个技能，想将食物周围改造一下，然后就可以刷这个技能的经验了。关于如何刷挨打技能的经验值，叶流云已经有了一定的设想，到底要如何操作，倒是需要先等一等。等外面的天色彻底明亮了之后，叶流云从食物内走了出来，先是拿出了10强的建筑图纸，之前剩下来的再加上昨天晚上交易的，叶流云现在手上并不缺乏材料，就是这样了。来到食物的后面，叶流云选了一块合适的地方制造。伴随着10个单位的石块被消耗掉，一面高3米、长10米左右的石墙出现在了叶流云的面前，还算不错呀，比想象中的要好呢。叶流云意外了片刻，绕过去看了看，石墙的宽度也在1米左右，这样的厚度抵挡住普通野兽的侵扰，并不是温度啊。不过为了保险，叶流云又制作了2面，3面石墙叠加在一起的防御力肯定是足够了。第23章全面改造庇护所，开始刷经验。接下来就是搭积木了。先是在食物的周围圈了一块地，范围内的一些树木全都被叶流云拿起斧子给砍了。暴击，暴击，暴击，基本上就是一斧一棵树的程度。清空了之后就是搭建石墙了。搬砖什么的叶流云可能不会，但搭积木还能不会吗？直接召唤出石墙，将食物周围围了起来，只留下了一个出入的位置，感觉好像种田一样。看着建筑好的成果，满满的安全感啊。现在即便再有野兽出没，也会被3层厚的石墙挡在外面，连接近食物的机会都没有。门前大大的院落，叶流云都在想要不要种点菜或者水果之类的，不然多可惜啊。可惜没什么种子。耸了耸肩，叶流云来到了食物的后面，将锻造炉的制作图拿了出来。所需材料：铁块乘10，石块乘5。材料还行，在叶流云的接受范围之内。除了锻造炉的制作图外，叶流云还拿出了另外一张制作图，小木屋制作图纸，可以制作出一个简单的小木屋，等级不高的那种。这是之前叶流云在宝箱里面开出来的东西，但一直没用过。锻造炉这种东西还是摆在外面好一些，就算是全自动的，可是这种炉子放在屋子里面也会搞得乌烟瘴气的。拥有火免的叶流云虽然不怕热，但也不会想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变得很艰苦啊。开始吧。先是制作出一个小木屋，随后在小木屋内制作出一个锻造炉。伴随着材料的消耗，
一个比叶流云人还要高的锻造炉出现在了木屋内。物品：锻造炉，效果：锻造铁器，修复装备。果然，效果方面一共有2个。先试试锻造铁器。叶流云拿来了一个铁块，放到了锻造炉里面。轰！伴随着铁块的放入，锻造炉轰的一下就开始运作起来了。滚滚黑烟冒出，周围的温度也开始升高了。下一秒，在叶流云的眼前出现了很多个选项，全部都是想要锻造的物品。果然全自动啊！扫视了一眼，叶流云选择了一把铁剑。轰！轰！等叶流云选择完后，锻造炉继续运作。很快，一把崭新的铁剑被制作了出来。锻造炉没有停下，因为铁块还有剩余，叶流云可以选择继续制造，也可以选择制造其他的东西。物品：铁剑，耐久度15%，效果：一把崭新的铁剑，耐久度只有15而已。看起来锻造炉制作出来的武器质量都不会太高啊。这样的装备如果用来对付怪物的话，恐怕怪物还没死呢，这件估计就会先爆了。不过虽然武器不行，但倒是可以制作一些生活用品。伴随着叶流云的选择，一件件铁盆、铁碗、铁筷子什么的正一件一件的被叶流云制作出来，总算是不需要继续用手抓了，感觉好像步入了新的时代一样。不错不错，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锻造炉的锻造效果，叶流云还是比较满意的。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技能了，恢复装备的耐久度。叶流云将自己的风之弓拿了过来，之前的连续使用让叶流云的风之弓失去了一点耐久度，还剩下999，看起来还很多。不过叶流云也只是想试试锻造炉是否真的可以恢复耐久度。果然，等叶流云将风之弓拿出来后，锻造炉给出了选择：是否消耗1单位的铁块恢复耐久度。1单位的铁块只能恢复1点耐久度，这消耗有点大啊。不过叶流云直接选择了消耗。伴随着锻造炉的运作，原本消耗的1点耐久度此时也恢复了。这样的话，我再也不需要担心装备会因为耐久度清零而爆掉了。虽然消耗有点大，但和珍贵的装备相比，这点消耗根本就不算什么。满意。对于锻造炉的功能，眼下的叶流云绝对是相当的满意了。在此之后，叶流云制作出了一个铁门，用来充当10强的大门。该试的都已经试过了，接下来就该刷技能的熟练度了。叶流云走出铁门，开始寻找了起来。终于在不远处的树上，叶流云看到了一些藤蔓。找到了，脸色一喜，当即选择了爬树。而就在这时，经验值+1，又触发新技能了。果然，等叶流云打开人物面板的时候，就发现爬树 LV1 技能一栏再度多出了一个新的技能。好家伙，这也算是一个新技能啊！叶流云已经计划好了，这2天就先将爬树、恢复和挨打这3个技能的经验刷满，连续不断的向树上爬去。超越常人2倍的4维属性，让叶流云爬树的过程显得十分轻松随意。没一会的功夫，技能升级，爬树 LV1， 爬树 LV2， 力量+1，速度+1，同时加速度和力量啊！叶流云很是满意。而这个时候，叶流云也已经拿到了树上的藤蔓，找到合适的长度，用匕首切断，随后直接从树干上跳了下来。接下来就是拿出一个石块，用石头绑住，吊在了树上，看起来就好像是吊在半空中的沙包一样。叶流云这么做当然不是因为无聊，看着眼前被吊住的石块，叶流云轻轻地推了一下，随后便站在原地，等待着石块晃荡回来。砰！也就是叶流云4维数值不低，不然换做普通人来，就这么一下，差不多就能躺地上了。经验值+1，经验值+1，挨打技能的经验值开始不断的提升了。果然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后，叶流云脸色一喜，果然可以啊！不仅如此，恢复技能的经验值提升的速度也是更快了。毕竟刷挨打技能的时候也很容易给自己造成伤势，只要身上有伤，恢复技能的经验值就会提升。第24章，实力才是一切的底气。技能升级，挨打 LV1， 挨打 LV2， 体质+1，只能提升体质吗？也算不错了，只希望满级之后能给我来个恢复的技能。没办法，如果没有什么恢复的技能，就这样刷技能，估计早晚得受内伤了。连着2天的时间里面，叶流云一直都在刷这3个技能的经验，即便到了晚上，外面不行，叶流云就在10强范围内弄来了一棵树。刷挨打技能经验是在扛不住的时候，叶流云会重复爬树的动作，以此来休息。最先满级的
自然是恢复技能了。技能升级，恢复 LV4， 恢复 LV Max， 体质+1，精神+1。因为身上的伤势一直没好，即便好了也会有新伤出现，这些都促使着恢复技能的提升。触发能力超恢复，果然恢复技能达到满级，获得的能力就和恢复有关。超恢复拥有超越常人的恢复能力。下一秒，叶流云身上原本因为刷挨打技能留下来的伤势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的恢复着。这个技能牛批啊！看到这个技能的效果之后，叶流云的目光都变得欣喜了许多。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断肢再生，但这样的恢复力，只要叶流云小心一点，简直可以说是不死之身了。再也不用担心刷挨打技能的时候会不会太用力，把自己给玩死了。快了，这么算一算，今天之内剩余2个技能也能够满级了。技能升级，挨打 LV4， 挨打 LV Max， 体质+1。技能升级，爬树 LV4， 爬树 LV Max， 力量+1，速度+1。果然，在天亮之前，叶流云成功将挨打和爬树这2个技能提升到了满级，同时也触发了2个新的能力。触发能力格挡，触发能力肌肉掌控。挨打技能触发的是名为格挡的能力，简而言之，就是处于格挡状态下的叶流云所承受的物理攻击会大幅度减少效果。试试看，具体效果如何，只有试了才知道。明白这一点的叶流云，果断将吊着的石块推了出去。等石块晃荡回来的时候，叶流云双手交叉，保持防御的动作。格挡，砰！石块重重地砸在了叶流云的身影上，声音沉闷。如果是以往，这样的力道，不说直接被砸飞出去，但绝对也会脚步连续倒退的。可现在，叶流云却依旧保持着格挡的动作，稳稳地站在原地。不错呀，活动了一下手腕，手臂上也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就算是有一些小伤势，有超恢复这个能力在，也是很快就恢复了。接下来就是爬树满级后触发的能力了。肌肉控制可以更好地控制自身的肌肉力量。众所周知，人类对于自身肌肉的控制其实并不是很高。同样的一拳轰出，哪怕使用的力量相等，也会因为对自身的肌肉控制程度不同，威力也是天差地别的。肌肉控制这个能力可以让叶流云能够更好地控制自身力量，保证每一拳轰出都不会有什么多余的力量流失。这也不错。攥了攥拳头，叶流云在原地跳了跳，感觉相比较之前，同样的四维属性在拥有了肌肉控制后，自己行动起来更加的身轻如燕了。熟练度系统，宿主叶流云，力量30，普通人平均值为10，速度25，体质29，精神26，技能挥砍 LV Max， 锻炼 LV Max， 挨饿 LV Max， 射箭 LV Max， 熬夜 LV Max， 游泳 LV Max， 投掷 LV Max， 耐热 LV Max， 挨打 LV Max， 恢复 LV Max， 爬树 LV Max， 能力暴击，野兽感知，光合作用，鹰眼，不眠者，火冕，标记，超恢复，格挡，肌肉控制。人物面板的内容也是愈加的完善了。力量已经破30了吗？恍恍惚惚的，叶流云甚至都没有察觉到，原来自己的力量苏醒都已经突破30，达到了正常成年男人的3倍之高。攥了攥拳头，实力的提升带给叶流云的是更加坚定的自信心。好，好，好！黑夜石墙外能够听到不少夜狼的声音，铁门外也能够看到那些饥肠辘辘正在盯着自己的夜狼。叶流云没有废话，直接比了一个国际友好的手势。有本事的话，就试着进来。7，进不来你装什么批呢？好，仿佛是感受到了叶流云的挑衅，夜狼们是更加愤怒了。有一些撞击铁门，也有一些撞击石墙的，3层厚度的石墙根本不怕撞。不过，也有一个灵活的夜狼，直接翻过了铁门，跳到了院子里面。好，一进来，夜狼没有犹豫，果断向着叶流云冲来。这嗜血的眼神，仿佛是恨不得直接将眼前的叶流云撕碎一般。只不过，格挡，叶流云目光不变，双手交叉施展格挡。砰！夜狼只感觉自己仿佛是长在了什么坚固的石头上面一样，直接被震飞了出去，脑袋还晕乎乎的。肌肉控制，全身肌肉
瞬间崩起。趁着夜郎还没有起来，叶流云直接冲了过去，抓住夜郎的一只腿，将其狠狠地砸向了石墙。砰！石墙都晃动了一下。夜郎倒是没死，但看这状态，显然是站不起来了。叶流云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看着地上这眼神依旧凶狠的夜郎，不在意地笑了。不会真以为进来了就能吃了我吧？之所以敢大摇大摆地在石屋外面刷经验，可不是没有理由的。抬起脚，眼神冷漠，砰！直接一脚踩了下去。分解，将其分解后，直接走回到了石屋里。至于铁门外依旧盯着自己的夜郎，叶流云直接无视了。第25章宠物栅栏，驯养怪物，编号7761。卧槽，你们看到了吗？我这有一只会喷火的兔子。编号0989，真的假的？兔子会喷火？编号0039，我也看到了。卧槽，如果不是运气好，我人都要灭了。编号9997，这是个什么世界啊？兔子居然会喷火！回到石屋后，叶流云照常拿起生存守则看了起来，这也算是能够帮助自己快速的了解最近所发生的事情。会喷火的兔子，看到有这样的生物出现，叶流云也意外了一下，不过倒也能够接受，毕竟穿越这种事情都出现了，这本就是一个危险的世界。豪岩猪那样的生物就已经很特殊了，再出现一个会喷火的兔子也不意外。果然不能停歇下来啊！有些感叹，正是因为会有这种未知的危险出现，自己才必须要不断的变强才行。夜晚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等天色变凉之后，叶流云背着风之弓，拿着匕首便离开了。是时候去找找宝箱了，顺便看看有什么机会能够触发新的技能。四维属性的强化效果会体现在很多地方，比如说现在，哪怕是叶流云不再去刻下标记，也能够很轻松的记住走过的路，不容易在树林中迷路。这么一会的功夫，叶流云已经找到好几个宝箱，可惜打开之后，除了水和面包这样的事情就没有其他了，连一张图纸都没有得到。运气这么差吗？看着刚刚打开并且其中只有一瓶水的宝箱，叶流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算了，时间方面还来得及，可以继续找。获得高效肥料乘1，终于开了好几个宝箱，总算是出现一个比较特殊的了。高效肥料，将眼前的袋子从宝箱里面拿了出来。鉴定物品高效肥料，效果可以更好的帮助种植物生长。简单来说，就是种植水果蔬菜时需要加的东西。正好啊，叶流云想到了之前交易的时候，叶流云交易了一些水果和蔬菜的种子，只是因为当时没有合适的肥料，就一直放在生存守则的仓库里面，没有拿出来使用。现在有了这个高效肥料后，正好可以使用了。想到这里，叶流云当即将肥料收到了仓库里面。哼，总算开出有用的东西了，心情不错。叶流云轻哼着小曲，继续在树林里面寻找了起来。宝箱里面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千奇百怪的，不打开宝箱，你永远都不知道里面会有些什么东西。而且想要开出制作图，只能凭运气了。一天的时间，叶流云就找到了2张制作图纸。火把制作图纸，简单来说，消耗1单位的木柴可以制作出一个能持续燃烧12个小时的火把，聊胜于无吧。另外一个就比较稀奇了，物品宠物栅栏制作图，效果可以制作出一个供给宠物生存的栅栏。所需材料木柴乘10，肥沃土壤乘1，提供给宠物的生存栅栏。难不成还能够养宠物的？叶流云有些不明白，不过等带回去试试就知道了。差不多了，看了一眼天色，叶流云没有继续寻找下去，而是反方向行走，准备回去了。先是用锻造炉制作出了一把锄头，然后在石墙内的院子里找了一块还算不错的地，准备开垦。我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种田啊！一锄头下去，经验值+1，好家伙，触发新技能了。锄地 LV1，打开技能一栏，果然技能一栏多出了一个名为锄地的技能。都触发新技能了，那还等什么呢？经验值+1，经验值+1。虽然之前没种过地，可简单的翻土，叶流云还是会的。技能从1级提升至2级，还是比较快的，没一会就成了。技能升级，锄地 LV1，锄地 LV2，力量+1，速度+1，可以加力量和速度吗？还算不错。对于这个新技能的加成，叶流云还是很满意的。莫一会，眼前的这一小块的就翻好了。这么一块地，肯定是不够种植什么水果蔬菜的。叶流云也没打算那么做，将高效肥料拿了出来，在眼前的这块土上倒了一点。叶流云这并不是浪费，而是
分解。随着叶流云的动作，分解成功，获得肥沃土壤乘1。想要制作宠物栅栏，需要1个单位的肥沃土壤。普通的土壤在分解后是无法获得肥沃土壤的，只有这种施加过肥料的才可以。那接下来可以制作一下试试了。将宠物栅栏的制作图纸拿了出来，叶流云走到了院子的另一角。伴随着材料的消耗，一个面积有30-40平的草地出现在了院子内，草地的周围还有一排木质栅栏围住。由于没有宠物，所以现在的宠物栅栏还是空的，什么都没有。这有什么用？叶流云还是不明白，这宠物栅栏有什么效果？也没有什么阿猫阿狗来给自己当宠物啊。先鉴定一下物品：宠物栅栏。效果：可以将驯服的生物放置于宠物栅栏内，以驯服后的生物将免疫对阳光的厌恶。这个时候的规则是，只有黑夜的时候，那些怪物才会出现。因为怪物们厌恶阳光，所以不会在白天出现。宠物栅栏的效果可以让被叶流云驯服的黑夜生物免疫对阳光的厌恶，可以在阳光下生存。也就是说，黑夜中的那些怪物其实是可以被驯服的。叶流云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当然了，前提是你也要有这个实力才行。如今的天色已经逐渐暗淡下来了，石墙外面时不时会传来夜狼的咆哮声。吼吼吼！夜狼还是算了，就算要驯养，叶流云也想驯养一只厉害的。夜狼什么的多少是有点弱了啊。第26章，开始种植轰然而至的怪物。被那么多人畏惧的夜狼，可到了叶流云这里就是一个字的评价：弱，连被自己驯养的机会都没有。宠物的问题没必要纠结，像之前豪岩猪那样特殊的总是会出现的。既然宠物栅栏已经制作好了，接下来就是继续翻土，准备种植水果蔬菜了。经验值+1，经验值+1。以叶流云如今的4维属性，即便连着锄地几个小时，也不会有什么疲惫的感觉。等将院子另一边的土全部翻完之后，锄地这个技能的等级已经达到3级了。接下来就是开始施肥了。将之前得到的高效肥料拿了出来，并且向着眼前翻过土的地上撒去，随后就从生存守则的仓库里将之前交易到的水果蔬菜的种子拿了出来。西红柿、黄瓜、小青菜，水果有草莓和葡萄的种子，并不多，就这么几种而已，但叶流云也不嫌弃，开始选择地区，分别将这些种子种植了下来。经验值+1。又来，锄头已经被放在一旁的，但经验值还在增加，也就是说又触发了一个新的技能啊。种植 LV1。果然，技能一栏再度多出了一个名为种植的技能。不错不错，满意的点了点头。叶流云种植的速度都变快了许多。技能升级，种植 LV1，种植 LV2，精神+1，只加1个精神吗？那也不错了。叶流云没有嫌弃，将所有的种子全部都种植下来后，再浇上水。渐渐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了。这么快，刚种下来就发芽了？按照这样的速度，怕不是过不上几天就可以吃上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了吧？怪不得叫高效肥料呢。这么看来，应该是高效肥料在起作用吧？叶流云没有纠结，而且种植物在生长的时候，种植技能的经验值就在不断的增加，不像锄地技能，不锄地的时候就没办法获得经验了。接下来等着收成就行了。趁着这个时候，叶流云回到了石屋，在想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触发新的技能。第二天，等叶流云从石屋里面出来后，种植区已经发芽的种子明显长大了许多。经验值+1，经验值+1。种植技能的经验值还在不断的提升着，一晚上的时间，等级就已经达到了4级，估计今天晚上就能够达到5级满级了吧。继续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制作图吧。和昨天一样，叶流云没有留在石屋里面，而是选择了出门，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不错的制作图。事实证明，叶流云在找东西这方面的运气属实一般了。一天下来就找到了一张制作图。水井制作图，简单来说就是可以制作出一口水井，起码比没有强吧。叶流云在院子里面靠近种植区的地方制作出了这口水井。有了这口井，叶流云之前从宝箱里面的那些水意义都不大了，彻底实现了水资源富裕。到了晚上，叶流云再度回到了石屋之中，看着世界聊天里面连续不断的聊天，好像有更多的人看到了那只会喷火的兔子，这都快成小 boss 了。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叶流云这样直接开挂的，没有相应的武器，这些人在遇到特殊的怪物时，除了躲避之外，根本就没有其他应对的可能。叶流云也在想，会喷火的兔子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会不会长得和小火龙差不多？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有点期待了。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怪物，可到了叶流云这里，却很期待能够看到这样的怪物。好，就在叶流云用看世界聊天这种方式来打发时间的时候，一声震天响般的咆哮声忽然从院子里面传了出来。现在的叶流云早已经不是以前的叶流云了，自然不会被这忽如其来的声响吓到，而是合上生存守则，皱眉站了起来。好，好！石墙的院子内，一头外表暗金色的狮子正在愤怒地冲着周围咆哮，居然跑进院子里面了，不能破坏了自己的那些种植物。叶流云当即拿起风之弓，快步冲了出去。生物文师能力，行动矫健，力量惊人，声势浩大的咆哮声可以震慑宵小，所以咆哮就是这个文师的主要攻击手段吗？走出木屋的同时，叶流云已经使用了鉴定术，确定了眼前这头生物的名字，说是狮子，可一身暗金色的毛发，看起来很是骇人。3米多高的身形，再加上这恐怖的身形，还好当初建造石墙的时候留下来的空间足够大，要不然就这样一头怪物，普通的院子根本就不够对方施展身躯的。好，正准备破坏周围一切的文师，显然也注意到了走出来的叶流云，一声低吼，行动着身子注视着过来。叶流云已经将风之弓拿在了手里，拉弓搭箭，对准了文师。给你2个选择，做我的宠物，否则死。普通的夜狼不够资格做自己的宠物，但这头文师明显不错呀。正好，既然你从外面跳到了我的院子里面，那就和该与我有缘分。好，早在之前，叶流云就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生物是具有一定智慧的，也就是说，眼前的这头文师能够听懂自己在说什么。想也知道，文师自然没有同意，不仅如此，反而更加的愤怒了。好，仰天长啸，浩大的声势将四周的夜狼全部都震慑住了，惊恐不已的后退着。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叶流云看向文师的眼神反而是更加的炙热了。这样的小宠物要是不弄到手的话，那也太可惜了。看起来今天只能将你打服了。将原本拉弓搭箭的风之弓放在了一边，随后咧嘴笑了起来。第27章，不听话，打一顿就好了。好，文师犹如受到了挑衅一般，不再理会其他，愤怒地向着叶流云的位置冲去。格挡，双手交叉，砰！文师的力道很大，格挡只是大幅度免疫物理攻击，但也不是完全免疫。叶流云的脚步在往后倒退了3、4步后就停了下来，倒是文师因为这反震这里连续不断的倒退，一个踉跄，甚至摔倒在了地上。起身之后，仔细地看起了眼前的叶流云，仿佛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以自己的力量居然撞不动眼前这个小小的生物呢？怎么，这就不行了？放下交叉的双臂，叶流云笑呵呵地看向了眼前的文师。好，更加愤怒了。短暂恢复过来的文师便再度冲了过来。这一次，叶流云没有选择一直格挡下去。来得好，肌肉控制，暴击！即便不用武器，挥舞拳头的时候，叶流云也可以使用暴击的技能。本身叶流云的力量属性就超越了正常成年男人的3倍，再加上暴击的双倍加持，还有肌肉控制能力对自身理由的完美掌控，几重 buff 的叠加，如果说以前是吹牛的话，那么现在叶流云是真的可以一拳打死一头牛。呵呀！全身肌肉绷起，迎着冲过来的文师，叶流云这沉重的一拳轰然而至。砰！沉闷的声响在院子中传来。好！吃痛的文师明显有些难以接受了。之前就算了，没想到力量对拼的时候自己也没讨到什么好处。这是什么啊？看着文师的反应，叶流云低头看向了自己的右手，手骨断了。显然，虽然已经很强了，但终究还不是真正无敌的。力量的作用本来就是相对的，叶流云只是手骨断裂已经很好了，更何况嘎达嘎达，伴随着几道骨头移位的错响声，原本断裂的手骨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挥舞着。这是超恢复的能力来到了恐怖恢复效果，又不是断手断脚，只要不是直接死去，叶流云受到的伤势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的恢复。为什么敢不使用风之弓就和这头文师战斗？触发得到的多种能力就是叶流云的底气。怎么，害怕了吗？右手的伤势已经恢复了，叶流云只是活动了一下手腕，随后带着笑容抬起双臂看向了眼前的这头文师。要逃跑了吗？好，怪物，这特么的才是真正的怪物。文师有些怂了，动物们对于危险的感知是远远超越人类的，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自己很可能会死，而文师显然并不想死。在咆哮了一声后，
文师直接转过身子，准备向着石墙外面跳去。这特么是什么鬼地方啊？早知道就不跳进来了。想走？真以为自己这里是什么很随便的地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文师的身体刚跳到半空之中，不等跳到石墙外面呢，就直接摔落在了地上。一转头，文师就发现刚刚那个恐怖的怪物正死死地抓住了自己的尾巴。嘿，咧嘴一笑，手臂开始用力，肌肉控制，一块块肌肉在叶流云的精准控制下开始不断的绷起。脚步后移，可以看到虽然在不断的挣扎，但文师的身影也在不断的被拖着向后移动。好，救命啊！妈妈，我碰到怪物了，救命！喝呀！文师是什么样的反应，叶流云都不在意，力量再度增加，托起文师那庞大的身躯，直接向后甩去。砰！身影重重地落在了地上，掀起了不小的尘土。噗！看着尘土飞扬的方向，叶流云没忍住吐了一口血。这也正常，叶流云虽然四维数值不低，但也只能说强的有限。将文师甩起来的力量，叶流云是压榨了自己的极限。别说是吐血了，全身的肌肉都开始崩出血痕了，肌肉反噬啊！不过，微微调整了一下呼吸，超恢复的能力再度发挥作用，不管是内伤还是肌肉断裂，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的恢复着。果然，和其他的能力相比，超恢复这个能力才更像是神迹啊！虚弱般的不死之身了。等叶流云身上的伤势全部恢复后，原本飞扬的尘土已经渐渐散去了。可以看到，刚刚那一下属实是把文师砸得七荤八素了。现在即便还有意识，但在看向叶流云后，文师的眼神也是无比惊恐的，仿佛是在看什么怪物一般。叶流云也不废话，简单的指了指边上的宠物栅栏：“你觉得是你自己过去好，还是我送你过去比较好？”叶流云虽然是一脸的笑容，但这样的微笑，在文师看来和恶魔的微笑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最终，犹豫了片刻后，文师还是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好，低声吼叫了2下，便走进到了栅栏里面。动物的世界更加讲究实力至上，只要你实力足够强大，那我就愿意服你。相反，没有那个实力，还想要收服怪物，还是别做这个梦了。果然，在文师进入宠物栅栏后，对方的鉴定结果也出现了一些变化。生物文师，能力行动矫健，力量惊人，声势浩大的咆哮声可以震慑宵小。状态正在驯服中，原本的能力下面多了一个状态，正在驯服中，所以说还没有彻底的被驯服呗。想到这里，看着栅栏里面的文师，叶流云的眼神忽然变得危险了起来。看起来你好像还是很不服我呀。仿佛是察觉到了危险一般，连忙呜鸣了2声。怕了，属实是怕了。经验值+1。系统的提示音让叶流云有些愣神。什么意思啊？看这情况，自己好像又触发什么新技能了。驯养 LV1。果然，新技能的出现和这头文师有关。驯养宠物也算是一个技能啊。第28章。好家伙，还是个吃货。新的能力触发，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主人了。看着眼前的文师，叶流云双手掐腰，洋洋洒洒地说道：“你只需要知道，从此之后，不管我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我让你打谁，你就打谁。我不让你动的东西，你不能动。”经验值+1，经验值+1。一边说着，驯养技能的经验值就在不断的提升着。技能升级，驯养 LV1，驯养 LV2，精神+1。又是一个只加精神的技能啊！唉，倒也不是不好，只是叶流云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够有一个技能，同时一次性提升全部的4维属性呢？听懂了吗？文师连忙点了点头。见对方这么听话，叶流云也是摆了摆手，大大方方的说道：“你也不用担心什么，跟了我，保证不会亏待你的。从今以后，我有一口吃的，就不会缺了你的。”说起来，叶流云还不知道这头文师吃什么呢。不过既然是狮子的话，那应该是食肉的吧。想到这里，叶流云拿出了一块之前豪言猪的肉块，虽然大多数都用来做交易了，但叶流云的手上还是有一些剩余的，直接将肉块扔给了文师。好，一瞬间能够看到文师的眼睛瞬间精神了许多，看了看眼前的肉块，再看看眼前的叶流云，还有些不确定，这是对方给自己的，看起来是喜欢吃的。了解到这个时候，叶流云摆了摆手，直接说道：“吃吧吃吧，我说了，跟着我，
不会亏待你的。呜，连连点头，随后吃了起来。看得出，文师显得很满足啊，看向叶流云的目光都变得亲密了许多。不给吃的就不干活呗。这家伙一块吃完之后，文师可怜巴巴的看向了叶流云，虽然不能说话，但那眼神完全就是一副还想吃的样子。好家伙，这还是个饭桶。叶流云继续扔了一个肉块，只有2个，如果再想吃，你就自己去抓。如果你打不过，可以把他引过来，让我来。叶流云之前就发现了，这个文师虽然战斗力不弱，但应该是打不过豪岩猪的。毕竟豪岩猪的皮肤防御力多少是有点夸张了，没有特殊的道具或者能力，根本破不了防。好，听懂了叶流云的意思后，文师没有怀疑什么，而是连连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这么一会的功夫，驯养的经验值可以说是暴增啊！果然，这应该和驯养的程度有关，不是一个一个跳，而是一片一片的跳了。就在这时，技能升级，种植 LV4， 种植 LV Max， 精神加1。升级的并不是驯养技能，而是昨天触发的种植技能。算算时间，确实是要满级了。触发能力快速生长，同时新的能力也被触发了。快速生长可以加速种植物的生长，种植触发的能力肯定是和种植有关的。简单来说，就是可以加速自己的种植物生长速度。事实效果，叶流云看向了自己种植的那些水果蔬菜，快速生长。果然，本来有着高效肥料的加持，这些种植物的生长速度已经很快了。现在又有了叶流云的特殊能力加持，枝叶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的生长着，莫一会的功夫就开始开花结果了。长出来了，所有的种植物全部都长出来了。叶流云就近摘下了一串葡萄，尝了一下，不错呀，味道比穿越前的那些水果还要好。呜，身后文师的声音传了过来，看着对方可怜兮兮的眼神，叶流云有些无语了。好家伙，这还是个吃货，算了，养得起。随手摘下了几串葡萄，直接丢了过去。吼！欣喜的文师原地蹦跶了几下，连忙低头吃了起来。趁着这个功夫，叶流云将种植物收集了之后，立马开始了新的开垦。院子里面的大部分地，叶流云都准备用来种植了。经验值加1，经验值加1。一方面的也是可以提升锄地技能的经验值。技能升级，锄地 LV4， 锄地 LV Max， 力量加1，速度加1。等叶流云将地开垦的差不多了，这技能也是顺利达到了满级。不错呀，一天2个技能满级，叶流云对此很是满意。触发能力重击，又是一个和攻击有关的能力。叶流云看了一下效果，就是可以让下一次的攻击变得更加沉重，更加具有力量。搭配上暴击，这加持的力量可就不只是2倍那么简单了。不错，虽然没有那么神奇，但叶流云也很满意了。宠物栅栏内的文师看着叶流云的动作，显得有些疑惑，显然不明白叶流云在做什么。不过也无所谓了，吃完东西后直接原地躺了下来。开摆，反正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还是提前适应一下这样的生活吧。熟练度系统，宿主叶流云，力量34，普通人平均值为10，速度29，体质29，精神33，技能挥砍 LV Max， 锻炼 LV Max， 挨饿 LV Max， 射箭 LV Max， 熬夜 LV Max， 游泳 LV Max， 投掷 LV Max， 耐热 LV Max， 挨打 LV Max， 恢复 LV Max， 爬树 LV Max， 锄地 LV Max， 种植 LV Max， 驯养 LV4， 能力暴击，野兽感知，光合作用，鹰眼，不眠者，火免，标记，超恢复，格挡，肌肉控制，快速生长，重击。人物模板迎来了一次疯长，速度和体质也是仅差一点就可以达到30了呀。驯养还差了1级，不过也不着急，反正现在这个技能的经验值还是在连续不断的跳动着呢。第29章，人家才是生活，我们这就是活着。趁着这个时候，叶流云直接在院子里面坐了下来，并且还将生存守则拿了出来。主要还是因为这文师现在的状态显示的依旧是正在驯服中，
万一自己回石屋后，这纹饰跑了，那自己岂不是白白浪费时间了？起码也要等完全驯服了之后再说。编号0071，有谁需要水果蔬菜，可以拿资源来和我交易。没错，这么多水果蔬菜，叶流云显然不可能自己吃完，一直放着还容易坏了。与其如此，不如拿来兑换资源。正好升级4级建筑所需要的资源，叶流云可不打算自己去开采，直接换不就好了吗？编号0998，好家伙，我们现在生存都是问题呢，大佬已经吃上水果蔬菜了。编号3669，大佬这才是生活啊，咱们这样的最多就是活着。编号9003，我好久没吃水果了，大佬有什么品种的水果蔬菜？编号8300，我也要，我现在材料剩余蛮多的，能活到这种时候，手里面肯定是不缺材料了。相比较而言，水果蔬菜对他们的诱惑力会更大。叶流云没有犹豫，当即将自己有的几个品种说了出来。一时间，不少人都开始私聊联系自己了。反正目前为止，水果蔬菜只有叶流云这里有，定价什么的全看叶流云自己。当然了，如果实在是太过于离谱的价格，估计也没什么人会买。叶流云自认为自己给出的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1单位的铁矿，2串葡萄，你就买吧，一买一个不吱声。武峰大哥，我能用种子和你换吗？武峰这边也猜到了，叶流云的那些蔬菜水果的种子肯定是之前从自己这里换过去的，但没办法，武峰自己也种过了，根本种不活，这就很无奈了呀。叶流云可以，不管是什么样的种子，叶流云都需要。武峰，我这里还有一棵苹果树的小树苗，大哥你要吗？叶流云，你怎么总能开出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多少是有点忍不住了，自己找了几天宝箱都没开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怎么到了武峰这里，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都能开出来？这才是老天爸爸的亲儿子吧？武峰，我也不知道啊。武峰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甚至武峰，难道不是每个宝箱里面都有这样的东西吗？叶流云，好家伙，别说是叶流云了，这话换谁来看，估计都会沉默吧。这狗运气！叶流云，10串葡萄，那棵苹果树苗我要了。武峰，好。见叶流云答应，武峰显得十分开心。游淑兰那边，叶流云同样与其做了交易，反正只要付得起材料，那就来换呗。看着眼前西红柿、草莓这样的蔬菜水果，游淑兰都不由得感叹了一句：这家伙还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啊！在这样一个时间，连水果蔬菜都种出来了，怎么能不让人惊讶呢？草莓爱！就在这时，一道女生的惊喜声音从游淑兰的身后转了出来。只见一个容貌不输于游淑兰，并且身材很有特点的女生从一旁凑了过来。我最喜欢吃草莓了。看着对方惊喜的眼神，游淑兰倒是没说什么，喜欢的话就拿去吃吧。谢谢你，倒也没有太贪，只是拿起了一个尝尝。很好吃啊，淑兰你也吃啊。少女名叫谭芊芊，是游淑兰一次外出寻找宝箱时遇到了女孩。根据游淑兰的观察，看先这个谭芊芊并不是个什么心机很深的人，甚至还有些天然呆，再加上对方会一点的医术，就将谭芊芊带了回来。眼下也算是合作的关系，要是能每天都吃到这样的水果就好了。两人分食完了这些东西后，谭芊芊还是有些馋的。看到对方这样，游淑兰笑着说道：那咱们以后就努力点，多开采一些材料，就可以换更多的水果蔬菜了。果然，人都是群居的生物，有个人作伴，每天能聊聊天，游淑兰感觉自己的心情都好了不少。我一定会努力的。听到游淑兰这么说，谭芊芊立马坐了出来，做出了一个加油的动作。本身并不是一个好吃懒惰的人，住在游淑兰这里，平时也会帮游淑兰不少忙，不管是开采材料还是寻找宝箱，都会和游淑兰一起。要不然，游淑兰又不是什么圣母，怎么可能一直白养着谭芊芊？那就一起加油吧。看到谭芊芊这样士气满满的样子，游淑兰也不由得笑了起来。只不过想到那未知的未来，游淑兰还是有些感叹的。在这么一个未知的世界里面，谁又能够保证自己能够一直活下去呢？差不多了，叶流云这边在将水果和蔬菜换出去了七七八八后，也差不多已经凑齐了将食物再度升级的材料。开始吧。没有等待，叶流云当即站了起来，将4级建筑的升级图纸拿了出来，对准眼前的食物。正趴在宠物栅栏里面的文师在看到叶流云的行为后，也是好奇的看了过来。升级。伴随着材料的消耗，叶流云手中的升级图纸化作一道道白光，向着食物的方向飘散了过去。下一秒
3级石屋的外形开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呜！奇异的情况让茫然的文师变得有些不安，忍不住躁动了起来。安静！还是叶流云抬起手，才让文师安静了下来。升级的速度很快，没过一会，变化就停了下来。石屋的占地面积倒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即便是扩大了，但也只是扩大了一点点。只不过，原本的一层石屋，现在却变成了双层别墅的造型，看起来是更加的豪华了。同一时间，手中的生存守则都开始震动了起来。不用想，守个升级4级建筑，肯定也是能够获得奖励的。第30章，技能升级，彻底驯服。恭喜编号0071，守卫升级至4级建筑。世界聊天上面再度出现了这样的宣告，只是这一次，只有叶流云一个人升级了，赵虎那边没什么动静。那家伙看着这样的提示音，此时的赵虎这边忍不住皱起了眉头。自己就算凭借人多，但想要凑齐升级4级建筑的材料，也还需要几天的功夫。果然，这个编号0071的家伙绝对是劲敌啊！世界聊天上面，因为叶流云的建筑升级，还是多出了一些议论。只不过，这样的议论来得快，去得也快，大家很快就不在意，而是开始聊起其他的话题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家对叶流云有什么意见，纯粹就是第一次升级2级建筑，第一次升级3级建筑的全部都是叶流云。现在升级4级建筑的时候，还是叶流云第一个，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大家根本不觉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习惯了呀。如果说那天第一个将建筑升级的并不是叶流云了，那到时候大家说不定才会感觉到惊奇呢。至于叶流云这边，自然也不会浪费时间去在意这种事情，而是看起了升级4级材料后获得的奖励，获得5级钢铁堡垒升级图纸、太阳能发电机、土晶石。这次的升级奖励没什么特殊的能力，不过5级的建筑名叫钢铁堡垒吗？这个名字倒是很帅气啊。只不过目标5级钢铁堡垒升级图纸，效果可以将4级建筑升级为5级，所需材料铁块乘500，黑铁石乘10，土晶石乘1。升级钢铁堡垒需要的材料比想象中的要夸张啊！500个单位的铁块，花时间凑凑应该能凑齐。土晶石正好这次获得了一个，但是这黑铁石是什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材料啊，都不知道在哪能有这种黑铁石，那就更不要说是收集了。算了，倒也没有继续纠结什么，既然显示了需要这种材料，那就肯定是有的，等以后花时间找找吧。反正现在距离升级5级钢铁堡垒还需要一点时间呢。而且更让叶流云在意的是第2个奖励物品，太阳能发电机。效果平均每吸收1个小时的阳光，可以提供12个小时的正常供电需求，吸收1小时，供电12个小时。不得不说，一时间的东西，就算是太阳能发电机也是如此的神奇啊！安装都不需要叶流云手动去安装，下一秒一块太阳能板就自动出现在了石屋的房顶上。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太阳，没办法提供供电而已。不错不错，看着楼顶的太阳能板，叶流云满意的点了点头。有电了呀，感觉这一下子直接从封建社会升级到现代社会了。就是不知道这宝箱里面能不能开出电器了。仔细想想的话，应该可以吧。接下来的时间，叶流云没有安安静静的等待着天亮，一直在想着能不能触发一些技能。不过很可惜，全部都失败了呀。不眠者的能力让叶流云已经彻底的告别睡眠了，一直等到天色开始蒙蒙亮起的时候。好，宠物栅栏里原本安安静静的文师，仿佛是感觉到了什么恐怖一般，忽然开始变得惊恐不安，完全躁动了起来。叶流云知道，这些黑暗中的生物厌恶阳光，文师一定也是感受到了阳光的出现，所以才会不安的。安静，直接来到了宠物栅栏的面前。因为叶流云的出现，文师虽然安静了一会，但伴随着天气越来越亮，文师的状态也是愈加的不安了。好，看起来还是需要好好教一教啊。看着这样的文师，叶流云笑着活动了一下手腕，然后邦邦就是击拳。非要这样才老实，你这不是找打吗？看着眼前眼神委屈巴巴重新安静下来的文师，叶流云没好气的说了一句。文师只想表示自己心里苦，但是又不想说。就在这时，技能升级，驯养 LV4， 驯养 LV Max， 精神加1。4级的驯养技能
也已经达到满级了。果然，在驯服文师的时候，这个经验值上涨的速度是真的很快啊！触发技能生物亲和，基本上触发的能力都和技能本身有一定的联系。驯养技能满级后得到的就是生物亲和，生物亲和更容易获得生物的好感。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加亲和度的能力。这种能力的直观表现肯定不在杀伤力上面，叶流云想试验都没办法试验。好，就在这时，文师那庞大的脑袋忽然错了过来，3、4米左右的夸张身形，表现的却如同小猫小狗一般，凑在叶流云的身边。叶流云有些意外，随后便看到文师的状态从之前的正在驯服中，已经彻底变成了已驯服。你这个狗东西！好家伙，如果没有这点亲和度的加成，我还真没办法驯服你呗。算了，既然驯服了，那也就彻底老实下来了。你就安安静静的在宠物栅栏里面等到天真正亮起来的时候再说。好，好。文师低吼了2声，老老实实的点了点头，看起来是十分的乖巧。果然，等太阳真正出现的时候，文师虽然还是有些不安，但因为宠物栅栏的奇异力量，文师已经正式可以生活在阳光底下了。好，这也是文师第一次处于阳光之下，对于周围明亮的一切都显得很好奇。只要第一次习惯了之后，被驯服的宠物就可以自由在阳光下面行走了。从今天开始，我就叫你阿文了，总要有个称呼吧。反正这个文师的称号就是文师，那干脆就直接叫阿文好了。吼吼，文师也不在意这个，听到叶流云的话后，直接点了点头，承认了这个称呼。第31章，这狗东西的运气不会比我好吧？叶流云不再犹豫，踩着栅栏，一个纵身，直接跳到了文师的身上。经验值+1。这也算是新技能。跳跃 LV1。好家伙，试验了一个晚上都没有什么效果，这就触发了一个。叶流云意识到，看起来是自己之前的方法有什么问题啊。好，看着跳到自己身上后就忽然不说话的叶流云，文师还有些疑惑呢。反应过来的叶流云不再纠结技能的问题，直接大手一挥，出发！感觉有种古代将军的意思，别人的坐骑就是马和骡子之类的，到了自己这里直接变成了狮子，你就说猛不猛吧。好，听到叶流云这么说，文师先是一阵兴奋，直接仰天长啸，随后灵活的身形直接一个纵身从石墙上面跳了过去。3米多高的石墙虽然不错，但对于一些灵活的生物来说，想要跨过去还是很简单的。好，好，好！文师在进入到树林里面后，仿佛是撒欢了一般，开始到处乱跑。经验值+1，经验值+1。叶流云现在的注意力反而在另外一件事情上面了，又有新技能了，骑术 LV1。不错，不错，而且这个技能的经验值提升的很快。技能升级，骑术 LV1，骑术 LV2，力量+1，体质+1，分别加力量和体质吗？对于这个技能，叶流云还是很满意的。这个时候，总算是有时间可以看看周围了。这不看不知道啊！你特么给我停下来！直接叫停了还在撒欢的文师。你想跑到哪去？给我掉头回去！这特么的，周围都是树林，别再给我迷路了。委屈巴巴的低下了头，文师还是转过了身子。行了，行了。看到文师这样，叶流云也是一脸的无奈，只能在住所周围跑，知道吗？吼吼！得到叶流云的同时，文师连连点了点头，立马开始在住所的周围撒欢般的来回转圈奔跑。叶流云都怀疑，你这到底是狮子呢，还是哈士奇啊？怎么感觉一副傻乎乎的样子？算了，反正只要不像哈士奇那样直接拆家就可以了。同时，叶流云也在森林中寻找着宝箱。停下！注意到森林里面的一处宝箱后，叶流云当即让文师停了下来，随后从文师的身上跳了下去。经验值+1，顺便还没有刷一刷跳跃的经验值，获得水乘2，火柴乘10，聊胜于无吧。叶流云也不在意，重新跳到了文师的身上，继续。吼吼！技能升级，跳跃 LV1，跳跃 LV2，力量+1，速度+1，体质+1。跳跃这个技能可以直接一次提升3个属性的数值吗？这样的情况让叶流云是更加满意了。一天的时间下来，叶流云最大的收获估计就是找到一些电灯泡了吧。白天吸收了6个小时的阳光，在装备了电灯泡之后，不用火光，叶流云的屋内都会显得十分明亮。你晚上就睡在哪里吧。
叶流云指了指宠物栅栏的位置，示意文师过去。这么大的体型，如果住到石屋里面的话，估计叶流云得先把这个门给拆了，然后换一个更大的门才行。吼吼！文师的表情明显变得委屈了起来，向着宠物栅栏的方向走去，一副还想多和叶流云待一会的表情。骑术和跳跃这两个技能，最先满级的自然还是骑术，没用几天的时间就满级了。技能升级，骑术 LV4， 骑术 LV Max， 力量+1，体质+1。毕竟这几天出去一直都坐在文师的身上，升级的速度快一些也不算什么很奇怪的事情。同时，骑术技能的满级也触发了新的能力。触发能力，心灵相通。简单来说，有坐骑在身边的时候，甚至都不需要叶流云做什么，哪怕是一个念头，都可以让文师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不得不说，这样的能力让自己和文师的沟通变得更加便利了。以后如果有需要文师一起战斗的时候，也会方便很多。说起来，你能看到这些宝箱，既然骑术技能的经验已经刷满了，自然不需要一直坐在文师的身上。看着眼前的宝箱，叶流云没有着急打开，而是看向了一旁的文师。吼！文师眼神变得有些奇怪，先是看了看叶流云，随后又看了看地上的宝箱。我也不是瞎子吧？那你能打开吗？叶流云示意文师将宝箱打开。好，虽然奇怪，但文师开始靠近宝箱，并且顺利将其打开了。很显然是可以打开的，只不过宝箱只有白天的时候会出现，除了被驯服的宠物之外，生活在黑夜中的怪物甚至都不知道有宝箱这种东西。获得水道乘100。这2天自己净开出水了，没想到让文师来居然能开出其他的东西，而且还是水道。不是，这狗东西的运气不会是比自己要好吧？不会的，一定不可能，肯定是这宝箱里面本来就有这种东西，即便让自己来开也是能够开出这些东西的。没错，一定是这样的。这么想着，叶流云不动声色地将开出来的水稻苗子放到了生存守则的仓库里面。看着叶流云这样的行为，文师显得很奇怪，都不知道叶流云这是在做什么。嗨，清了清嗓子，叶流云转过头，一本正经地看向了文师。从今天开始，你就去森林里面，自己找找这种东西，并且将开出来的东西全部带回来。好，也就是说自己可以自由行动了。文师的眼睛瞬间就明亮了许多。可以自由行动，不过天黑之前必须要回来，明白吗？第32章低空飞行。吼！文师没有多想，连连对着叶流云点了点头。去吧。得到同意后，文师彻底的撒欢了，一溜烟的就跑出了叶流云的视线范围内。对于文师这样的表现，叶流云只是摇了摇头，也没说什么。文师？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哈士奇。不过也无所谓，白天时候，叶流云相信这个地区里面除了自己之外，还没有人可以伤害到文师。但到了黑夜，那就不一样了。黑夜里面的怪物一出现，天知道会不会有恐怖的存在出现。到时候随便来一个实力强大的，好不容易驯服的宠物就这么没了，那得多心疼啊！经验值+1，经验值+1，正好趁着这个时候，总算是可以刷一刷跳跃这个技能的经验了。这些天里面，骑术这个技能升级的很快，但相对而言，跳跃这个技能的等级提升速度就要慢上很多了。大不了走路就是跳着走呗，反正也没人看到，不怕丢人。很快，数个小时后，技能升级，跳跃 LV4， 跳跃 LV Max， 力量+1，速度+1，体质+1。持续了几个小时的跳跃，这个技能也是顺理成章的达到了满级。停下动作的叶流云调整了一下呼吸，倒是不累，只是感觉会有些奇怪。触发能力低空飞行。这个触发的能力让叶流云明显意外了一下。要知道，飞行永远都是人类最向往的能力之一，谁不想自由自在的飞行在天空之中呢？不过，叶流云的能力是低空飞行，并不是直接的飞行。简单来说，在经过一段距离的助跑后，叶流云可以实现短暂的飞行，感觉和滑翔有点像啊。除了助跑之外，也可以从高处掉下来，实现一定距离的飞行。总的来说，不管在高的地方，只要叶流云跳下来，就算是没有任何保护设施，也不会被摔死了，还算不错。某些时候，这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保命技能。试试看，有了这样一个技能，叶流云自然会想要试一试效果。想到这里，叶流云活动了一下脚踝，然后快速向着一个方向跑了几米远。随后，
没有借助任何的滑翔设施，叶流云就这样直接低空飞了起来。看着距离自己没有几米远的地面，叶流云笑着很开心，身体灵活的在半空中转了一个圈，这才落在了地上。回去看看，算算距离也能够有20-30远了。而且叶流云助跑的距离也没多想，如果助跑多一些，或者说从更高的地方跳下来，那飞行的距离就更远了。以后有机会可以试试，周围也没有高山悬崖之类的，就算想试也没这个机会啊。熟练度系统，宿主叶流云，力量42，普通人平均值为10，速度33，体质37，精神34，技能挥砍 LV Max， 锻炼 LV Max， 挨饿 LV Max， 射箭 LV Max， 熬夜 LV Max， 游泳 LV Max， 投掷 LV Max， 耐热 LV Max， 挨打 LV Max， 恢复 LV Max， 爬树 LV Max， 锄地 LV Max， 种植 LV Max， 驯养 LV Max， 骑术 LV Max， 跳跃 LV Max， 能力暴击、野兽感知、光合作用、鹰眼、不眠者、火免、标记、超恢复、格挡、肌肉控制、快速生长、重击、生物亲和、心灵相通、低空飞行。这一刻，叶流云的4维属性正式的全部突破30大关，并且力量的属性已经超越40，也就是说已经达到了超越正常成年人4倍的程度，感觉越来越像个小超人了。攥了攥拳头，叶流云只感觉自己现在的身体里面仿佛是有了用不完的力量一般，老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由来的，叶流云忽然想到了这么一句话，嗨嗨！反应过来后，叶流云当即清了清嗓子，果然实力提升的太快，有点膨胀了呀。眼下的自己还没有达到那种离谱的强大实力呢，起码现在还不行。不过或许以后有机会可以尝试一下也说不定呢。继续熟练了一下低空飞行的能力，等天色渐渐暗淡下来的时候，叶流云才选择回去。只不过等到了院子后，叶流云就愣住了，因为院子里面杂七杂八的摆了不少的东西，沙发、地毯、马桶，还有淋浴用的套装、被子等等，杂七杂八的，基本上很多的生活设施已经彻底齐全了。不会吧？叶流云想到了一种可能，堆积在这里的除了是文师找回来的，也没有其他的可能了吧？那个狗东西的运气不会真的比自己好吧？好！就在这时，文师的声音从外面传来，一个灵活的跳跃，文师直接从石墙外面跳了进来。在看到叶流云后，文师先是一愣，随后立马欣喜了起来，你这家伙给我慢一点。只不过叶流云当即示意文师的动作慢一点，只因为此时文师的嘴里还叼着一个4开门的冰箱。好家伙，我特么直接好家伙，冰箱你也能给我开出来的？吼吼！文师有点委屈，自己忙了一天，咋还说自己呢？行行行，你放心，咱们今天晚上吃肉吃到饱，这要是不给点奖励，真就说不过去了。叶流云又不是什么周扒皮。吼吼！放下冰箱后，听到叶流云这么说，文师立马兴奋了起来，原地跳了一会后，想到什么的文师忽然凑到了叶流云面前，抬起爪子指了指自己的牙缝位置。有些奇怪，但叶流云看了过去。卧槽！下一秒，叶流云就从文师的牙缝里面拿出了一张制作图纸。牛批！第33章制作投石车。物品：投石车制作图纸。效果：可以制作出一个威力极大的投石车。所需材料：木材乘20，铁块乘5，20个单位的木材，还有10个单位的铁块。制作投石车需要的材料倒是不算多。投石车啊，在古代这也算是不错的攻防武器了，倒是没有直接制造出来。毕竟自己现在的院子虽然不算小，可如果放置投石车的话，就显得有些不够了。看来等第2天需要重新扩张一下院子的位置了。这些个石墙看看能不能废物利用，如果不能的话，那就全部拆了。反正现在的叶流云也不缺这一点材料。做得不错，将制作图收了起来。叶流云拍了拍一旁的文师，没有吝啬自己的夸赞。放心好了，答应你的事情绝对不会忘记的。今天晚上肉管饱。大手一挥，就是这么的豪气。吼吼！文师兴奋地在叶流云周围跳来跳去，时不时还吼叫2声。继续看了一会后，
叶流云也没有闲着，将院子里面文师带回来的这些电器，还有一些日常用品，全部拿到了石屋里面，开始装饰了起来。别说，通了电，再加上这些个东西，叶流云石屋里面的装饰越来越现代化了。第二天，叶流云让文师出去寻找宝箱，至于自己，则是留在院子里面。暴击！暴击！暴击！手中的铁斧被叶流云不断的挥舞着，在叶流云的力量下，一颗接着一颗的树木不断的倒了下来。按照之前的规划，叶流云清理出了将近几百平的面积，随后将之前的石墙制作图再度拿了出来，还是和之前一样，一层的石墙厚度不够，直接3层石墙叠加在一起，这防御力一下子就上来了。制作，制作，沿着周围清空出来的地方，叶流云开始制作起了石墙。至于石屋的位置，自然是被叶流云放在了最中间，即便有什么东西进入了石墙范围里，叶流云都能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反应过来。忙活这点事情就花费了叶流云一个白天的时间，6个小时匆匆而逝。吼吼，文师还是比较听话的，天一黑就立马回来了。行了行了，去休息一会，等我弄好了就给你吃肉。将凑到身边蹭着自己的文师推开，叶流云摆了摆手，直接说了一句：今天的文师还是收获满满，虽然没找到制作图，但也得到了不少的生活用品，只能说这生活越来越现代化了呀。吼吼，兴奋的文师在蹦跶了2下后，还是懂事的安静了下来，回到了自己的宠物栅栏里，目光豪气的看着叶流云的行为。重新扩张石墙，叶流云利用锻造炉制作出了一个更加气派也更加结实的大门。开始吧。看着自己的杰作，叶流云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拿出了投石车制作图纸。随着材料的消耗，一架崭新的投石车出现在了石墙后的位置。物品：投掷车。效果：放置1单位的石块，可以将其投放出去，最远距离可达500米。最远可以达到500米吗？要知道，根据叶流云的了解，古代的投石车最好的那种最远距离也就是500米这样了。而且可以选择放置的并不仅仅只是石块，铁块也可以。放置的材料不一样，展现出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试试效果，具体情况如何，还是只有试过了才能知道。想到这里，叶流云没有犹豫，将1单位的石块放在了投石车上面。随着机关的运作，下一秒，投掷车的木杆被快速的弹起，连带着放置好的石块也是被高高的投掷了出去。砰！距离很快，依稀可以听到重物砸落的声音，威力也不错呀。因为鹰眼的能力，叶流云的目力自然是得到了很大的加成，能够清晰的看到，差不多500米开外的地方，一棵直径不小的大树直接就被砸得断裂了。这样的威力，不管是因为攻击还是防守，都足够了。不错不错，投石车的威力得到了验证之后，叶流云并不满足只制作一个出来，沿着石墙的周围制作，四周4个方向，叶流云一共制作出了20个投石车。这样的配置，哪怕是对付一些小型的兽潮都足够了吧。叶流云很满意，继续看了一会后，才回到了屋子里面，瞬间从冰箱里面拿出了一些水果。不得不说，有了冰箱之后，确实是要便利很多。这种冰冰凉的水果吃起来更加的不错。瞬间拿出了一个肉块，放到了壁炉边上，滋滋滋，肉块被烤得滋滋冒油。窗户外，文师的身影不知何时凑了过来，正瞪着大眼睛通过窗户看着被烤着的肉块。看到这样的文师，叶流云无奈的摇了摇头，也就是自己了，换做其他人根本养不起这样一头吃货呀。而且跟了自己以后，这文师渐渐喜欢上了熟肉，对于生肉现在都没什么想法了。放心放心，叶流云一边吃着水果，一边对着窗外的文师摆了摆手，答应给你的肯定少不了，自己可不缺这一块肉，真要没了再去猎杀就是了。这一身的实力就是叶流云无穷的底气。趁着这个时候，叶流云拿出了生存守则。如果之前所预料的差不多，眼下的世界聊天上面差不多都是一些求合作的言论。编号7774，合作吧，有没有人要一起合作？编号0039，如果信得过我，可以来我这里。编号6004，我这里边靠一个湖泊，有距离近的咱们直接见一面，如何？编号7200，大家应该都知道，单一的力量肯定是不够了，只有合作共存才能一起更好的活下去。第34章，再度见面的小樱花。大家都不是傻子，在经历过一开始的茫然和失措之后，现在能活下来的，都是已经对这个未知世界有所适应的人了，都意识到了合作的重要。而且大家各自所在的地点
相互之间可能并不是很远。如果距离近的，那么合作起来会更加的容易。当然了，终究是人心隔肚皮，对方到底是真心诚意的要合作，还是另有谋划，那就不得而知了。叶流云只是看着这些言论，但并没有参与，也没有要告知自己位置的想法。一来，叶流云同样不确定找自己合作的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至于第二嘛，很简单，叶流云并不觉得自己需要依靠别人的帮助才能够更好的生存下去。继续看了一会后，叶流云合上的生存守则，并且将已经烤好的肉块从窗户位置直接丢了出去。石屋外早就等候多时的文师一个跳跃，直接将肉块叼住，欢快的吃了起来。看到这一幕，叶流云会心的一笑，不再多言。之后连着好几天的时间，叶流云白天的时候都会和文师一起出去寻找宝箱，同样也会收集一些材料。这几天叶流云倒是没触发什么新的技能，算得看出来了，触发技能这种事情越到后面就越是可遇而不可求，根本没办法保证一定能触发出新的技能。至于材料，升级5级钢铁堡垒所需的材料500个单位的铁块，叶流云已经收集的差不多了。土晶石也就是这10个单位的黑铁石，真的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啊！忍不住挠了挠头，甚至说到目前为止，叶流云都没听到任何有关于黑铁石的消息，这就很无奈了。算了，慢慢找，总是会找到的。好在叶流云的心态足够好，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而纠结那么多。这天，叶流云如同往常一样在树林里面寻找着。至于文师，当然是去其他的地方寻找了，除非是叶流云呼唤，不然文师估计会满森林的乱跑。果子，就在这时，叶流云一抬头，忽然发现头顶的树上有一片红色的果子，不知道是什么品种。虽说之前从武峰那里得到的苹果树，如今已经生根发芽，并且长出了果实，但对于这个位置世界里面的水果，叶流云还是很好奇的。尝尝！叶流云几个助跑，直接凭借低空飞行的能力飞了起来，随后踩着树干来到了树枝上面。不得不说，在森林里面使用低空飞行，感觉就好像武侠小说里面那种飞檐走壁的轻功一样。就近摘下了一颗红色的果子，叶流云连鉴定都没有鉴定，直接尝了起来。还不错啊，这味道感觉酸酸甜甜的，很不错了。而就在这时，经验值+1，好家伙，总算是触发新的技能了呀！只不过当叶流云打开技能一栏的时候，有点愣神了。毒抗 LV1， 毒抗，卧槽，这红果有毒！叶流云当即鉴定了一下，目标红果，效果口感酸甜，带有微量毒素，可以麻痹全身肌肉神经。麻痹全身肌肉神经，叶流云攥了攥拳头，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就知道，不管是超恢复的能力，还是超高的四维属性，免疫这样的毒素轻轻松松。之所以连鉴定都不鉴定就直接吃，叶流云自然是有底气的。就像现在这样，哪怕是有毒也影响不到叶流云。咔滋咔滋，继续吃了起来，一边吃还可以一边刷经验。这么看起来，这个技能是真的很不错啊。很快，技能升级，毒抗 LV1， 毒抗 LV2， 体质+1，精神+1，可以同时提升体质和精神吗？还算不错。而且这个技能如果满意的话，触发的能力应该和免疫毒素有关吧。想到这里，叶流云没有停留，而是将树上的红果全部都摘了下来，准备带回去慢慢吃。八格牙鹿，你想往哪里跑？刚从树上跳下来，敏锐的五感就让叶流云依稀听到了一些声音。这个声音奇怪的挑了挑眉，这不就是之前被自己偷走升级石屋所需材料的那个樱花怨种吗？好家伙，这要巧的！叶流云没有多想，身影几个跳跃，快速的向声源方向接近。我就算死，你也休想得逞！半跪在地，用一杆红缨长枪支撑着身体的游舒兰，目光坚定地看着眼前的三代川正人，自己的身后还别着一把匕首。如果不能杀死对方的话，游舒兰已经准备好自尽了。就算是死，游舒兰也绝对不会让这个家伙得逞的。优西，此时的三代川正人拿着的是一把长弓，看得出这么多天三代川正人也更新了一波装备。看着眼前的游舒兰，三代川正人只感觉很幸运，没想到只是出来找找宝箱，看能不能得到什么好东西，却让自己遇到了这样的美人，简直就是天照大神对自己的恩赐啊！你放心，看着眼前目光坚定的游舒兰，三代川正人的笑容更加的肆意了。你就算是死了，我也可以趁热。来到这个世界，
都已经这么久了，早就已经憋得很难受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哪还管死的活的？更何况还是这样的美人，死的自己也愿意啊！无耻！尤淑兰目光愤然，攥着红缨枪的手背上都不由得绷起了几道青筋。如果不是自己太久没吃饭了，过于虚弱，怎么可能会陷入如今这副境地？游戏，花姑娘！一片草丛中，叶流云已经将这一幕尽收于眼底了。如果身份反转，叶流云估计不会多管这种闲事，但没办法，谁让你是樱花的小八大呢？拿起身上的风之弓，拉弓搭箭，这就属于血脉觉醒。第35章，好家伙，有点超标了呀！这种刻在骨子里面的仇恨，可不是说说就能理解的。要见血了吗？第一次要对人类动手。叶流云微微调整了一下呼吸，呼，缓缓闭上了眼睛。下一秒再度睁开，眼神中的犹豫直接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唯有坚定。早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没必要犹犹豫豫。唰，剑矢骤然飞出。游戏，此时的三代川正人开始一脸肆意的笑容，向着尤淑兰接近。而尤淑兰也是一只手悄悄地抓住了藏在身后的匕首，已经做好准备，哪怕是同归于尽，自己也绝不能坐以待毙。也就在这时，唰，只感觉眼前一花，根本看不见是什么东西，犹如一道银光骤然从眼前飞过一般。三代川正人的脚步忽然顿住了，摸了摸自己的手臂，看着手上的血，三代川正人一脸的茫然。我这是……别说知道是谁动手的了，三代川正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什么时候死的。上一秒茫然，可很快就倒在了地上，彻底失去了生机。这是箭矢！尤淑兰反应过来了，反而箭矢飞出去的方向，几棵大树全部都被贯穿了。这是人类能够展现出来的力量？怪物吗？在想到怪物这两个字的时候，尤淑兰忽然意识到了什么，转过头看向了另一边的树林，试探般的呼唤了一声：叶流云。树林内，叶流云原本是准备直接离开的，即便这个尤淑兰看起来很漂亮，眉宇间充满了英气，但这样一个世界，贸然接近一个陌生的女人，肯定会很麻烦。为了避免这样的麻烦，不如一开始就不接近。只不过，对方直接叫出了自己的名字，这就让叶流云有些疑惑了。从一片树林中走出，看着此时半跪在地上的尤淑兰，叶流云有些奇怪：“你认识我？”呼，看着手持长弓的叶流云，尤淑兰反而安心了许多，比自己想象的年轻啊。原本还以为这个叶流云会是一个上了年纪并且经验老道的猎户，但现在看来，年纪好像并不一定比自己大。最重要的，长得也不错。都说男人好色，可好色这种事情是相互的，女人同样也好这个。我叫尤淑兰。是你啊，尤淑兰，不就是和自己有过交易的那个人吗？没想到这么漂亮。不过，你怎么知道是我的？他们应该没见过才对吧？我猜的。尤淑兰倒是大大方方的说出了自己的猜测。这个地区里面能有这种怪物一般的剑术，除了是能够成功狩猎怪物的叶流云之外，也没有其他人了吧？直接把大树都给贯穿的剑士，简直离谱啊！那三代川正人死得不冤。原本尤淑兰还好奇过叶流云是如何狩猎那些黑夜中的怪物，但现在看来倒是不需要好奇了。很聪明，将风之弓重新背在了身上。虽然听起来好像只是简单的猜测，但能够联想到这些，已经足够证明这个尤淑兰的智慧了。尤淑兰还想说些什么呢？可下一秒，一道女生的声音忽然从不远处传了出来：“舒兰，我来救你了！”哈哈，给我放开舒兰啊！随后就看到一个身材比例严重超标的女生，那拿着一个铁棍，一边喊一边冲了过来。死！饶是叶流云，穿越前看过不少短视频，见识过不少网红美女，这一刻也不由得惊叹了。好家伙，总算是明白童颜剧，嘿嘿。那什么，并不只存在于小说里面，现实中是真有啊。和尤淑兰这充满英气的美不一样，这个女人身材很夸张啊。啪嗒，只不过这刚跑出来没几步，忽然脚崴了一下，摔倒在了地上。好痛，怎么感觉有点傻呢？叶流云没有说话，而谭芊芊也是立马抬起头看了过来。舒兰，我来。刚想说舒兰，我来救你了，可是眼前的情况就让谭芊芊有些愣住了。原本追杀他们的人，如今已经倒在了地上，而尤淑兰边上也多出了一个没见过的男生。血！指着三代川正人身下的血，谭芊芊有些害怕。不用怕，相比较而言，尤淑兰的适应速度要更快一些。
我不是让你跑了吗？实际上，刚刚的3代川正人是同时追杀自己和谭芊芊，而尤淑兰为了保护谭芊芊，就掩护谭芊芊跑走，自己则是去引开了3代川正人。让尤淑兰没想到的是，这个谭芊芊居然又跑了回来。如果不是叶流云的出现，那岂不是说尤淑兰多少是有点神经大条的，这注意力立马就被转移了。我有点担心你。说着，谭芊芊忍不住低下了头，终究是为了自己。尤淑兰即便想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这次就算了。嘻嘻，见尤淑兰没有继续训斥自己，谭芊芊开心的一笑，立马凑到了尤淑兰的身边。我来帮你处理一下伤势吧。刚刚因为逃跑的原因，尤淑兰的身上出现了大大小小好几个擦伤。谭芊芊拿出了之前得到的医疗箱，熟练的为尤淑兰杀毒包扎。看到这一幕，叶流云稍稍意外了一下。会医术吗？虽然叶流云有超恢复的能力在，可对于普通人来说，在野外生存，身边能有一个医生在，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好了，看得出谭芊芊包扎的水平还是很不错的。谢谢。没关系啦。谭芊芊笑着摆了摆手，如果不是尤淑兰，自己说不定早就死了，根本不用道谢。那个，躲在尤淑兰的身后，谭芊芊忍不住看向了叶流云。就算再神经大条，谭芊芊也能意识到，那个追杀他们的3代川正人，必然就是眼前这个人杀的了。这是叶流云，你应该也知道的。叶流云，第36章，还真是武术世家。从尤淑兰这里，谭芊芊自然也知道了叶流云的存在，目前这个地区最强的人类啊。你好，你好，我叫谭芊芊。你好。叶流云同样招呼了一声。你们好像很饿。目光在尤淑兰和谭芊芊的身上打量了一下，咕。而这个时候，谭芊芊的肚子也是很配合的叫了起来，目光可怜兮兮的看向了叶流云。没有废话，叶流云扔出了2块面包，还有2瓶水。这玩意都是叶流云之前从宝箱里面收集到的，反正自己也不吃，与其丢掉，还不如给出去呢。谢谢，谢谢。接过面包的谭芊芊眼睛都亮了，连连感谢。你真是一个好人。好家伙，这就被发好人卡了吗？淑兰。而谭芊芊也是快速的将1块面包递给了尤淑兰。犹豫了片刻，尤淑兰还是接了过来，郑重其事的对着叶流云说道：谢谢。没什么，总不可能让我眼睁睁的看着美女挨饿吧。总感觉这实力强大了，说话都肆无忌惮了。这样类似于调戏的话，穿越前叶流云肯定是说不出来的。嘻嘻，犹如小仓鼠一般吃着手中的面包，谭芊芊开心的笑了起来，夸赞自己是美女爱，当然很开心了。而尤淑兰也有些不好意思，微微低下了头。明明同样夸赞的话，自己听不少人也说过，倒没在意过，为什么今天就不一样了呢？只能说，夸赞这样的事情也是要分人的。同样的一句话，帅哥和丑鬼来说，带给女生的影响自然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尤淑兰这种内心要强，并且还是习武之人来说，叶流云这一身强大的实力，比什么钱啊、颜值啊什么更加重要千倍、万倍。尤淑兰手里的红缨枪可不是摆设，这是货真价实练过很多年的。一边吃着，尤淑兰一边看向了叶流云，目光犹豫，想要说什么，可又感觉不好意思，不知道该怎么说。看出了这一点的叶流云，明显意识到了什么，一声沈笑，直接说道：如果2位没什么事情，我就先走了。说完，叶流云就打算直接离开了。看到这一幕，尤淑兰有些着急了，可话到嘴边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求助别人这样的事情，不管是穿越前还是穿越到这个世界后，尤淑兰都是第一次去做。叶流云倒是看出了这个尤淑兰的犹豫，只不过自己虽然说过想找几个美女陪着自己，但并不代表自己就要上杆子的去舔。我特么的没开外挂的时候是舔狗，开了外挂还是舔狗，那这外挂开的不特么白开了吗？相比较而言，谭芊芊显然就没有顾忌那么多了，连忙说道：叶大哥，有些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啊。目光乞求的看了过来，我和淑兰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叶大哥你收留我们吧。一旁的尤淑兰在看到这样的谭芊芊后也没说什么，反而安心了许多。如果不是谭芊芊的话，这样的话自己真不知道该如何说出来。收留你们，那对我有什么好处吗？倒是没有直接答应。我会一点医术，我以前是一名校医。穿越前，谭芊芊是一所学校的校医，难怪处理伤势起来会这么熟练。学校里面跌跌撞撞都是常有的事情，处理的多了，不就熟练了吗？还有呢，
医术这样的能力，对其他人来说很不错，可对于拥有超恢复能力的叶流云来说，一般般吧。谭芊芊在想自己还有什么其他的作用。不会吧？除此之外，自己就什么都不会了。意识到这个之后，谭芊芊立马接着说道：“我可以给你洗脚按摩，我可以。”芊芊，一旁的尤淑兰有些忍不住了：“你这话说的不是丫鬟了吗？对了，淑兰姐很厉害的，淑兰姐会武术。”注意到尤淑兰的谭芊芊立马介绍起了尤淑兰。武术？叶流云顺势看向了尤淑兰，是自己想象中的那种武术吗？注意到叶流云的目光，尤淑兰没由来的有些紧张，感觉就好像是很多求职者在面试时会出现的心情一样。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家里有一套流传下来的枪法，虽然不知道名字，但是我练了很久，也就是现在没什么力气。不然尤淑兰都想在叶流云面前展示一下了。还真会啊，流传下来的枪法，难道是什么古武术？不过对于有了外挂的自己来说，倒也不是很在意，最多就是好奇一下而已。我不是什么花瓶啊。见叶流云沉默，还以为是不相信，又或者是觉得他们是拖油瓶之类的。尤淑兰目光认真的看了过来。如果你想，我可以和你签订契约。契约？什么契约？听到这话，叶流云倒是愣神了一下。契约？这是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吗？同样的，面对叶流云的疑惑，尤淑兰也有些奇怪了，随后解释了起来。首先，庇护所是唯一的，每一个进入到这个世界的人类都会获得一个庇护所，不管这个庇护所如何，都是属于原主人的。而其他的人类在进入到别人的庇护所之后，庇护所的主人都可以设定一个契约，让进入者签署。简单来说，在签署了这个契约后，所有进入庇护所的人都要完全听从庇护所主人的命令，就类似于一个主仆契约吧。而且签订这种契约后，是真的让你做什么就只能做什么。还有这种东西的？好家伙，叶流云是真不知道，世界聊天里面也没人提过啊。难怪了，为什么世界聊天里面发出来的消息基本上都是让别人来自己的庇护所？看起来大家是都有算计啊。这种契约并不是强制性的，也是可以拒绝的。一旁的尤淑兰解释了一句。第37章，本以为已经高看了，没想到还是小看了。就像是赵虎，最开始因为自身力量不足，就没提过契约的事情。毕竟赵虎很清楚，贸然让对方签订这样的契约，只会引来反噬。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实力和势力都越来越强了，才会让人开始签订这种契约。所以你们是因为拒绝签订这样的契约，才会变成这副样子的，不然也不好解释尤淑兰眼下会如此狼狈。以之前私聊的经历，叶流云很清楚，这个尤淑兰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再加上现在又有家传武术，实力不差，不可能会忽然落寞下来。没错，尤淑兰倒是没有隐瞒，思索了一番后，还是将有关于自己的事情说了出来。我们遇到赵虎的人。赵虎就是那个世界聊天上编号0006的家伙。被这么一提醒，叶流云想起来了，毕竟是跟在自己之后第二个升级木屋还有石屋的人。不再出言，安静地听着尤淑兰的描述。实际上也不算是有多复杂的事情，算是正常自然界的优胜劣汰了。除去最开始大家来到这个未知的世界是茫然的，是失措的，而如今剩余的人已经逐渐适应下来了。不管是抱团也好，还是当个孤狼，能存活到现在的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在满足了生存的基本条件后，大家想的自然就是向着周围开始探索了。赵虎那边就是如此，白天的时候就会让人向着周围开始探索，寻找宝箱的同时也是在寻找有没有其他的幸存者。而由舒兰和谭芊芊的庇护所距离赵虎他们并没有多远，最后还是被找到了，所以他们想让你签订这个契约。虽然没有明说出来，但我能感觉到他们不怀好意。想想也是，别的不谈，就由舒兰和谭芊芊的容貌，哪怕是在穿越前都是极为漂亮的那一类，忽然看到这样的美女，不心动就怪了。可惜他们人类多了。说到这里，尤舒兰有些不甘心，如果不是那些人数量太多，自己也不知道连庇护所都舍弃，直接选择带着谭芊芊一起开始了逃跑之旅。原来如此，简单来说就是谈崩了呗。尤舒兰骨子里面就要强，赵虎那样的人虽然算得上是枭雄，但却不能让尤舒兰服气。那你就不怕和我签订契约，我让你们做一些很不好的事情？说着，目光在尤舒兰和谭芊芊的身上打量了片刻。要说没点意思，那是不可能的。叶流云毕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如果你真的要做什么，即便没有这个契约，我也不觉得能反抗得了。
尤淑兰说得很直白，叶流云的武力值在这里，就算自己反抗了，又有什么用吗？哈哈，你倒是很直接。这话倒是让叶流云笑了起来。既然如此，那就跟上吧。如果之后会出现什么问题，到时候再丢弃，叶流云也不觉得自己会心软。太好了，得到了叶流云的同意，开心的谭芊芊直接就跳了起来。谢谢。而尤淑兰也是顺势松了一口气，天知道这段时间自己和谭芊芊是如何生存下来的。白天的时候还好，尤其是夜晚，怪物一出来，没有庇护所的情况下，能活到现在已经算是奇迹了。叶流云没有说话，顺势看了一眼三代川正人的位置。或许自己天生就是这种凉薄的人吧。本以为多多少少会有些不适应，或者说恶心、反胃的感觉，可实际上真见血了，这些情绪一个都没出现。内心之中除了平静以外，还是平静，仿佛只是做了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情一般。呵，自嘲般的笑了一声。随后，阿文，叶流云的呼唤声在一片树林中响起。尤淑兰和谭芊芊同时疑惑地看了过来。阿文？难道说这个叶流云其实也是有伙伴的吗？就在这疑惑的时候，下一秒，吼！犹如平地一声惊雷，狮吼声轰然在树林内传来。不管是尤淑兰还是谭芊芊，都明显被吓了一跳。下一刻，那是只见一道暗金色的身影快速地从树林里面冲了出来。怪物？怎么可能？尤淑兰瞪圆着眼眸，显得难以置信。属于黑夜中的怪物，怎么可能会在白天出现？来不及惊呼，下一秒，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原本尤淑兰还以为这个体型夸张、全身暗金色毛发的狮子会直接对他们攻击呢，但情况却是，冲过来的文狮直接在叶流云的面前停了下来，犹如听话的宠物一般，蹭了蹭叶流云的衣角。这是阿文，算是我的伙伴。简单介绍了一句后，叶流云直接跳到了文狮的后背上。好家伙，我他妈直接好家伙！尤淑兰感觉自己已经很高看叶流云了，但没想到还是嘀咕了呀。能收服这种程度的怪物，可不简简单单是实力的问题了。总的来说，在自然界，你想要那些恐怖的怪物服你，起码也要先把对方打服再说。好帅！倒是谭芊芊也不知道这神经大条是天生的还是怎么样，在害怕过后直接惊喜了起来，大胆地凑到了文狮的脚边。淑兰，你快看，这头狮子好帅啊！好，文狮打了一个鼻息，看着脚边的谭芊芊有些嫌弃。好弱，确实很帅。尤淑兰呆呆地点了点头，也不知道是在说文狮呢，还是在说叶流云呢。叶大哥，这个时候，谭芊芊目光期待地看向了叶流云。我能坐一坐吗？胆子很大啊。不过，好，显然是听懂了谭芊芊的声音，文狮直接低吼了一声。看起来阿文不是很喜欢你啊。对于阿文的反应，叶流云耸了耸肩，倒是很随意地说了一句：“还是等接触久了的吧。”好吧，谭芊芊有些失落，但还是期待着以后坐在文狮身上时候的画面。第38章，百毒不侵，水晶石。对了，这个时候，好似想到了什么一般，尤淑兰忽然从身上拿出了一块水蓝色的石头，扔给了叶流云。这是顺势接过石头的叶流云，目光有些意外。鉴定物品：水晶石，效果寄宿着水流力量的晶石。水晶石和火晶石、风晶石还有土晶石一样好，都属于是特殊材料的一种啊。但是你怎么得到的？一直开宝箱的时候找到的。尤淑兰倒是没有隐瞒。你之前不是说需要这种晶石吗？本来想和你交易的，本来到就遇到了赵虎那群人，其他东西都在庇护所里，估计已经被拿走了，就这个水晶石我一直带在身上。尤淑兰倒是没忘记叶流云之前在世界聊天的时候说过需要这种晶石，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但既然是你需要的，那就给你吧。至于交易，尤淑兰也没提，那我就收下了。看到这样的尤淑兰，叶流云倒是没有矫情，直接将水晶石收了起来。所以这种晶石有什么用吗？还是很好奇啊。等以后你就知道了，等之后使用的时候早晚能看到的。行吧，又来这套，尤淑兰也没多问，反正等叶流云使用，自己早晚能看到。路上，叶流云坐在文狮后背上，谭芊芊和尤淑兰只是跟在后面，因为吃了一些叶流云给的面包和水，倒是恢复了一些体力。咔嚓，路上叶流云时不时会拿出一枚红果，一边吃着，随后将果核扔到了一边。叶流云注意到正背着一副长弓的谭芊芊正一脸眼馋地看着自己。想吃吗？
如同小鸡啄米般的点了点头。叶流云也不在意，随手从生存守则的仓库里拿出了之前放置的几个苹果。给你苹果吧，这个红果你们不能吃。接过苹果的谭芊芊一脸的感激，分给了边上的尤淑兰。至于谭芊芊身上的长弓，自然是之前那个3代川正人的。人虽然那没了，但这个装备还是要捡着的，也算是打怪爆装备了。好甜！谭芊芊只感觉自己从没吃过这么甜的苹果。叶大哥，你那个红果是什么？一边吃着，谭芊芊一边好奇地看着叶流云，感觉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水果叫这个名字啊！这玩意你们不能吃，有毒的。有毒？听到这话，谭芊芊和尤淑兰同时愣了一下，倒不是不相信叶流云，只是你这一边说着有毒，然后又一个接着一个的下毒，很让人迷惑呀。那叶大哥，你这是？我提前适应一下，等适应了这种毒，以后就不怕了。还能这样的？谭芊芊一脸懵懂的表情。我是学医的，你可不能忽悠我啊。芊芊，有时候人和人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担心谭芊芊是傻乎乎去尝试一下，尤淑兰无奈的提醒了一句。在尤淑兰看来，利用这种方法免疫毒素不是怪物是什么？经验值+1，经验值+1。叶流云可不管两女怎么想，反正自己吃得很开心，酸酸甜甜的口味，再加上不断传来的系统提示音，叶流云很是满意。技能升级，毒抗 LV4， 毒抗 LV Max， 体质+1，精神+1。因为带着两女的原因，叶流云速度并不快，也无所谓了，反正也没什么事做，刷刷经验好了。等快要回来的时候，毒抗的技能也是顺利达到了满级，触发能力百毒不侵。果然，毒抗技能在达到满级后，触发的能力和免疫毒素有关。百毒不侵的能力可以让叶流云以后再也不用惧怕任何的毒素了。很不错，叶流云满意的笑了起来。原本还担心会不会不小心中招了什么不知名的毒素，但有百毒不侵在，就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了。到了，伴随着叶流云翻身跳下了文尸，身后的谭芊芊和尤淑兰也是跟着停了下来。这就是叶大哥的庇护所吗？从外面看是一排高大的石墙，完全看不清里面的里面。进来吧。叶流云顺势打开了铁门，走了进去。尤淑兰和谭芊芊也是一起跟了上来。死！进来的一瞬间，两女齐刷刷的倒吸了一下冷气。文师懂事的回到了自己的宠物栅栏里面，边上还有菜园、种植的水果，还有高大的苹果树。围墙周围是一排排的投石车，这肃然的造型看起来就是满满的安全感啊！叶大哥，这就是你的庇护所吗？谭芊芊不知何时直接凑到了叶流云的边上，抱着叶流云的手臂，目光惊叹的看着周围。有这样的庇护所，即便不出去寻找宝箱，也绝对不用因为任何事情发愁吧，完全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了。叶流云倒是没有回答，而是看着被抱住的手臂，陷进去了呀。不得不说，谭芊芊这样的身材比例多多少少是有些夸张的。嗨嗨，察觉到什么的尤淑兰当即凑了过来，拉开了谭芊芊。芊芊，别添麻烦了。尤淑兰认为谭芊芊这应该是自己都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对的吧。嘿嘿，被拉开的谭芊芊只是憨憨的笑着，也没说什么。先进屋吧。叶流云也没在意，带着尤淑兰和谭芊芊已经进入了石屋。果然，在进入石屋的一瞬间，不管是叶流云还是谭芊芊和尤淑兰放在身上的生存守则都震动了起来。叶流云将其打开，第一页的内容出现了变化，检测到编号9890分和编号3301分进入你的庇护所，是否与其签订契约？编号9890是尤淑兰，这个3301应该就是谭芊芊了。还真有契约这种东西啊，只有到了庇护所里面才会触发吗？叶流云看了看签约的内容，简单来说，在庇护所里，庇护所主人的命令就是绝对的，让你做什么就只能做什么。同一时间，谭芊芊和尤淑兰也打开了各自的生存守则，同样出现了这样的提升，检测到你进入编号0071的庇护所，是否愿意与其签订契约？第39章安于现状？那必不可能。叶流云这边还没说什么呢，看到这个提示的尤淑兰和谭芊芊却同时笑了起来，同时做出了选择，同意。叶流云顺势看了过来，随后就看到自己的生存守则发生了变化。第二页的人物面板上多出了2个契约者，正是尤淑兰和谭芊芊。眼下的叶流云也能感觉到自己仿佛能够直接命令两女做任何的事情。没错，是任何事情。你们是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啊？我还没说呢，你们自己倒是同意了。
嘻嘻。谭芊芊开心的一笑，再度凑到了叶流云的边上。舒兰不是说了吗？如果叶大哥想对人家做什么，有没有这个契约都一样了。更何况，谭芊芊可没说自己就没有那方面的想法了。哈！叶流云只是一声沈笑，也没说什么。而这个时候，尤舒兰和谭芊芊才看起了叶流云这里石屋里面的情况。哇，感觉和穿越前的住所一模一样了，还有电器。看着周围众多的电器，谭芊芊忍不住惊呼了起来。我可以带着舒兰姐在这里参观一下吗？请便。耸了耸肩，叶流云没有拒绝。趁着这个时候，叶流云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拿出了自己的生存守则，编号0770，合作呀！我已经把我的位置告诉给大家了，谁要合作，赶快过来。编号9994，咱们两个庇护所距离得近，不过我这2天脚受伤了，还是你来我这里吧。编号0770，没关系，等你恢复的，正好我这2天要收集一些材料。编号4655，有谁距离我这里近吗？可以来我这里。还是一如既往的充满了合作的言论。如果是以前，对于这些内容，叶流云只是看看，也不会当回事。而现在，果然大家都充满了算计啊！这些人之所以非要让别人前往自己的庇护所，肯定是知晓契约的存在，都是算计。微微摇了摇头，叶流云也不在意，顺势合上了生存守则，拿出了之前从尤舒兰那里得到的水晶石，算是意外之喜了。土晶石需要用来升级5级钢铁堡垒，但这个水晶石倒是可以用来融合装备，就是不知道能融合什么样的装备，需要思索一番了。舒兰姐，你看叶大哥这里的卫生间还有淋浴呢，连浴缸都有。看着卫生间里面的浴缸，谭芊芊忍不住惊呼了起来。到底是女生，没几个是不爱干净的，这么多天没洗澡，多多少少是有点不自在了。看到这么先进的淋浴，自然会感觉到惊讶。叶大哥好厉害吧，能把庇护所改进成这样，目前也就只有叶流云了吧。确实很厉害。尤舒兰顺势点了点头，这个男人仅仅是厉害，也很优秀啊。嘿嘿。回过神来的尤舒兰忽然意识到，一旁的谭芊芊已经把身上的衣服换了下来。不得不说，即便同为女生，容貌都很漂亮，但尤舒兰也会有些羡慕谭芊芊的身材，太夸张了吧？你这是？尤舒兰还有些疑惑呢。谭芊芊倒是很直接的说道：当然是洗澡啦，这么多天没洗澡，舒兰姐你不难受吗？好吧，难受是难受，但也不至于这么快就洗吧。舒兰姐要一起吗？算了，我先下楼了。尤舒兰摇了摇头，就算要洗澡也没必要现在去，更何况尤舒兰还有很多话想和叶流云说呢。好吧。对此，谭芊芊也没说什么，直接走进了卫生间。不知道为什么，尤舒兰总感觉这谭芊芊好像有些不一样了，微微摇了摇头，或许是自己想多了吧。为其关上门后，尤舒兰就下楼了。谭芊芊呢，正拿着水晶石思索要和什么装备融合的叶流云，再看到就只有尤舒兰一个人下楼，也是疑惑的看了过来。芊芊她有些不舒服，在洗澡。这样啊，洗澡。叶流云也没说什么，顺势收起了水晶石，以后慢慢想也行，不着急。对了，尤舒兰没有一直沉默下来，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吗？如今自己已经住进了叶流云的庇护所，还签订了契约，以后的事情自然是以叶流云为主，总要知道叶流云对未来的一些安排。打算？倒是没想到尤舒兰会这么问。继续向着周围探索，或许也可以掠夺资源。现在看来，掠夺别人的资源可能是最快提升自己的方法了。总要先确定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吧。目前为止，叶流云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这样啊。听到叶流云这么说，尤舒兰不仅没觉得什么，反而安心了许多。怎么了？没有，我只是以为你会想着休息休息，安于现状什么的。毕竟尤舒兰也清楚，叶流云这里的庇护所很先进，可以说什么都不缺了，哪怕是不出去，自给自足也能一直生存下去。可是尤舒兰更加明白，在这么一个未知的世界里面，贸然的安于现状绝对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哈哈，还以为是什么呢？叶流云顺势笑了笑，到该休息的时候会有大把的时间去休息的。早在之前，叶流云就坚定了自己的道路，绝对不能停滞不前。听懂了叶流云的意思，尤舒兰美丽的脸上也多出了一份笑容，拿起了自己的红缨长枪，认真的对着叶流云说道：那么为了未来，我也不会停滞不前的，有什么重活累活都可以交给我。你倒是很特别。在叶流云了解中，大多数的女生面对眼下这种情况，
更多的都会想着安于现状吧。能够安全的活着，谁会想那些其他的事情呢？那刘宇，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女人？将长枪放在一边，尤淑兰顺势看了过来。不管是穿越前还是穿越后，眼前这个男人都是自己遇到过的唯一一个让自己心动的男人。第40章，这就是我选择的生存之道。看法吗？很漂亮。叶流云顺势打量了一下尤淑兰，确实很漂亮，而且看起来就英气不凡，仿佛古代的女将军一般。我可不仅仅只是漂亮。尤淑兰有些不服气，自己才不是什么只能用来观赏的花瓶呢。那我很期待淑兰你的表现哦。带着笑容看着眼前的尤淑兰，感觉气氛都不一样了。注视着叶流云的眼神，尤淑兰只感觉自己是更加的心动了。只不过，叶大哥。就在这时，楼上的卫生间内传来了谭芊芊的呼唤声，打断了这样的气氛。嗨嗨！尤淑兰忍不住清了清嗓子，小脸微红，错开了视线，都有点不敢看眼前的叶流云了。对于尤淑兰这样的表现，叶流云会心的一笑，回应起了谭芊芊的呼唤。怎么了吗？楼上的卫生间里面，谭芊芊大声的说道。卫生间的水好像出问题了，忽然停了。水出问题了？不可能啊，之前自己洗了那么多次，也没出什么问题。你把水源关上再重新打开来试试。人家试过了，叶大哥，要不你就上来看看嘛，人家现在都没有衣服。说到最后，这语气都有些撒娇的意味了。叶流云又不傻，一开始没反应过来，但听到这，多多少少也能够意识到了，这谭芊芊明显就是故意的吧。没有衣服。叶流云挑了挑眉，看向了眼前的尤淑兰。还是我去吧。显然尤淑兰同样也意识到了什么，眼神歉意的看了一眼叶流云，随后连忙跑上了楼。蛮有意思的，感觉庇护所多了这2个女生，生活都变得有意思了。谭芊芊，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2楼的卫生间外，谭芊芊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了门。看着眼前的谭芊芊，尤淑兰还想说些什么呢，但叶大哥没来吗？原本还是一脸可怜兮兮乞求的表情，在看到叶流云没来后，表情瞬间就收了起来。你这是？尤淑兰还有些发愣呢，就看到谭芊芊动作自然地打开了水源开关，哗啦啦，水流顺势而落。你不是说水出现了问题吗？这不管怎么看都不像是出现问题了吧？你怎么？尤淑兰不知道该如何形容眼前的谭芊芊了。明明之前和自己相处的时候不是蛮天然呆的吗？可现在呢，哪有半分天然呆的样子了，妥妥的心机女啊。是想说我查吗？谭芊芊是有些神经大条，但也不是真的什么都不懂。看尤淑兰的表情就知道对方在想些什么了。尤淑兰没有否认，也没有解释，而是定定地看着眼前的谭芊芊，仿佛对方今天如果不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自己就不走了。淑兰姐，谭芊芊很清楚自己现在是在做什么。我不像你，我没有你那么优秀，也没有你那么坚强，我很普通的。一直以来，谭芊芊都很清楚自己很弱小，在这样一个危险的世界，如果不依附别人，自己根本没办法生存下去。可你不是会医术吗？我要真有很厉害的医术，也不至于只是做校医了。谭芊芊自嘲地笑了。那么多好的医院，福利待遇都很好，难道是自己不想去吗？还不是应聘不上去。自己最多能看的头疼感冒，普通的擦伤扭伤，再严重的自己就处理不了了。淑兰姐，我很谢谢你。这一刻，谭芊芊表现得很认真，这话说的也是真心实意的。如果不是你，我现在要么是死了，要么或许这就变成什么金丝雀了吧，甚至更惨。当初自己因为庇护所被毁跑了出来，如果不是碰巧遇到了谭芊芊，恐怕自己早就死了。又或者是碰到什么别有用心的男人，那自己的下场根本就不用想的。所以一直以来，谭芊芊都很感激尤淑兰，你也给我带来了很多帮助。看着这样的谭芊芊，尤淑兰感觉自己的气氛也消除了很多，起码对方说的很直白，没有敷衍自己，而且对方以前也没有给自己拖后腿。所以你想依靠叶流云？显然尤淑兰已经看出了谭芊芊的想法。泡在浴缸里的谭芊芊顺势点了点头。没办法，我就是这么的脆弱，不像淑兰姐你什么都能做到。相处的这段时间，谭芊芊是真心觉得尤淑兰很厉害，一个女生却做得比很多男生都要厉害。而且你不觉得叶大哥真的很优秀吗？如果这辈子一定要有一个男人的话，我只希望会是叶大哥。没办法说什么啊，可能这就是谭芊芊选择的生存之道吧，依附于他人。最关键的是，尤淑兰也没办法否认，叶流云确实很厉害，比自己见过的任何人都厉害。如果这是你选择的，我尊重你。谢谢。能得到尤淑兰的认同，谭芊芊很开心。
我今天晚上就会去找叶大哥。好家伙，你怎么着急的？舒兰姐，你要一起吗？你说什么？这话一出，让原本心情复杂的尤舒兰都有些混乱了。不是，是我听错了吗？我就是觉得世界不一样了，叶大哥那样的，我一个人不可能留住的。别看尤舒兰好像神经大条，呆萌呆萌的，但是这一刻却显得很理智。要拒绝吗？原本尤舒兰以为自己应该会很愤怒，然后言辞拒绝，可现实却是，好像，大概，或许，这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啊。等等，我到底在想些什么呀？舒兰姐，看着这样的尤舒兰，谭芊芊疑惑了。没什么。尤舒兰连忙摇了摇头。你让我想想吧。倒是没有直接拒绝，在说了一声后，便直接离开了卫生间。奇怪的看着尤舒兰的背影，谭芊芊倒是没有呼唤了。想到自己的决定，谭芊芊双手握拳，正在为自己打气。谭芊芊，你行的，你一定能够做到。第41章，这也能触发技能？怎么了？注意到重新下楼的尤舒兰脸色明显有些不好，仿佛是在思索着什么一样。叶流云目光奇怪地看了过来，我倒是很想说一下，但是用什么样的理由呢？而且自己又以什么样的身份去说呢？没什么。有些欲言又止，但尤舒兰还是摇了摇头，奇怪怪的。不过尤舒兰没有说，叶流云同样也没有刨根问底的去质问。夜晚虽然多了2个人，但叶流云这2层石屋足够的宽敞，房间也多。楼上最大的房间里面，叶流云先是看了一会世界聊天，随后又想了几个能够触发技能的方法，正准备想着要不要试一试呢。而这时，叶大哥，房门外谭芊芊的声音忽然传了过来。没有多想的叶流云直接走了过去。你开门的一瞬间，叶流云有些身份，只披着毛毯的谭芊芊正怯生生地站在自己的面前。饶是叶流云感觉自己的心态已经足够波澜不惊了，可不免还是有些愣神。叶大哥来之前已经自我安慰了好一会，又是加油又是打气的，可到底是黄花大闺女，真到要发生的时候，该怂还是怂啊。所以你这是想好了？叶流云又不傻，也不是什么恋爱小说里面的感情白痴。谭芊芊在这个时间还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自己的房门外，是为了什么？怎么可能看不出来？我不是要做花瓶，也不是要做金丝雀，我就是……谭芊芊有心想要解释一下，但这说着说着，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慌的一批啊！先进来吧。看出了谭芊芊的慌乱，叶流云侧身让开了一个身位。首先，叶流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不仅取向正常，各方面其他情况同样也很正常。原本以为还需要花点时间，没想到自己就送上门来了。只能说，在这么一个未知的世界里面，真要是什么都不懂的傻白甜，天然呆，早就已经死了。叶大哥，我不用怕，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吧。俏生生的点了点头。不得不说，谭芊芊的童颜以及那什么，绝对是货真价实的。经验值+1，什么玩意？运动 LV1，好家伙，技能一栏多出来的新技能，让叶流云都愣了一下。这也算运动？不过仔细想想的话，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啊。怎么了吗？谭芊芊还以为叶流云是有什么地方对自己不满意呢，忽然就停了下来，语气中都带有了些哭音。回过神来的叶流云看着这样的谭芊芊，立马就收回了思绪。没什么，我继续。我技能升级，运动 LV1，运动 LV2，力量+1，速度+1，体质+1，精神+1。好家伙，这还是第一个触发的，能够一次提升全部4维属性数值的技能啊！一时间，叶流云都更加精神了。刷级，刷级。与此同时，房间选在楼下的尤舒兰依稀间还是听到了点什么。果然，虽然早就猜到了，但是在真正发生的时候，尤舒兰的内心还是没由来的有种酸涩的感觉。明明是遇到的第一个心动的男人，转过身子努力想让自己睡觉，可半天的时间，尤舒兰只感觉那声音越来越大了，根本睡不着啊。算了，练武，既然睡不着，那就别睡了。拿起自己的红缨长枪，直接走到了院子里面，开始舞动了起来。到底是练过的，手中的红缨长枪被尤舒兰舞动得虎虎生风，连着刷出了好几道枪花。好，院子的宠物栅栏内看着尤舒兰的动作，文师百无聊赖的打了一个哈欠，抬起头看了一眼后，便重新低下了头，一副无聊的样子。第二天，一直到天亮的时候，叶流云才醒。
不眠者的能力虽然让叶流云无需睡眠也可以保持精神状态，但无需睡眠和可不可以睡眠还是两回事的。累了那么多天，偶尔还是要休息一下的嘛。呼，一边从房间里面走出来，一边活动着身子。至于谭芊芊，估计不到晚上是起不来的。以叶流云如今的体质，得亏还是收着一些力的，不然就凭谭芊芊一个是真扛不住啊。叶流云只感觉自己的精神状态都好了不少。熟练度系统，宿主叶流云，力量45，普通人平均值为10，速度36，体质44，精神41，技能挥砍 LV Max， 锻炼 LV Max， 挨饿 LV Max， 射箭 LV Max， 熬夜 LV Max， 游泳 LV Max， 投掷 LV Max， 耐热 LV Max， 挨打 LV Max， 恢复 LV Max， 爬树 LV Max， 锄地 LV Max， 种植 LV Max， 驯养 LV Max， 骑术 LV Max， 跳跃 LV Max， 毒抗 LV Max， 运动 LV 4， 能力暴击、野兽感知、光合作用、鹰眼、不眠者、火免、标记、超回复、格挡、肌肉控制、快速生长、重击、生物亲和、心灵相通、低空飞行、百毒不侵。一晚上的时间，运动技能直接被叶流云刷到了4级。如果不是谭芊芊实在扛不住的话，叶流云都想直接刷到满级呢。而且叶流云如今的4维属性也就只有一个速度还没有突破40，其余的属性全部都已经达到了普通人4倍的程度，很不错。对于这样的进度，叶流云还是很满意的。醒了吗？等叶流云从楼上走下来的时候，就看到此时的尤淑兰已经把早餐准备好了。第42章，毫无头绪的黑铁石。醒得这么早吗？看到这样的尤淑兰，叶流云笑着走了下来，有点尴尬。怎么说呢？难道让自己直接说自己压根没怎么睡吗？来吃早餐吧。尤淑兰可不希望让叶流云知道自己听了墙根，立马转移了话题。好，不得不说，这有人准备早餐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更何况手艺不错啊，之前的文师带回来了不少的生活用品，其中也包括了做饭的一些装备。只不过这玩意虽然有，但叶流云没怎么用过。没想到尤淑兰这方面的手艺也很不错呀。以前我也独自生活过一段时间，本就是个独立要强的人。穿越前，尤淑兰就很少依靠家里人，独自一个人生活，会做饭也不奇怪。看到叶流云满意，尤淑兰不免有些轻松。没想到学过一段时间的厨艺，在这种地方倒是能够派上用场了。默契的没有询问谭芊芊的情况，而是直接说道：今天要做什么？正常寻找宝箱，生存守则提示过，每个月的月底有一天永记，怪物们会很兴奋。现在距离月底也没有多久了。当时新手保护期结束时，生存守则上面浮现出来的事情，叶流云可没有忘记。不管永记这一点会发生什么，但做好充足的准备，一定不会有错的。好，涉及到这种问题，尤淑兰抛去了那点杂念，认真的点了点头。要和我一起行动，还是分头行动？说着，叶流云看向了尤淑兰。分头行动吧。尤淑兰想了想，还是决定分头行动。虽然一起行动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在叶流云的身边，但分头行动寻找宝箱的效率明显会高一些。看得出尤淑兰确实是一个很理智、很独立的女人。好，叶流云也没有拒绝。解决了早餐之后，便带着文师一起出去了。白天的时间只有6个小时，还是很快的。叶流云依旧没找到什么，看着收获不少的文师和尤淑兰，叶流云神色自然。无他，纯粹就是习惯了。自己在找宝箱这方面确实是没有什么天赋。流云、舒兰，你们回来了。夜幕缓缓降临，此时的食物里面，谭芊芊已经准备好了晚饭。厨艺方面，谭芊芊有些比不上尤淑兰，不过简单的烤肉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吼吼，看到烤肉，文师就兴奋的不得了。哎，阿文喜欢吃这个吗？谭芊芊有些意外，显然是刚刚知道，这就是个吃货。叶流云随意的解释了一句，点了点头的谭芊芊将一块烤熟的肉放在了谭芊芊的面前，立马开动的文师看向谭芊芊的眼神都和善了许多，一副不错不错，老子认可你了的表情。果然，
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吃货呀！身体怎么样了？将风之弓放下后，叶流云看向了眼前的谭芊芊，毕竟是自己穿越后的第一个女人，自然是关心的。还可以，有些不好意思，但谭芊芊还是点了点头，说道：“简单的行走已经没什么问题了，就是如果小跑或者做其他的事情，还有点疼。”一边说着，一边走过来抱住了叶流云的一只手臂。“没事，慢慢恢复。说起来也是自己的问题啊。”谭芊芊笑着点了点头。对于现在这样的生活，谭芊芊很满意，也很开心。对于自己的选择，谭芊芊也不后悔。就是一旁的尤淑兰，在看到这一幕后，内心多少是有点五味杂陈的。果然，一步慢，步步慢啊！难不成真要像谭芊芊说的那样，一起？呸呸呸！自己到底在想些乱七八糟的呀？吃饭的时候，谭芊芊也是靠在叶流云的身边。为了不防自己多想，尤淑兰立马就想找个话题，不然一直沉默着也太尴尬了。起码尤淑兰是觉得尴尬。对了，流云，咱们这个建筑如果再想要升级的话，需要什么材料吗？既然已经认准了，那自然是要为了帮助叶流云而努力。眼下首先的就是提升建筑的等级吧。5级建筑名叫钢铁堡垒，倒是没有隐瞒什么。叶流云大大方方的将升级建筑所需要的材料说了出来。所需的材料，不管是500个单位的铁块，还是1枚土晶石，我都已经收集齐了。土晶石吗？所以那种名为晶石的特殊材料也有这种作用吗？不过尤淑兰显然也听出来了一些弦外之音。还需要其他的材料吗？既然都已经集齐了，那还不升级，肯定是需要其他的材料。还需要10个单位的黑铁石，只不过这种材料我目前还没有见过。黑铁石？尤淑兰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显然也是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材料。不过还是认认真真的对着叶流云说道：“我会帮忙一起寻找的。2个人一起寻找，终究是要比1个人的时候高效吧。我也会帮忙的。”听到这话，一旁的谭芊芊也是立马跟着说了一句。即便发生了关系，但谭芊芊也没打算做一个一直被养着的金丝雀，或者是中看不中用的花瓶。就算自己普普通通，但谭芊芊也希望能够帮着出一份力。放心吧，慢慢来，总会找到的。看着2女认真的样子，叶流云也不由得笑了起来。而就在这时，吼！院子内的文师忽然低吼了2声，这并不是正常的吼叫声，而是在戒备。同一时间，叶流云的野兽感知也传来了危险的预警。放下手中的食物，叶流云直接走到了院子里面。吼！看到叶流云后，文师直接跳了过来，站在叶流云的身侧，对着石墙外面吼叫。吼！流云！食物内的尤淑兰和谭芊芊在看到这一幕后，显然也意识到肯定是有什么危险要发生了，当即就想要帮忙。第43章特殊的怪物火焰兔来袭。别出来！看到这一幕，叶流云当即阻止了2女，并示意他们待在屋子里面，等我先确定了对手。如果只是普通的怪物，不至于会让文师都惊得有些炸毛。野兽对于危险的感知是要比人类更加敏锐的。2女也不傻，虽然还不知道敌人是谁，但也能够明白对方肯定不简单。现在出去只会拖累叶流云，只能窗户目光凝重地观察着。那是很快，叶流云就注意到围墙边缘仿佛多出了一个火红色的兔耳朵。好！文师不安地低吼着。下一秒，砰！一道火红色的身影直接从石墙外高高的跳起，落在了院子里面。鉴定目标：火焰兔。能力：长长的耳朵，可以如同手臂一样用来攻击，并且可以使用火焰的力量。能够使用火焰的力量，所以这就是世界聊天里面那些人讨论过的能喷火的兔子。没想到居然找到自己这里了。咦！落在院子里面的火焰兔仿佛对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十分好奇，左右打量了一番，随后叫了2声，最后看向了叶流云和文师所在的位置，并没有直接动作，而是好奇地看着。就外表而言，除了全身火红色，耳朵很长之外，和普通的大型兔子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了。好，就是文师一直在低吼，显得很不安。这是生物本能中对更强者的戒备啊。咦，显然火焰兔也注意到了文师的戒备，只不过目光中却出现了人性化的轻视之意，仿佛在火焰兔看来，这头狮子根本算不了什么。能沟通？叶流云没有直接动手。要不要做我的宠物？一只会喷火的兔子收做宠物的话，应该还不错吧。只是，咦，火焰兔显然是听懂了，直接惊了一下，然后嗖，火红色的身影仿佛流光一般，快速冲向了叶流云。
格挡！来不及多想，当即双手交叉抵挡。砰！可即便如此，叶流云的身影开始向后滑行了几米远，力气很大呀。阿文，好！信仰技能触发的心灵相通能力，不需要太多的交流，只是一声呼唤，文师立马就明白了叶流云的意思。在低吼咆哮了一声后，快速的冲向了火焰兔。砰！别看就体型而言，文师要比这个火焰兔大上好几倍，但力量这玩意，在这个未知的世界，这不是你体型大就能有优势的。只见火焰兔的耳朵仿佛是攥成了拳头一般，灵活的躲开了文师的攻击后，直接打了过去。砰！巨大的力量让文师的身影被高高的抬起，沉重的落在了地面之上。鹰眼！趁着这个机会，叶流云当即拿出风之弓，拉弓搭箭，嗖嗖嗖，连着好几道箭矢快速的飞出。咦！察觉到危险的火焰兔虽然在第一时间躲避了，但密集的风之弓还是穿过了火焰兔的一只耳朵，有效。看到这一幕，叶流云了然的一笑，看起来你的防御还是挡不住风之弓的力量。再度拉弓搭箭，对准了火焰兔。火焰兔沉默了，然后看向叶流云的眼神明显变得愤怒起来了。下一秒，火焰兔的全身都开始燃烧起了一阵火光。没有犹豫，叶流云当即射箭。同一时间，轰！炙热的火焰直接从火焰兔的嘴里吐了出来，咆哮着轰向了叶流云。格挡！火免！双手交叉，除了格挡的免疫伤害，再加上火免的大幅度免疫火焰效果影响的能力，叶流云有信心能够挡住。更何况自己还有超恢复呢。流云！可是食物内的尤淑兰和谭芊芊都有些慌了，毕竟在其他人看来，此时的叶流云就像是已经被火焰完全包围了一下。不行，我要去帮流云！谭芊芊二话不说，连忙就要去帮忙。尤淑兰连忙拦住，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只会拖累叶流云的。那怎么办？谭芊芊也知道自己的身体没恢复，可是总不能在这里看着吧。尤淑兰目光认真，你在屋子里面待着，我去。淑兰姐！谭芊芊还没反应过来呢，单手持枪的尤淑兰直接冲出了石屋，身影跃起，手中长枪直指火焰兔的方向。给我放开他！显然火焰兔也注意到了尤淑兰，只不过火焰不变，灵活的耳朵直接抓住了被挥舞而来的长枪。呵呀！尤淑兰不断的用力，可惜不是每个人都像叶流云这样直接开挂的，以尤淑兰的力量想要撼动火焰兔有些困难啊。好！而就在这时，文师仿佛是受到了什么感应一般，愤怒的一声咆哮，快速的冲向火焰兔。察觉到什么的火焰兔停下攻击叶流云的火焰，转过头准备向着文师发出火焰。而这时，嗖嗖嗖，叶流云的位置连着几道箭矢快速反而飞向火焰兔，一时不察的火焰兔直接被箭矢贯穿了。咦，估计也是想不明白，被自己火焰攻击了那么久的叶流云为什么还能够动起来呢？简直离谱啊！嗖嗖嗖，这一次叶流云没有停留，不管火焰兔死不死，叶流云的箭矢都是一只接着一只的飞出。火焰兔愤怒了，从来都是无往不利的自己，今天忽然吃亏了。周围轰然燃烧起了炙热的高温火焰，虽然加持了风的力量，但箭矢本身的材质却是很普通的。再度射出的箭矢连接近火焰兔的办法都没有，直接被燃烧成灰烬了。嗖嗖嗖，保持冷静的叶流云脸色不变，依旧不断的射出箭矢。愤怒的火焰兔已经看向了叶流云，无视了那些箭矢，身影高高的跃起，快速向着叶流云冲去。给我滚开！第44章阿文进化火纹师，手中的长枪直接被尤淑兰抡圆了，在半空中划过一道半圆后，重重的挥向火焰兔。半空中的火焰兔一时不察，直接被打退了回去。别想接近他！手持长枪直指着眼前的火焰兔，尤淑兰目光坚毅，哪怕面对这样的怪物，尤淑兰也没有任何畏惧，已经想要逃跑的想法。这好似古代女将军一般英姿飒爽的状态，不免让叶流云有些意外，忍不住笑了起来。然后，淑兰，把你手里面的枪给我。好！出于对叶流云的信任，尤淑兰连犹豫一下都没有，直接将手中的长枪扔给了叶流云。既然用普通的箭矢没办法穿过那片火焰区域，那就试试特殊的箭矢。燃烧着火焰的时候，火焰兔周身的温度很高，普通的箭矢只是接近就会被燃烧殆尽的。既然如此，那就用一支不普通的好了。融合！正好
也是之前从尤淑兰那里得到了水晶石。叶流云将其和这杆红缨长枪融合，融入到剑石里面的话，直接就变成一次性的道具了。但融合到长枪里面的话，应该就不会了吧？伴随着水晶石的融合，原本精良的红缨长枪上多出了一些蓝色的条纹。物品：水之枪，耐久度1000，效果：锋利坚固，可以施展水的力量。水之枪直接被叶流云当成了剑矢来使用，一脚踩在了握弓的位置，双手将弓弦高高的向后拉起。风的力量再加上长枪本身水的力量，足够了。死！唰！风之弓附带的风之力让长枪在飞出去的一瞬间变得锋利异常，而在接近火焰兔周围的时候，水之枪附带的水之力量直接免疫了火焰的高温。然后砰！巨大的力道直接贯穿了火焰兔，将其钉在了地上。咦，这个世界的野兽生命力都很顽强，即便是这样都没有直接死去，反而是有些蒙圈。显然是没想到自己会就这样死在这里吧。到此为止了。走过来的叶流云看着被水之枪钉在地上的火焰兔，再度拉弓搭箭，对准了火焰兔的脑袋。嗖！结束。然后就是分解，分解成功，获得火焰兔肉块乘20，火晶石乘1。火晶石？叶流云明显愣了一下。流云！石屋内，谭芊芊快速地跑到了叶流云的身边。对不起，我内心愧疚，说好了不当花瓶的，结果真要面对事情的时候，除了躲在一旁看着，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别想那么多。叶流云笑着拍了拍谭芊芊的脑袋。和尤淑兰不一样，谭芊芊本身就不会什么，身体素质有一般，再加上之前的劳累，现在都还没有恢复呢。我一定也要变强。谭芊芊目光简单，不管怎么说，自己也不能总当一个废物。哈！叶流云一声沈笑，没有多说什么。而这时，谭芊芊也将地上的红缨长枪，不，现在应该是水之枪，拔了出来，简单挥舞了一下，感觉还有水流出现，所以这就是那种晶石材料的实际效果。目光惊奇地看向了叶流云，难怪叶流云之前不说了，这种神奇的效果放在自己这里，自己也不会说的。守卫升级建筑会获得奖励，这个融合术就是当时的奖励，反正都已经知道了，就没什么好隐瞒的了。怪不得了，果然一步仙，步步仙啊！尤淑兰实在是想不到，被领先这么多的叶流云怎么可能会被别人超越？即便自己不出意外，估计这辈子都赶不上叶流云吧。那这个晶石能和人类融合吗？尤淑兰很聪明，立马就想到了当时叶流云想到的问题，这份反应速度也让叶流云忍不住笑了起来。这种晶石不行，等级太低了。不行吗？等等，不对，是等级太低，而不是不行。果然很聪明啊。确实是等级太低了，只不过我现在还没有遇到过更高级的晶石呢。叶流云也在期待那种晶石的出现。而且叶流云看向了手中分解火焰兔得到的火晶石，所以这个火焰兔是因为火晶石的力量才能够使用火焰的。那么叶流云转过头看向了正趴在地上恢复力气的文师。吼！显然也是注意到了叶流云的目光，文师奇怪地看了过来。放轻松，对你有好处的。吼吼！这么一说，文师反而感觉有点不安了呀。但叶流云却没管那么多，直接将火晶石对准了文师的方向。融合！和叶流云预想的一样，没有提示材料等级太低的提示，也没有出现无法融合的提示。叶流云手中的火晶石正在一点一点地融入到文师的身体里面。而这时，吼吼！文师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里面正在逐渐多出一种新的力量，原本的伤势也在快速地恢复着。等火晶石彻底的融合后，轰！炙热的火焰轰然从文师的身上燃烧了起来。果然可以。此时的文师就好像是得了什么新的玩具一般，全身燃烧着火焰，在院子里面跳来跳去。鉴定！叶流云当即选择了鉴定，看看文师的具体情况。目标：火文师，能力：身手矫健，吼叫声具有不凡的力量，能够震慑宵小，同时可以使用火焰的力量。状态：已驯服。果然，阿文从原本的文师直接变成了火文师。看着这样的阿文，尤淑兰和谭芊芊的目光都变得惊奇了起来。叶流云已经从兴奋中恢复了，看着院子里面到处被燃起的火焰，直接脸色一变。你个憨货，不知道这里是院子吧？要烧给我滚到外面烧去！呜！熄灭了火焰，阿文委屈巴巴的凑到了叶流云的身边。人家就是得了新的力量，想多玩一会嘛，就骂人家。看起来即便进化了，也还是那个熟悉的吃货啊。第45章新的技能
武术，这个给你。虽然有些恋恋不舍，但尤淑兰还是将已经融合了水晶石的水之枪递给了叶流云。看着这样的尤淑兰，叶流云在接过水之枪后，简单的刷了2下，不想要。看得出，对于这种能够发挥出超自然力量的长枪，尤淑兰要说不心动，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想要，但这是你的，放在你的手里才能够发挥出最大的效果。尤淑兰不是什么矫情扭捏的人，义正言辞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哈哈，看到这样的尤淑兰，叶流云笑了，随后便将水之枪扔给了尤淑兰。这有些意外，这样的东西应该算是神器了吧，就这么轻而易举的给自己了。有一句话你说的不完整。尤淑兰顺势看了过来，而叶流云也是在清了清嗓子后，一本正经的说道：水之枪是我的，而你同样也是我的，如果你太弱的话，可跟不上我的脚步。水之枪固然不错，可对于眼下的叶流云来说，提升的有限，与其如此，还不如让尤淑兰来使用呢。英气的脸上布满了一层红晕，居然说什么自己是对方的人。攥着手中的水之枪，尤淑兰还是抬起头，认真的看向了眼前的叶流云。不管是什么样的对手，我都不会让你倒在我的前面。就像这次面对火焰兔的时候一样，哪怕知道自己不是对手，但尤淑兰还是义无反顾的冲了出来。已经认准的事情就绝对不会反悔。好了，有时间的话教我一些近战的武术吧。叶流云算是发现了，远程虽然有风之功，但自己的近战能力多少有点王八拳的意思，乱拳打死老师傅的那种。好，像家传武学这种东西基本上都是概不外传的。但是面对叶流云的询问，尤淑兰却是连犹豫都没有犹豫，直接就答应了下来。我也要学。一旁的谭芊芊同样跟着说了一句，这次自己连一点忙都帮不上，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谭芊芊希望自己并不是只能在边上看着，起码也要能帮点忙。尤淑兰和谭芊芊不像叶流云拥有不眠者的能力，两女还是需要睡觉的。不过夜晚16个小时当然不是全部用来睡觉，其余的时间还是可以用来学习的。谭芊芊学习的是剑术，毕竟一点基础都没有，直接练习近战的武学多少是有点天方夜谭啊。相比较而言，学习剑术对于谭芊芊而言是一种速成的可以提升实力的方法。反正叶流云这里不缺剑士，再加上之前捡装备得到的长弓，慢慢练呗。尤淑兰这里，我家传的武学忽然枪术之外，还有一道剑法，你要学习哪一个？面对叶流云的时候，尤淑兰没有保留，一副只要叶流云想学，自己都愿意教的状态。剑法吗？叶流云思索了片刻，感觉都蛮帅的呀，都学一学吧，就当强身健体了。也行，尤淑兰也没说什么，反正只要叶流云想，自己就教。常见的话，通过锻造炉可以直接锻造出2把，用来战斗可以不行，但如果是练习的话，还是没有问题的。那我先给你展示一下。说着，尤淑兰挥动长剑，在叶流云面前施展起了家传的剑法。吭，还有剑鸣声传来，这确实是有真本事的。经过常年的练习，尤淑兰的身体柔韧度十分的不错，一套剑法在尤淑兰的手上表现的也是十分凌厉。等展示完后，尤淑兰的额头上都出现了一层细汗。怎么样？停下动作，看向了叶流云。很厉害。叶流云没有吝啬自己的夸赞，剑法很凌厉，而人也很漂亮。有些害羞，可当余光注意到不远处正用剑矢练习的谭芊芊后，莫由来的尤淑兰询问了一句：那个我谭芊芊谁漂亮？这个问题是在吃醋吗？抱歉，尤淑兰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有些欠佳啊，都没问出来，鬼使神差的就说了这么一句。面对尤淑兰的道歉，叶流云倒是笑着摆了摆手。芊芊很漂亮，不说精致的童颜了，那身材都让叶流云回味无穷呢。芊芊确实很好看，附和着点了点头，笑容多少是有点勉强了呀。你也不差。注意到尤淑兰的情绪变化，叶流云直接被说道，英姿飒爽，怕是没有几个男人能抵挡得住你的魅力了。是吗？简直就好像变脸一样，原本不佳的情绪瞬间就恢复了不少。嗨嗨，我先按照你刚刚的动作练一练，都在自己身边了，有些事情叶流云也不是太着急，而且好像也不需要太着急吧。好，尤淑兰轻声的应了下来，能感觉自己现在的心脏跳得很快啊。经验值+1，经验值+1。果然和叶流云预想的差不多，这同样能够触发一个技能。武术 LV1，不是剑法，而是武术吗？本来还以为多用几种兵器的话，会不会触发不同的技能，但现在看来，直接全都被归类到一个里面去了。算了，
起码比没有强。触发了技能后，叶流云立马开始认真刷级了。技能升级：武术 LV1， 武术 LV2， 力量+1，速度+1，体质+1，精神+1。又是一个可以一次同时提升4维属性的技能啊！果然，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用的。练了一会剑法后，叶流云还学了一会有舒兰的枪法。只要能够触发经验，多学一点也不错。好厉害！尤舒兰的情绪变化已经渐渐恢复了。看着叶流云的动作从一开始的青涩，到现在已经十分的熟练了，忍不住赞叹了一句：这应该就是自己爷爷说过的习武奇才了吧。第46章永动机，永不停歇。好酸啊！谭芊芊这边在练习了一会剑术后，谭芊芊就发现自己的手臂都有些开始发酸发麻了。毕竟只是普通人的体质，不像尤舒兰是从小开始锻炼的。只不过在注意到一旁的叶流云和尤舒兰都在认真的锻炼之后，谭芊芊目光坚毅，重新拿起剑矢，继续开始练习。大家都在努力，可不能只有自己一个人被落下。技能升级：武术 LV3， 武术 LV4， 力量+1，速度+1，体质+1，精神+1。时间匆匆，叶流云直接将武术技能刷到了4级。不过想要刷到满级的话，就需要花费一段时间了，倒是不着急。停下动作后，叶流云注意到此时的尤舒兰和谭芊芊早就停了下来，神色有些倦怠，但还是在安静的等待着自己。终将不像叶流云，体质非人啊。好了好了，时间差不多，都回去休息吧。尤舒兰应声点了点头，准备回去。而谭芊芊倒是凑到了叶流云的身边。锻炼那么久也累了吧？要先洗一下再睡吗？我去给你放水吧。谭芊芊并不知道叶流云无需睡眠也可以保持充足的精神。好啊，不过我想你陪我一起。说着，叶流云一手揽住了谭芊芊，将其揽了过来。锻炼什么的也是要讲究劳逸结合的呀。经验值+1，经验值+1。卫生间内系统的提示音还在不断的传来。显然一天的时间到现在，谭芊芊的身体状态已经恢复了不少。技能升级：运动 LV4， 运动 LV Max， 力量+1，速度+1，体质+1，精神+1。之前的经验加上现在的运动这个技能的等级，直接就提升到了满级。触发能力永动机，新的能力触发了。只不过眼下的叶流云根本没时间去注意这个罢了。夜晚，身旁的谭芊芊已经沉沉的睡去了。毕竟累了这么久，基本上是倒头就睡啊。靠在叶流云的身边，谭芊芊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份幸福的笑容。永动机，趁着这个时候，叶流云才有时间看看刚刚触发的能力。永动机，体力永远不会有枯竭的时候，永不枯竭。嗨嗨，不愧是这个技能触发出来的能力啊！不得不说，这个能力绝对是很不错呀。如果说以前的叶流云是能够打上一整天，而现在嘛，我能够打上一整年，不对，是一辈子，就是这么的恐怖。当然了，叶流云说的是正儿八经的打架，不然还能是什么呢？熟练度系统，宿主叶流云，力量49，普通人平均值为10，速度40，体质48，精神45。技能挥砍 LV Max， 锻炼 LV Max， 挨饿 LV Max， 射箭 LV Max， 熬夜 LV Max， 游泳 LV Max， 投掷 LV Max， 耐热 LV Max， 挨打 LV Max， 恢复 LV Max， 爬树 LV Max， 锄地 LV Max， 种植 LV Max， 驯养 LV Max， 骑术 LV Max， 跳跃 LV Max， 毒抗 LV Max， 运动 LV Max， 武术 LV4， 能力暴击，野兽感知，光合作用，鹰眼，不眠者，火免，标记，超恢复，格挡，肌肉控制，快速生长，重击，生物亲和，心灵相通，低空飞行，百毒不侵，永动机。人物模板的内容是越来越丰厚了呀。看看现在的人物模板，再想想刚开始那样简陋的时候，叶流云忍不住都有些感叹了。这一刻，叶流云的所有4维属性是彻底的全部突破4级了。第二天，叶流云总算是能够理解为什么都说温柔乡是英雄种了。
毕竟是真的不想起来啊。不过这样的情绪也只是持续了一会，下一刻叶流云变起来了。这点自制力叶流云还是有的。在简单吃过早餐之后，叶流云带着尤淑兰和谭芊芊以及进化成为火纹师的阿文一起离开了庇护所。不得不说，女人的体质多少是有点迷的。明明昨天晚上谭芊芊明显就是要遭不住了，结果这睡了一晚上后立马恢复了不少，直接选择和他们一起出去寻找宝箱。我和阿文一人一组，舒兰和芊芊，你们两个一起行动吧。尤淑兰原本的实力就不错，现在又有水之枪的帮助，即便是出现了危险也是能够应付的。相比较而言，谭芊芊眼下还是有些脆弱的，需要有人陪着一起出去。好，明白。对于叶流云的分配，尤淑兰和谭芊芊都是同时点了点头，没有反驳。好，那就出发吧。白天只有6个小时的时间，没必要浪费。在分配完后就直接出发了。叶流云和阿文虽然是单独行动的，但以叶流云的实力，单独行动根本没什么问题。阿文就更别说了，还是纹师的时候就不需要惧怕白天时会出现的人类，那就更不要说现在的阿文都已经进化成为火纹师了。而谭芊芊和尤淑兰这边，淑兰姐你看，那有一个宝箱。察觉到什么的谭芊芊连忙呼唤了一声谭芊芊，一起走过去将宝箱打开，里面的东西还算不错，继续找吧。谭芊芊点了点头，跟在尤淑兰的身边。只不过在走了一会后，感觉气氛有些沉闷，谭芊芊先一步出言说道：抱歉，淑兰姐。忽如其来的道歉让尤淑兰疑惑了一下，侧目看了过来。我一开始是真没有想那么多，我也没有意识到你会喜欢上流云那样的男人，没几个女人是不心动的吧？尤其还是在这种未知的危险世界里面。第47章陌生人出没。没什么，有些惆怅，但尤淑兰还是摇了摇头。我尊重你的选择，更何况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以什么方式活下去，我没资格说你什么。淑兰姐，听到尤淑兰这么说，谭芊芊也很感动。犹豫了片刻，谭芊芊还是将内心的想法说了出来。要不还是一起吧。一起？什么一起？一起做什么？还有些迷惑呢。可是等察觉到谭芊芊的目光后，尤淑兰立马就意识到了什么，小脸发红。你在胡说些什么？在尤淑兰看来，如果不是胡说，谭芊芊怎么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不是胡说。谭芊芊立马摆了摆手，感觉有点不好意思啊，但谭芊芊还是说了出来。我只是有点扛不住。什么意思？扛不住？那是什么意思？作为黄花大闺女，甚至连男朋友都没有交过的尤淑兰，属实是没听懂。哎呀，能怎么办？自己也很绝望啊。没办法了，只能是凑到了尤淑兰的耳边，小声的描述了起来。死！听着谭芊芊对叶流云的描述，尤其是那种能力的描述，尤淑兰忍不住倒吸了一下冷气，不由自主的说了一句：真有这么厉害？就算没经历过，但穿越前尤淑兰也是刷过短视频的，对于这种事情也有一点的认知。不是都说能坚持10分钟就算是不错了吗？真的？担心尤淑兰会不相信，谭芊芊连忙点了点头。我怎么能会骗你呢？淑兰姐，你从小开始锻炼的，体质肯定比我好，一定可以。别说了，再说下去我就真的要心动了呀。你还是让我想想吧。并不是言辞拒绝，而是说自己需要想一想。显然这内心已经有点动摇了呀。好，那淑兰姐你慢慢想。看到尤淑兰这样，谭芊芊就知道自己的做法已经起效果了，只是有些事情还是需要尤淑兰自己考虑清楚才行。这里是夜幕快要降临的时候，叶流云的庇护所外忽然多出了一个陌生的人影。看着眼前豪华的庇护所，忍不住倒吸了一下冷气，没有多想，立马转身向着森林中跑去。这个消息必须要告诉给老大。人影消失没多久呢，叶流云一行人便同时回来了。吼吼！平时会直接跳到石墙里面的阿文，仿佛是察觉到了什么一般，忽然在铁门周围嗅了嗅。怎么了？叶流云疑惑地看了过来，而此时的阿文也是抬起头，对着叶流云叫了2声。吼吼！别人听不懂阿文的意思，但拥有心灵相通能力的叶流云却多少能够明白一遍。边上的尤淑兰和谭芊芊都是好奇地看了过来。你的意思是说，有陌生的人来到了这里？吼吼！阿文立马点了点头，肯定了叶流云的话。有其他人？这时尤淑兰和谭芊芊也反应过来了。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已经被其他人给盯上吗？肯定是有人的庇护所，距离叶流云的庇护所并不是很远，所以现在探索的时候才来到了叶流云这里。对于叶流云的实力，两女还是很相信的。只不过
那白天的时候我们不能全部离开了，要留下一个看家。晚上的时候还好，黑夜中存在的野兽让人根本没胆子离开庇护所。但如果是白天的话，他们都出去寻找宝箱，寻找材料了，万一被人给偷家了，得不偿失啊！总是要留下一个看家的。叶流云点了点头，没有否认有舒兰的想法。思索了一会后，缓缓地抬头看向了阿文。原本还是一副无所谓状态的阿文，在注意到叶流云的目光后，多多少少的也是有些不自在了。不用想，就是你了，留下来看家。吼吼，为什么啊？阿文表示很不开心啊，毕竟白天时候出去寻找物资，也算是阿文能够欢快蹦跳的一时间了。如果留在庇护所里面的话，那岂不是说自己就没时间出去跑了？我不要啊！不开心的在叶流云身边蹦跶了起来。放心，只要抓住那几个人，你就可以不用待在庇护所里面了。加油，我看好你。吼吼，还是有些不开心的。但是自己老老实实留下来看家，还是我打你一顿，然后你老老实实留下来看家，自己选一个吧。阿文的智商还是很高的，这话一出来，瞬间就沉默了。自己还有什么好选择的必要吗？反正都是留下来，多的也就是会不会被打了。吼吼，有些无奈，但火纹师还是点了点头，直接答应了一旁。一旁的尤淑兰和谭芊芊在看到这委屈巴巴的火纹师之后，都不由得笑了起来。阿文乖乖的哦，今天晚上给你烤肉吃。相处了这么久，两女对于这个看起来威武不凡的火纹师已经没有什么恐惧的心思了。相反，对于这偶尔会撒撒娇还是个吃货的阿文，两女都喜欢得很啊。吼吼，果然，作为吃货，原本那点不开心的情绪，在一听到有吃的之后，立马也就不在意了，兴奋地蹦跳了起来。经验值+1，经验值+1。夜晚，叶流云按照计划在院子里面刷着无数技能的经验，只不过以这个速度想要满级的话，估计还是需要花费一段时间的。而这时，一直被叶流云放在身上的生存守则忽然震动了2下。这是有人在找自己吗？叶流云停下了锻炼的动作，准备休息一会，顺便看看是谁在找自己。私聊页面，编号9090，你就是我们这里第一个将庇护所提升至4级的人吧？编号9090，我是朴正才。朴正才。与此同时，距离叶流云庇护所不远处的地方，正有一个刚刚提升至3级的石屋。一名健壮的男人眉宇高傲地看着手中的生存守则，身边还有几个小弟，同样是一副高傲的样子。此人便是正在私聊叶流云的朴正才。第48章，还真是迷之自信。编号0071，你有事？叶流云回答的倒是不客气，准备询问对方找自己做什么。而另一边的朴正才倒是一点都不觉得什么，直接说道：编号9090，合作吧。编号0071，这家伙到底在说些什么啊？编号9090，我想你应该知道你能够第一个将庇护所提升至4级，应该是有些脑子的。编号9090，你的脑子再加上我的力量，我们联手注定成为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王。编号9090，看你能够第一个将庇护所升级，你应该我们泡菜的人吧？即便不在眼前，但从这些字里行间中都能够感觉到对方的高傲。泡菜，之前遇到了一个小八嘎，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小西巴是吧？你们知道朴正才吗？叶流云顺势看向了院子内的尤淑兰和谭芊芊。朴正才？谭芊芊有些疑惑，显然是没听说过的。我知道一点。尤淑兰顺势看了过来。朴正才是泡菜的人，听说好像还有这泡菜第一保镖的称号了。当然了，是不是真的就没人知道了。泡菜第一保镖，也不知道是自封的还是如何。他这么有名？叶流云稍稍有些惊讶。倒不是有名。尤淑兰摇了摇头。他之前在世界聊天的时候介绍过自己，听说招揽了不少人。之前在世界聊天上面，朴正才大大方方地介绍了自己，名正言顺地说自己是泡菜第一保镖，实力强大，借用这样的事情招揽了不少的人过去。而且小西巴们都有一个毛病，迷之自信，永远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这样啊？叶流云了然地点了点头。之前的时候，叶流云大多数时间还是用来刷级和寻找资源上面，也只有偶尔才会看一看世界聊天的内容。再注意到这个朴正才也算是正常的事情了。怎么了？他找你吗？尤淑兰有些好奇。倒是没有隐瞒什么，耸了耸肩，直接说道：刚刚私聊找我，说是要招揽我。尤淑兰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个朴正才了。招揽叶流云？不是，你脑子没毛病吧？你有这个实力吗？而这时，
叶流云手中的生存守则再度震动了起来，还是朴正才在联系自己。编号9090，如何？跟我合作，保证你会更加的安全。编号9090，我就是你唯一的选择。唯一？不得不说，这种无知的傲慢还真是刻在骨子里面了呀。而叶流云的回答也是相当的干脆。编号0071，滚！朴正才这边正一脸自信，等待着叶流云的回答呢。在朴正才看来，对方根本就没有拒绝的理由，只能选择和自己合作。但看着私聊页面一个简单的滚字，朴正才直接愣住了。西巴！恢复过来后的朴正才立马就有些愤怒了，还想继续说些什么呢？但消息已经发不过去了，被拉黑了。显然，这个生存守则也是有拉黑功能的。西巴！西巴！西巴！愤怒的朴正才直接站了起来，生存守则舍不得扔，只能是重重的拍着桌子。边上其他被朴正才招揽过来的小弟都是畏惧的看着这样的朴正才，看得出他们对朴正才都是十分的畏惧和忌惮。看到对方正在愤怒，一个个都恨不得躲远远的，生怕会被牵连到。等朴正才稍稍恢复一下后，这才敢小心翼翼地凑了过来。正才哥，你这是怎么了吗？是那个编号0071的西巴东西，不知道叶流云的名字，只知道叶流云的编号是0071，简单描述了一下。周围的小弟们立马跟着义愤填膺了起来，居然敢拒绝正才哥，那个西巴东西真是没眼力见。他不知道正才哥可是我们泡菜的第一保镖吗？真是一个西巴的家伙，一群小西巴呀！听着小弟们的谩骂，朴正才感觉自己的情绪都好转了不少。没错，不和自己合作，那个叶流云迟早是要被这个未知世界淘汰的，只有自己才能够在这个世界活到最后。正才哥，正才哥！而就在这时，一道身影显而又显的从外面跑了进来。呼，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要被黑夜中的那些怪物们抓到了，只能说运气真心不错啊。怎么了？朴正才皱起了眉头，已经认出来了，这个人就是被自己吩咐出去，向着周围探索，看看有没有其他人类的人。显然，朴正才也是有心，想要向着周围开拓的。是这样的，正才哥，虽然长时间的奔跑让自己很累，但也不敢犹豫什么，连忙站了起来。毕竟上一个敢违抗朴正才命令的，直接被朴正才用来杀鸡儆猴，扔到了黑夜之中，任由那些怪物们分食。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的小弟才会如何的畏惧朴正才。在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庇护所，很大很大的一个庇护所。很大？有多大？这样的话倒是让朴正才来了一些兴致。是真的很大，当时自己看到的时候都愣住了，甚至怀疑是不是做梦，又或者是看错了。那高高的围墙有3米多高呢，我通过铁门往里面看，那围墙周围甚至还有投石车。投石车？听到这，朴正才是彻底的坐不住了。看清楚是谁的庇护所了吗？如果能够成为自己的庇护所，被自己鸠占鹊巢，那肯定是相当的不错呀。没看到人，那个庇护所里的人白天的时候应该是出去寻找物资了，晚上才会回去。好，听到这话，朴正才是更加的兴奋了，直接一拍桌子，那就等白天的时候我们先进去鸠占鹊巢，等晚上他们回来的时候，我们直接利用他们的投石车来攻击他们，到时候这个庇护所就是我的了。哈哈。第49章，不敢动，根本不敢动。第二天，叶流云带着尤淑兰和谭芊芊离开了石屋，至于火纹师则是被叶流云留在了院子里面看家。呜！看到叶流云要离开，火纹师忍不住叫了2声，明显就是一副自己也想跟着一起出去玩的样子。行了，行了。看到火纹师这样，叶流云也是无奈的摆了摆手。对方既然能找到我这里，想来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会直接动手的。倒不是叶流云自信，而是自己的庇护所看着就安全感十足，要是被别人注意到的话，怎么可能会没有想法呢？所以啊，叶流云估摸着对方要么这2天就会直接动手的，等解决了那些人，你就可以出来了。呜，没办法了，火纹师也只能是憨憨的点了点头，表示自己明白了。见火纹师安定下来，叶流云看向了一旁的尤淑兰和谭芊芊，我们也走吧。很快，叶流云的庇护所外就是这里了。正才哥，昨天无意间找到这里的人，已经带着朴正才还有朴正才的那些小弟们来到了叶流云的庇护所外。昨天只是听手下的描述，最多只能算是隐约有个猜想，可是等亲眼看到这个庇护所的时候，
朴正才忍不住倒吸了一下冷气。正才哥，这里真的有投石车啊，还有好多个。虽然有围墙挡着，但是通过铁门的分析，还是能够看出一些东西的。我来看看。听到这话，无暇顾及其他的朴正才当即便走到了铁门边上。通过分析可以看到，那一架架看起来就很有气势的投石车。因为角度的关系，在这里并不能看到处于宠物栅栏里面的火纹师。原本百无聊赖打着瞌睡的火纹师，显然也是察觉到了什么，抬起头看向了铁门的方向。正才哥，不只是朴正才的那些手下内心也是一阵热切啊。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庇护所给占领了，有这么多投石车在，即便面对黑夜里面的那些怪物也不用怕了呀。想要真正的掠夺庇护所，就需要先杀死这个庇护所真正的主人。哈哈哈哈哈！想到这里，朴正才没有忍住，直接大笑了起来。看这状态，很是兴奋啊！快给老子把这个铁门砸开！立马指挥着手下将其把这道铁门打开，已经等不及的想要试一试这些投石车的效果了呀！是，朴正才得那些个手下也是没有丝毫的犹豫，有一个算一个，都开始砸门，要么是踹门。砰砰砰，叮铃当啷了半天，铁门还是纹丝不动呢。院子里面看着此时的铁门方向，火纹师有些疑惑，这些个人类是在发神经吗？正才哥，这个铁门好结实啊！努力了大半天，看着没什么变化的铁门，几个手下都是气喘吁吁的看向了朴正才。废物！朴正才直接骂了起来，几个废物连一个铁门都开不了，滚开，让我开！听到这话，朴正才的几个手下都是识趣的让开了问题，让朴正才走了过来。当然了，朴正才也不会傻乎乎的用拳头去开门，而是抽出了腰间的长剑，一把质量精良的中世纪骑士长剑。原本是朴正才的一个手下在开宝箱的时候因为运气好而得到的，结果都还没有捂热呢，就被朴正才给抢走了。精良质量的武器已经是很不错的装备了。简单活动了一下手腕后，唰，挥动着长剑向着铁门砍去。果然，无法被拳脚破坏的铁门并不能挡得住精良品质的装备。西巴！看到这一幕，朴正才是更加的兴奋了，三下五除二的就将铁门打开了。不愧是正才哥呀，好厉害！手下们很有眼力见的吹捧了起来。虽然全是因为这把精良品质的长剑才能够做到的，但大家还是心照不宣的夸赞起了朴正才。哈哈，听着这些个夸赞的言论，朴正才只感觉心情大好，将长剑重新归鞘后，大手一挥，直接带着所有的手下运气到了院子里面，内心炙热，要得手了，这么好的庇护所马上就要是属于自己的了，而自己也注定会成为所有人类的王啊！哈哈哈！只不过这刚刚踏入院子里面的一瞬间，好，火纹师的咆哮声好似平地一声惊雷轰然传来。不仅如此，伴随着咆哮声的还有冲天起的火光。叶流云和尤舒兰、谭芊芊这次回来的比较早，天都还没有黑呢，就已经过来了。看着被破坏的铁门，叶流云微微挑了挑眉，倒也没有担心什么。这玩意有锻造炉在，想锻造出来多少个就能够锻造出来多少个。唯一能让叶流云在意的就是，既然铁门被破坏了，那也就是说盯上自己庇护所的那些人已经来了啊。流云同样意识到的还是一旁的尤舒兰和谭芊芊，同时转过头看向了叶流云。你们是不是太小看阿文了？面对两女的目光，叶流云倒是笑着说了一句：好吧，多少是有点关心则乱的。冷静下来之后，立马就意识到了还有火纹师的存在。如果真有人类进来了，压根不需要担心庇护所的问题，最需要担心的只会是那些人类吧。走吧，进去看看。叶流云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便迈起脚步回到了自己的住所。而尤舒兰和谭芊芊在相视了一眼后，都是齐刷刷的跟了上去。院子里面，此时的火纹师正来回走着，是不是会喷出一道火焰轰在地上，地面瞬间炸裂？之所以这么做，当然不是因为火纹师无聊了，而是因为在火纹师的面前正跪着一排人，就是刚刚的朴正才，还有朴正才的那些手下，战战兢兢的跪着。虽然这火焰是在地上炸裂的，但每次都会让他们被吓一跳，都要精神衰弱了。第50章，他活，你们死，反之亦然。妈妈呀，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啊？居然还能喷火！而且这种怪物不是只有晚上才能出现的吗？为什么白天也会出现啊？阿文！就在朴正才等人跪在地上噤若寒蝉的时候，一道人类声音的出现让朴正才他们全部都愣了一下。
下一秒就看到，刚刚被他们视作怪物、视作恶魔的火纹师，忽然变得喜悦了起来，几个跳跃，直接跑了过去，在叶流云的身边打转。虽然不能直接说话，但火纹师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抬起一只爪子，指了指跪在地上的朴正才等人，然后又指了指自己，那一副得意的小眼神，仿佛是在说：“看，这些入侵者全部都被我抓住了，做得不错。”叶流云倒也没有吝啬自己的夸赞，说着还拍了拍火纹师，吼吼，更加开心了，原地就蹦跶了起来。而此时的叶流云也是收回目光，看向了朴正才等人。朴正才虽然自大了点，还有些迷之自信，但也不是纯粹的傻子。这一刻，就算是猜，朴正才也能够明白，眼前这个叶流云就是这个庇护所的主人，而这头狮子就是叶流云的宠物。这特么是什么怪物啊？把这样的恶魔训练成为听话的宠物。在朴正才看来，这个叶流云才是真正的怪物吧。抱歉，其实我就是看这里有个庇护所，想要过来打打招呼而已，绝对没有其他的意思。该怂的时候还是怂得很直接啊。是吗？所以你打招呼的方式就是砍了我的铁门。这么一看，你这打招呼的方式蛮特别的呀。朴正才的那些手下一个个都是老老实实的低下了头，根本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是我。为了保命，朴正才直接说道：“都是他们这些人！”直接甩锅给了自己的手下。是他们打破了您的铁门，不是我，绝对不是我。最先惊讶的并不是叶流云，反而是朴正才的那些手下了。我们一天到晚的给你当狗，给你做事，任劳任怨就算了，只要能够活着，其他的也就无所谓了。但是现在，你却要亡命死，那怎么可能会同意啊？不是的，是他破的，我们根本破不开，是他腰间的那把剑。朴正才也是没想到，之前被自己教训屁都不敢多放一个的手下们，居然会集体指责起了自己。西巴，你们想找死吗？好！火纹师一声咆哮，朴正才立马安静了下来。看得出朴正才刚刚是真的愤怒了，然后嘛就怒了一下。长剑。这个时候，叶流云也注意到了朴正才身上的那把骑士长剑，直接就拿了过来。这么光明正大的吗？对于这柄长剑，朴正才一直都是宝贝的不得了，从来都不让别人碰的。可现在，当叶流云从自己眼前将自己宝贝的这把剑拿走的时候，朴正才除了老老实实的看着，完全不敢有丝毫的不满啊。鉴定物品：骑士长剑，耐久度147-150，效果：质量坚固并且十分锋利的长剑。耐久度达到了150吗？虽然那被消耗了3点，但这个耐久度已经算是很不错的武器了。造型看起来就好像是中世纪的产物一样，叶流云放在手里挥动了2下，还不错，蛮顺手的，正好用来施展剑法。真愁没有适合的近战武器呢，直接就送上门来了啊。确实不错。一旁的尤淑兰在看了一会后，也是赞同的点了点头。至于这个朴正才的意见，谁又会去在意呢？那个最宝贝的武器都被抢走了，朴正才感觉这个时候不说点什么的话，可能真就不好离开了呀。我是朴正才，你可能听说过我，我是泡菜的第一保镖，我可以给你当手下，我很厉害的。朴正才，叶流云意外了一下，还真有缘啊。你知道我？见叶流云这样，朴正才反而惊喜了许多。如果对方知道自己的话，想来也明白自己的实力，就不会对自己动手了。当然，叶流云笑了，毕竟昨天晚上你还联系我了呢。这话一出，朴正才脸上原本期待的笑容也是缓缓的僵住了。昨天晚上，朴正才也不傻，听到这话也就意识到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谁了。你就是那个保持最先将建筑升级的人，编号0071。叶流云没有否认。当然了，称呼编号太麻烦了，你也可以叫我叶流云。一想到昨天晚上的交谈，多多少少是有点不友好了呀。当时的自己还觉得是这个叶流云不识抬举，可现在看来，这样的庇护所配置，目前应该不会有其他的幸存者能够比拟了吧？简直离谱啊！好了，叶流云已经不打算继续浪费时间了，神态懒散的摆了摆手，直截了当的扔出了一把匕首，丢到了朴正才和其手下的面前。在这疑惑的目光下，叶流云语气平静的说道：“你们杀了他，你们活；反之，他活着，你们死，明白吗？”冷漠的目光只是简单的扫视了一眼朴正才的那些手下，随后双手背负，漠然的注视着。周围的气氛瞬间变得
安静了许多，大家相互对视，不知在想些什么。正财哥，我们现在……一名手下小心翼翼地询问了一句。原本是想说，咱们现在怎么办？要不要夺了这把匕首，想办法跑出去？只不过话音未落呢，唰！朴正才反应很快，直接捡起匕首，一刀划过。刚刚正说话的小弟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直接就栽倒在了地上。不得不说，这什么第一保镖这样的称呼，虽然和朴正才自封的，但多多少少的还是会一些格斗技巧的。第51章，以前没矛盾，可现在有了。正才哥，忽如其来的情况让几名手下都慌张了起来，连连后退。西巴，你们给我去死吧！只要我能够活着，其他的根本不重要。说完，手持匕首的朴正才直接冲了过去。这样的情况让谭芊芊忍不住躲在了叶流云的身后。倒是尤淑兰虽然有些不适的感觉，但还是坚持着看了下去。半晌的时间，不得不说，这个朴正才确实有些实力。那些人只能做手下，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到最后，一个手下好像发疯了一般，大喊着冲出了院子。至于朴正才倒是想追，但一条脚已经没办法动了。显然，对付这些人，朴正才不是一点代价都没付出的。至于其他的手下，已经全部倒在了地上。转过头看向了叶流云，我赢了，是我赢了。既然是自己赢了，那自己肯定能够活下去了吧？迎着朴正才的目光，叶流云笑了。刚刚跑了一个，不是吗？对于跑掉的那个，叶流云并不在意，也没有什么要追上去的想法。朴正才瞪圆了眼睛，显然是意识到了什么。打从一开始，眼前这个叶流云就没想过要放自己离开啊！阿文，好，没有任何犹豫，一道火柱轰然吐出。西巴，只有死掉的敌人才值得尊敬。这个朴正才确实有些才能，但也正因为有才能，才更不能活下去。火焰缓缓散去后，刚刚的朴正才已经变成了一堆灰烬。叶流云转身看向了身后的谭芊芊，觉得我残忍吗？叶流云不确定到底是不是自己天生如此，还是在这个世界待久了，感觉自己好像越来越冷漠了。不会，毕竟穿越前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谭芊芊会感觉到害怕，但却并不感觉叶流云做错了什么。新的世界有新的生存方式，你不会有错的，永远不会。说着，谭芊芊依赖地抱住了叶流云。不管叶流云做什么，谭芊芊都相信对方永远都是对的，绝对不可能有错。哈！听到谭芊芊这么说，叶流云也不由得笑了起来，内心的冷漠都散去了不少。果然，能有个人沟通还是很不错的。注意到一旁还有些发愣的尤淑兰，叶流云笑着调侃了一句：“害怕了。”回过神来的叶流云注意到叶流云目光中的调侃，不由得翻了一个白眼。怎么可能？我只是想要习惯习惯。毕竟尤淑兰知道对人动手这样的事情，自己总有一天是要经历的，所以还是需要先提前适应一下。不着急。叶流云只是笑了笑，一手拦住了谭芊芊。走吧，天快黑了，总要先把门给换上。尤淑兰点了点头，跟上了叶流云的脚步。阿文，把地面清理好。至于火纹师，火焰的力量用来清理这些东西还是很不错的，全部都烧成灰就行了。吼，明明自己是个战斗类型的生物，为什么打扫卫生这样的事情也要找自己呢？算了，晃了晃脑袋，火纹师还是低头做事了。夜晚，叶流云依旧在院子里面挥动长剑，刷着武术技能的经验。朴正才的事情并没有给叶流云他们带来什么心理影响。与此同时，森林的另外一处4级庇护所内，赵虎看着眼前逃窜过来的人，微微眯上了眼睛。叶流云吗？这也是赵虎第一次知晓对方的名字。而赵虎的面前还跪着一个战战兢兢的幸存者，此人就是不久之前从叶流云那里被吓到逃跑的人。只能说运气真不错啊，没有死在黑夜之中，反而逃窜来到了赵虎这里。真的，我说的都是真的。那个叫叶流云的人，他的院子很大，有投石车，还有一个比房子还要高的狮子，能喷火，是真的能够喷火。跪在地上的同时，还在大声地描述着刚刚遇到的事情。只不过这样的话，倒是让周围赵虎的那些手下眼神都有点不明所以了，忍不住对着赵虎说道：“大哥，你家伙不会是被吓傻了，在胡言乱语吧？”就是啊，怎么可能会有人类驯服住那样的怪物？只能说没有亲眼见过，所以不相信是正常的。就连赵虎
在刚刚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也是满心的莫名，根本不相信。只是，真的，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相信我，我真的没有骗你们。看着这个哭喊着祈求他们相信的幸存者，赵虎微微闭上了眼睛。你刚刚说，那个叶流云的庇护所里面还有2个女人，知道她们长什么样吗？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知道，知道。虽然不知道赵虎为什么会关心起这样的事情，但这个人还是连连点头，表示自己知道，随后简单描述了起来。而在听到这样的描述之后，赵虎的那些手下们倒是反应过来了，这2个不就是之前从我们这里跑掉的那2个小美人吗？没想到跑到那个叶流云的庇护所里面了。真可惜，毕竟那样的美人单单只是见过，就没有几个男人是真正能够不心动的呀。原本都以为那尤淑兰和谭芊芊已经死在黑夜的怪物手里，却没想到机缘巧合之下，对方跑到了那个叶流云的庇护所里面去。大哥，咱们和那个叶流云也没什么矛盾，这件事情和我们没关系吧？以前是没矛盾，但现在已经有了。赵虎又不傻，以前自己是和叶流云没矛盾，但如果尤淑兰和谭芊芊成为了叶流云的人，这矛盾一下子不就上来了？意识到这点的小弟们还有些不以为然呢。那有什么的，咱们也不怕他，就是咱们这里这么多人，还需要怕他？就不相信他一个能打我们这么多个。第52章恐怖的战斗直觉。赵虎没有说话。如果是以前，赵虎也觉得自己这里人多，不用怕什么。可现在嘛，能喷火的狮子，手下们不相信，但赵虎已经有几分相信了。一想到有这么一个敌人在，赵虎就怎么都安稳不下来啊。对于这样的情况，要么是将危机除掉，要么就是结交。可如果描述是真的，那叶流云真有这么厉害，自己见鬼了才能除掉对方。这么一想的话，自己的选择貌似就只剩下一个了吧？结交。想到这里，赵虎目光微眯，开始思索了起来。周围的气氛都安静了许多，小弟们心照不宣的安静了下来。赵虎和朴正才不一样，朴正才是纯粹的凭借武力让手底下的人去听话，但赵虎做事还是有几分当大哥的姿态，不会过度的去压榨手下，这也让赵虎的这些手下对赵虎很服气。准备吧。很快赵虎就有了打算，抬起头看向了庇护所内的所有人，等明天就去见一见那个叶流云，对方到底是那样的人，见识过就知道了。眼见为实，总要先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再确定自己需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应对。去找叶流云？我不去。刚刚才跑过来，这人的反应立马就激烈了许多，一副死都不想去的架势。放心，你不会死的，只要你乖乖带路，我保证你能活过今天晚上。当然了，也仅仅只是今天晚上而已。只不过对方现在精神状态并不好，显然没有听出赵虎的弦外之音。反之，如果你不带路，现在就死，你选择吧。又是选择题，多少是有点妈了呀。你确定不会死吗？还是小心翼翼地询问了一句。放心，我这个人向来说到做到。那好吧，还是同意了。赵虎咧嘴一笑，对着身边的人摆了摆手，示意将其带下去休息，保护好。起码今天晚上是要先保护好的。大哥，我们真的要去找那个叶流云吗？倒不是相信真的有什么会喷火的狮子，只不过对方毕竟是一直以来最快将庇护所升级的人，肯定是有些能耐的。万一出了些意外，总归是不好的吧。哈哈，知道小弟们在担心什么，赵虎笑着拍了拍对方的肩膀。谁说我一定就是去找麻烦的，去打个招呼，寻求一个合作的机会，不是也很好吗？赵虎也没说自己去找叶流云就一定是去找麻烦的。赵虎还是很理智的，不会贸然的冲动。更何况到时候即便真发生意外了，我这个当大哥的也绝对会死在你们所有人之前。不管赵虎内心的想法如何，但这话一出来，小弟们原本的担心立马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都是认真的说道：大哥，你说什么呢？我们怎么可能会让大哥先死？就算打不过，咱们这么做一定能让大哥活着离开。只要大哥活着，就一定还有机会。都是当大哥的，赵虎和朴正才的差距一下子就体现出来了。好了，都去休息吧，养精蓄锐，迎接明天的事情。摆了摆手，示意手下们都可以去休息了。是，大哥。都没说什么，点了点头便离开了。赵虎这边倒是没有直接休息，而是拿出了自己的生存守则，总是要先礼后兵一下的吧，打个招呼再说。与此同时，叶流云这边经验值+1，
经验值加1。伴随着提示音的不断传来，武术技能的经验值也是越来越接近满级了。终于，技能升级，武术 LV4， 武术 LV Max， 力量加1，速度加1，体质加1，精神加1。在叶流云的努力下，武术技能终于还是达到满级了。呼！趁着这个时候，叶流云也停下了手上挥剑的动作，触发能力的提示音也是跟随着传了出来。触发能力，战斗直觉。武术技能触发的能力自然会和战斗有关。战斗直觉，战斗直觉对战斗会有如同本能一般的直觉。简单尝试了一下后，叶流云就明白了。简单来说，就是一种近距离战斗时惊人的战斗直觉。毕竟总说这种近距离战斗，往往胜负都是一瞬间的事情，有些事情你都没反应过来呢，自己人就没了。但战斗直觉就是一种，你大脑可能都还没有意识到要做什么呢，但你的身体就已经能够摆出相应的战斗动作。有了战斗直接，可以大幅度提升近战的能力啊！不错，不错，满意的点了点头。显然，对于这个能力，叶流云还是很满意的。休息一下吧。就在这时，谭芊芊拿着一个毛巾走了过来。虽然谭芊芊也会每天坚持锻炼射箭能力，可毕竟体力有限，不像叶流云能够坚持下去。我已经把肉烤好了，要先吃一些吧。趁着叶流云锻炼的时候，谭芊芊就提前准备好的食物。好。面对这么乖巧懂事的谭芊芊，叶流云也没有拒绝，看向了院子里面还在挥动水之枪适应水之枪力量的尤舒兰。先休息一下，来吃点东西吧。来了。听到叶流云的呼唤后，尤舒兰顺势停下了动作。水之枪毕竟能够发挥出超自然的力量，和尤舒兰以前的枪法有一些不符的地方，所以尤舒兰也借此对自己的枪法做出了一点改动，以此才能够最大的发挥出水之枪的威力。见叶流云手上的毛巾，尤舒兰也不在意，接过来后就擦了擦身上的细汗。反正这么久相处下来，有些都习惯了。谭芊芊看到这一幕，不仅没有吃醋的意思，反而还感觉很开心，感觉很快就可以有人帮自己分担一下了呀。男朋友太厉害，有时候也很无奈啊。你们在这里等一下，我去把烤肉端过来。第53章，有我在，无所畏惧。嗡！就在这时，叶流云身上的生存守则忽然震动了一下。疑惑的叶流云只是将其拿了出来。私聊页面编号为0006的赵虎正发来了消息。编号0006，叶流云对吧？在下赵虎。自己有说过自己的名字吗？叶流云微微挑了挑眉，有点忘记了。不过倒也没什么好在意的。编号0071，有事。编号0006，刚刚有一个人跑到了我这里，自称是朴正才的手下，我想亲自送过去，您看可以吗？这话说的倒是蛮客气的。朴正才的手下，叶流云想起来了，当时确实是跑掉了一个，只是并没有去在意罢了。一个杂鱼而已，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对叶流云来说都没什么太大的影响。编号0071，可以。对方想要来找自己，叶流云当然不会拒绝，想来就来好了，正好看看这到底是想做什么，总不可能是为了朴正才来找自己报仇吧。编号0006，好，既然如此，那明日白天我就过去。见叶流云这么说，担心对方会反悔的赵虎麻溜的接了一句：明天白天。合上生存守则的叶流云目光思索了起来，是有谁找你吗？一旁的尤舒兰一直都没有出言打扰，但刚刚叶流云的表现，尤舒兰都是看在眼里的，这肯定是有人找上了叶流云。怎么了吗？这时端着烤肉过来的谭芊芊也是一脸的疑惑。没什么，摆了摆手，叶流云语气简单的说了一句：是赵虎要过来找我。这种事情倒是没什么好隐瞒的。赵虎这个名字还是让尤舒兰和谭芊芊感觉到十分熟悉的，毕竟他们之前就是因为赵虎连自己的庇护所都没了，这也算是一个过节呢。他怎么能找到这里的？难不成以尤舒兰的智慧立马就想到，这肯定是因为白天逃走的那个朴正才的手下了。只能说运气真不错啊，随便乱跑能跑到赵虎的地盘。要见面吗？虽然和这个赵虎有过节，可眼下的尤舒兰还是以叶流云的事情为主，主要还是看叶流云的想法。别人都这么说了，为什么不见呢？叶流云笑了，咱们明天就不用出去了，安心等着，他明天上门，明天就过来。见两女的情绪都变得认真了许多，叶流云倒是笑着说了一句：放心，有我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有我在。这点自信叶流云还是有了。先吃烤肉吧。见叶流云如此自信，
尤淑兰的内心还是不免有些轻松的，就感觉能有个人作为依靠的感觉，真心不错呀。对了，阿文呢？拿起一块烤肉的叶流云有些疑惑。平常这个时候，阿文都是屁颠屁颠的凑过来，可今天那个吃货在吃饭的时候居然不积极了。看宠物栅栏里面也没有阿文的身份。刚刚在刷武术技能的等级，叶流云都没注意到阿文去做什么了。阿文他出去了。倒是尤淑兰在听到叶流云的疑惑后解释了一句，现在晚上的时候，阿文也是时不时出去一回。这样啊，目光了然，倒也不奇怪，本来就闲不住。以前黑夜的时候，阿文不出去，主要还是因为实力不够，不足以肆无忌惮的在黑夜之中生存。但现在明显不一样了，实力变强了，纹师进化成为火纹师了，实力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即便算不上无敌，可面对一些比较难缠的怪物，想要逃跑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就说呢，这个吃货什么时候吃饭的时候都这么不积极了。好，话音刚落，下一秒火纹师的咆哮声就从围墙外面传了过来。只见唰，一道全身燃烧着火光，看起来威武不凡的身影一跃跳到了围墙里面，身上的火焰散去，而对方正是叶流云的宠物火纹师。吼吼！回来之后的火纹师看着叶流云手中的烤肉，一双兽瞳瞬间明亮了许多，低吼了2声之后，麻溜地凑到了叶流云的身边，那讨好的小眼神意思已经不言而喻了。你这头吃货，其他的事情也没见你这么积极。说是这么说，但叶流云还是拿起一块烤熟的肉扔给了火纹师。吼吼！叼住肉块的火纹师看起来是更加兴奋了。一旁的尤淑兰和谭芊芊在看到这和谐的一幕后，都不由得笑了起来。真希望日子能够一直这么平静下去啊。第二天，叶流云很早就从房间里面出来了，正在院子里面活动筋骨呢。吼吼！注意到激动的火纹师，叶流云直接说了一句：别想了，今天有客人要来，咱们不出去。叶流云可没有忘记赵虎昨天说的要来自己这里的事情。正兴奋的火纹师在听到叶流云这么说之后，立马就瞪圆了眼眸，仿佛失去了精气神一样，直接变得懒散了下来。这贪玩的状态真是一点都没有收敛啊。行了行了。看到这，叶流云也是无语的摆了摆手，待会让芊芊给你多烤一点肉，晚上的时候再出去玩吧。果然，对于一个贪玩的吃货来说，虽然不能出去玩了，但能够吃东西的话还是很不错的。吼吼！立马就恢复了精神，围着叶流云蹦跳了2圈。你这家伙，以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再驯养一个比较乖巧的宠物试试。很显然，叶流云打从一开始就不准备只驯养火纹师这一个宠物。之前的火焰兔纯粹就是对方不听话，有时间收服还不如直接宰了。在知道晶石这种材料能够和普通的怪物融合之后，叶流云都在想要不要随便驯养一个怪物，就算实力不够，大不了融合晶石好了，直接把实力给堆上去。第54章，没脑子的注定活不久。吱吱吱！就在叶流云思索未来道路的时候，屋子内谭芊芊一边打着哈欠，一边熟练的烤着肉。没睡好吗？这个时候，尤淑兰也从房间里面走了出来，活动着筋骨，看着哈气连天的谭芊芊，显得有些疑惑。不是没睡好，压根就没怎么睡。什么意思啊？听到这话，尤淑兰是更加的疑惑了，为什么会没怎么睡呢？还能是因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叶流云持久又强大喽。永动机了解一下，根本停不下来啊。面对尤淑兰，谭芊芊倒是没有隐瞒什么，大大方方的就说了出来。还以为是什么呢？这样的原因让谭芊芊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就在尤淑兰小脸微红，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时候，淑兰姐！正在烤肉的谭芊芊立马看向了叶流云。在尤淑兰有些蒙圈的目光下，谭芊芊倒是很直接的说道：你什么时候才能做好决定啊？我现在非常需要姐姐来帮我分担，只让自己一个人来的话，真撑不住几天了。再让我想想吧。直言拒绝，并不是，倒不如说尤淑兰并不想拒绝，只不过真要下定决心的话，总感觉还缺少一个契机啊。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陪在叶流云的身边，谭芊芊忍不住的打了一个哈欠。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叶流云侧目看了过去，显然叶流云是知道谭芊芊为什么会这样哈气连天，毕竟这就是自己的功劳嘛。不用了。虽然困，但谭芊芊还是摇了摇头，带着笑容看向了叶流云。只是一个晚上而已，没关系的，等会的时候我想陪在流云你的身边。
就是一晚上不睡觉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之后再补，不就好了？但现在有事的时候，谭芊芊希望自己能够陪伴在叶流云的身边。好，既然这是谭芊芊的心意，叶流云自然不会阻止什么，点头应了下来。与此同时，距离叶流云庇护所不远处的地方，赵虎一行人已经出现在了这里。赵虎的手底下差不多有10几个人，看样子都是一把好手。等穿过这片树林，你们就能看到了。那个，我已经给你们指路了，让我回去吧。负责带路的，自然就是昨天从叶流云这里逃走的那个朴正才的手下。一想到叶流云现在这个人，就有心理阴影了。能够带路到这里就已经很不错了，再走近一点是真的没胆子了呀。既然如此，那你的任务也是圆满了。看了一眼前方的树木，赵虎点着头说了一句：那我……这人刚想说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直接回去了，可下一秒，唰，一把匕首直接从背后将此人贯穿。动手的正是赵虎的一名手下。你看着自己身后这一脸冷笑的人，内心很茫然，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死，还是以这样的方式，只能转过头看向了赵虎的方向。你说过要放过我的。不，赵虎摇了摇头，我说的是让你安全的活过昨天晚上，但却没有说过要让你一直活下去。赵虎表示自己这个人最讲诚信了，说让你活过昨天晚上，就肯定会让你活过昨天晚上的。动手！不等多言，赵虎便摆了摆手，目光漠然地吩咐了一句。唰唰唰，边上的几个手下全部都跟随着动手了。这样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半点还能够生还的可能。带上他，我们走吧。将这一切尽收于眼底的赵虎，目光没有丝毫的变化。虽然讲仁义，讲诚信，可赵虎能坐上大哥的位置，凭借的也是强横的手腕。只能说人不狠，站不稳啊。大哥，这……很快，在穿过这片树林之后，众人都看到了叶流云的庇护所，那高大并且结实的围墙看起来都让人望而生畏了。全是真的。昨天那个人也描述过叶流云这里的庇护所情况，围墙、投石车、会喷火的狮子。大家当时或许还都有些不相信，可现在映入眼帘的现实却由不得大家不相信了。去敲门。虽然同样惊讶，但赵虎还是努力克制住了目光中的变化。这种时候反而不能露怯，冷静地对着手下们吩咐了一句：好。小弟连连点头，快步跑了过去。撞门什么的肯定是不敢了，只能是老老实实的敲门。而院子内听到动静的叶流云也是顺势看了过去。来了。走进来的赵虎等人看着围墙边上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投石车，整个人都老实了许多。当然了，也有不甘心的。大哥，忍不住看向了赵虎，那眼神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如果能够抢走这些东西的话，绝对能够为他们提供不小的帮助。闭嘴！可是面对这样的呼唤，赵虎直接呵斥了一句：白痴，这么简单的道理，真以为自己不知道吗？敌人到底是什么实力都还不知道呢，抢个屁！想必您就是叶流云，叶先生吧？等正式来到叶流云面前的时候，赵虎语气客气地说了一句，有些惊讶，莫想到叶流云这么年轻。至于叶流云身边那目光戒备的尤淑兰和谭芊芊，赵虎脸色不变，显然是早就遇到的事情，所以并不意外。你就是赵虎吗？赵虎在观察叶流云的时候，叶流云也在观察赵虎，和昨天的朴正才完全不一样。如果说朴正才只是一个有勇无谋莽夫的话，那这个赵虎就显得更加理智，更加聪明了。在下就是赵虎，客气的点了点头。边上跟随着赵虎过来的小弟们都是安安静静的，谁也没有说什么。是这样的，昨天朴正才的一个手下跑到了这里，听说是从叶先生这里跑掉的。我对叶先生可是神往已久了，我听到他冒犯了叶先生，特此将其送了回来。第55章，雷晶石还不够。说着，赵虎对着小弟们摆了摆手。那个朴正才手下的尸体被丢在了地上，因为一些意外，所以我杀了他，还请叶先生勿怪。也是个狠人。看着对方的尸体，叶流云不在意笑了笑，无所谓，左右也不过是个杂鱼罢了。这尸体留在这里也是占地方，还是处理一下吧。听到叶流云这么说，赵虎刚想说我来帮你处理，但这时阿文一声平静的呼唤，火纹师的身影快速的从石屋后面跳了出来，砰，身影沉重的落在了地上。火纹师的出现让赵虎等人的身影立马倒退了好几步。无他，这属实是有点太吓人了呀。
也就是赵虎心态不错，最先稳住了身子。处理掉。叶流云只是简单的指了指地面。好。火纹师听话的点了点头，然后，轰！炙热的火焰轰然喷出，火焰之下，不管是任何的物质，都只会化为一堆飞灰，什么都不会剩下。这一幕也让赵虎的眼神变得是无比的忌惮。好家伙，居然特么的是真的！围墙、投石车，就连最离谱的会喷火的狮子，也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叶流云到底是何方神圣啊？叶先生的手段真的是让我敬佩万分啊！这并不是赵虎故意吹捧，绝对是真心实意的夸赞。这份力量的展现，由不得赵虎不尊敬的。只能说，偶尔还是需要展现一下自身力量的，否则一些不开眼的蝼蚁总是会天真的认为自己可以无所顾忌了。还要多谢你把这个人带过来呢。虽然叶流云并不在意这个杂鱼就是了。那么，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带着笑容看向了眼前的赵虎。叶流云可不相信对方的目的就只是为了送这样一具尸体。最开始的时候，赵虎是想着确定一下这个叶流云的实力，如果对方实力不行，那就直接掠夺走对方的一切。可现在，等知晓了叶流云的实力后，掠夺什么的，赵虎是真不敢去想了呀。合作，我想要合作。没有丝毫的犹豫，赵虎连忙说道：在下相信，以叶先生的实力，绝对没有什么事情是处理不了的。可总不可能，一切琐碎的小事情都让叶先生亲自去解决吧？如果叶先生不嫌弃，我愿意为叶先生清扫那些不重要的小麻烦。简单来说，就是黑手套呗，专门去做一些脏活累活的。那么，你又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倒是没有直接拒绝。友谊，如果可以，我想得到叶先生的友谊。索取什么好东西？可以是可以，但赵虎可不会这么着急。眼下这样的情况，稳定的友谊比什么都重要。很聪明的人啊，不仅仅有实力，还有城府。这样的人放到古代，绝对是一个枭雄角色，怪不得能混成这样呢。没有直接给出回答，只是笑而不语。感觉自己明白了什么的赵虎当即说道：前段时间在下机缘巧合之下得到了一枚雷晶石，听说叶先生需要这种东西，特此奉上。这雷晶石还是赵虎无意间从一个宝箱里面得到的，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但赵虎还是感觉这种材料应该很珍贵。之前看世界聊天的时候就知道叶流云有心收集这样的材料，所以赵虎已经提前准备好了。雷晶石，叶流云有些意外，就连身侧的尤舒兰和谭芊芊都惊讶了许多。果然，看到这样的变化，赵虎目光了然，眼前的叶流云绝对是知道这种晶石的材料是有什么作用的。带着这样的想法，赵虎将一块紫色的石头拿了出来，鉴定物品：雷晶石，效果具有一定雷电力量的石头。果然是雷晶石，我想用这块雷晶石来换取叶先生的友谊。即便这种晶石可能会很优秀，但赵虎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叶流云的友谊。叶流云还在沉默呢，倒是一旁的尤舒兰小声地拉了拉叶流云的衣袖。在见识过晶石材料的效果后，尤舒兰更加清楚这种东西的重要。而且雷电的力量一直都是自然界中相当可怕的一种，如果能够被叶流云自如运用的话，想来一定会提供不小的帮助吧。侧目看了过去，尤舒兰的想法如何，叶流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不过还不够，顺势看向了赵虎。叶先生想要什么？没有直接拒绝就是好的。赵虎当即询问了起来。没说错的话，你和我的人应该有一些过节吧？有些话也不用说得太明白，只是听到叶流云这么说，赵虎当即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是为了尤舒兰和谭芊芊吗？没有废话，当即90度鞠躬，认认真真的对着尤舒兰和谭芊芊说道：很抱歉，之前的事情冒犯了两位女士，还请原因。之前的一些物资，稍后我会物归原主的。能屈能伸啊！尤舒兰和谭芊芊都有些沉默了。尤舒兰目光异动的看向了叶流云，本来想过叶流云会是想要更多的东西，但没想到却是为了这个。所以自己的实力，叶流云一直都记得吗？有些时候，女生需要的并不是真的什么，有时候一个态度就比什么都重要了。当然了，这样的女生注定还是少数的。呼，调整好心态后，尤舒兰冷静地看向了赵虎。之前我的那些东西，一个不留的还回来，不是因为其他，只是因为尤舒兰觉得自己以前的那些物资或许能够帮助到叶流云，有这个原因就足够了。没问题，赵虎没有拒绝，直接答应了下来。反正现在的自己也不缺少这点材料。这样的话，赵虎目光期待地看向了叶流云，一声晒笑后，
叶流云从赵虎的手里拿走了雷晶石。那么，交易完成，你获得了我的友谊。听到叶流云这么说，赵虎总算是轻松了许多。第56章，雷之剑，狂暴的雷电力量。老大，真要全部都还回去吗？返回庇护所的路上，赵虎其中一个手下有些没忍住，还是询问了出来。以后这样的废话就不要再说了。对于自己的选择，赵虎并不后悔，但面对这些小弟的时候，有些场面话还是要说的。或许你们觉得今天的事情，我这个做大哥的做得很丢人。大哥，听到这话，有几个小弟当即就忍不住想要安慰一下赵虎了。毕竟不是谁都是愣头青，还是有理智的。内心了然，叶流云的实力在那里摆着，真要动手了，结果除了他们全死之外，根本就不会有其他的可能。赵虎的选择就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听我说话。不等手下说些什么呢，赵虎便先一步摆了摆手，直接打断了，语气平静地说道：技不如人，咱就要认。今天我们实力不如他叶流云，所以谦卑的是我们，但我不相信我们的实力会一直这么弱下去。赵虎相信自己迟早有一天是会正常起来了。放心好了，既然你们跟了我赵虎，那我赵虎哪怕豁出这条命，都不会让你们受委屈的。大哥，这话一出，小弟们纷纷目光感动，就连刚刚还有些不甘心的小弟也是一脸的愧疚，自己不敢那么稳的。走吧。赵虎不再多言，大手一挥，走在了最前面，身后的小弟们也是立马跟了上来。刚刚的事情，谢谢你。院落内，叶流云正打量着手中的雷晶石呢，而身侧尤淑兰的声音忽然传了过来。侧目看了过来，只见此时的尤淑兰虽然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认认真真的看着自己。谢谢，我们之间还需要说谢谢吗？叶流云同样是一脸笑容的说了一句。尤淑兰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不知道想些什么。而此时的谭芊芊在看到尤淑兰这样的反应后，仿佛是明白了什么一般，立马乐呵呵的笑了起来。这个就是雷晶石吗？依赖的靠在叶流云身侧，好奇的看着叶流云手中的雷晶石。平复下来心情的尤淑兰也是跟着看了过来。想好要如何使用了吗？早就已经想好了。雷电作为自然界中威力强大的天灾力量，叶流云自然也是很向往的。说话的同时，将自己的骑士长剑拿了出来。近战的技能已经学会了，如果不配一把近战的神器，那岂不是太可惜了？融合。下一秒，只见叶流云手中的雷晶石正在和骑士长剑逐渐的接近，然后开始缓慢的融合了。滋滋滋！同一时间，原本的骑士长剑上多出了一些雷电的纹路，还有不少的电流正在剑刃上面闪烁。鉴定物品：雷之剑，耐久度1000，效果：剑刃锋利，材质坚固，可以使用雷电的力量。死！正在欣赏雷之剑的叶流云，只感觉自己的手忽然被电了一下，雷之剑瞬间跌落在了地上。有些意外。没事吧？看到这一幕，一旁的尤淑兰和谭芊芊都是关心的看了过来。没什么，微微摇了摇头。雷电的力量很狂暴，可能不好驾驭。尤淑兰已经分析出了一点问题，毕竟雷电不像水流，很柔和，容易驾驭。雷电是一种很狂暴的力量，如果自身没办法承受住雷电的力量，很可能会引来雷电的反噬啊。那怎么办？一旁的谭芊芊脸色担心，刚得到的神器不会不能使用吧？尤淑兰脸色苦恼，也不知道能有什么办法。放心吧。看着两女都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叶流云倒是直接笑了起来。只因为经验值+1。就在刚刚，系统的提示音传了出来，同时一个新的技能出现了，触电 LV1。对于驾驭雷之剑的这件事情，叶流云可是一点都不担心了呀。这只是刚开始，只要再过一会就好了。既然是神器，总要先适应吧。这样吗？还是有些担心啊。而这时，叶流云顺势将雷之剑重新捡了起来。滋滋滋，还是会有电流闪过，还好不是很强大的电流。这次有了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倒是没有直接将雷之剑脱手而出了。滋滋，能看到微弱的雷光顺着剑柄也传递到了叶流云的身上。同一时间，经验值+1，经验值+1，经验值也在飞速的增长着。很快，技能升级，触电 LV1，触电 LV1，力量+1，速度+1，体质+1，精神+1。怎么感觉最近一段时间自己觉醒的技能基本上都是能直接提升4维属性的了？不过这显然也是很好的情况。强大的4维属性
即便不能说直接免疫雷电的力量，但如果只是承受的话，还是没什么问题的。你们看，我这不就没什么问题了吗？再多适应适应，就可以自由使用了。挥舞着雷之剑，简单的活动了一下，剑刃向着远方挥去。下一秒，唰，一道电流顺势飞出，将不远处一棵高大的树木直接劈断了一半。到底是雷电，这威力也是非常不错的。那就好。见叶流云没什么大碍，尤淑兰还是轻松了许多。好了，都回去吧。反正只要将雷之剑拿在手里，触电技能的经验值就会不断的增长，所以叶流云倒也不需要着急。夜晚，流云，人家真的不行了。依靠在叶流云的身边，谭芊芊表示很无奈。没关系，今天休息一晚上就是了。叶流云也不是不懂得照顾女生身体的。嘿嘿，虽然人家不行了，但也没关系的哦。谭芊芊忽然笑了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只见谭芊芊一脸笑容的说道：你现在去舒兰姐的房间会有惊喜哦。惊喜？死？真的假的？第57章，不让自己后悔的选择。被这么一说，叶流云明显期待了许多。夜晚，看着没一会的时间就彻底熟睡过去的谭芊芊，叶流云没有出言打扰，而是关好房门，走下了楼梯。还没睡，让叶流云意外的是，这刚下楼就看到了正坐在客厅沙发上的尤淑兰了。有些失神的尤淑兰在听到叶流云的声音后，也是连忙站了起来。我有这么吓人吗？看着尤淑兰这说话都有些犹犹豫豫的样子，叶流云忍不住笑了起来。不是，情绪渐渐缓和了，我只是不知道我现在这样做到底对不对。白天时，叶流云在面对雷晶石那么重要的材料时还能够想到自己，这让尤淑兰很感动，同时也让尤淑兰明确了自己的本心。或许就和谭芊芊所说的一样，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自然也会有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只不过总感觉这不太好啊。叶流云又不傻，本来就从谭芊芊那边得到了一些猜想，现在在听到尤淑兰这么说之后，立马就明白对方这是什么意思了。与其纠结自己所做的事情对不对，不如想想自己到底想不想去做。有些事情总要尤淑兰自己去做出选择吧。很快，在沉默了片刻后，尤淑兰抬起头，认真地看向了叶流云。我爱你。我也是。淑兰姐呢？第二天早上，休息不错的谭芊芊正从楼上走了下来，看着客厅有些疑惑。平常时候尤淑兰很早就会醒了，很少有睡过头的时候啊。她太累了，正在休息呢。从冰箱拿几个水果当早餐的叶流云语气随意地说了一句：太累。刚睡醒，这小脑袋瓜多少是有点懵的，一开始还有点没反应过来呢，但在听到这里之后，或多或少的也是明白了什么。嘿嘿，乐呵呵的一笑。明白，明白，仿佛小仓鼠一样的点了点头。果然很厉害啊，就连尤淑兰那样身体素质比自己高这么多的，照样扛不住啊。行了，叶流云倒是没在意那么多，简单的吃了一点东西后，直截了当的对着谭芊芊摆了摆手说道：今天你留在家里照顾舒兰，探索的事情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明白。知道自己在力量方面不足，谭芊芊也没觉得什么，认真的点了点头。随后叶流云简单整理了一下装备后，就准备带着火纹师一起离开了。路过宠物栅栏的时候，看着还趴在地上睡觉的火纹师，都不用想，这昨晚肯定是跑哪里去玩了。砰砰，叶流云直接踢了踢栅栏，看着睡眼朦胧抬起头的火纹师，没好气的说了一句：赶快给我起来，准备干活了，晚上那么长的时间不睡觉，小心变成秃头狮子。吼吼，就算再怎么熬夜，自己也不可能变成秃头狮子吧。阿文不满地吼叫了2声，但还是老老实实的跟上了叶流云的脚步。舒兰姐，谭芊芊这边在恢复了一些精神之后，麻溜的就小跑到了尤淑兰的房门外，轻轻的敲了敲门，见没人回应之后，缓缓的开了一点门，探着头打量了起来。是芊芊啊。尤淑兰显然也是察觉到了什么，看到来人是谭芊芊之后，尤淑兰也没觉得什么。嘿嘿，见尤淑兰已经醒了，谭芊芊乐呵呵的一笑，直接打开门走了进来。怎么样？我就说了吧，流云真的很厉害，嘴上说说的和实践起来总归是两回事吧。尤淑兰有些无奈，虽然听了谭芊芊的话，对于这样的事情尤淑兰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可属实是没有想到，那叶流云厉害的还不是一点点啊，果然是有点夸张了啊。你就说过程怎么样吧。尤淑兰回忆了一下，忍不住笑了。很不错，嘿嘿。此时的叶流云倒是不清楚尤淑兰和谭芊芊之间的交谈到底是有多么的夸张。经验值+1，经验值+1。
寻找宝箱物资的同时，叶流云也在刷着新技能的经验。进化后的雷之剑放置于剑鞘之中，被叶流云挂在了腰间。叶流云一手放在雷之剑的剑柄上，一边在树林中寻找着。虽然是放在剑鞘之中，在剑柄上还是会时不时有电流传递到叶流云的手上，而这些电流正好可以帮助叶流云提升触电技能的经验。很快，技能升级，触电 LV3， 触电 LV4， 力量+1，速度+1，体质+1，精神+1。连续不断的刷经验，也让触电技能成功从3级提升到了4级，已经4级了啊！趁着这个机会，叶流云松开了手，微微活动了一下手腕。就算电流的伏特并不是很夸张，还有叶流云的体质本来就超越了正常人的数倍，但这么一直保持触电的状态，还是会让叶流云的手臂感觉有些麻痹的。再有1级就可以达到满级的状态了。甩了甩手，活动了一下手腕后，叶流云继续握住了剑柄。触电感再度传来，经验值+1，经验值+1，经验提升的提示音也跟着传了出来。不过，一想到这个技能在达到满级之后触发出来的能力，说不定就能够让叶流云彻底掌控雷之剑了。有了动力，自然就感觉无比的轻松，不再多想，直接开始转移注意力，放在了寻找宝箱上面。电暖器。夜晚，叶流云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庇护所内。白天时候的寻找，基本上都是一些普通的物资。如果说最特殊的，就是这个电暖器了。只不过，这个气温装电暖器也没什么用吧？谭芊芊忍不住挠了挠头。家里面本来就有个壁炉，那玩意一烧起来，房子里面的问题立马就开始暴增了。如果再加上一个电暖器呢的话，屋子秒变小烤炉啊！第58章绝缘，彻底免疫。叶流云之前刷耐热技能触发的能力，可以让叶流云无视这点温度，可谭芊芊和尤淑兰显然是扛不住的。要不扔掉？叶流云对此倒是不在意，已经恢复了力气，能够重新下地走路的尤淑兰，在听到叶流云这么说后，微微摇了摇头。不管怎么说，也是你辛苦找回来的，先装上吧，大不了不用就是了。也行。对此，叶流云也没说什么，反正也不是说房子里面装上电暖器就一定要使用的。流云你辛苦一天，一定很累了，我去准备晚饭。一旁的谭芊芊也是跟着说了一句，转身去准备晚餐了。叶流云也没说什么，顺势看向了眼前的尤淑兰，感觉怎么样？还疼吗？小脸微红，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对着叶流云摇了摇头，已经不怎么疼了。毕竟从小开始习武，这体质上面确实是要超越一般的女生。那今天晚上，叶流云带着笑容，挑着眉头示意了一下。知晓叶流云意思的尤淑兰显得更加不好意思了。想肯定是想的，不过芊芊那边你也不能忘了。尤淑兰可不希望叶流云一直在自己这边，反而疏忽了谭芊芊。放心，摆了摆手，叶流云表示根本不用担心，因为有永动机这个能力在，1对2那算什么？简简单单了。技能升级，触电 LV4， 触电 LV Max， 力量+1，速度+1，体质+1，精神+1。终于，等吃完晚餐，继续刷了一会经验后，触电技能的等级也是成功达到了满级 Max 的地步。呼，总算是可以正式松开剑柄了。一直保持触电的状态，总归是会有不适的感觉。有些期待，不知道这个技能能够触发出什么样的能力了。触发能力，绝缘。触电技能触发的能力自然会和这方面有关。绝缘，简单来说，可以让叶流云的身体变成绝缘体，免疫雷电带来的触电影响，还算不错呀。那岂不是说，不管是多高伏特的雷电，对于绝缘体的自己来说，都是无用的吗？不过，雷电带来的影响并不只有触电效果，还有高温的灼烧呢，这是绝缘没办法免疫的。但别忘了，叶流云之前还触发过火免的能力，可以大幅度免疫高温和灼烧感，再加上绝缘能力带来的效果，这可不是1+1等于2那么简单了。换句话来说，我是彻底无惧雷电的影响了啊！带着这样的想法，叶流云顺势将雷之剑抽出剑鞘，拿在了手中。滋滋滋，电流如同雷蛇一般，在雷之剑的剑刃和剑柄之上闪烁。如果是之前，叶流云还是会被这样的电流影响到，可眼下，将雷之剑拿在手里的叶流云完全没有任何触电的感觉，仿佛手里面拿着的只是一把普通的长剑罢了。不错，不错，感受着新技能的效果，叶流云这一时间是更加的满意了。熟练度系统，宿主叶流云，力量54，普通人平均值为10，速度45，体质53，
精神50，技能挥砍 LV Max， 锻炼 LV Max， 挨饿 LV Max， 射箭 LV Max， 熬夜 LV Max， 游泳 LV Max， 投掷 LV Max， 耐热 LV Max， 挨打 LV Max， 恢复 LV Max， 爬树 LV Max， 锄地 LV Max， 种植 LV Max， 驯养 LV Max， 骑术 LV Max， 跳跃 LV Max， 毒抗 LV Max， 运动 LV Max， 武术 LV Max， 触电 LV Max， 能力暴击、野兽感知、光合作用、鹰眼、不眠者、火免、标记、超恢复、格挡、肌肉控制、快速生长、重击、生物亲和、心灵相通、低空飞行、百毒不侵、永动机、战斗直觉、绝缘。有段时间没看自己的属性模板了，没想到自己的4维属性除了速度一栏以外，其余的全都已经突破50了，超越了正常人类5倍的程度。简单的攥了攥拳头，这种拥有力量的感觉让叶流云心情都变得愉悦了许多。真不错啊，为这个危险的未知世界里面，只有强大的力量才是真正的立身之本啊。接下来的2、3天，叶流云的日子过得是越来越悠闲了。毕竟一会陪陪游舒兰，一会陪陪谭芊芊，这种神仙日子拿什么来，叶流云都不会换啊。当然了，这样的日子虽然悠闲，虽然快乐，但叶流云也没有忘记眼前的危机。距离月底的永济这一天是越来越近了啊。还没有找到任何有关于黑铁石的消息吗？夜晚的庇护所里，面对叶流云的问题，游舒兰和谭芊芊都是无奈的耸了耸肩。提升检出就差10个黑铁石了，但这么多天下来，别说是什么黑铁石了，哪怕是和其相近的材料，也是一个都没有看到过。都怀疑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这种材料了，要不然没理由到现在也找不到啊。要不明天我们出发更远的地方寻找吧。游舒兰也知道第1个升级庇护所会得到一定的奖励，而且庇护所的提升也会给他们带来不小的安全防护。既然周围附近找不到，那就去更远的地方好了。没必要。叶流云摆了摆手，自己倒是无所谓，但游舒兰和谭芊芊的安全问题，叶流云还是会考虑的。呼，调整了一下心态后，叶流云直接说道：没关系，左右不过就是一次庇护所升级罢了，相信即便庇护所没有升级，我们也能够活过永济这一天的。生存守则上面只是说，永济这一天，所有黑夜中的生物都会陷入狂暴和兴奋的状态，可具体情况如何就不知道了。第59章，黑铁石，这玩意很稀有吗？流云听到这话，不管是谭芊芊还是游舒兰，都是目光认真的看了过来。我们相信你，只要有叶流云在，两女就绝对不会担心什么的。好了，天色不早了，准备一下晚餐吧。我去准备。听到叶流云说要吃晚餐，谭芊芊麻溜的就站了起来，去准备了。我也去帮忙吧。游舒兰也是跟着起身，一起过去了。这般和谐的一幕让叶流云忍不住笑了起来。不得不说，能否让女人满意和男人本身的能力也有很大的关系啊。两边都喂饱了，这不就和谐了吗？永动机根本停不下来啊。在叶流云看来，自己触发过的所有能力中，只有这个能力最牛批了。嗡！而就在叶流云收拾好心情，准备跟着一起过去的时候，此时叶流云身上的生存守则忽然震动了一下。这个时候会有人来找自己吗？有些疑惑，但还是拿出了生存守则，将其打开查看了起来。武风大哥，叶大哥，你还在吗？对方正是自己很久没联系过的武风，毕竟以前也是经常找自己用铁矿来换食物的人，叶流云自然记得。而且没记错的话，这个人应该也是一个吃货吧。这么久没联系，估计是以为自己已经没了吧，也不在意，直接回了一句：叶流云，食物的价格还是和以前一样，想换的话就直接换吧。在叶流云看来，对方除了是来找自己兑换食物的之外，应该也没有其他的可能了吧。武风大哥，你还活着的。叶流云的回答也让另一边的武风感觉到了十分的惊喜。武风，这么多天没看到叶大哥在世界聊天上面说什么，我还以为说的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还以为我已经没了呗。虽然武风没有直接说出来，但这具体是什么意思，
叶流云还是能够听出来的，倒也没有在意什么。虽然没见过，但毕竟交易过很多次。这个武风表现的一直都很老实，叶流云对其也没什么厌恶的意思。叶流云，没什么，只是最近在寻找一个特殊的材料而已。武风，是什么样的材料？这家伙的好奇心很重啊。不过这样的事情，即便说出去也没关系吧？叶流云，没什么，黑铁石而已。在叶流云看来，或许这个武风连什么是黑铁石都不知道吧。算了，摇了摇头，叶流云已经不准备再多说什么了。只不过，武风，黑铁石这种材料很稀有吗？什么意思啊？刚准备合上生存守则呢，武风这发来的一句话让叶流云愣神了片刻。叶流云，你有这种材料？武风，有啊，回答得很自然啊。但是让叶流云多多少少的就有点没反应过来了。好家伙，真就得来全不费功夫呗。那自己之前寻找那么久是为了什么？叶流云，别告诉我，你的庇护所边上还有一个黑铁石的矿脉。叶流云可是记得，这个运气好的家伙，庇护所的边上就有一个铁块的矿脉，想要多少铁块都可以。但眼下不会连黑铁石的矿脉都有吧？武风，那倒没有。武风，只是之前在进入铁矿里面的时候看到了黑铁石的材料，因为好奇就开采了一点。武风，不过因为一直没什么作用，我就开采了20个单位的黑铁石，就没有继续开采了。这种材料稀有吗？灵魂质问啊。很稀有吗？大概，或许，可能，真的很稀有吧。算了，叶流云，20个单位的黑铁石我都要了。你想要什么？虽然升级建筑物只需要10个单位的黑铁石，但这种稀有的材料多囤一点肯定是没有什么坏处的。有备无患嘛。甚至说叶流云都做好准备，对方会狮子大开口了。毕竟这种材料目前就对方有，而自己也是真的需要。只不过武风，大哥你需要的话，那就给我一点水果和肉就可以了。这是什么意思？叶流云，你就不想要一点别的？武风，嘿嘿，我现在也不缺什么。另一边，庇护所内的武风憨憨的挠了挠头，想了半天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缺的。武风，我就是觉得大哥你很厉害，以后要是有事情能不能多关照一下小弟？也不知道这个武风是真憨呢还是聪明，不要物资，反而要这种虚无缥缈的条件。只不过这样的条件有些时候确实比任何物资来的都重要。叶流云沉默了片刻。叶流云，好，答应了。一来叶流云对于这个武风确实是没有什么讨厌的情绪，而且对方这样的态度也确实是很会做人，叶流云没理由拒绝。武风，嘿嘿，谢谢大哥。得到了叶流云的肯定回复，武风显得是更加开心了。接下来就是该上世界交易上面设计了。很快在给出了一些水果和肉之后，20个单位的黑铁石就出现在了叶流云的面前。武风，大哥，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的材料都可以和我说，即便没有我也可以去帮大哥找来。叶流云，好。武风，那我就不打扰大哥了。很有眼力见的安静下来了。合上生存守则，看着眼前的黑铁石，叶流云都不知道是该开心呢还是如何了。找了那么多天的黑铁石，居然是以这样的方式得到的，还真是，只能说人生果然是跌宕起伏的呀。流云。就在这时，房间内的尤淑兰和谭芊芊也走了出来。这是已经将晚饭准备好了，喊叶流云过去呢。只不过看着此时出现在叶流云面前的那20个单位的特殊材料，两女都有些疑惑。这是什么材料？没有使用鉴定术的情况下，两女都认不出来这是什么材料。这就是黑铁石。黑铁石第60章建筑升级。探查术，超稀有材料。什么意思啊？不管是尤淑兰还是谭芊芊都明白，黑铁石是将建筑物升级的重要材料。他们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一点黑铁石的影子。可为什么眼下叶流云的面前会出现这个多个单位的黑铁石？实际上倒是没什么好隐瞒的，叶流云还是将刚刚和武风交易的事情告诉给了两女。这一时间两女多少是有点哭笑不得的意思了，都是没想到啊，苦苦找不到的材料居然会是以这样的方式得到的，人生还真是恍恍惚惚啊。不管怎么说，材料还是找到了。这个时候谭芊芊也是目光期待的说道，那是不是说咱们的建筑可以再次升级了？连吃晚饭的时候都不在意了。很期待叶流云将建筑物提升至5级呀。叶流云也很期待将建筑物提升至5级之后会得到些什么。你们站到我后面，将一直存放着的升级图纸拿了出来。
对着谭芊芊和尤淑兰说了一句，两女懂事地站到了叶流云的身后，没有丝毫的犹豫。升级！伴随着各种材料的消耗，叶流云手中的5级钢铁堡垒升级图纸便化作了一个个光点，向着眼前的建筑物飘去。轰隆，轰隆！下一刻，整个房屋都开始震动起来了。好！原本正在栅栏里面补觉的火纹师，此时都醒了过来，不安地看着晃动的建筑物。安静！还是叶流云一声令下，火纹师才老老实实地安静了下来。虽然不知道这样的变化是什么情况，但出于对叶流云的相信，火纹师也不再躁动。轰隆，轰隆！这样的震动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建筑物的变化便开始缓缓地停了下来。原本的2层石屋已经完全变了，从外面看是一种漆黑色的物体。吭吭！叶流云抬起手敲了敲，虽然看起来像是钢铁，但这敲击的手感却并不是什么钢铁，不过都很坚固就是了。这就是5级的建筑吗？尤淑兰和谭芊芊的目光也变得好奇了起来。嗡嗡！就在这时，叶流云身上的生存守则开始不断的震动了起来。不用想，这必然是提示的声音。拿出来一看，果然如此。恭喜编号0071，守卫成功，将建筑物提升至5级。第一个升级建筑物的，总会引起不小的动静。只不过，看着这熟悉的编号，世界聊天里面的众人一时间都有些无言了。编号0770，我就知道，又是这位大佬啊。编号8991，如果哪天不是这位大佬第一个将建筑物升级，我才会感觉奇怪了。编号4909，大佬带带我吧。编号7535，合作吗？有人合作吗？来我庇护所呀。编号4693，别想着忽悠人了，现在都知道据别人庇护所会签订主仆契约了。编号2209，就是别想忽悠人了。看得出大家对于叶流云的编号真的是习惯了，而且前往别人庇护所会出现主仆契约这样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当然了，即便如此，想忽悠别人来自己庇护所的还是不在少数啊。不愧是他啊。赵虎这边看着又是叶流云第一个将建筑物升级，忍不住摇了摇头，语气颇为感叹地说了一句。在意识到和叶流云的差距之后，赵虎已经明白，有些时候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往往比人和狗之间的差距还要大。赵虎这边的建筑物同样是4级的2层石屋，同时2天的时候，赵虎成功找到了5级钢铁堡垒的建筑图纸。只不过这黑铁石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忍不住挠了挠头。铁块还好，慢慢收集。土晶石什么的虽然自己没有，但毕竟是找到过雷晶石的，想来慢慢找也能够找到土晶石。只不过就是这10个单位的黑铁石才是最让赵虎茫然的，压根就没听说过这是什么材料啊！而且自己手底下这么多人找了这么多天都没有找到一点关于黑铁石的影子。算了，慢慢找，总会找到的吧。除此之外，赵虎也是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黑铁石了。哇，咱们的家好像大了一圈啊！新的庇护所里面的装饰倒是没什么变化，还是之前的那些东西，就是这面积扩大了不少。还好当初叶流云将围墙设置的足够大，倒也不需要担心什么。对了，这次升级建筑物得到什么奖励了吗？尤淑兰目光好奇地看向了叶流云。第一个将建筑物升级的会得到奖励，这次应该也会有吧？我还没看呢。同时叶流云也想知道这次的奖励会是什么，当即查看了起来。获得6级建筑物升级图纸，圣火晶石、探查术。首先是下一个建筑物的升级图纸，这倒是没什么好意外的。物品6级建筑物升级图纸，效果可以将5级建筑物提升至6级。所需材料：黑铁石乘200，土晶石乘2，金晶石乘1，200个单位的黑铁石，再加上2个土晶石和没见过的金晶石，材料不少啊。想要筹集这些东西，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倒也不需要太着急，这个只能慢慢收集了。同样看到这个升级图纸的尤淑兰也是无奈的摇了摇头。还有其他的东西吗？获得了一个技能，探查术。技能？如果是技能的话，那应该会是特殊吧。叶流云看了看效果，探查术可以探查出方圆100米内是否存在着宝箱，并标注其位置。只能探查出宝箱吗？还算可以吧。叶流云试了试，什么也没有。忘记了宝箱只有白天的时候才会刷新，晚上的时候是没有宝箱刷新出来的。摇了摇头，也没有在意这样的事情。不过还有一个材料，鉴定物品圣火晶石，效果超稀有材料，寄宿着强大火焰力量的石头。第61章
超自然力量融合，控火，超稀有材料，也就是说，这是一些罕见的稀有材料，还有稀有的东西吗？带着这样的想法，叶流云将圣火晶石拿在了手中，外表倒是和普通的火晶石差不多，就是颜色要更深一些。除此之外，倒是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的材料了。超稀有的材料，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一旁的尤淑兰和谭芊芊在看过这个圣火晶石的消息后，都是好奇的看向了叶流云。具体的效果就需要尝试过才能知道了，到底有多特殊，这种事情等见识过之后也就清楚了。叶流云在思索，要用什么样的东西和这个圣火晶石融合。而这时，看着超稀有材料这样的名称，一旁的尤淑兰脑海中忽然灵光一闪，仿佛是想到了什么，不由得看向了叶流云。之前普通的火晶石和人体融合的话，不是说材料的品质太低吗？那如果是这种超稀有的圣火晶石，可以和人体融合吗？这样的猜想让叶流云都不免有些愣神了。之前属实是没有想到这个，现在仔细想一想的话，貌似可行，试试看。一时间，边上的尤淑兰和谭芊芊目光都期待了起来，聚精会神地看向了叶流云手中的圣火晶石。融合，叶流云使用融合术，尝试着将这枚圣火晶石融合到自己的身上。下一秒，特殊的提示出现了，开始融合。不再是什么材料等级过低，也不是什么无法融合，而是正在融合中的提示。真的可以，超自然力量，那岂不是说自己可以拥有超自然的力量了？只见被放置于掌心位置的圣火晶石，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着叶流云的手心之中缓缓的融合，直至完全的消失。怎么样，有什么不适的地方吗？虽说很期待叶流云会拥有强大的超自然力量，但同样也会担心叶流云是否会因此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我现在感觉攥了攥拳头，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中仿佛多出了一种新的力量，一种很特殊也很奇妙的力量，很不错。轰！抬起手掌，下一秒，炙热的火焰轰然在叶流云的掌心燃烧了起来，并且叶流云自身感觉不到丝毫的异常。经验值+1，经验值+1，又来了。听到这样的提示音，叶流云就意识到自己恐怕是又触发新的技能了呀。控火 LV1，果然，这种超自然能力的运用也能够触发一个技能啊。尤淑兰和谭芊芊倒是不知道叶流云的内心想法，只是看着在叶流云掌心之中燃烧而起的火焰，目光都变得惊奇了许多。好厉害啊！控制火焰的力量，现在别说是人类了，就算是黑夜中的很多野兽，都不会是流云的对手了吧？说到这里，这看向叶流云的目光中都带有了一道道异彩。哈哈哈，只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叶流云现在就感觉自己现在的心情不错，很不错。只是刚刚拥有，具体想要熟练的运用，还要花费一段时间熟悉这种力量呢。顺便也要刷一刷新技能的经验呢。那先吃饭吧，等吃过饭再试。好，心情大好的叶流云并没有拒绝这样的提议。看到叶流云开心，两女也感觉到十分的开心。熟练度+1，熟练度+1。晚上吃完晚餐后，叶流云没有着急去休息，而是在院子里面不断的运用火焰的力量，刷着经验。技能升级，控火 LV1，控火 LV2，力量+1，速度+1，体质+1，精神+1，又是一个升级一次就可以提升全部思维属性的能力啊！不错不错，最关键的是叶流云很期待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在达到满级之后能触发什么样的能力呢？期待啊！并且随着不断的使用，在施展火焰的时候也是更加的得心应手了。火枪，单手做出一个手枪的动作，随后砰，火焰犹如子弹一般从叶流云的指尖快速飞出，威力不弱，直接贯穿了好几棵大树。感觉穿越前很多在动漫中看过的火焰招式，现在都能够顺势模拟出来啊！死！第二天的夜晚，叶流云的院子即便有高高的围墙作为防护，但显然也不能够总是100%的防御好，还是会有一些跳跃力很强，又或者说是身形高大的怪物从围墙外跳到院子里面。手持水之枪的尤淑兰一身英气，犹如古代的女将军一般，看起来英姿飒爽。手中的水之枪在尤淑兰的挥舞下，一道道水流在枪尖舞动，顺势贯穿了怪物的身体。火拳，叶流云这边看着趁势跳到院子里面的两头夜狼，同样是一拳轰出，炙热的火焰顺着叶流云的拳头直接化作了一道火柱，向着野狼的方向轰去。轰轰轰！
炙热燃烧的高温下来，再加上叶流云本身强大的四维力量，根本就不是这些野狼可以抵挡的。经验值+1，经验值+1。同一时间，经验提升的声音也在不断的传来，一边刷怪的同时，还能够一边刷经验，效果很不错呀。芬姐，虽然是最低级的野狼，但叶流云也没有放过。这玩意吧，在世界交易上面还是能交换到不少材料的，也省得自己浪费时间的去收集了。流云，这个时候同样解决了怪物的尤舒兰顺势走了过来。最近的怪物好像越来越多了，很奇怪，就感觉好像之前几天没有这么多怪物的，可能越来越接近月底了吧。生存守则上提示过的，距离每月一次的永祭已经没剩下几天了，应该是这样。想到永祭这一天，尤舒兰的表情都变得认真了许多。第62章新的怪物花神鹿。流云，舒兰姐。这个时候，手持普通长弓的谭芊芊也跟着走了出来。刚刚战斗的时候，谭芊芊也会时不时的射箭作为辅助，只不过因为近战实力一般，所以谭芊芊的站位只能靠后一些。你们好厉害啊！目光稍稍有些暗淡，不管是叶流云还是尤舒兰，实力都很强大，相比较而言，自己就显得很一般了。说到这里，尤舒兰的目光都变得暗淡了许多。别担心，都是自己的人，叶流云自然不会厚此薄彼了。尤舒兰是因为从小开始习武，本就有了较强的基础，而谭芊芊在此之前连基础的锻炼都没有持续多久，相比较而言就要薄弱很多了，只能一点一点从头开始。你先使用一下这种普通的长弓，等适应好了，风之弓就是你的了。眼下的叶流云近战有雷之剑，远程又有控火这样的超自然力量，风之弓虽然在前期给予了叶流云不小的帮助，但现在显然已经跟不上叶流云变强的速度了。与其将风之弓放在房子里面吃灰，还不如让谭芊芊来使用了。只不过谭芊芊现在基础太差了，普通的长弓用起来都会有些吃力。这样的情况，别说是使用风之弓了，恐怕连拉都没办法拉开吧？真的可以吗？听到叶流云这么说，谭芊芊的目光立马就变得惊喜了起来。也知道风之弓是叶流云使用的第一个超自然武器，不仅仅是厉害，而且意义特殊。最让谭芊芊在意的也是这样的意义。当然，叶流云一声沈笑，倒是不觉得什么。就算不让谭芊芊用风之弓，也只会被叶流云挂在墙上吃灰。只能说，跟不上自己变强速度的，终究是要被淘汰的。我一定会努力的。得到叶流云肯定的回复之后，谭芊芊也是认真的点了点头。在谭芊芊看来，将风之弓交给自己来使用，本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认可，而自己也绝对不能够辜负叶流云对自己的认可，绝对要更加的努力才行。进入围墙内的怪物都已经被清除了，接下来一部分分解的肉都是储存下来，准备去世界交易上面交换物资。至于另外一部分的肉，则是自己用来烤着吃了。滋滋滋，谭芊芊熟练的烤着肉，叶流云惬意的坐在一旁，而尤舒兰则是在保养着武器，不管是水之枪还是风之弓，尤舒兰都会定期的擦拭一下。至于雷之剑，没办法，尤舒兰倒不是说区别对待，纯粹就是雷之剑上面自带的雷电根本不是尤舒兰能够接触了。本来还想学着和叶流云一样适应一段时间就可以了，但还没持续几分钟呢，尤舒兰就放弃了，感觉再适应下去人都要被电傻了，差点没尿出来。那个憨货不会是遇到什么母狮子了吧？通过窗户看着空荡荡的宠物栅栏，叶流云忍不住摇了摇头。最近一段时间晚上就很少能够看到火纹狮的影子了，白天在外面到处跑，晚上也是一样，算是彻底的玩疯了呀。要是能给你拐来一头母狮子，不也很不错吗？一旁的尤舒兰笑着接了一句：如果真能这样的话，确实是不错的。只不过想想那一脸憨样的火纹狮，还是算了吧，估计都没有那个脑子的吧。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摇了摇头，懒得继续纠结了。而这时谭芊芊也将烤好的肉端了过来。吼吼吼！院子内火纹狮的咆哮声忽然传了过来，应该是阿文回来了，我拿一块肉给他。对于火纹狮的声音，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一听这声音就知道是火纹狮的了。说着，谭芊芊便拿起一块烤好的肉走出了房子。这个吃货倒是很会赶时间啊，这边肉刚烤好，那边就回来了，这时间卡的死死的呀。不仅是个憨货，还是个吃货，当初的自己怎么就会觉得这头狮子很帅，想要收服的呢？一旁的尤舒兰在看到这样的叶流云后，也是感觉一阵好笑，也没有多说什么。但这是流云，
门外谭芊芊的声音忽然传了过来：“快来看，依依！”同时，另一头怪物的特殊叫声忽然传了过来。意识到什么的叶流云当即带着尤淑兰一起走出了房间。这是院子里面的情况，让叶流云和尤淑兰都愣神了片刻。只见除了火纹师之外，院子里面多出了一头新的怪物，正站在火纹师的身后，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对方是一头鹿，体型只是比火纹师稍稍小一些，有一对宽大的鹿角，并且在黑夜的衬托下，鹿角上面还倒映出了点点的绿色光辉。流云！谭芊芊连忙来到了叶流云的身边，刚刚就是因为看到这头鹿的出现，一时没反应过来，才会惊呼出声的。依依！那头鹿仿佛也是受到了惊吓一般，躲在了火纹师的身后，胆子看起来好像很小啊。不过，鹿的叫声是这样的吗？叶流云表示自己以前还真没怎么了解过这种事情啊。一旁的尤淑兰有些无奈，现在应该在意的，难道不是这头鹿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吗？鹿的叫声有什么好纠结的？不过，可能这个世界的鹿都是这么叫的吧。还是解释了一句，毕竟是一个全新的未知世界，即便看起来相似的动物，但也仅仅只是看起来相似而已，叫声各方面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啊，叶流云表示了然的点了点头。随后鉴定目标：花神鹿，能力：动作灵巧，善于逃跑和躲避，一对鹿角中寄宿着特殊的自然能量，可以用来治愈伤势。治愈伤势，也就是说这个叫什么花神鹿的物种还是一个奶妈呗。阿文，解释一下吧。第63章，拥有治疗能力的神鹿。已驯服。毕竟看对方直接躲在火纹师身后的样子，明显就是跟着火纹师一起过来的。治疗的能力虽然不错，就是这单子看起来不怎么大啊。吼吼！看出了叶流云目光中的疑惑，火纹师没有丝毫的犹豫，立马低吼着解释了起来，抬起爪子指了指自己肚子的位置，随后又指了指花神鹿的鹿角。吼吼！对于其他人类而言，想要理解火纹师的话或许是有些困难的，但是对于拥有心灵相通能力的叶流云来说，想要明白火纹师的意思倒不算是什么问题。原来如此，看着比划了半天的火纹师，叶流云点了点头，算是明白了。哎，阿文说了什么吗？相比较而言，站在一旁的尤淑兰和谭芊芊就显得很迷惑了，只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出来火纹师这是什么意思了。很简单，耸了耸肩，叶流云语气自然地解释了起来。阿文在夜晚出去的时候和其他的怪物发生了战斗，肚子位置受伤了。想想也是，虽然进化成为了火纹师，但这并不代表阿文就是无敌的。那些黑夜中的怪物总是会有一些实力强大的，能打得过火纹师也不是什么很奇怪的事情。在那之后，阿文遇到了这头花神鹿，是这头花神鹿的治疗效果治愈了阿文身上的伤势，然后就是这样了。说到最后，叶流云脸色自然地耸了耸肩，看不出来啊，这个憨货加吃货居然能拐来这样一个奶妈。虽说自己拥有超自愈的能力，不需要什么恢复能力的加持，但是尤淑兰和谭芊芊可没有什么超自愈的能力，平日里面如果受到了什么伤势，还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做得不错。想到这里，叶流云没有吝啬自己的夸赞，直接对着火纹师的方向点了点头。吼吼！而在听到叶流云的夸赞后，火纹师也表现得很得意，原地蹦跶了2圈。看吧看吧，我还是很厉害的，倒是花神鹿。依依低声叫了2下，躲在火纹师的身后，目光好奇地打量了叶流云等人，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被拐过来的这个事实啊。行了行了，看着在自己眼前蹦跶来蹦跶去的火纹师，叶流云没好气地摆了摆手。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看看你还敢不敢每天晚上到处的乱跑了。吼吼！刚刚还有些开心得意的火纹师一听到这话，立马就耷拉着脑袋低下了头。刚刚进化获得了新的力量，会得意会膨胀，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次如果不是因为花神鹿的治疗，说不定火纹师就真的要危险了吧。看得出之后的这段时间，火纹师应该就可以乖乖的老实下来了。行了，作为你的老大，我会为你报仇的。看到火纹师这样，叶流云笑着说了一句，打狗也要看主人啊。虽然这头火纹师很憨，平时也很能吃，但毕竟是自己收服的第一个宠物，不管怎么样，打了自己的宠物，该报仇还是要去报仇的。吼吼，自己也是有后台的啊。听到叶流云这么说，火纹师立马恢复了士气，又开始原地蹦跶了起来。叶流云没有在意，只是摆了摆手，示意火纹师安静下来，随后便看向了躲在后面的花神鹿，一手抬起。那么要成为我的宠物吗？不管如何，
花神鹿的治疗能力在这样一个未知的危险世界里面都是很不错的，如果能够收服的话，自然不错。原本在看到叶流云抬起一只手，花神鹿明显后退了半步，有些害怕，胆子很小的样子。只不过在听到叶流云的声音后，花神鹿应该是听懂了，好奇的看了过来。这个时候，不管是尤淑兰还是谭芊芊都安静了下来，显然他们也明白叶流云的打算，都是默契的没有打扰，而是静静的在原地看着。如果他们的队伍中能够多出一位奶妈的话，不管怎么看都是一件很有用的事情吧。花神鹿仿佛是在思考到底要不要同意一样。此时花神鹿的鉴定介绍上面也多出了新的一栏，名为状态，并且还显示着正在驯服中，和当初驯服阿文时候的情况差不多。放心，在我这里不需要你去战斗什么的。这个花神鹿的胆子一看就不怎么大，明显不是战斗类型的怪物，你只需要治疗就好了，真遇到危险我会罩着你的。说着，叶流云的掌心位置轰然燃烧起了炙热的火焰。吼吼！一旁的火纹师在看到这一幕后也是满脸的惊讶，显然是没想到叶流云什么时候居然可以使用火焰的力量了。对于火纹师的反应，叶流云没有在意，只是安静地看着花神鹿。要收服这样的怪物，自然也要展现出自身一定的实力。果然，花神鹿显然也能感受到叶流云身上蕴含的强大力量。最后还是对着叶流云的方向点了点头，缓缓地低下了头。状态已驯服。哈哈！看到这样的情况，叶流云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样的话，自己的队伍中就有一个能治疗的奶妈了。你的名字叫花神鹿，这样的话我就叫你阿花吧，和当初给阿文取名字的时候差不多。对于叶流云这么随意的取名字，不管是尤淑兰还是谭芊芊都很无奈啊，多多少少的是有些简洁明了的意思了。只不过能多出这么一个奶妈都是很开心的。谢谢。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传入了叶流云的耳中。意外的挑了挑眉，看向了眼前的花神鹿，声音很温婉，就像是一个柔弱女子的声音一般。见尤淑兰他们都没有反应，现在就只有叶流云能听到。是心灵相通吗？信仰技能触发的心灵相通能力，可以让叶流云和自身已经驯养的怪物心灵相通，互相明白对方的意思。第64章触发能力爆破。那为什么阿文就不会说话呢？叶流云转头看向了一旁的火纹师，似乎是察觉到了叶流云的目光。火纹师也是歪着大脑袋，好奇地看着叶流云。果然是个废物典型。就战斗能力而言，擅长治疗的花神鹿大概率不会是火纹师的对手，可就智慧而言，就要比火纹师好很多了。既然如此，为了庆祝阿花的加入，今天晚上烤肉管饱。吼吼！听到叶流云这么说，火纹师兴奋地在院子里面到处乱窜蹦跳着。作为吃货，只要是涉及到吃的问题，永远都是这么的兴奋啊。叶流云也不在意，招揽了一个奶妈，叶流云的心情还是很不错的。唯一特别的就是花神鹿并不吃肉，相反还很喜欢吃一些蔬菜或者水果。不过这也不算是什么问题了，对于叶流云而言，蔬菜水果什么的同样不缺。夜晚等要休息的时候，火纹师多少是有点不满的，只因为吼吼！看着花神鹿跟随着叶流云一起进入到屋子里面，火纹师一脸的委屈啊，凭什么这能够进去，我就不行了呢？区别对待是吧？你是不是傻？叶流云没好气的瞪了火纹师一眼，你这个体型进得来吗？给我老实在外面待着。花神鹿的体型虽然也是要比普通麋鹿要大的，但还远远没有火纹师那么夸张，低着脖子还是能够进入到屋子里面的。这也是因为叶流云已经将建筑提升到了5级，不然就算是进来了也没地方让花神鹿待着。吼吼！听到叶流云这么说，火纹师还是委屈巴巴的看了叶流云一会，随后老老实实回到了自己的宠物栅栏里面。宝宝委屈，但宝宝不说。这个憨货，要是火纹师体型没这么夸张的话，叶流云倒也不在意了。这么大的体型，难道还要专门为这个火纹师修个门不成？跟随在叶流云的身后，花神鹿低下头，亲昵地蹭了蹭叶流云。谢谢。空灵温婉的声音从叶流云的大脑中传来，算是看出来了，花神鹿的智慧虽然不低，但能传递的话语还是比较有限的，像谢谢这样的2个字已经很不错了，再长一点的句子显然就不会说了。等天亮的时候还是要去宠物栅栏里面待着，不然这屋子可没办法让你抵挡住阳光的困扰。黑夜中的怪物是没办法在阳光下生存的，除非是待在宠物栅栏里面。当初的火纹师也是生处于宠物栅栏里面才能承受住阳光的力量，
从此自由在阳光下行走。好，还是那种空灵温婉的声音，不得不说，这样的声音还是很悦耳的。第二天，叶流云带着花神鹿在树林里面寻找了起来。和火纹师不一样，花神鹿不擅长战斗，还是待在身边比较好一点。好不容易忽悠到的奶妈，可不想这么就没了。轰！趁着这个功夫，叶流云的掌心之中时不时炸裂出一道火球。这是叶流云在刷控火技能的经验，经验值+1，经验值+1，距离满级的经验值已经越来越近了。跟在叶流云的身边，花神鹿好奇地看着叶流云那不断燃烧起火焰的手掌，很显然是奇怪，明明周围又没有地方，为什么叶流云要这么做呢？真奇怪。因为探查术的存在，叶流云并不需要特地的寻找就能够知道宝箱的位置了。去其他地方看看，周围已经没有宝箱了。探查术的范围只有周围100米，感觉就好像是一个雷达扫描一样，可以扫描出周围100米宝箱的位置。这里没有了，自然只能去其他地方看看。花神鹿点了点头，没有异议，跟上了叶流云的脚步，目光好奇地看着周围。第一次在阳光下面行走，和当初的阿文一样，都是对周围充满了好奇。只不过花神鹿并没有火纹师那么皮，不会到处乱跑就是了。一天的时间，技能升级，控火 LV4， 控火 LV Max， 力量+1，速度+1，体质+1，精神+1。刷了这么久，控火技能总算是达到5级满级了呀！很期待这种超自然技能会触发什么样的能力呢？触发能力：爆破，爆破，爆破，可以让燃烧的火焰具有爆炸的效果。简单的来说，叶流云可以让自己施展的火焰具有爆炸的效果，完成2次伤害，也算是对火焰威力的一种强化。试试看，具体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层次，总要试试才能够知道。想到这里，叶流云停下了脚步。轰！炙热的火焰在叶流云的手掌间燃烧而出。跟在叶流云身后的花神鹿在看到叶流云的动作后，显得有些好奇。下一刻，就看到叶流云直接将手中的火球向着不远处的大树扔去。爆！轰！不仅仅是火焰撞击树木的声音，在接触到的一瞬间，火焰瞬间炸裂，整棵大树都因为被爆炸的力量而被轰得粉碎。这样的一幕让花神鹿都不免有些受到惊吓了，瞪圆了眼睛，显得有些难以置信。说起来，这样的扔火球也算是投掷物吧？叶流云想起来了，之前刷投掷技能的时候，在满级之后获得了一个名为标记的能力，在目光视线范围内，在任何地方打上标记，下一次的投掷物不管怎么扔，都可以100%的命中被标记的力量，算是一种因果律的能力了，说不定有效。这2种能力完全可以结合使用啊！标记，目光环视，很快就选中了一棵大树，一道只有叶流云能看到的标记出现在了树干上面。去！再度燃烧起火球，向着反方向扔去。火球在空中划出一道半圆，准确无误地命中了被标记的树干。轰！第65章，强大的治疗能力。不错，不错，这样的威力让叶流云满意的点了点头，算是发现了自己的不少技能其实都是可以联合在一起使用的，而形成的效果也绝对不是1+1=2那么简单，威力可以说是倍增啊！一旁的花神鹿看向叶流云的目光都变得有些崇拜起来了，这样的实力才是真正的安全感十足啊！时间差不多了，走吧。简单试验了一下招式的威力后，叶流云便不准备浪费时间了。白天的6个小时过得很快，见天色渐渐暗淡，叶流云当即对着花神鹿说了一句点了点头，跟在叶流云的身旁。怎么回事？等回到自己的庇护所后，叶流云忽然脸色一变，只见此时的尤淑兰正坐在院子里面，一旁的谭芊芊正在为尤淑兰包扎，看样子应该是尤淑兰的一只脚受到了扭伤，难道是遇到了其他人类吗？叶流云的气质都从一开始的懒散随意变得认真起来了，敢欺负我的人，找死！实力强大之后，叶流云的心态同样也发生了些许的变化。尤淑兰是自己的人，如果连自己的人都保护不了，那这一身实力还有什么意义？动物们的感知更加的强烈，因为叶流云的气势转变，让花神鹿和火纹师都不免低下了头。我没事。看到叶流云这样，尤淑兰反而有些开心，忍不住笑了起来。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关心自己的表现啊。我们没遇到其他的幸存者，只是我发现有一个宝箱出现在了树上，我就想着去拿的，结果下树的时候一不留神扭伤了脚。树上不是因为其他的幸存者吗？叶流云气势逐渐收敛，但还是有些意外。
好家伙，还会有宝箱直接出现在树上的？对啊，我之前的水晶石就是在河流里面看到的宝箱，还有这种事情的？好吧，看起来能刷出好东西的宝箱也会出现在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啊。都是我的错，如果是我爬树的话，舒兰姐也就不会这样了。正在为尤舒兰包扎的谭芊芊神色有些自责。没关系，尤舒兰笑着摇了摇头，这本来就和谭芊芊没什么关系的，更何况，别忘了，我的身体素质比你好，我都扭伤脚了，如果是你去爬树的话，天知道会发生什么呢？这倒是事实，如果是谭芊芊来的话，一不留神掉下来，整个人说不定都要没了。可是，还是感觉很自责呀。好了好了，走过来的叶流云拍了拍谭芊芊的脑袋，示意其不用自责了，以后再遇到这样的宝箱，可以通知我，或者是通知阿文那个憨货，总不能一直吃东西，屁事不做吧。说完，还瞪了火纹师一眼。目光委屈，这和我有啥关系呢？但是见叶流云这么看着自己，火纹师也不敢说什么，只能是委屈巴巴的低下了头。我的医术有限，舒兰姐扭伤了脚，说不定好几天都不能动了。谭芊芊有些担心，自己的医术就是校医级别的而已，更何况这里也没什么药物，就是这个绷带还是机缘巧合在宝箱中开到的，数量也不多。听到这，尤舒兰都变得有些惆怅了，是不是忘了我们还有一个奶妈呢？看着两女这样的表现，叶流云笑着说了一句。刚收服花神鹿没多久，也没受到花神鹿的治疗，忽然遇到事情，下意识的忘记了花神鹿的治疗能力，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唉，被这么一说，两女都不由得看向了花神鹿，有些惊喜。可以吗？只知道有治疗能力，具体能达到什么效果还不清楚呢。依依，花神鹿点了点头，走了过来。交给我吧。温婉空灵的声音在叶流云的脑海中传来。微微低下头，一对鹿角上缓缓显现出了一阵绿色的能量光辉，特殊的绿色能量通过花神鹿的鹿角飘向了尤舒兰的脚，最后将尤舒兰整个人都包围在了其中。好温暖，尤舒兰只感觉整个人都是暖暖的，身上的每一处细胞都传来一种类似于雀跃般的情绪。等光芒渐渐散去后，尤舒兰开始尝试着重新站了起来。舒兰姐，你的脚好了。看到尤舒兰能够自由行走，一旁的谭芊芊脸色欣喜地看了过来。不仅如此，尤舒兰发现自己的身体并不仅仅只是脚被治好了那么简单。原本蹦跳了2下，尤舒兰只感觉自己的行动状态都变得轻盈了许多。我感觉我身体里面常年累积下来的暗伤都被恢复了。锻炼虽然是可以强身健体，但同样的，常年的锻炼也会给自身的身体造成无法挽回的暗伤。这些暗伤平常时候是不会显现出来的，但却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身体素质还有成长的上限。尤舒兰没想到，这花神鹿的治疗效果连自己身上的暗伤都已经完全的治疗好，好厉害！目光惊叹，忍不住看向了花神鹿的方向。依依，被夸赞的花神鹿看起来还有些不好意思了。唉，这么神奇吗？一旁的谭芊芊也跟随着看了过来。咦，花神鹿没有废话，同样的绿色能量飘向了谭芊芊的方向。唉，我有些意外，刚想说自己没有受伤，并不需要治疗的，但这治疗的能量已经将谭芊芊包围了，好温暖啊！和尤舒兰是同样的感觉。等光芒散去后，谭芊芊也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愈发轻盈了。不仅如此，我的手也好了，手腕一点都不疼了。因为长时间的练习射箭，谭芊芊的手腕一直都有隐隐作痛，即便比一开始好了不少，但也一直没有完全的恢复。没想到被花神鹿治疗后，这些负面的影响直接完全消失了。第66章即将到来的勇气，好厉害！赞叹地看向了花神鹿。依依，花神鹿摇了摇头，示意没关系，随后看向了叶流云的方向，看样子是打算也为叶流云治疗一下的。对于这样的花神鹿，叶流云倒也没有阻止，只是笑眯眯地看着。咦，在治疗一下后，花神鹿就停下了动作，奇怪地看向了叶流云。为什么呢？一点暗伤都没有。花神鹿只感觉叶流云的身体状态完全就处于最巅峰的时刻，一点需要治疗的地方都没有。哈哈，我的身体比较特殊一点。叶流云只是笑着说了一句，也没有多做解释。开玩笑，自己可是具备超恢复的能力，不管是什么样的伤势，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的自愈，所以暗伤什么的根本不存在啊。依依，这样吗？花神鹿虽然感觉有些奇怪，但也没说什么，反正之前就已经见识过叶流云的神奇之处了。那火焰是普通人类能够拥有了，简直离谱。对了，这个时候
想到什么的尤淑兰将一块绿到发光的晶石扔给了叶流云。这是顺势接过来的叶流云诧异的挑了挑眉。鉴定物品木晶石，效果蕴含着木元素力量的一种晶石。好家伙，木晶石，金木水火土之中就差金晶石，自己还没有见过呢。这就是你在树上那个宝箱里面找到的？水里面的宝箱开出了水晶石，树上的宝箱开出了木晶石。那如果想要找到金晶石的话，岂不是要先找到一座金矿？没错，尤淑兰还没有否认。想好要和什么样的东西融合了吗？好奇的看了过来。这样的木晶石应该也会有很神奇的效果吧？还没想好，不过也不着急。叶流云摇了摇头，顺势看向了花神鹿。这种层次的晶石没办法和人类融合，但是却可以和怪物融合。木元素的力量和花神鹿的治疗能力应该会比较契合吧？注意到叶流云的目光，花神鹿好奇的看了过来，有些不明白叶流云的意思。算了，不着急。叶流云没有直接做出决定，毕竟花神鹿胆子比较小，明显就是不喜欢战斗那种类型的。看看能不能做出改变，又或者说出现了其他更加适合木晶石的东西也说不定。暂时先存放下来吧，也不着急，现在就是使用。对于叶流云的决定，尤淑兰自然不会说什么，而是认真的点了点头，应了下来。今天收获不错，准备吃饭吧。叶流云自己有光合作用能力，不用吃也不会饿，但其他人还是需要吃东西的。距离月底的时间也是越来越接近了。同样的，世界聊天里面的内容基本上都和永济这一天有关。编号7779，你们说永济这一天到底会发生什么呢？编号0882，不是都有介绍吗？这一天太阳不会升起，永远处于黑暗的状态，野兽们都会狂暴。你是不是文盲？编号7779，滚你们的，老子问的是这个吗？编号6449，哈哈，看到大家还这么有活力，我就放心多了。编号0977，救命啊！我才刚升级3级石巫，感觉根本撑不过永济这一天啊。编号3657，谁能再救救我呀？我想回家。我想回家呀。穿越这样的事情，虽然已经发生这么久了，但还是会有很多认不清现实，会吵闹哭喊的人。对于这样的情况，叶流云只是大致浏览了一下，也没有太过于在意。继续看了一会后，便合上了手中的生存守则。咱们能度过永济这一天吗？此时的尤淑兰和谭芊芊正坐在叶流云的两边，依靠着叶流云，同样也看到了世界聊天上面的言论。谭芊芊也是有些担心的，距离永济这一天已经越来越近了，世界聊天里面不安的情绪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多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战斗到底的。尤淑兰神色认真，不管永济这一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自己都绝对不会放弃的。放心吧，看到两女这样的表现，唯一能够轻松一些的就只有叶流云了吧。虽然不知道永济这一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但强大的实力才是叶流云自信的根本。不需要在意永济这一天会发生什么，安心等待便可，有我在，不会有事的。看着这样的叶流云，不管是尤淑兰还是谭芊芊都是认真的点了点头，内心的压抑都不免散去了许多。我只是好奇另外一件事情。说着，叶流云倚向了身后的沙发，抬头看着天花板。什么事情？有些好奇。有什么事情是让叶流云想不明白的？永济之后会发生什么呢？这个问题让两女都不免愣神了片刻。大家现在讨论的都是如何度过永济这一天，谁都还没有在乎过永济这天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难不成是就这样周而复始？尤淑兰试探般的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永济之后继续下个月，然后继续月底会出现永济这一天。叶流云没有说话，沉默了一会后微微摇了摇头。我总觉得不会这么简单，本身莫名的穿越，这就已经很不可思议了，而且还是全世界所有人一起穿越，就更加离谱了。如果只是周而复始，那是不是会太无聊一点了呢？还是说永济之后会有新的灾难？想不明白啊。难不成永济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到自己的世界了？谭芊芊惊喜地说出了自己的猜测。说不定永济之后就能回家了，也很有可能啊。叶流云和尤淑兰都没有说什么，很显然这样的猜测可能性很小啊。谭芊芊也意识到自己多少是有些天真了呀。第67章，攻城利器，三公闯弩。回家，只要是个人，内心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吧。哪怕是已经适应了这个危险的世界，但如果可以的话，谁不想要回到那个安安全全的世界呢？在这里，说不定什么时候死的都不知道。意识到自己有些天真的谭芊芊，微微有些低眉，依偎在叶流云的身边，都有些沉默了。安心吧，
看到谭芊芊这样，叶流云轻笑着拍了拍谭芊芊的肩膀：“有我在呢。这个世界确实很危险，但即便如此，自己也会活下来的，并且会一直活到最后。”谭芊芊认真的点了点头。一旁的尤淑兰同样是眼神认真。为了更好的活下去，自己也绝对不会当一个拖后腿的花瓶。之后的几天，还是照常，白天出去寻找宝箱，探索未知。等晚上的时候，就是修炼了。相比较之前，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永济这一天越来越近了，谭芊芊这段时间锻炼的都更加认真了。之前连拉开风之弓都十分困难，到现在已经勉强可以使用风之弓了。虽然不能连续使用，但已经很不错了。而且有花神露的治疗能力在，倒也不用担心长时间的锻炼会不会给身体造成什么暗伤。呼，一箭射出，看着被连着贯穿好几颗的树木，谭芊芊忍不住吐出了一口浊气，活动了一下手腕，继续尝试着拉开手中的风之弓。不远处，尤淑兰正在将手中的水之枪舞得虎虎生威，都很努力啊。看着这一幕，叶流云微微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这几天自己也在尝试着刷一些新的技能，但很显然效果一般啊，应该够用了。即便没有新的技能，但仅凭借眼下的程度，应该也能够差不多了。武风大哥，你说永济这一天会发生什么？生存守则震动，对方是武风，正在私聊联系着自己。叶流云怕了。武风，就现在这样的情况，估计没几个人是不怕的吧？武风倒是没有装腔作势，反而是无奈的苦笑了一声，大大方方的承认了下来。确实是怕了啊，而且不仅仅是自己，就现在这样的情况，随着永济这一天越来越近，世界聊天上面就没有几个人是真正能够一点都不怕的吧？哪怕是目前最大的团伙赵虎那边，都是一副严阵以待的状况。哈！叶流云一声沈笑，倒也没说什么，更不会嘲讽这个武风胆子小什么的，毕竟这样的情绪才是最真实的反应。武风大哥，你不担心吗？武风有些好奇。叶流云不管担不担心，永济这一天都会来。武风，好吧，说的也是啊，不管怎么说，永济这一天也不会消失。武风大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好好活着的。武风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就是有这种感觉罢了。叶流云，或许吧。一声沈笑，最后说了一声后，叶流云便也没有继续纠结什么了。月末前的一段时间内，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找不到的。看着被火纹师叼着回来的制作图纸，叶流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果然有些狗运气啊。这是一旁的尤淑兰和谭芊芊同样好奇地看了过来，想看看火纹师找回来的是什么样的制作图纸。物品：三弓床弩制作图纸，效果可以制作攻击力极大的三弓床弩，所需材料：木材乘10，铁块乘2。又是一个大杀器啊！三弓床弩，看到这个东西，尤淑兰又愣了一下，随后立马惊喜了起来。是电视的那种三弓床弩吗？一旁的谭芊芊也是好奇的看了过来，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也算是看过不少的电视剧或者短视频了。三弓床弩在古代和投石车的地位差不多，都属于是攻城利器，而且三弓床弩的攻击距离更大，最厉害的射程甚至可以达到1500米左右。试试看就知道了。对于叶流云而言，想要知道一个东西到底厉不厉害，直接试试效果就知道了。与其在这里想，在这里猜，还不如直接制作出来，然后亲自试试效果呢。制作伴随着材料的消耗，很快一架崭新的三弓床弩便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是由3把固定的弓弦同时联动，才能够给三弓床弩带来无与伦比的攻击力。而且三弓床弩射出来的也不是普通的箭矢，而是长枪。叶流云通过锻造炉制作了一杆纯铁的长枪，放在了三弓床弩上面。试试看。尤淑兰准备直接拉开三弓床弩的弓弦，只不过好大的力道啊，根本拉不动。即便有三弓床弩上面有机关，可以让人更轻易的拉动弓弦，可努力了半天，尤淑兰也只能是拉开一点点。三弓床弩威力之所以能够这么大，没有如此强大的力道，显然是不可能的。让我来吧。尤淑兰都拉不动了，那就更不要说是一旁的谭芊芊了。叶流云摆了摆手，示意让自己来。好。尤淑兰没有逞强，好在叶流云的四维属性毕竟是超越了正常人的数倍。三弓床弩的力道虽然大，但叶流云想要拉开来还是没什么问题的。试试效果。将三弓床弩架好之后，叶流云调整方向，对准了围墙外面。随后，砰！巨大的力道让整个三弓床弩都震了一下。
铁枪犹如黑暗中的一道银光，直接就飞了出去。砰砰砰！最开始接触到的树干，直接就被这铁枪的力量轰碎了，连着破坏了好几棵大树，这才逐渐停下。不错不错，这个威力，叶流云也是相当的满意啊！太好了！看到这一幕的尤淑兰也是欣喜的说道：“有了这个的武器，应对永济这一天的时候就更加的轻松了。虽然不知道永济这一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但多准备点东西总归是没错的。”第68章永济到来，疯狂的怪物们，做得不错。说起来，之前的投石车制作图纸也是这个火纹师带回来的吧？叶流云没有吝啬自己的夸赞，满意的对着火纹师点了点头。吼吼！在听到叶流云夸赞自己后，火纹师显得十分开心，在院子里面蹦跶了好一会。今晚加餐！吼吼！和之前的投石车一样，叶流云在院子里面制作了一排的3公床弩，这玩意吧，有备无患，万一就用到了呢。嗡嗡嗡！这天夜晚，基本上所有人都正在熟睡当中呢。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像叶流云一样直接不需要睡眠的。可就在这时，所有人的生存守则全部都震动了起来。这是基本上还存活下来的人都被这样的声响给吵醒了。先是疑惑了一下，可等将生存守则拿过来的时候，第一页新变化出来的内容让所有人都精神了起来。恭喜各位，成功生存到了最后一天，永济即将来袭，属于怪物们的一天已经到来了。接下来就请各位努力的活过这一天吧。永济来了！哪怕是叶流云在看到这样的消息变化后，都微微眯起了眼睛，气势变得认真了许多。编号0911，怎么办啊？永济真的来了！编号9567，我感觉到有怪物正在破坏我的建筑，该怎么办啊？编号2077，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编号6433，我必须要活下去，必须！因为永济的提示，世界聊天上面的内容都开始变得杂乱起来了。同时，叶流云这边，吼吼吼，no！敏锐的五感让叶流云能够清晰的听到，在黑暗中传来了各种怪物的咆哮吼叫声。所有的怪物都会在永济这一天保持兴奋的状态，这就是永济的规则。流云，房门打开，来人是尤淑兰。今天轮到谭芊芊了，所以叶流云是在谭芊芊这里休息的。尤淑兰也不在乎什么，而是认真的看向了叶流云。我已经知道了，点了点头。叶流云跟随着起身。怎么了吗？倒是谭芊芊还有些茫然呢，毕竟刚刚有些疲惫，谭芊芊睡得比较死，都没有注意到生存守则的变化。永济来了！永济显然茫然了一会，随后谭芊芊立马精神了起来。我也来帮忙。知道永济意味着什么的谭芊芊立马起身，不管怎么样，自己也要一起帮忙。吼吼！院子内此时的火纹师已经全身毛发站立，一边低吼一边戒备着周围的环境。依依，相比较而言，花神鹿的胆子就要小很多了。看到叶流云出来后，立马躲在了叶流云的身后。本身就是一个奶妈，叶流云也不在意。这就是永济吗？算算时间，这个时候外面的天色应该已经开始泛白了才对。只不过眼下却没有半点要天亮的意思。相反，天空中的月亮此时都变成了血红色的状态，显得无比妖异。你们看，注意到什么的尤淑兰已经将水之枪拿在了手中。铁门外，原本作为杂鱼怪物的夜郎，此时都显得是凶狠异常，恶狠狠地注视着院子内的情况。贪婪的兽瞳死死地凝视着，可以清晰地看着那口水都顺着牙齿缝滴落了下来。永济这一天，所有的怪物都会处于兴奋的状态，就连夜郎都是如此。那其他的怪物会不会？尤淑兰有些担心。夜郎只能算是开胃小菜，真正恐怖的怪物还在后面呢。畜生就是畜生，即便开了狂暴，也依旧只是畜生。叶流云的目光逐渐变得肃杀。还是那句话，如果不想让我活的话，那大家就都别活了。开工，准备给投石车装填石块。一直准备的3公床弩和投石车，现在也终于要派上用场了。明白。尤淑兰和谭芊芊立马行动了起来。虽然拉开3公床弩有点难，但只是给投石车装填石头，还是很轻松的。开始吧！滋滋滋！说话的同时，雷之剑被叶流云拿在了手中，微微攥了攥，微弱的电流不再的在雷之剑上闪烁。同时，叶流云的眼底好似燃烧起了火焰一般。阿文，好！在听到叶流云的呼唤后，一直戒备着周围情况的火纹师忽然转头看了过来。大闹一场吧！吼吼！明白叶流云的意思后，火纹师的嘴角明显咧出了一份笑容。
随后兴奋地大喊了起来：“轰！”炙热的火焰直接在火纹师的身上燃烧了起来。好！围墙外，所有的夜狼仿佛是受到了什么指引一般，开始发疯般的向着围墙冲来。放！叶流云没有直接动手，永记会持续一整天的时间，这才只是刚刚开始的开胃小菜而已，没必要直接动手，而是示意游淑兰和谭芊芊启动投石车和三弓闯弩。明白？刷刷刷！一整排的铁枪在三弓闯弩的巨力之下，发出一道道震耳的破空声，飞向了那些跳过围墙的夜狼。很明显，永记这一天不仅仅会让属于黑夜中的这些怪物兴奋起来，同样的，也会给这些怪物们的力量带来一定的增幅。要不然，这些个夜狼不可能一个个的全部都能跳过这3米多高的围墙。砰！砰！砰！携带着巨大力道的铁枪直接贯穿了那些夜狼的身体。好，除了一些直接毙命的，很多只是受伤的夜狼仿佛根本感觉不到疼痛一般，身上还拖着铁枪呢，就继续撕咬着冲了过来。死！手中的雷之剑被叶流云不断的挥舞着，一道道电流快速的轰出，同时，轰！一旁的火纹师也没有闲的，炙热燃烧的火球直接炸裂燃烧了起来，轰向了冲过来的那些夜狼。砰！砰！砰！叶流云这里的战场都是如此的激烈了，那就更不要说是其他了。第69章，兽潮来袭！畜生们，给我老实待着！破！水之枪挥动，带着水属性的超自然力量，直接贯穿了一头夜狼的脑袋。呼！即便从小开始练武，可游淑兰的身体素质依旧还在正常人的范畴之内，长时间的战斗还是会让游淑兰感觉到疲惫。夜狼只能算是杂鱼兵种，虽然数量多，但想要对付起来却并不算困难。结束了吗？等解决完最后一头夜狼之后，围墙外的气氛忽然变得安静了下来，仿佛没有怪物继续攻击了一般。嗡！这时生存守则再度震动了起来，叶流云当即将生存守则打开，第1页的内容再度发生了变化。恭喜你成功活过了第1轮怪物的围攻。第1轮？恭喜！这样的言论，叶流云连在意都没在意，皱着眉头锁定了这句话中的关键词。有第1轮，那肯定就会有第2轮、第3轮了。第1页的内容还在自动更新着。永记之下，只属于怪物们的狂欢日，所有的怪物每隔2个小时会形成一次兽潮，围攻庇护所，并且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兽潮的力量会愈发的强大。兽潮每隔2小时一次，也就是说，永记这一天一共会出现12次兽潮，并且一次比一次强。眼下狂暴的夜狼只能算是第1波兽潮的开胃小菜罢了。流云这样的提示让游淑兰和谭芊芊的目光同时放在了叶流云的身上，哪怕有了充足的准备，可以想到这一次接着一次的兽潮还是会让人不由得心生绝望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受潮就受潮好了，与其顾忌那么多，自己吓自己，还不如想一想如何应对接下来的受潮呢。距离下一次的受潮还有1会的时间，给投石车的10块倒油，这次我要让那些怪物连进入围墙的机会都没有。明白。游淑兰反应更快，也更加的果决，立马就行动起来了。我也来帮忙。谭芊芊虽然反应速度要慢了1会，但也不会拖后腿，立马就跟上了游淑兰，一起去帮忙了。依依，倒是花神鹿情绪有些低落。对不起。温婉且充满惬意的声音在叶流云的脑海中传来，也是觉得自己胆子小，帮不上什么忙，所以有些愧疚吧。哈！看到这样的花神鹿，叶流云反而是轻松的沈笑了一声，毫不在意的摆了摆手。我不是说过会罩着你的吗？本来就是一个奶妈。花神鹿最重要的能力就是那份治疗的能力了，所以战不战斗都没什么影响。只不过有些时候也要试着成长一下，毕竟那些个畜生也没什么好怕的。说完，叶流云便去准备给所有的3弓闯弩继续上弦了。花神鹿愣愣地看着叶流云的背影，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这目光多少是有些出神的。来了！2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第2波兽潮再度到来。吼吼吼！怪物们低吼咆哮的声音不断的从庇护所4面8方各个位置传了过来。叶流云直接几个箭步，凭借低空飞行犹如轻功一般的能力来到了围墙上面，鹰眼开启，目光立刻变得锐利了许多。黑暗中除了夜狼之外，叶流云还看到了其他的怪物。豪岩猪啊，老朋友了。看着出现的2、3头豪岩猪，叶流云咧嘴一笑，
直接对着围墙下的尤淑兰和谭芊芊喊了一句：“放投石车！”明白。虽然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但是在听到叶流云的话后，都是直接启动了投石车。砰砰砰！燃烧着火焰的石块在投石车的力道下，轰然向着围墙外面砸去。石块上被浸了油，燃烧着火焰，也算是一种附魔了，可以更大的增加石块的威力。砰砰！石块砸落时还会传来爆裂的声音，这样的威力对付加强的夜狼一点问题都没有。只不过，吼吼！叶流云注意到那身形如同小山一样的豪颜珠，在被砸倒之后，只是脚步略显踉跄，但很快就重新稳住了。看起来，投石车的力量想要对付这样的豪颜珠还是有些差距的。好，并且本就处于兴奋状态的豪颜珠也因为这样一下，变得是更加愤怒了，直接开始跺脚。看这架势是准备直接冲过来的呀！我说过了，畜生们，别想进老子的庇护所！站在围墙上的叶流云看着豪颜珠这样的动作，微微咧嘴。随后，舒兰一声呼唤，虽然没有明说，但这么长时间的默契，尤舒兰立马就明白了什么，当即拿起了边上的一杆普通铁枪，扔给了叶流云。来了！叶流云顺势接住铁枪，做出瞄准的投掷，目光看向了那蓄势待发的豪颜珠。标记！豪颜珠的额心正中央被叶流云打上了标记，随后，轰！火焰的力量在叶流云的手掌间蔓延，只是将整个铁枪都包围在了其中。在叶流云的手上，普通的铁枪上开始燃烧起了炙热的火焰，铁枪都被映照得通红。死！没有犹豫，手臂力量崩起，巨大的力量将铁枪直接投掷了出去。轰！超越人类数倍的力量让铁枪在飞出去的一瞬间，就传来了震耳的音爆声。有标记的特殊力量在，根本就不需要瞄准，这就是壁中之枪。砰！豪颜珠正准备冲过来的一瞬间，铁枪直接飞速而来。好！剧烈的痛楚让豪颜珠忍不住吼叫了起来。下一秒，爆！轰！叶流云的火焰可是有着爆破的效果，在叶流云的控制下，火焰准备炸裂，连带着铁枪也是直接爆炸了开来。可以说，叶流云是直接把这种铁枪完成一次性的攻击道具了。反正这种武器，只要铁块资源足够，想要多少就能制作出来多少，根本不缺啊！就是这么的豪横。第70章雷之剑，让我看看你的极限。最开始，叶流云对付这样的豪颜珠，还需要浪费一枚火晶石，而现在呢，根本不需要了呀！轰轰轰！如法炮制，借用着同样的手段，叶流云将其余几个豪颜珠全部解决了。至于那些夜狼，倒是不需要担心，利用投石车就足够了。即便距离近了，也有三公闯弩在，根本不需要叶流云继续动手。很快，第二波兽潮也就安静下来了。呼！等看不到有很多怪物存活后，叶流云调整着呼吸，从围墙上跳了下来。至于那些怪物的尸体，倒是不需要着急，反正永济这一天还远远没有结束呢。等之后再收集也是一样的。没事吧？见叶流云下来后，尤淑兰和谭芊芊同时凑了过来。没什么。叶流云摆了摆手，表示自己并没有大碍。这样的消耗对于叶流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更何况有着超恢复和永动机这两个能力在，有什么伤势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快速恢复，体力永不枯竭。那就好。见叶流云没事，两女也就安心了许多。这才只是第二次受潮，就已经这样了。尤淑兰忍不住感叹了一声，恐怕这一晚上之后就没几个人能够继续活着了吧。就算是运气好，在1-2次受潮下苟活了下来，可这12次的受潮，运气又能有多好呢？继续准备吧。叶流云只是摇了摇头，没有多说什么。就算是他们，眼下也还没有到彻底能够放松下来的时候，还是继续准备着应对下一波受潮再说吧。与此同时，赵虎这里，所以目前这个区域之中团队人数最多的团体，应对这样的受潮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可即便如此，赵虎的4级石屋已经完全倒塌了，手下也没了几个人，总算是撑过去了。等怪物的声音渐渐散去之后，赵虎等人安心了许多。不管如何，他们还是成功活过第2次的受潮了。虽然庇护所已经被彻底破坏倒塌了，但是在此之前，谨慎的赵虎在庇护所之下建了一个地下室，也算是地下庇护所。现在的赵虎正带着剩下来的手下躲在地下呢。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成功活过了第2次的受潮。老大，
有了这个庇护所，我们就彻底安全了吧？虽然周围黑漆漆的一片，但还是有手下兴奋地说了一句：有了这样的地下庇护所，说不定他们真的可以撑过永济这一天。现在还没到放松的时候，赵虎还是比较冷静的，内心明白，越是到这样的时候，就越是不能放松。现在还远远没有到轻松的时候，大家认真戒备，等挺过了这一天，咱们再好好的大吃一顿。明白？放心吧，老大。听到这话，赵虎的手下们都是跟随着应胡了起来。看得出，对于赵虎，他们都是很服气的。如果不是有赵虎的先见之明，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庇护所苟命。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2小时快到了吧？没有时钟，只能大致的估算起来。不过，距离第2个2小时应该已经过去了才对吧？好。而这个时候，火纹师好似发现了什么一般，先是在地上闻了闻，随后立马戒备了起来。看着火纹师的反应，叶流云先是皱眉思索了一下，随后立马就想到了什么。注意，这次的怪物来自地下。地下，尤淑兰和谭芊芊都跟着意外了起来。下一秒，砰！院子内的地面忽然出现了一些塌陷，随后就看到一个外形有土狗般大小的怪物忽然从地下冲了出来。鉴定目标：大牙鼠，能力：行动灵活，锋锐的大牙可以轻易破开泥土，自由在地下行动。大牙鼠吗？一种可以自由在地下行动的怪物，怪不得可以破土而出呢。外形和土狗差不多，一对巨大的牙齿看起来很是锋利，而且这才仅仅只是刚刚开始。伴随着第一次大牙鼠破土而出，第2只、第3只，越来越多的大牙鼠从地面中冲了出来。砰砰砰！大牙鼠的行动比较灵活，而且还能自由在地下行动，显得更加危险。吱吱！看着周围来袭的大牙鼠，叶流云直接将手中的雷之剑插在了地上，随后一道道电流好似雷蛇一般，向着大牙鼠们的位置蔓延而去。大牙鼠的行动速度再快，也快不过雷霆蔓延的速度。砰砰！距离最近的几只大牙鼠直接就变成了焦炭。只不过这数量，源源不断的大牙鼠看起来好似没有数量尽头一般。阿文！一声呼唤，明白叶流云意思的火纹师忽然仰天长啸了起来。吼吼吼！狮吼声冲天而起，强大的声浪向着周围席卷而来。火纹师不仅仅可以用火，咆哮的狮吼声也算是火纹师的一种攻击手段，可以用来震慑宵小。雷之剑，让我看看你的极限吧。双手握住雷之剑的剑柄，将其狠狠地落入到了地面之中，并且示意尤淑兰和谭芊芊他们先回到庇护所里面。下一秒，吱吱吱吱！因为火纹师的咆哮声，所有的大牙鼠在短时间内都出现了呆滞的情况。就是这个功夫，以雷之剑为中心，电流好似沸腾起来了一般，沿着周围的地面，一道道雷霆仿佛具有了生命一般，不断地向着周围蔓延。砰砰砰！电流形成的连锁反应连接起了所有的大牙鼠。此时的院落之中已经全然变成了雷电的海洋，而属于中心位置的叶流云目光冰冷，对于蔓延到自己身上的雷电压根就没有在意，根本没有受到任何的负面影响。这庇护所内通过传呼，两女也可以看到院子里面的情况。此时的叶流云真就好似雷神下凡一般，让人心生敬畏。而尤淑兰在短暂的愣神后忍不住笑了起来，不愧是我的男人。第71章，恐怖的怪物金刚神元。呼，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长时间的战斗，哪怕是叶流云也会有疲惫的感觉。虽说有着永动机和超恢复的能力，体力方面不会出现疲惫，可精神方面的疲惫同样会让人感到吃力。好在叶流云很快就已经从这样的情绪中调整过来了。怎么样了？顺势看向了尤淑兰和谭芊芊。谭芊芊因为疲惫已经坐在了地上，尤淑兰虽然还能站着，但也是靠着水之枪的支撑，而且眼下的尤淑兰握住水之枪的手都有些发抖了，这明显就是用力过度。还行，尤淑兰没有表现出柔弱疲惫的一面，认真的看向了叶流云。就只差最后一波了，时间匆匆而逝，距离永济的结束也只差最后几个小时了。就在刚刚，叶流云等人已经解决了第11波受潮，距离永济结束就差最后一次的受潮了。阿花的恢复能力也能恢复一定的体力，不用担心我。调整好状态后，尤淑兰笑着看向了叶流云，示意对方不用担心自己。我也是。为了不给叶流云拖后腿，虽然连风之功都有些拿不稳了，
但谭芊芊还是支撑着身体站了起来。一旁的花神鹿还是有些失落了，自己虽然可以治疗，可终究没办法实际的为叶流云等人带来帮助啊！吼吼！这个时候，火纹师也跟着吼叫了2声，表示自己也没事。就是这吼叫的声音，多少是有点虚的。身上原本熊熊燃烧的火焰，这个时候都变得暗淡了许多。迎风摇曳，好似下一秒就会被直接吹灭一般。阿花看到这样的阿文，叶流云咧嘴一笑，看向了另一边的花神鹿。依依，明白叶流云意思的花神鹿，在鸣叫了2声后，对着叶流云点了点头。我知道了。随后，头上的一对鹿角开始闪烁出绿色的光芒，在花神鹿的控制下，这些光芒顺势向着火纹师的方向漂浮。好，身上的伤势在恢复，就连体力各方面也得到了不小的增幅，这就让火纹师感觉到十分的不错。没有理会这一脸惬意的火纹师，叶流云侧目看向了尤舒兰和谭芊芊。不用担心，只有最后一波了，只要最后清理一下就可以了。实际上，这样的受潮看似危险，实际上也还行。对于普通人而言，这么多的怪物蜂拥而至，那无疑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可对于叶流云而言，怪物的数量虽然多，可说到底也只是数量多罢了，都是一些能够轻易清理的杂鱼，最多也就是需要花费一点时间罢了。谭芊芊认真的点了点头，目光显然是一副相信叶流云的表情。倒是尤舒兰还是比较谨慎的，先把投石车和3公床弩重新装填好吧，也不知道最后一次的受潮会是什么样的。叶流云没有多言，只是点了点头，抬起头看着高悬于天空之中的血月，目光微眯。还是那句话，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自己都要活下去，绝对。来了。原地休息了片刻，在察觉到什么后，叶流云忽然睁开眼睛，起身站了起来。周围的树林都开始变得躁动不安了。吼吼吼！一声声怪物的低吼声从那漆黑的森林内转了出来。还行，虽然看起来很危险，但叶流云的内心反而轻松了许多。还是那句话，到底只是一群杂鱼，即便数量众多，但也就是要多花费一段时间而已，而是能够对付的。阿文，准备！叶流云一声呼唤，本来是准备让火纹师用火焰先和这些怪物打一声招呼的，但这时，砰！好似地震了一般，又好似是什么重物落在了地面之上，整个地面都晃动了起来。这是……叶流云立马稳住身形，看向了眼前的森林。只见原本虎视眈眈的那些怪物们，仿佛是感觉到了什么恐怖的气势一般，都不由得低下了头，向着边上躲避。攥了攥手中的雷之剑，叶流云的目光逐渐变得凝重。要知道，这些被勇技增幅了力量的怪物，都是处于兴奋的状态，同样的也是保持着无所畏惧的状态。能够让这样的怪物感觉到畏惧，那无疑是相当可怕的东西要出现了。你们看！这个时候，谭芊芊仿佛是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一般，看着不远处的一个方向，声音都变得颤抖了起来。那是……紧跟着的尤舒兰也看到了，一双眼眸明显变得愕然了起来。怎么可能？难以置信，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怪物？叶流云顺势看去，虽然没有直接惊呼出来，但对方的身影还是让叶流云的神色变得无比凝重。巨猿，根本不是人类认知中的那种巨猿。黑暗中，一只体型已经完全超过20米的巨猿缓缓地走了过来。砰砰，这种沉重的声音其实就是巨猿的脚步声，只是简单的踩在地面上都会让整个大地晃动起来。巨猿缓缓地走近了，一身金色的毛发，还有那赤红色的眼眸。普通的人类在这样的怪物面前真就渺小如同蝼蚁一般，换个普通人来，单单只是看着都会不由自主地心生绝望。这根本就不是普通的人类能够对付的怪物啊！鉴定目标：金刚神猿。能力：高大的身形，却拥有着矫健且灵活的行动方式，力大无穷，一身的皮肤刀枪不入。金刚神猿，不用想，那些怪物们之所以恐惧，都是因为这样的存在。芊芊，把风之弓给我。全身皮肤刀枪不入，防御力很高的，不过具体如何还是要试试才能知道。好，谭芊芊来不及多想，连忙将风之弓递给了叶流云。嗖，快速拉弓搭箭，携带着风之力的箭矢快速地命中了金刚神猿的身体。咔嚓，本来无往不利的箭矢在命中金刚神猿的时候直接就爆开了。第72章花神鹿进化，火拳。连防御都破不了吗？这还是第一次遇到了连风之弓都破不了防的怪物。叶流云并不气馁，
而是瞄准了眼睛这样的脆弱位置。嗖嗖嗖，一支支箭矢快速的飞出。对于任何的野兽而言，眼睛这样的部位都是比较脆弱的。但当当，就好像是击中了什么金属一般，箭矢直接就被弹飞了出去，连眼睛的防御力都这么高。好，金刚神猿显然是被挑衅到了，直接愤怒的咆哮了一声。仅仅只是如此，卷起的风浪就好像是刮起了一场台风。下一秒，砰！金刚神猿直接一跃而起，而目标正是叶流云的庇护所。给我滚开！看到这一幕，叶流云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迎着金刚神猿调过来的方向冲了上去。暴击、重击，所有能加持力量的手段全都被叶流云施展了出来。雷之剑，虽说就体型而言，面对这20多米高的金刚神猿，叶流云显得十分渺小，可这并不代表体型上的差距就让叶流云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叶流云直接将雷之剑刺到了金刚神猿的皮肤里面，即便是金刚不坏，但只要力量足够，也是能够破防的。下一秒，轰！耀眼的雷光直接顺着雷之剑蔓延在了整个金刚神猿的身上。吼吼吼！虽然不知道有没有效，但这么一下，明显让金刚神猿受到了影响，显得更加愤怒了。身影虽然高大，但行动起来却没有丝毫臃肿的感觉。巨大的拳头直接轰向了叶流云。来不及了，这个时候已经没办法躲避了。既然如此，格挡！在半空中，叶流云双手交叉，施展了格挡能力。砰！身影好似一颗子弹，直接被轰飞了出去，在地面上滑行了一段距离，3层厚的石墙都因此破碎了。操！狠狠地撞在一棵树上后，叶流云停下下来。真他妈的疼啊！超恢复，全身断裂的骨骼也在第一时间快速的恢复着。流云、尤舒兰和谭芊芊都是担心的看了过来。我没事。依靠着身后的树干，叶流云重新站了起来，对着尤舒兰他们摆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可恶！看到叶流云没事，尤舒兰还是放心了许多。但是看着迈起脚步想要接近叶流云的金刚神猿，尤舒兰脸色认真，手中的水之枪被挥舞出了一道枪花，水流形成的刀刃直接向着金刚神猿的方向飞去。别想接近他！一边吸引着金刚神猿的注意力，一边对着谭芊芊说道：“去控制投石车和3公闯弩，别让这头畜生接近流云。”好。谭芊芊认真的点了点头。这个时候战斗方面自己或许帮不上什么忙，但控制投石车和3公闯弩自己还是没有问题的，直接跑了过去。叶流云这边，花神鹿也快速的跑了过来，想要为叶流云治疗。神情失落，看着这样的花神鹿，叶流云忽然笑了起来。虽然胆子小，但有些时候意外的有用啊。准备好要战斗了吗？这种时候显然需要花神鹿的力量了。说话的同时，叶流云将之前得到的木晶石拿了出来。显然花神鹿明白了叶流云的意思，目光认真的对着叶流云点了点头，内心已经有了答案。既然如此，看到这样的花神鹿，叶流云咧嘴一笑，那就融合吧。伴随着融合能力的施展，手中的木晶石开始一点一点的向着花神鹿的方向融合。同一时间，花神鹿的身上也多出了一道道特殊的绿色纹路，象征着木晶石的力量。鉴定目标：花木神鹿。能力：行动矫健，鹿角上拥有着特殊的能力，同时能够控制一定量的树木。状态：已驯服。花神鹿进化，花木神鹿。和之前的火纹师一样，在融合了木晶石后，已经拥有了控制树木的力量。花木神鹿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身上多出了一份特殊的力量，在鸣叫了2声后，认真的看向了眼前的叶流云。超恢复的能力已经让叶流云身上的伤势完全恢复，看着眼前进化后的花木神鹿，直接笑了起来。一起上吧。砰砰砰！即便是附加了火球的石块和铁枪，也没办法破了金刚神猿的防御。不过用来吸引注意力还是足够了。好！金刚神猿成功被尤舒兰他们吸引了过去，愤怒地咆哮着。尤舒兰一边挥动着水之枪，利用水流进行攻击，一边灵活地躲避着。砰！可惜力量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金刚神猿一跺脚，地面震动，一个没站稳，尤舒兰脚步一崴，直接跪倒在了地上。舒兰姐！看到这一幕，不远处控制着3公闯弩的谭芊芊立马担忧了起来。该死！崴脚的疼痛让尤舒兰的额头上都布满了一层冷汗。但是看着快速冲向自己的金刚神猿，
尤淑兰眼神坚毅地攥着手中的水之枪，内心并不后悔。刘云，你一定能活下去，并且活到最后，凌驾于所有人之上。尤淑兰一直坚信着这点，所以哪怕是自己死了，尤淑兰也不会后悔的。就是可惜，要是临死前能再做一次就好了。好，金刚神猿已经咆哮而至了，高高抬起的手臂看起来简直比一般的高楼还要大，重重地向着尤淑兰的方向砸去。火拳！就在这时，轰！炙热的火焰在叶流云的挥拳下直接轰了过来。平剑！砰！砰！砰！爆破的能力让所有轰向金刚神猿的火焰再度炸裂了起来，冲天而起的火光将整个金刚神猿都包围在了其中。等尤淑兰反应过来的时候，就看到在火光的映照下，叶流云的身影再度出现在了自己的身前，正带着笑容看着自己。想要再做一次的话，等永基过去了，随时都可以。虽然尤淑兰最后的话，叶流云听到了。第73章，原来你也不是真的无坚不摧。雷炎斩！吼吼吼！金刚神猿的咆哮声传来，身上燃烧的那些火焰瞬间被一扫而空。看得出，虽然身上的毛发受到了些许的影响，但本身却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伤。再度看到叶流云后，金刚神猿显得是更加愤怒了。阿花！面对这般怪物的怒目，叶流云脸色一变，一声呼唤。下一秒，周围的树木仿佛具有了神明一般，忽然开始活动了起来，犹如藤蔓一般，不断地向着金刚神猿的方向蔓延，直至将金刚神猿的手脚全部都缠绕了起来。这是忽如其来的情况，让尤淑兰和谭芊芊都还有些疑惑呢。随后便注意到，已经进化后的花木神鹿出现在了叶流云的身后，一双兽瞳之中正闪烁着奇异的光芒。显然，这些活动的树木都是出自花木神鹿之手。吼吼！虽然手脚全部被树木缠绕困住，但金刚神猿本身却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看着缠绕在手脚上的树木，金刚神猿愤怒地咆哮了起来，开始左右挣扎了起来。控制树木这样的能力虽然不错，但也要看对方是谁。即便花木神鹿不断地施展力量，可这些树木在金刚神猿的行动下开始出现了碎裂的迹象。轰！轰！轰！这种怪物放在电影里面基本上都是能够毁天灭地的了。阿文！叶流云没有拖泥带水，看着金刚神猿挣扎而出，再度呼唤。好！火纹师的身影快速地冲出，虽然已经有些力竭了，但火纹师还是在愤怒地咆哮一声后，炙热的火焰向着金刚神猿的方向吐去。吼吼吼！显然金刚神猿也不是直接免疫火焰的力量，一直被燃烧还是会让金刚神猿受到影响的，只能先放弃挣扎的动作，抬起手掌用来抵挡火纹师的火焰。我还以为你真就金刚不坏的，原来也就这样啊。金刚神猿的防御力是高，但也没有高到真正无坚不摧的地步，还是会受到影响的。舒兰，把水之枪和风之弓给我。明白。听到呼唤的尤舒兰没有丝毫的犹豫，当即行动了起来，先是将手中的水之枪扔给了叶流云，随后立马找到了跌落在不远处的风之弓，一同交给了叶流云。好！利用手掌抵挡住火焰之后，金刚神猿直接对着火纹师咆哮了一声，看这架势，仿佛是准备利用这样的吼声把火纹师吓退一般。而就在这时，嘿！叶流云的呼唤声吸引了金刚神猿的注意力，转头看来，只见此时的叶流云已经开始拉弓搭箭了。只不过叶流云这次使用的并不是什么普通的剑士，而是水之枪本身的水属性力量以及风之弓的风属性力量，此刻都聚集在了风之弓上面。如果不是水属性和火属性的力量难以相容，叶流云都准备继续融合自己的控火能力了。枪尖的前端甚至已经开始刮起了一层旋风。去死吧，畜生！既然不是真正的无坚不摧，那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去死吧。好！愤怒的金刚神猿怒目圆瞪，凝视着此时的叶流云。嗖！犹如黑夜中的一道流星，水之枪划破长空，准确无误地命中了金刚神猿的脑袋。当！熟悉的金属交鸣声再度传来，只见被命中的抵挡闪耀起了一阵金色的光辉，为金刚神猿挡住了水之枪的攻势。只不过水之枪并没有被直接弹飞，风属性的力量让水之枪还在急速的旋转着，不断想要突破金刚神猿的防御。就是现在！看到这一幕后，叶流云目光严肃，随手将风之弓丢到了一边，踩着地面，凭借低空飞行的能力，几个纵身直接向着金刚神猿的方向飞去。给我破！
等来到水之枪的位置后，叶流云一脚踢在了枪杆的位置，砰！本身的力量再加上叶流云的帮助，那种金光防御彻底的被破防了。急速旋转的水之枪，周身还环绕着剧烈的水刃。吼吼吼！剧烈的疼痛让金刚神猿再也忍不住了，直接喊叫了起来。原来你也会怕疼啊！即便经过永记这一晚的加持，但该怕疼的时候还是会怕疼的呀。叶流云咧嘴一笑，脚步轻盈的跳动了起来，找到了之前被自己打在金刚神猿身上的雷之剑。结束了！就在金刚神猿痛苦吼叫的时候，找到雷之剑的叶流云一手放在了雷之剑的剑柄上，滋滋滋！下一秒，耀眼的雷光再度闪烁而出。而这一次，可不仅仅只是雷光，将雷之剑重新拿起的叶流云看向了金刚神猿脑袋的位置。只有这样的近距离，才能够亲身的感受到人类到底是何等的渺小。轰！攥了攥拳头，轰然间，雷之剑的剑刃上除了闪耀的雷霆之外，还燃烧起了一阵炙热的火焰。这种力量正是来自于叶流云的控火能力。死吧！几个纵身，叶流云快速地向着金刚神猿的脑袋位置跑去。既然要出手，那就要保证一击必杀。本身因为水之枪的原因，金刚神猿就已经痛苦不已了，根本就没时间去理会叶流云。雷炎斩、暴击、重击，各种加持力量的能力都被叶流云使用了出来。这种力量，叶流云以前只是设想过，但却从来没有施展过，这还是第一次了。不过这也直接证实了叶流云设想中的自己最强大的一招确实足够的强大。轰轰轰！火光夹杂着雷光冲天而起，原本的黑夜都因为这样的力量，好似直接被映照成了白昼。环绕着各种力量的一击，直接砍在了金刚神猿的脖子上。吭吭吭！金刚神猿还是没有放弃防御，但给我破吧！能感觉到自己的这一招已经足够能破防的了。斩！刷！好似能够斩断天地的一刀，直接划破了长空。第74章永记之后降温了。砰！巨大的身形就此倒下，掀起的尘土足够将整个庇护所环绕了，而叶流云的身形也是顺势跌落在了地上。流云看到这一幕，不管是尤淑兰还是谭芊芊都顾不上其他了，连忙跑到了飞扬的尘土之上。流云，你在哪？流云不断的呼唤着，左右寻找，尘土太过于浓郁，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好在零星的雷光闪烁，叶流云的身影缓缓地走了出来，手中的雷之剑被叶流云放在了一旁，笑着眼前的尤淑兰和谭芊芊。我赢了！流云看到这样的叶流云，按耐不住的两女再也顾不上其他，直接跑了过来，一左一右死死地抱住了叶流云。哈哈，环抱着两女的叶流云忍不住笑了起来。赢了！哪怕对手是这样的怪物，可最终会赢的也依旧只会是自己。吼吼！这个时候，火纹师和花木神鹿也停下了动作，同时喊叫了起来，看向了叶流云。这架势仿佛是在为叶流云为感到欢呼一般。嗡嗡嗡！而这时，生存守则忽然震动了起来，原本漆黑如墨般的天空也开始泛起了白光，血液开始逐渐的褪去，显然这是永记要结束的迹象啊。只不过现在的尤淑兰和谭芊芊就好像是注意不到这些一样，依旧是死死的抱住了叶流云，怎么都不愿意放开。我说，咱们要不先看看生存守则上面更新了什么？先抱一会。低头埋在叶流云怀中的两女只是小声的说了一下，还是死死的抱住了叶流云。都已经这么说了，那叶流云还能有说些什么了？微微一笑，同样死死抱住了两女。另一边，结束了吗？此时的赵虎等人看着逐渐泛白的天空，内心一耸，直接瘫倒在了地上。和叶流云的直接和怪物正面交锋不一样，赵虎采用的就是连续不断的躲避。原本还以为躲在提前准备好的地下庇护所里面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谁能想到还有大牙鼠这种会钻地的畜生玩意，真特么的绝了！死了，大家都死了。同样跟着赵虎走出来的几个人，有些甚至都要崩溃了。永记之前，他们一共有40-50个人，可现在呢，除了赵虎之外，就还有4-5个人了。这种牺牲不可谓不大。别他妈放屁了，起码我们还活着。有不耐烦的直接没好气的对了一句。大多数情况，一直能活到现在的，那都是心智异常坚定的了，不会因为太多的事情而多愁善感。不管怎么说，
如果不是因为赵虎大哥，我们一定会死的吧？说到这，忍不住赞叹了一声。是啊，还好赵虎大哥有先见之明，提前准备了好几个地下庇护所。赵虎行事比较稳健，为了应对今天的永济，赵虎提前让人挖掘了好几个地下庇护所。当时赵虎的一些手下还觉得赵虎是杞人忧天，根本没这个必要呢。可现在看来，如果不是赵虎的慎重，怕是都要全军覆没了吧？不愧是赵虎大哥呀！因为这样的事情，对于赵虎是更加的服气了。面对这样的夸赞，赵虎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这些个屁话说的有什么用吗？没了，全都没了呀！手下只剩下4、5个，就连庇护所都没了。1个月的努力，好像直接就报废了一样。说起来，你们有没有感觉有点冷？忽然，赵虎的一个手下没由来的打了一个寒战，总感觉空气温度有点冷啊。有吗？好像是有点。还好吧。边上的其他人也是疑惑的抬起了头。刚经历过那样的灾难，都没太多的心思在不在乎冷的事情。好了，这时赵虎还是说话了。现在可不是多愁善感的时候啊。不管怎么样，自己都从永济这一天活下来了。赵虎是有野心的，绝不是那种甘于现状的人。哪怕这天的永济把自己什么都给打没了，但赵虎依旧没有要放弃的意思。大家不要放弃，我们已经活下来了，而且势必会继续活下去。跟着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好，有了这次的事情，对于赵虎，大家还是很信任的，纷纷应胡了起来。庇护所虽然没了，但想要重建也不过就是时间的问题。而且就还剩4、5个人了，暂时只需要一个临时庇护所就可以了，也不需要那么大的庇护所。说起来，确实有点冷了。这个时候，赵虎也感觉到周围的气温好像确实下降了很多，连自己都感觉到了一阵清冷，微微摇了摇头，倒也没在意什么，准备指挥着仅剩的几个手下，着手准备建造一个临时的庇护所。活下来了吗？与此同时，武峰这边，胖乎乎的身影从一处山洞中走了出来，看着外面逐渐泛白的天色，武峰这憨憨的脸色明显出现了一些茫然的神色，就感觉好像啥事也没做，永济就过去了呀。实际上，永济开始的第一波受潮，武峰都没有扛住，庇护所直接被摧毁，只能算是运气好，直接跑到了庇护所附近的铁矿里面，也就是武峰现在所处的山洞。为了担心会出现意外，武峰跑到了很远的地方，待在一堆黑铁石矿脉的附近，找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直接躺了下来。然后我好像是睡着了。说着，武峰忍不住挠了挠头，就感觉当时蛮困的，然后就睡着了。再然后就是现在了，永济结束了啊！所以永济这一晚上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武峰表示自己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啊，只能说有些人运气好，真就是这么不讲道理的。好冷啊！来不及细想，武峰只感觉周围冷风吹过，忍不住缩了缩脖子。第75章，寒流来袭，新技能触发，分解。与此同时，叶流云这边在继续抱了一会后，叶流云放开了尤舒兰和谭芊芊，对着金刚神渊的方向抬起了一只手。这样的怪物分解了之后，一定能获得不少的东西吧？分解成功，获得肉块乘1000，圆心骨乘1，金晶石乘1，1000个单位的肉块。好家伙，真不愧是这种程度的怪物啊！还有金晶石，找了那么久没找到，没想到在灭了这个金刚神渊后，倒是爆出了一个金晶石。这样的话，距离升级6级庇护所更加接近了呀。只不过，圆心骨，这是什么？下一刻，叶流云的手中出现了一个手臂粗，差不多2米长的骨头，看起来倒是有点像一个棍子的。这算什么？武器吗？鉴定，目标圆心骨，效果金刚神渊的核心骨骼，特殊的融合材料可以让融合后的装备变得更加坚固。融合材料啊！叶流云还以为这圆心骨是直接拿来当做武器的呢，能让融合后的装备变得更加坚固，还算不错。对于这样的效果，叶流云还是很满意的，连同金晶石还有那些个肉块一起放到了生存守则的仓库里面。流云，你看，趁着这个时候，尤舒兰他们已经打开了生存守则。不出所料，第一页的话语再度出现了改变，拿着生存守则来到了叶流云的面前。恭喜各位，成功从永济中存活了下来。但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吗？或许这才只是刚刚开始。刚刚开始吗？叶流云目光微眯，虽然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但叶流云早就预料到一个永济而已。这场灾难还远远没有结束呢。放心吧，
看着两女担心的样子，叶流云轻松的笑了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味的在这里担忧，根本解决不了任何事情。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会活到最后的。都是认真的点了点头。说起来，温度是不是变低了？有点冷啊。这个时候，谭芊芊好似感觉到了什么一般，忍不住环抱起了自己的手臂。冷。被这么一说，尤淑兰明显也感觉到了，确实是有点冷。气温开始下降了吗？抬起头看向了逐渐泛白的天空，显得有些疑惑。这好好的，为什么会忽然变冷呢？经验值加1，经验值加1。就在这时，久违的经验提升的声音再度传来。叶流云都意外了一下。御寒 LV1，新的技能触发了。御寒，抵御严寒的意思呗。我们先回屋子吧。有些单薄的谭芊芊忍不住说了一句。叶流云的庇护所只是外部的石墙出现了一些倒塌，房屋本身却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同样单薄的尤淑兰顺势点了点头，目光看向了叶流云。你们先回去吧，我去收集一下怪物的尸体。之前猎杀的那些怪物还没有分解回收呢，可不能浪费了。更何况趁着这个时候，叶流云也能刷一刷新技能的等级。可是尤淑兰还想着帮忙呢，但轰！叶流云的全身忽然燃烧起了火焰。是不是忘了我还有这个能力呢？根本不怕冷。虽然没必要用，但这也是防备两女的担心。20多个小时没休息了，先去休息吧。叶流云自己有不眠者的能力，不需要睡眠，但两女又没有。永继持续的20多个小时，少女们都没有休息，一直在战斗，早就已经疲惫了。那好吧，也没有强求什么，内心清楚，一味的多言只会让叶流云担忧。那流云，你也早点回来休息。回去的时候记得把壁炉还有一直没用的电热器用上。叶流云总感觉眼下的降温并没有那么简单。之前装备了但一直没用的电热器，这种时候也算是能够派上用场了。好，两女都没有拒绝，而是认真的点了点头。分解，分解，分解。趁着这个机会，叶流云将之前击败的怪物们开始一个个的分解回收，同时御寒技能的经验值也在不断的增加。技能升级，御寒 LV1， 御寒 LV2， 体质加1，精神加1。久违的技能升级提示音了呀。不过只能加体质和精神吗？算了，起码比没有强。分解怪物这样的事情并不算是什么麻烦的事情，更何况叶流云最大的想法也只是刷一刷技能的经验罢了。要不然像夜狼这样的杂鱼怪物，叶流云也懒得去分解回收。猎杀的高级怪物越来越多，对于一些低级的，叶流云早就已经看不上眼了。等叶流云再度回到庇护所的时候，御寒技能已经达到了4级。熟练度系统，宿主叶流云，力量58，普通人平均值为10，速度49，体质60，精神57，技能挥砍 LV Max， 锻炼 LV Max， 挨饿 LV Max， 射箭 LV Max， 熬夜 LV Max， 游泳 LV Max， 投掷 LV Max， 耐热 LV Max， 挨打 LV Max， 恢复 LV Max， 爬树 LV Max， 锄地 LV Max， 种植 LV Max， 驯养 LV Max， 骑术 LV Max， 跳跃 LV Max， 毒抗 LV Max， 运动 LV Max， 武术 LV Max， 触电 LV Max， 控火 LV Max， 御寒 LV4， 能力暴击，野兽感知，光合作用，鹰眼，不眠者，火免，标记，超恢复，格挡，肌肉控制，快速生长，重击，生物亲和，水下呼吸，心灵相通，低空飞行，百毒不侵，永动机，战斗直觉，绝缘，爆破。说起来都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看自己的人物模板了吧。第76章，睡一觉醒来世界变了。极寒，体质已经突破60了啊，这也是目前自己最高的一个属性了。4维属性中相对而言速度的属性就显得要薄弱一些，之后有机会倒是可以看看能不能触发一下提升速度属性的技能，这玩意吧也是要看机会的。4级的御寒技能想要达到5级满级
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叶流云也不着急，回到庇护所后，内心明显感觉到了几分轻松。外面虽然有些冰冷刺骨，但庇护所里面因为壁炉和电热器的关系，倒是显得十分暖和。此时的花木神鹿正趴在壁炉的边上休息，看情况也是累了。说起来，需要给阿文建一个临时的庇护所吗？叶流云也不是什么厚此薄彼的人，火纹师虽然憨了点，也贪吃了一点，但真到战斗的时候，那也是一点都不含糊的，总不可能让对方真就一直挨饿吧。想到这里，叶流云来到了窗户边上，只见此时的火纹师正趴在院子内的宠物栅栏里面呼呼大睡呢。冷，可以看到火纹师的全身都在燃烧着一层火焰，以此来保护火纹师免受寒冷的侵扰。妈，明天再说吧。看这情况，一时半会的估计也冻不着。叶流云回到了房间，此时的尤淑兰和谭芊芊都在熟睡当中，叶流云没有去打扰。不眠者的能力虽然让叶流云无需睡眠也可以保持充足的精神，但不用睡眠就不代表没办法睡眠了。怀抱家人，这感觉就不一样啊。流云，熟睡中的尤淑兰仿佛是感觉到了什么一般，向着叶流云身边靠了靠，轻声呢喃了一声后，重新陷入了熟睡的状态。看着这样的叶流云，叶流云微微一笑，缓缓地闭上了眼睛。流云，流云，在一阵呼喊中，叶流云缓缓地醒了过来。哈，打着哈欠坐了起来。天还没黑吗？看着窗外映照进来的阳光，叶流云有些奇怪，只有6个小时的白天，过得这么缓慢吗？还是说自己其实没睡多久？流云，门外传来的是谭芊芊呼唤的声音。怎么了吗？这个时候，尤淑兰也醒来了。先是伸了一个懒腰，看得出休息的还算不错，脸上的疲惫都散去了不少，只是疑惑地看向了房门的方向。不知道，耸了耸肩。虽然疑惑，但叶流云还是直接走了过去。有什么问题，直接询问不就好了吗？流云，淑兰姐。看着开门的叶流云，谭芊芊当即呼唤了一声。发生什么了吗？不管不是发生什么了，相信眼下的谭芊芊也不会在这里呼唤吧。下雪了，好大的雪啊！谭芊芊没有犹豫，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目的。雪？刚睡醒的尤淑兰多多少少是有些发懵的，都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这好好的怎么可能会忽然下雪呢？而叶流云则是仿佛猜到了什么一般，直接来到了窗户边上。果然，外面的世界已经是一片白雪皑皑了，看起来仿佛是什么东西都被这大雪淹没了一般。也是因为叶流云他们所休息的房间是在庇护所的2楼，所以一开始才没有看到什么。实际上，从窗户往下面看，庇护所的1楼已经完全被大雪给淹没了。怎么会？同样跟着走过来的尤淑兰在看到这样的情况后，明显错愕了片刻，属实是没想到，居然真的下雪了，而且还是这样的大雪啊！叶流云目光思索，这应该和昨天那忽然的降温有关吧？生存守则上面有变化吗？叶流云顺势看向了谭芊芊，忍不住挠了挠头。显然谭芊芊根本没想起来生存守则的这件事情，刚睡醒，在看到这样的大雪之后，担心会有什么危险，所以就知道找到了叶流云这边，根本没时间去纠结生存守则的事情。先看看生存守则吧，说不定会有什么提示。果然，所有人都看到自己的生存守则第1页出现了新的变化。欢迎来到极寒求生世界。开头就是这么一句话。极寒求生世界，哪怕是已经做好准备的叶流云，看到这样的言论后都不免有些愣神了。那是不是说自己已经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了？好家伙，睡一觉世界变了。还好庇护所没有什么变化，万一一觉醒来连庇护所都没有了，那才是真的叫一切从零开始呢。极寒世界是由冰雪组成的寒冷世界，绝对的低温只是最初的灾难罢了。接下来就是在极寒世界的生存规则了。规则1，极寒世界永远处于白昼状态，没有黑夜。规则2，极寒世界的怪物会在任何时间出现。规则3，极寒世界的宝箱中有可能会得到一些特殊的技能书，这是全新的力量。规则4，极寒世界是绝望的世界，没有抵御严寒的能力，就只能蜷缩在自己的庇护所内，安静等死。规则一共就4个，但也已经将极寒世界的事情完全描述了出来。首先就是和之前的6小时白天、18小时的黑夜不同，极寒世界只有白天，没有黑夜，而且极寒世界的怪物会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出现。要说最特别的，可能就是极寒世界的宝箱里面会开出一些特殊的技能书，虽然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技能书，但想来应该不会是什么普通的东西吧。
这个时候，好似发现了什么的叶流云忽然皱了皱眉头。怎么了吗？一旁的尤淑兰和谭芊芊同时看了过来。编号变了。叶流云翻开了生存守则的第2页，这一页是属于生存守则上面给每个人的人物面板。人物叶流云，种族人类，编号0033，技能鉴定术、分解术、融合术、探查术、仓库金晶石乘1，圆心骨乘1，各种资源若干。这是生存守则的人物面板，和叶流云的熟练度系统面板并不重合。第77章，被大雪淹没的火纹师还好没事，不过让叶流云在意的却是自己的编号显示，从原本的0071变成了现在的0033。编号，尤淑兰和谭芊芊都是一愣，随后翻开了自己这生存守则的第2页，果然编号都改变了。我的也变了，我的也是，好像变得更加靠前了。编号并不是变大了，而是变得更加靠前了，这是为什么呢？这种玩意没什么依据，眼下只能全凭猜测去想。继续向后翻，世界聊天上面倒是显得无比热闹。编号7019，活下来了，我活下来了。编号0955，好冷啊，这是又穿越了吗？编号9380，真不敢相信，我居然活下来了。编号6279，谁有保暖的东西吗？我用食物和它换。编号4377，太冷了，实在是太冷了。聊天的内容倒是没什么问题，要么是庆幸自己从那场危机中活下来的，要么就是在说自己实在是太冷了，想要寻求帮助的。不对，不过在继续看了一会后，叶流云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怎么了吗？谭芊芊目光好奇地看了过来。说话的人太多了，这是什么意思？谭芊芊还有些不明白了。而一旁的尤淑兰在经过叶流云这么提醒后，立马就意识到了什么，翻看了一会世界聊天后，应和着点了点头。流云说的对，永济那样的灾难，就算不会全部死绝，也绝对会死掉大部分的人。之前的世界聊天里面，绝对存活不下来这么多说话的人。原本的世界聊天，因为每天的灾难都会少不少人，最后的永济这一天绝对会消减掉大半的。而现在的世界聊天上面，一句接着一句的发言，看样子好像还是9999个人，一个都没少。也就是说，被这么一说，谭芊芊也想明白什么，抬起头看向了叶流云和谭芊芊。没错，应该是重组了。叶流云之前有过猜测，穿越过来的人基本上被分在了不同的区域里面，每个区域里面都会有9999个人。之前的黑夜世界9999个人，能剩下1/10就已经很不错了。剩余的人和其他区域剩余的人重组，凑齐9999个人，倒也不算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应该是要确保每个区域里面都能达到一定数量的人吧。虽然想明白了这件事情，但叶流云也不是很在意，新的人数就意味着人类之中很可能会出现新的敌人。可还是那句话，不管敌人是什么样的存在，但只要自身的实力足够强大，就能够无惧一切。依依。就在这时，花木神鹿的叫声忽然传了过来。怎么了？叶流云疑惑地看了过去，只见此时的花木神鹿正用脑袋示意着外面院子的位置。原本还有些疑惑呢，但下一刻仿佛是想到了什么一般，叶流云忽然脸色一变。卧槽！在一旁尤淑兰和谭芊芊疑惑的目光下，叶流云直接跑到了窗户边上。阿文，阿文，都快忘了还有一个火纹师呢。外面气温这么低，万一真冻出一个好歹来，自己之前花费在火纹师身上的资源，不就等于是白白的打水漂了吗？吼吼！好在叶流云呼唤2声后，白茫茫的大雪内传来了火纹师的吼叫声。此时的宠物栅栏位置已经完全被大雪淹没了。本来还在熟睡的火纹师在听到叶流云的呼唤后，先是回应了2声，随后缓缓地站了起来，看着周围白茫茫的一片，火纹师也愣住了。等等，我他妈瞎了！好在火纹师很快就反应过来了，不是自己瞎了，而是周围已经被大雪给淹没了。好！恢复精神的火纹师一声咆哮，炙热的火焰在周身燃烧了起来。如此火焰之下，也让院子里面的大雪在快速的融化着。很快，窗户位置原本白茫茫的一片，也能够看到那全身燃烧着火焰的火纹师了。还好，这寒火身上的火能够抵御一定的严寒啊。看到火纹师还活着，叶流云明显轻松了许多。吼吼！趁着这个机会，火纹师麻溜的凑到了窗户边，对着叶流云的方向指了指宠物栅栏的地方，又指了指天上的大雪，一脸的委屈。行了行了。看到这，叶流云怎么可能不明白阿文的意思？等会就帮你建一个临时的木屋，保证防雪，可以了吧？虽然有火纹师的火焰，
但天上的大雪不断。看这架势，不出一会，院子就会重新被大雪淹没的。吼吼！得到了叶流云的回答后，院子里的火纹师开心地蹦跳了起来，摇了摇头。叶流云没有理会，这一转头就看到，此时的尤淑兰和谭芊芊已经换上了厚厚的羽绒服。你们这是？有些意外，这冻死人的天气，估计没几个人会想出去吧。注意到叶流云的目光，尤淑兰笑着说道：“总不能让所有的事都要你一个人去解决吧？”尤淑兰很清楚，叶流云不是什么停滞不前的人，哪怕面对的是这种极低温的天气，自己可不是什么花瓶。所以，尤淑兰也想着能够帮助到叶流云。还有我，一旁被厚重羽绒服包围的谭芊芊也是笑呵呵的招了招手：“我也来帮忙。”两女都不想拖叶流云的后腿。这羽绒服是之前在宝箱中得到的，没想到真就有用到的一天。之前刚得到的时候，还以为是没什么用的废物呢，还好没扔啊。流云你要吗？我就不用了。摆了摆手，一方面自己还要刷御寒技能的等级，另一方面有着控火的超自然能力，叶流云本身就不担心低温的事情。行，那咱们先把石墙恢复一下，再准备开始这个极寒世界的探索吧。第78章寒冷免疫。全新的怪物。之前的院落因为和金刚神猿的战斗，虽说庇护所没事，但围墙属实是被破坏个够呛了。正好趁着这个时候还能对围墙进行一次扩大。庇护所越来越强，围墙的面积也要相对更大一些了。围墙的事情倒是不需要太麻烦，反正有制作图在，只要材料足够，想怎么制作就可以怎么制作。阿花，至于火纹师的临时房屋，叶流云没有浪费制作图，而是呼唤了一声花木神鹿。明白叶流云意思的花木神鹿微微点了点头，随后一双眼眸开始逐渐泛起了光泽。下一秒，周围提前准备好的木材在某种力量的控制下开始一点点的移动了起来。就在庇护所的边上，一个崭新的属于火纹师的木屋逐渐形成。有了花木神鹿控制树木的能力，很多需要木材的事情都不需要浪费制作图了，直接就可以凭借花木神鹿的力量来制作出想要的东西。不错，不错。看到成品后，叶流云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面对叶流云的夸赞，花木神鹿开心的叫了起来。至于火纹师，则是已经开始适应自己的新家了，不算有多豪华，但遮风挡雨足够了。更何况火纹师本身具有着火焰的能力，也不需要抵御严寒的装备，已经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尤淑兰和谭芊芊他们也已经将石墙修补好了，院子里面的面积比以前更加宽大了许多。就是可惜种植的蔬菜和水果已经被冻坏了，这么冷的天气，想要种植水果蔬菜显然是不现实了。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从宝箱里面找到温室大棚这一类的制作图纸，要不然这个天气很难种植成功东西。这个没事，不用着急。摆了摆手，反正之前在生存守则的仓库里面，叶流云也储存了不少的东西，慢慢找就可以了，不用太着急上火的。还是分头行动吗？既然石墙已经修补好了，接下来就该想着触发这个极寒世界，开始新的探索了。而且规则上面说，这个世界的宝箱里面有可能会获得特殊的技能书。对于这种未知的力量，叶流云还是比较好奇的。分头行动吧，一起行动效率太慢了。不过你们就和阿文一起行动吧，让谭芊芊和尤淑兰两个人行动，难保不会出现什么意外，还是带上阿文一起过去更加安全。阿文，阿文，呼唤了几声，叶流云才发现火纹师居然窝在新建造的木屋里面，都快睡着了。好家伙，你特么的也会冬眠还是怎么着？给我滚过来！没好气的训斥了一声。被叫醒的火纹师无奈的打了一个鼻息，晃晃悠悠的来到了叶流云的身边，一副还有些没睡醒的样子。别给我偷懒，你的火焰能力还是有点用的，给我动起来！吼吼！没办法了，火纹师也只能是吼叫了两声，随后点了点头。至于花木神鹿，倒是不需要担心，这明显比火纹师勤快多了呀。既然如此，那就出发吧。经验值+1，经验值+1。吐着冷气，叶流云行走在一片冰天雪地之中，拥有着可以探查宝箱位置的探查术，叶流云倒是不担心自己在这一片白茫茫的大雪中会找不到宝箱的位置。找到了。等确定了位置了，叶流云简单挖了挖眼前的大雪，果然一个被淹没的宝箱出现在了叶流云的眼前，当即选择了开启。获得水城2温室大棚制作图纸。好家伙，运气这么好的吗？水就不说了，没想到温室大棚的制作图纸这就被自己找到了。物品温室大棚制作图纸，效果
可以让一个区域保持恒定的温暖温度。所需材料：塑料乘10，铁块乘1。塑料，一种全新的材料吗？不过这个温室大棚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保持恒定的温暖温度啊。果然不愧是新世界的产物啊！有些图纸制作出来的东西是真不讲道理，就像锻造炉一样，放置铁块，想制作什么就能制作什么，都不需要手动捶打。这个温室大棚也是如此，很神奇的东西。先收着，虽然还没见过塑料这样的材料，但暂时留着这个制作图肯定是没什么错的。当即将其收在了生存守则的仓库里面，随后继续寻找了起来。技能升级，很快技能升级的提示音也传了出来。御寒 LV4， 御寒 LV Max， 体质+1，精神+1，终于满级了呀！触发能力寒冷免疫，御寒技能觉醒的能力自然也会和这方面有关了。寒冷免疫，免疫寒冷带来的负面影响。眼下的叶流云，即便是不使用火焰的力量，没有任何保温措施，在这天寒地冻的气温下，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不错，虽然不算是有多强大的能力，但已经很不错了。叶流云很是满意。继续寻找了一会后，叶流云忽然在一片大雪上发现了动物踩踏的痕迹。是什么怪物吗？这宽大的交易明显不是人类的，更何况刚到这个世界第一天，估计没几个人敢像自己一样，在这个冰天雪地的世界随意行动吧。和之前黑夜世界不同，眼下的极寒世界没有黑夜，永远都是白天，所以这个世界的怪物会在任何情况下出现。去看看。叶流云思索了一会后，还是决定想要看看这个极寒世界的怪物会是什么样的。带着这样的想法，叶流云准备跟随着雪地上的脚印前去看看。只不过经验值+1，经验值+1。提示音的出现让叶流云意识到，很显然自己这必定是又触发新的技能了。看起来今天算是自己的幸运日了呀。第79章接连触发的新技能，追踪 LV1。这个技能，看着技能一栏多出来的这个新技能，叶流云有些意外。倒不是不行，主要还是因为我以前没追踪过怪物吗？仔细想想，好像还真没有。黑夜世界的怪物都是在黑夜中出现的，叶流云很少会在黑夜中离开自己的庇护所。但是追踪人类不算吗？即便没追踪过怪物，但自己应该也追踪过人类吧？比如之前的小八嘎，系统没有给出任何的解释，或许是追踪人类真的不算吧。算了，有总比没有要好。叶流云也不纠结那么多，反正只要有新技能触发就可以了。不再多想的叶流云跟随着脚印继续行走着。技能升级，追踪 LV1， 追踪 LV2， 速度+1。只加一个速度吗？也可以了，正好自己的4维属性中速度一栏确实是比较薄弱的，正好提升一下，能让自己的4维数值均衡一些。很快叶流云便跟随着脚印看到了目标，对方是一头熊，一头通体白色并且身形很大的熊。目标虫甲熊，能力全身的毛发密度很高，犹如厚重的铠甲一般。也就是说，这种重甲熊全身上下最有价值的就是那一身厚重的毛发吗？叶流云在想，如果用来制作什么外衣的话，抵御严寒的效果会不会很好？好，就在叶流云思索的时候，重甲熊显然也发现了什么，一转头直接看向了叶流云的位置。虽然是不同的世界，但这些个怪物到底都有一个毛病，很凶残啊。在看到叶流云的一瞬间，重甲熊没有丝毫的犹豫，一声咆哮，直接就冲了过来。巨大的身影踩在雪地上都会留下沉重的脚印。找死！就连金刚神渊那样夸张的怪物自己都灭杀过，现在这一个小小的重甲熊对叶流云而言又算得了什么呢？雷之剑被叶流云从仓库中取出，在重甲熊扑过来的同时，叶流云先是侧身过去，随后一剑瞄准重甲熊脖子这样的位置，快速刺出。暴击！唰！雷电的力量本就赋予了雷之剑无与伦比的贯穿力，再加上叶流云如今的力量，可以说即便重甲熊毛发的防御力很好，也挡不住叶流云如今的攻击。砰！直接栽倒在了雪地之中。恐怕这重甲熊到死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实力强大的自己面对一个如此渺小的蝼蚁，连一回合都没有撑过去，直接就死了呢？分解！叶流云可不在乎这一个重甲熊的想法，当即就分解了起来。分解成功，获得肉块乘20，重甲熊皮毛乘5。因为尸体比较完好，所以分解起来获得的皮毛也会更多一些。眼下没有细看，准备等回去之后再试。
一股脑的全部都收回到了仓库里面。开启探查术，发现了一个距离最近的宝箱位置。根据目标，叶流云继续寻找了起来。这里之前应该是一处瀑布，地面有一个很大的冰面，上面是一片悬崖，瀑布的水都已经被冻住了，而宝箱的位置就在悬崖上面。看了一眼目标的位置，这玩意想要找到的话，估计还需要爬上去了吧？不对，我要是直接用红拳把那处地方的冰给轰碎了，好像效果也是一样的。我果然是个天才啊！顺势走到了冰面上，下一刻，经验值+1，经验值+1，又来了。滑冰 LV1，好家伙，这也可以的吗？看着眼前的被冻住的悬崖，叶流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如果爬上去的话，应该也能够触发攀岩之类的技能吧？好像还真可以啊！而且先试试看好了，即便失败了也没什么关系。带着这样的想法，叶流云熄灭了手上的火焰，从仓库中拿出了2把普通的匕首，对着眼前的悬崖扎了扎，很结实。但在叶流云的怪力下，匕首还是直接扎进了冰块之中。简单调整了一下后，叶流云顺着目标还是向着悬崖上面爬去。经验值+1，经验值+1。果然，经验值的触发让叶流云意识到自己果然是个小天才，又是一个新技能了。一时间，叶流云动力十足，向着悬崖上面爬去。技能升级，攀岩 LV1，攀岩 LV2，力量+1，体质+1，分别可以加力量和体质啊，还算不错。悬崖虽然很高，但以叶流云如今的实力，想要以这样的方式登顶，也不过就是时间的问题。经验值+1，更何况不断出现的经验提示音，才是叶流云动力满满的源泉。等叶流云登顶的时候，攀岩技能也是成功达到了4级的地步，一个宝箱也顺势出现在了叶流云的面前。开启，获得水晶石乘1，好家伙，出宝了！这还是第一次，叶流云在宝箱中获得了晶石材料。果然，我的运气才不差呢。之前都以为自己是什么倒霉蛋呢，开了那么多宝箱，愣是开不出什么好东西来。但现在看来，自己的运气可是一点都不差啊！哈哈，心情愉悦的叶流云看了一眼脚下的高空，这个距离要是掉下去的话，换个普通人绝对是要躺板板的了。但叶流云咧嘴一笑，手一松，直接从悬崖上面掉了下去。砰！巨大的力量让叶流云脚下的冰面都出现了破裂。心情愉悦的叶流云完好无损地从碎裂的冰面中走出。经验值+1，又来了！不会吧，又触发新的技能了吗？叶流云真的意外了。碎冰 LV1，果然在观察技能一栏的时候，再度多出了一个全新的技能。不错不错，趁着这个机会，叶流云没有着急离开，一边在冰面上滑行，一边时不时破碎2下冰面。经验值+1，经验值+1。第80章，这才是真正的飞行。滑冰和碎冰这2个技能的经验值都在不断的增加着。技能升级，滑冰 LV1，滑冰 LV2，速度+1。技能升级，碎冰 LV1，碎冰 LV2，力量+1，体质+1。2个技能几乎是同时升级。今天的目标先刷出几个满级的来，然后再回去吧。原本打算早点回去的，毕竟对新世界的探索也不需要那么着急。不过既然运气好，刷出了这么多个新技能，那也不用着急直接回去，起码也要先把这几个技能刷到满级再说。首先就是滑冰，技能升级，滑冰 LV4，滑冰 LV Max， 速度+1。4级升级到5级满级，所需要消耗的时间是最多的，而且长时间的滑冰还是很消耗体力的。但是拥有永动机这样的特殊能力，这点体力消耗根本就不算什么。触发能力爆发，新的能力也被触发了。爆发之下可以获得正常状态下2倍的速度，和暴击的效果差不多，只不过暴击到来的是双倍力量伤害，而爆发带来的是双倍速度加持，还算不错。这个能力对战斗也能够有不小的增幅。接下来满级的是碎冰，技能升级，碎冰 LV4，碎冰 LV Max， 力量+1，体质+1。听到系统的提示音后，叶流云立马轻松了许多，重新站稳了身形，活动了一下手腕。如果不是有超恢复的话，我这手腕估计都要废了。想要刷碎冰技能的经验，就不能用超自然的能力去控制冰块，也不能用什么武器装备，只能凭借自身的力量一拳一拳的轰。众所周知，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在冰面被轰碎了，
叶流云的拳头也是够呛了。好在有超恢复的能力在，哪怕是手骨断了，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触发能力破甲，好在碎冰技能触发的能力无疑是让叶流云满意的。破甲可以无视目标一定的防御力，直接攻击，无视护甲呗。之前对付金刚神渊的时候，之所以会那么困难，有很大程度就是因为金刚神渊的防御力太高了，普通攻击根本破不了防御。但现在有了破甲这个能力，以后再对付那种防御力高的对手，想要击败就会轻松许多了。这个能力很不错。叶流云试了一下，使用破甲能力攻击冰面的时候，叶流云手臂没有丝毫影响，冰面就被轰碎了，很强大的能力啊。接下来就是攀岩了。叶流云顺势看向了眼前的悬崖，攀岩技能已经达到4级了，估计这样的悬崖再爬个几次就能直接满级了吧。技能升级，攀岩 LV4， 攀岩 LV Max， 力量+1，体质+1。花费了一定的时间后，攀岩技能成功达到了满级。触发能力无重力行走，这个能力的名称让叶流云意外了一下，有点不明白啊。无重力行走，改变重力，在任何物品上面行走。简单来说，就是让叶流云可以控制自身的重力方向。比如说，叶流云现在踩着悬崖，可以将重力改成脚下的悬崖，即便是走在这垂直于地面上的悬崖，也可以如履平地一般自由行走。甚至说，叶流云直接在平行于地面的天花板上面自由行走，好神奇的能力！叶流云现在就踩在悬崖上面，看着垂直于自己的地面，叶流云只感觉很是神奇。对了，我还有低空飞行的能力。叶流云想起来了，自己的很多能力都是可以组合使用的。比如说之前的低空飞行，加上这个无重力行走。低空飞行需要一定的高度或者是助跑，而无重力行走可以改变自身的重力方向。那么想到什么的叶流云双腿微微弯曲，随后直接从悬崖上面跳了下来。飞行，想象中的坠落并没有出现，相反，叶流云的身形反而是越来越高了。看着眼前飞过的风雪，叶流云只感觉内心十分的畅快，总算是可以自由的飞行了呀。熟练度系统，宿主叶流云，力量66，普通人平均值为10，速度55，体质69，精神58，技能挥砍 LV Max， 锻炼 LV Max， 挨饿 LV Max， 射箭 LV Max， 熬夜 LV Max， 各种技能若干。控火 LV Max， 御寒 LV Max， 攀岩 LV Max， 滑冰 LV Max， 碎冰 LV Max， 追踪 LV3， 能力暴击，野兽感知，光合作用，鹰眼，不眠者，火免，标记，超恢复，格挡，肌肉控制，快速生长，重击，生物亲和，各种能力若干。爆发，破甲，无重力行走。趁着飞行的时候，叶流云看了一下如今的人物面板，除了追踪能力是3级，其他的都是满级了。没办法，那头重甲熊没一会就找到了，根本提升不了太多的经验。不过也不用着急，慢慢刷就可以了。如今的4维属性提升的也是相当的可观啊，清一色的突破50了，体质一栏更是差一点都能够突破70了。哈哈！天空中心情愉悦的叶流云自由自在的飞行着，难怪都说飞行是人类最向往的能力。这种在天空中无忧无虑、自由飞翔的感觉十分的不错呀。之前的低空飞行虽然也不错，但更像是一种轻功之类的，算不上真正的飞行。如果搭配上无重力行走的能力，低空飞行才是真正的飞行。不错，不错。继续飞行的一会后，叶流云缓缓地落在了地面之上。该回去了。算算时间，自己被已经出来够久的了，也该回去看一看了。这次的收获，除了是这些技能外，估计就是那枚从宝箱中得到的水晶石了。第81章，特殊的技能书。回去的时候，叶流云照样使用飞行的能力。如果无重力行走的能力也能控制其他物体的重力方向，那就好了。如果可以控制其他物体的重力方向，那不用想，必然是一个无比强力的技能。可惜只能控制自身的重力方向。算了，没什么好纠结的，慢慢来，总会获得更加强大能力呢。流云，等叶流云重新回到庇护所后，尤淑兰和谭芊芊早就已经回来了。毕竟两女可不像叶流云能够无视外面的严寒，羽绒服在保暖，
可在这样严寒的天气待久了，还是很容易出事的。没事吧？目光担心的看向了叶流云。没什么，轻松的笑了笑。叶流云拿出了之前找到的水晶石，在一处悬崖上面找到了一块晶石。你们呢，有什么收获吗？见叶流云没事，两女还是轻松了不少。看着叶流云带回来的水晶石，尤淑兰和谭芊芊都不由得笑了起来。虽然没找到晶石，但我们找到了其他的东西。目光好奇的看了过来。所以这是获得了什么好东西吗？你看。随后两女便拿出了3本和书籍一样的东西，放在了叶流云的面前。这是……目光思索片刻之后，叶流云立马意识到这是什么东西了。技能书。生存守则上面关于极寒世界描述的规则中就有说过，在这个极寒世界里面，宝箱中会有概率得到拥有特殊能力的技能书。没想到这才只是第1天的探索，谭芊芊和尤淑兰就找到了技能书，而且还是3本。没错，尤淑兰也是肯定的点了点头，随后将3本技能书递到了叶流云的面前。你来看看。结果技能书后，叶流云当即选择了鉴定。物品：技能书前行。效果：学习之后可获得前行的能力，在移动时可降低自身的气息，不易被目标发现。物品：技能书火球术。效果：学习之后可获得火球术的能力，消耗一定精神力，制造出一枚直径半米左右的火球。物品：技能书能量爆发。效果：学习之后可以获得能量爆发的能力，消耗体力，可以让自身爆发出一阵能量力场，将周围的事物排斥出去。之前只是对技能书有些猜测，但现在等亲眼见识到技能书是何等的存在后，之前的那些猜测也算是被证实了。果然，新手世界过去了，这一类的超自然能力也开始泛滥了。就感觉之前的黑夜求生世界就好像是新手世界一样，而现在这个极寒求生世界就是进阶版的了。不用想都知道，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出去探索的人越来越多，也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找到这样的技能书并加以学习。用不了多久，怕是每个人都会一些超自然的力量了吧。流云。见叶流云久久无言，尤淑兰和谭芊芊都是好奇的看了过来。没什么。回过神来的叶流云微微摇了摇头，没有解释那么多。流云，你来学习吧。这个时候，尤淑兰已经将这3本技能书递到了叶流云的面前。还有些没反应过来呢。但这尤淑兰倒是一本正经的认真说道：你的实力是我们3个中最强的，你变得更强，我们才能更好的活下去。对啊，对啊。一旁的谭芊芊也是赞同的点了点头。显然，两女在叶流云回来之前就已经想好了这样的决定。看着眼前的技能书，叶流云都有些无言了。如果是其他人，看到这么神奇的技能书，怕是都会在第一时间选择学习吧。乃像尤淑兰和谭芊芊一样，等自己回来，然后交给自己。这可是你们的收获，我算不算是剽窃你们的成果？笑着说了一句。这3本技能书都是由舒兰和谭芊芊带回来的，和自己可没什么关系。不是，担心叶流云会多想，连忙就想要解释一下，但却被叶流云摆了摆手，直接打断了。自己本来也就没有多想，而且正好3本技能书，一人1本吧。倒不是叶流云真的大公无私，而是这3本技能书虽然看起来神奇，但其中的能力算不得有多厉害，莫必要全都要。等以后遇到厉害一点的技能书再说吧。可是两女还有些纠结呢，但叶流云倒是直接说道：既然你们做不出选择，就让我来帮你吧。拿起火球术的技能书扔给了谭芊芊。舒兰擅长精湛武艺，这种远程的能力还是你来学吧。那流云你？谭芊芊是希望叶流云学会最厉害的能力。看到谭芊芊这样，叶流云笑了，一手抬起，下一秒，轰！炙热的火焰直接在叶流云的手中燃烧了起来。你是不是忘了我有这个超自然能力呢？什么直径半米左右的火球术？叶流云这手控火超能力，别说是半米了，10米都能制作出来。这火球术，叶流云根本看不上眼。远程的攻击手段，水之枪也是能做到的。这个时候，尤淑兰也是简单的挥舞了一下边上的水之枪，枪间出现的水流也可以被当作远程攻击来使用。更何况，极寒世界的温度太低了，原本的水球直接都能变成冰球，伤害直接能翻好几倍。不得不说，不同的场地对于使用的能力也会有不小的增幅。尤淑兰用目光示意，让谭芊芊不必纠结。那好吧。看到这，谭芊芊也不好再说些什么了，接过了火球术的技能书。至于剩下来的2个，
我擅长近战，这个前行更适合我。尤淑兰先一步做出了选择。不管怎么看，能量爆发这个技能书对近战实力的增幅都应该更多才对吧？这傻丫头！注意到叶流云的目光，尤淑兰没有多言，只是开心的笑了起来。第82章，能量爆发。这技能很眼熟啊，前行最多就是辅助类的能力，能量爆发的威力更加强大。尤淑兰之所以选择前行，也是为了让叶流云学习更加强大的技能。迎着尤淑兰这坚定的目光，叶流云笑了笑，也不再多说什么了。没什么好纠结的，等以后从其他方面补偿就是了。学习。拿起能量爆发的技能书后，叶流云当即选择了学习。看到叶流云的动作，尤淑兰和谭芊芊也不再犹豫什么，同时选择了学习。能感觉到仿佛是自己的身上多出了一种特殊的力量一般。能量立场吗？能量爆发这个技能是消耗体力，自身爆发出一种能量立场，将周围接近的事物全部排斥出去。等等，这个技能结束怎么感觉有点出息呢？带着这样的想法，叶流云一手抬起，然后神罗天征，嗡！伴随着能量立场的爆发，周围附近的家具全部都被冲飞了出去。好在两女距离的比较远，不然绝对会被波及到。好家伙，这不就是斥力吗？熟练度+1。同时，系统的提示音也跟随着传了出来。能量爆发 LV1。在看到这个新多出来的技能后，叶流云的目光明显明亮了许多。这特么的，通过技能书学习到的技能也可以触发熟练度系统技能的，这就很有意思了呀！爆！嗡！叶流云当即开始尝试了起来，从最开始全身爆发出斥力，到最后只是单独用手掌爆发出斥力，技能使用的也是愈加的得心应手了。熟练度+1，熟练度+1。伴随着技能的使用，熟练度也在不断的刷新。很快，技能升级，能量爆发 LV1， 能量爆发 LV2， 力量+1，速度+1，体质+1，精神+1。又是一个在提升1级后可以同时提升4维属性的技能吧？很不错。叶流云满意的笑了起来，倒是没有继续刷新了，毕竟现在还在庇护所里面呢。叶流云可不希望刷着刷着把自己的庇护所给刷没了。怎么样？见叶流云停下了动作，一旁的尤淑兰和谭芊芊这才走了过来。刚刚叶流云展现出来的力量属实强大，两女一时间都没办法接近。很不错，没有在意，叶流云笑着说了一句，消耗的体力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每次施展能量爆发都会消耗叶流云一定的体力，叶流云感受过了这份消耗，换做普通人来的话，估计最多只能使用3-4次能量爆发就要被榨干了。但叶流云就不一样了，先不说那超越常人数倍的4维属性，单单就是永动机这个能力，在体力消耗这方面，叶流云还真不担心什么，根本停不下来啊。那就好。见叶流云表情轻松，两女也就安心了，又变强了呀。看到叶流云的实力变得是更加强大了，两女都感觉到了一阵开心。我也想试一下。谭芊芊想到了自己刚学习的火球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自己第一个拥有的超自然能力啊。闭上眼睛，双手抬起，伴随着精神力的消耗，点点的火光开始在谭芊芊的掌心位置燃烧了起来，直至变成了一个直径在半米左右的火球。这就是火球术吗？看着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个火球，谭芊芊显得十分激动。只不过还没继续一会呢，火球忽然散去，谭芊芊的身影忍不住向着边上倒去。眼疾手快的叶流云当即一把搂住了这样的谭芊芊。好晕啊！靠在叶流云的怀里，谭芊芊只感觉一阵头晕目眩，都有些站不稳了。这技能是有什么副作用吗？一旁的尤淑兰也是关心的看了过来。应该不是。叶流云摇了摇头，对于谭芊芊的情况差不多也能猜出一点大概来，应该是精神力消耗过度了。火球术的使用会消耗一定的精神力，谭芊芊的精神力方面都在正常人的范畴之内，没办法长时间连续使用火球术，这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等恢复过来之后，你可以尝试继续使用火球术，以此来锻炼精神力。精神力这东西多消耗也是会增长的，但是不能在外面的时候练，毕竟精神力消耗过度的状态是很危险的，在外面出现这样的状态，身边没有其他人陪着，很容易出现意外啊。我知道了。谭芊芊认真的点了点头，只是刚使用有点不适应，这么一会的功夫已经从眩晕状态恢复了不少。一旁的尤淑兰看到谭芊芊没事后也是轻松了不少。虽说极寒世界没有黑夜，
外面一直都是白天的状态，但还休息，还是需要休息的。尤淑兰和谭芊芊还是需要通过睡眠来恢复精神。倒是叶流云拥有不眠者的能力，睡不睡觉都一个样。在两女休息之后，叶流云独自来到了客厅。依依，壁炉边上的花木神鹿在看到叶流云过来后，也是低声鸣叫了2下。继续休息吧，摆了摆手，示意对方继续休息就可以了。阿花当即重新趴了下来，感觉外面天冷，动物们都很容易犯困啊。阿花是这样，阿文都是这样，搞得好像要冬眠这样。算了，起码在该精神的时候还是能保持精神的。坐下来的叶流云拿出了生存守则，说不着，还不如趁着这个时候看一看世界聊天，看能不能得到一些有用的消息。编号8623，技能书。我得到技能书，卧槽，我他妈变成超人了。果然，虽然还是第一天，但也已经有人从宝箱中得到了技能书。编号0398，真的假的？编号3409，技能书真的有这么神奇吗？编号5280，靠，外面太冷了，我没什么防冷的装备，根本没办法出去啊。第83章，白头鹰。那又如何？看得出，大家对于技能书这样的存在都是充满了好奇啊。有人已经开始准备出发寻找技能书了，当然，也有些人在懊悔自己没有防冷的装备，根本没办法出去。这种极寒的天气，如果没有防冷的装备，贸然出去的话，绝对会被直接冻成冰块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没营养的聊天内容。叶流云原本都打算直接不看了，但这时，编号0096，大家好，你们可以叫我二杰，来自伟大的白头鹰。我是第一个将庇护所升级到4级的，距离5级也只是时间的问题。编号0096，我在这里诚心的邀请各位加入我的庇护所。编号0096，我保证一定会带领大家成功活过眼前的灾难。二杰，没听说过。这个名字的出现让叶流云意外的一愣。第一个将庇护所升级到4级。看到这，叶流云差不多就明白了，这应该是来自于另外一个区域，现在被整合在了一起。叶流云之前同样是第一个将庇护所升级到4级的，这个二杰则是其他区域最先升级庇护所的人。而且，像叶流云又或者是二杰这样首位升级庇护所的人，肯定还有很多。白头鹰啊，难怪了，说的看起来客客气气，但话语间那种高高在上的气质，却是如何都掩饰不住。毕竟是一个历史加在一起都凑不齐几页纸的地方，骨子里刻着的都是野蛮人的基因。不用想，在听到这个二杰的言论后，还是会有不少人附和的，没什么好在意的。叶流云直接合上了手中的生存守则。老大，此时的赵虎这边到底是人多力量大，已经建造出了一个临时庇护所。屋里面的火炉虽然不算有多大，但勉强也足够取暖了。看着世界聊天里面那个二杰的言论，有手下忍不住看向了赵虎。老大，这家伙在抢人啊，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经历过永济之后，他们也只有这么4、5个人了。赵虎原本是想将庇护所完全重建之后再重新招揽手下的，但没想到这会忽然冒出一个二杰。不用在意，看了一眼后，赵虎满脸的不在意。不管这个二杰是谁，他都成不了气候。只因为赵虎很清楚，他们这个区域里面存在着一个真正的怪物，那个能够驯服怪物的男人。哪怕是现在，一想到叶流云，赵虎都会感觉战栗不已。那个男人实在是太恐怖了。赵虎可不相信这样一个男人会淹没在永济之中。可是那毕竟是白头鹰，有小弟没忍住，弱弱的说了一句：白头鹰算个屁，我们炎黄血脉才是最强的。这算是狗屁的理由。赵虎都意外了一下，顺势看了过去，咧嘴一笑：没看出来你还是个牧羊犬啊。边上的其余手下都是目光危险的看了过来。不是，不是。被这么多双眼睛看着，这人连忙摇了摇头：我就是担心。没什么好担心的。说着，赵虎已经直接站了起来，目光认真的说道：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想要在这个世界生存的好，和出生在什么地方没关系，就看你有没有能力。白头鹰算什么？和真正的怪物相比，屁都不是。赵虎是真的不屑，穿越前就很讨厌牧羊犬，但没办法，那样的现代化世界，上一秒打人，下一秒就会被送进去。但现在不一样了，别让自己遇到，不然分分钟宰了。准备一下，庇护所就先这样，我们的首要目的是寻找技能书。显然，赵虎也看明白了，眼下这样的时候，技能书才是最重要的，只有获得强大的力量，才是最真实的。与此同时，一个被损坏了大半的4级庇护所内，看着不断私聊自己的提示音，阿尔杰得意地笑了起来。因为运气不错，
阿尔杰成功活过了永记这一天，而这个全新的极寒世界让阿尔杰看到了机会。技能书是吧？我的，都是我的。虽然现在还没有，但骨子里面的基因让阿尔杰明白一个道理：自己没有的话，那就去抢别人的好了。先忽悠一些人到自己的庇护所，然后定下主仆契约，让他们去为自己寻找技能书，自己一点力气都不用出，就可以收获技能书了，那多好！哈哈！想到这里，阿尔杰得意地笑了起来。即便是在这样的世界，自己的白头鹰血脉也是注定会是最厉害的。新的世界，新的机遇，同时出现的也会是新的敌人。武风大哥，武风大哥你在吗？原本叶流云是打算去院子里面刷一刷能量爆发这个技能的经验值，很好奇这样的技能在满级之后会触发什么样的能力呢？但没想到私聊一栏忽然震动了起来，看显示对方正是之前和自己交易过很多次的武风。叶流云，你还活着？老实说，叶流云都以为这个武风已经死了呢，但没想到对方居然还活着。武风，太好了，大哥，你也还活着的。另一边看到叶流云的回复，武风激动的差点就哭出来了。一处山洞内，身上裹着厚厚的羽绒服，面前升起一个小火堆。武风激动的直接就站了起来。如果不是运气好，正好打开一个宝箱，得到了几件羽绒服，自己怕是真的就要直接冻死了吧。毕竟武风之前的庇护所已经完全被损坏了，根本住不了人。还好又让自己找到了一个山洞啊。叶流云，你是怎么活下来了？属实是有点好奇了。武风，是这样的，毕竟交易了很多次，对叶流云，武风也没什么顾忌，大大方方的就将自己的事情全部都说了出来。另一边看完武风，叶流云沉默了。虽然知道这个世界上肯定会存在着一些运气比较好的憨批，但你这运气是不是也太好了？第84章，这才是真的运气好吧？什么叫找了一个山洞躲着，然后犯困睡着了，然后永记就过去了？不是，你这也太离谱了吧！这运气，你才是老天爸爸的亲儿子吧？算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叶流云只是惊讶了一下，倒也没在意什么。叶流云，有什么事吗？只是这个武风在这个时候联系自己，应该是有什么事情吧？武风，我太饿了，我想要一些食物。叶流云，倒也正常。算了，毕竟交易过很多次，叶流云又不是真的那种脸黑心狠的人。再加上永记这一天猎杀的怪物那么多，叶流云现在的生存守则仓库里面堆积的肉，怕是几辈子都吃不完了。免费送一些也没问题。刚准备说送几块肉呢，但这时武风再度说道：“武风大哥，你放心，我不是白要的，我用黑铁石和你换。”叶流云，黑铁石？你为什么会还有黑铁石？世界都变了，原本在武风庇护所边上的那个矿脉也不见了吧？难不成是之前存下来的一些存货？武风，嘿嘿，是这样的，我这不是庇护所被毁了吗？我就想到处走走，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重建我的庇护所。武风，然后就让我发现了一个山洞，然后这个山洞里面还有不少这样的黑铁石。叶流云，啊，这狗运气真特么是绝了。此时武风胖乎乎的憨憨脸上倒是没觉得什么，反而看叶流云没有准确回复，还有些担心了。武风大哥，你换吗？叶流云，换，正好升级6级庇护所还需要不少的黑铁石呢。武风，好嘞。见叶流云同意，武风是更加开心了。叶流云，对了，你可以多开采一些黑铁石，我的需求量很大，你开采多少我要多少，即便数量超了也可以存下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遇到了。武风，行，没问题。在这方面武风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交易外之后，叶流云将黑铁石收了起来，微微摇了摇头，合上了手中的生存守则，离开庇护所，来到院子里面，准备刷一刷能量爆发这个技能的经验。吼吼！木屋内的火纹师在看到叶流云出来后，只是吼叫了2声，随后又重新趴了下来，继续睡觉了。叶流云也不在意，这么一会的功夫，院子里面再度堆积了厚厚的一层雪。能量爆发！嗡！单手抬起，一瞬间，强大的斥力轰然从叶流云的掌心位置爆发了出来，眼前的厚雪直接被轰飞了出去。经验值+1，经验值+1，一边清理雪层，一边还能够刷技能经验，还算不错。技能升级，能量爆发 LV2， 能量爆发 LV3， 力量+1，速度+1，体质+1，精神+1。1到4级的技能等级提升的还是比较快的。等这个技能刷到3级后，院子里面的雪
差不多都被清理干净了。原本种植蔬菜水果的地方，如今都被冻上了。叶流云自然不会继续种植。温室大棚的制作图纸需要的塑料这种材料，叶流云还没有找到，没办法制作出来。等找到之后再制作吧。眼下的目标，先把这个技能刷到4级吧。至于5级，等以后慢慢刷，总是会刷上来的。能量爆发，能量爆发！时间匆匆流逝，尤淑兰和谭芊芊他们在恢复了精神后，也从房间出来了。流云，你一直没休息吗？看着刚从外面回来的叶流云，尤淑兰有些担心。不用在意这个。叶流云摆了摆手。两女并不知道，拥有不眠者能力的叶流云根本无需睡眠，也可以保持充足的精神。毕竟在正常人看来，长时间不睡觉是会猝死的。可能是因为融合过圣火晶石的原因吧，我现在精神状态很好，哪怕是几天不睡觉也没有关系。有关于系统的事情，叶流云并不打算说出来，哪怕是和自己关系最好最亲密的人，叶流云也不会将关于系统的事情说出去。这样啊，两女倒是没有怀疑什么，听到叶流云的解释后，都是表示了解的点了点头。简单吃了一些东西后，就准备出发继续探索了。也不知道这次能够找到什么样的技能书。谭芊芊满脸期待地说了一句，一旁的尤淑兰脸色有些无奈。没办法，外面的气温太低了，即便穿着羽绒服，我们也没办法在外面久留。探索一段时间，还是需要尽快回来的。听到这话，叶流云忽然想到了什么。对了，说着，叶流云从生存守则的仓库中拿出了2张重甲熊的皮毛。之前遇到的一只重甲熊，看鉴定，它们的皮毛具有很好的保温效果，要不要试试？这玩意改成衣服的话，应该会有不错的保暖效果吧？尤淑兰有些纠结，倒不是这东西不好，纯粹就是这种皮毛的防御力太好了，很难裁剪啊。之前的时候，尤淑兰和叶流云交易过豪岩猪的皮毛，那玩意的防御力也很高。原本尤淑兰的想法就是利用豪岩猪的皮毛制作成衣服，以此来增强自身的防御力。但让尤淑兰无奈的是，那玩意实在是太过于坚韧了，不管尤淑兰用什么样的武器都没办法裁剪，那就更不要说是制作成衣服了。这样啊，听完尤淑兰的描述后，叶流云了然地笑了笑。也是，这种皮毛的防御力确实高，普通人很难裁剪。你是不是忘了，你已经不是当初的你了？尤淑兰稍稍一愣，不管是用水之枪还是用雷之剑，想要裁剪这样的皮毛都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用普通的工具自然无法裁剪，但用融合过晶石材料的武器来裁剪就会简单很多了。对啊，也是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现在被叶流云这么一提醒，尤淑兰当即意识到了什么。第85章无形的绝对防御。岩甲熊，交给我们吧。在这种手工的事情上面，尤淑兰和谭芊芊明显更有信心。叶流云没有拒绝，将重甲熊的皮毛交给了两女，再利用水之枪的切割力，想要破开皮毛的防御力还是很轻松的。毕竟不需要制作的有多精细，只需要能够护身就可以了。所以不出一会，尤淑兰和谭芊芊就利用这些皮毛制作了3件合身的外衣。好暖和呀！谭芊芊试了试，发现这简单的一层皮毛可御寒的效果，却要比那些厚厚的羽绒服还要好很多。流云，尤淑兰将其中最大码的外衣递给了叶流云。即便知道叶流云有控火能力，不怕这样的低温，但还是想为叶流云制作一件，看看合不合身。好，倒也没有拒绝，顺势接了过来。不得不说，这还真是心灵手巧的，真正好好合身。不错。见叶流云这样，尤淑兰和谭芊芊也是开心的笑了起来。有重甲熊的皮毛制作出来的外衣，接下来就开始继续探索了。所谓一不先，步步先。既然有超自然能力的存在，这种时候就是要赶在所有人之前才行。经验值+1，经验值+1。漫天的风水之下，时不时的会有一阵雪花爆开。这正是因为叶流云一边探索的同时，也在一边刷着技能的熟练度。技能升级，能量爆发 LV4， 能量爆发 LV Max， 力量+1，速度+1，体质+1，精神+1。终于，在叶流云的不断努力之下，能量爆发这个技能成功达到了满级。终于满级了，就是不知道这种通过技能书学会的技能，在满级之后会触发什么样的能力呢？触发能力，能量立场。触发的能力基本上都和技能本身有一定的关联，而能量爆发所触发的能力正是能量立场。能量立场消耗体力，可以在自身周围开启一层能量立场，保护自身免受攻击侵扰。这种能力
叶流云下意识地抬起了手掌。能量力场，伴随着体力的持续消耗，可以看到叶流云的全身仿佛是出现了一层无形的铠甲一般，飘落的雪花只会落在这些铠甲上面，却没办法进得了叶流云的身。不错，简单来说就是让自身获得了一个360度无死角的绝对防御啊！就是不知道这种能量力场的防御力能有多高了。可即便如此，对于触发的这个能力，叶流云还是很满意的。获得塑料乘50，布料乘100，再度开启一个宝箱。虽然没有获得技能书，但却让叶流云得到了制作温室大棚所需要的塑料这种材料。不仅如此，还得到了100个单位的布料，又是一种新材料。之前可没有布料这种材料，只是目前还没有需要使用布料的制作图。无所谓了，反正生存守则的仓库装多少这种东西也没关系，直接一并收到了仓库里面放着。等以后有用到这种材料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直接使用了。技能书这么难找的吗？一片大雪之中，看着被打开的宝箱正在缓缓消失，叶流云都有些无奈了。从出来探索到现在，叶流云已经找了好几个宝箱了，可基本上都是材料之类的东西，又或者是一些寻常的资源。技能书什么的，自己连影子都没看到。总不可能，还真是我运气差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上次还让自己在宝箱里面开出了一个水晶石呢，怎么可能运气差？使用探查术，方圆100米之内已经搜索不到宝箱的存在了，接下来只能去其他地方看看。还没走一会，叶流云再度在雪地上看到了一道动物行走留下的脚印。是重甲熊吗？感觉不像，脚印更大，应该是一种新的怪物吧。叶流云也不在意，既然看到了，那就当是狩猎好了。其他人看到这种怪物的脚印，都是巴不得早点离开呢。也只有叶流云会有狩猎这样的打算吧。经验值+1，经验值+1。果然，当叶流云顺着这些脚印走过去的时候，经验提升的声音再度传了过来。这是只有3级的追踪技能，只有保持追踪状态才能够触发追踪技能的经验。不管是为了狩猎，还是为了刷追踪技能的经验，叶流云都会跟上去。技能升级，追踪 LV3， 追踪 LV4， 速度+1。终于3级的追踪技能都已经刷到4级了。叶流云总算是在一面白茫茫的雪地之中看到了一个正在缓慢行动的黑影。果然不是重甲熊，虽然看外表也是熊类，但重甲熊全身毛发是白色的，而这个目光全身毛发呈现黄土色，而且体型也要比重甲熊大上很多，感觉有一层楼高了，也是一只行走的巨兽啊。鉴定目标岩甲熊，能力重甲熊的境界版，具有极其强大的力量，并且可以控制一定的大地之力。重甲熊的进阶版，控制大地，难不成是和火纹师一样，因为融合了火晶石的原因，从纹师进化成了火纹师？而这个岩甲熊就是重甲熊融合土晶石然后进化出来的。那岂不是说分解了这头岩甲熊，自己是有机会得到一枚土晶石的？当然了，这目前都只是叶流云的猜测而已，具体能否得到，还是要看分解之后的结果。好，就在叶流云思索的时候，岩甲熊显然也发现了叶流云的存在，巨大的体型缓缓地转了过来，看向了叶流云。在真正看到叶流云的时候，岩甲熊的状态明显变得危险了起来。好，剧烈的咆哮声让周围的大地都跟着晃动了起来。发现我了吗？咧嘴一笑，直面着这样的岩甲熊，叶流云并没有躲避的意思，反而是迎着走了上去。第86章，再获土晶石组合才是最强的手段。怎么了，小熊熊，不敢动手吗？一边向着岩甲熊的方向走去，叶流云一边语气轻松地说着。这些怪物本就智力不低，虽然不会说话，但却能听懂叶流云在说些什么。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所以叶流云才会这么挑衅的。吼！果然，这般轻视的言论让岩甲熊受到了极大的挑衅，全身的状态都变得是异常愤怒，直立起身子。熊本身就是可以站起来了，本来就很大的体型，在站起来后是更加的恐怖了。好！咆哮了一声后，岩甲熊直接向着叶流云的方向冲了过来。砰！或许是因为控制大地的能力吧，岩甲熊的每一次奔跑都会引起地面的剧烈震动，好似地动山摇一般。换个普通人面对这样的画面，估计都会被直接吓尿了吧。好！叶流云目光平静，看着这样的岩甲熊，既没有动手，也没有要躲避的意思，好似是在等待着岩甲熊先动手。
眼甲熊那恐怖的獠牙直接咬住了叶流云，目光愤怒，这架势仿佛是打算直接把叶流云吃了一般。只不过有口臭啊！看着近在眼前的獠牙，叶流云满脸的嫌弃。好家伙，这能量力场防不住口臭的吗？吼吼吼！看得出眼甲熊已经使出全力了，但即便是如此，獠牙距离叶流云之间也有着一层距离，不管眼甲熊如何努力，都无法突破这层距离。这就是叶流云刚刚触发的绝对防御能力——能量力场。之所以没有还手的动作，主要就是想测试一下这能量力场的防御力如何。即便防御力不够，有超恢复的能力在，叶流云也不担心。现在看来，这防御力还是很不错的呀。我大概已经知道这能量力场的防御力了，你已经没用了。既然清楚了能量力场的防御力，那这头用来验证自己力量的眼甲熊自然就没什么用了。目光微微认真，伴随着体力的大幅度消耗，保护在叶流云周围的无形铠甲也在慢慢的扩大。吼吼！可以看到眼甲熊那一双愤怒的兽瞳都出现了变化。怎么回事？眼前这个小小的蝼蚁到底是怎么回事？巨大的身形在叶流云的力量下也在一点一点的后退。单手抬起，能量爆发！嗡！无形的能量直接从叶流云的手上爆发。砰！没有丝毫的意外，眼甲熊那高大的身形直接就被轰飞了起来，随后重重的落在了不远处的地上。砰！周围的大雪都被这一下直接爆开了。好，毕竟防御力很高，即便挨了这一下也不至于死。晃晃悠悠了一会后，就重新站了起来，再度看向叶流云后，已经没有了之前那样的愤怒，反而是出现了惊恐之类的情绪。转过身，直接打算逃跑。遇到不可抗的敌人，会想要逃跑，这也算是所有生物的本能了。啧，我看上的猎物跑不了。几个纵身，叶流云的身影直接飞了起来，速度飞快的来到了眼甲熊的上空。正在逃跑的眼甲熊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敌人已经来到了自己的正上方了吧？火拳！即便新获得的能力都很不错，但叶流云也没有忘记自己原本的那些能力。破甲碎冰技能达到满级之后获得的破甲能力，可以让叶流云的攻击大幅度无视任何生物的防御力。轰！炙热的火焰直接从眼甲熊的上空袭来，重重地落在了眼甲熊的身上，并且有着破甲的能力在，火焰直接无视了眼甲熊的表皮防御力。爆破！轰！轰！轰！一道道火焰爆裂的声音不断地在眼甲熊身上传来。看着眼前的火光，叶流云的身影还停留在半空之中，目光淡漠地看着眼前的景象。物竞天择，这就是自然界中最根本也是最单纯的生存法则，没有谁对谁错，一切的原因都是实力不足罢了。砰！最终眼甲熊那高大的身形还是重重地落在了地面之上，掀起了一片雪花。看到这一幕，叶流云的身影才重新落在了地面之上。叶流云明白，自己最厉害的从来就不是那一个单一的能力或者技能，而是各种能力的组合使用。单一的能力或许会有缺陷，就如同低空飞行一般，有了无重力行走的能力后，这才能变成真正的飞行。各种能力的组合才能够消除单一能力的弱点，让自己变成最完美、最强大的存在。哪怕是不依靠技能书的存在，凭借各种触发的能力足够，我一样可以翱翔于9天之上。找不到技能书又如何？我这一生不弱于任何人。分解！看着眼前的眼甲熊，叶流云当即使用了分解。分解成功，获得眼甲熊皮毛乘10，肉块乘80，土晶石乘1。应该是爆破的力量让眼甲熊身体内的肉出现了很多损坏，所以在分解后只得到了80个单位的肉块。不过这也无所谓了，最重要的还是最后一件东西，果然是土晶石。将土晶石拿在手里，叶流云神色满意，自己的猜测没有错，这头眼甲熊就是因为融合了土晶石才进化成为这个样子的。就还差一个了，升级6级庇护所所需要的材料中，除了黑铁石以及之前从金刚神院那里分解得到的金晶石之外，还需要2枚土晶石。如今自己已经得到了1枚土晶石，现在就还差1枚土晶石，自己就可以将庇护所提升成为6级了，还算不错。对于这次的收获，叶流云显然是很满意的。收起土晶石后，叶流云环视了一圈周围，探查术也没有找到宝箱的踪迹。算了，先回去吧，反正也不着急这么一会。追踪技能已经达到了4级，周围没有看到其他怪物的踪迹，也没办法刷这个经验值。第87章2段跳，懂事的女人还没回来吗？
等叶流云回到庇护所后，就发现尤淑兰和谭芊芊他们都还没有回来呢。估计是因为有了重甲熊皮毛制作的衣服，保暖效果很好，不担心冻着的原因，也就没有那么早回来了。有火纹师和花木神鹿跟着，倒是不担心两女会不会遇到什么意外。正好把温室大棚制作一下吧。趁着这个时候，叶流云将温室大棚的制作图纸拿了出来。这次获得了不少的塑料，倒是可以多制作几个温室大棚。制作伴随着材料的消耗，2个3个温室大棚出现在了院子里面。叶流云还特意走进温室大棚看了看，明明看起来没有丝毫保暖的效果，只是一个大棚而已，可外面天寒地冻的温室大棚里面倒是十分的暖和，只能说很神奇啊。接下来只要等地面缓缓解冻，就可以重新种植了。这次出去自己还在宝箱中找到了一些种子，到时候都可以种上。流云，就在叶流云布置好温室大棚的时候，院外传来了尤淑兰他们的呼唤声。好，依依。只见火纹师和花木神鹿都是先一步冲了过来，在叶流云的身边蹭了蹭。辛苦里面了，各自拍了拍阿文和阿花的脑袋。自己又不是什么黑心的资本家，让他们去做事的同时，自然也会有一些安抚。这是温室大棚吗？而这时走进来的尤淑兰和谭芊芊也都注意到了叶流云布置好的温室大棚，目光有些惊喜。叶流云顺势点了点头，倒也没在意什么，直接说道：之前就找到了温室大棚的制作图纸，只是一直没有材料，今天刚好找到，就制作了出来。太好了，有了温室大棚，就可以继续种植蔬菜水果了。谭芊芊立马举起手说道：那种植的事情就交给我吧，总不可能什么事情都让叶流云来做吧？我也来帮忙。一旁的尤淑兰也是笑着说了一句。这和谐的一幕让叶流云不由得笑了起来。先回房子里面吧，外面大雪纷飞的，有什么话还是去房子里面说比较好。好暖和呀！谭芊芊忍不住感叹了一句。虽然有着重甲熊制作的衣服，保暖效果很好，但和温暖的房子相比，还是有不少差距的呀。看了一眼快要燃尽的壁炉，叶流云随手拿起了一个木块，丢到了壁炉里面。这次又找到什么吗？已经换下衣服躺在沙发上的谭芊芊不开心地摇了摇头。这次什么都没找到，本来还想继续找几个技能书呢，但却什么都没有看到。以后总有机会的。看到这样的谭芊芊，叶流云只是简单的宽慰了一句。毕竟是超自然的力量，稀有是一定的，总不可能每次都会有收获吧。我倒是找到了一个。一旁的尤淑兰顺势拿出了一个技能书。这个是……叶流云意外地看了过来。鉴定物品技能书2段跳，效果学习之后可以获得2段跳的技能，在跳跃一次后可以再度进行一次跳跃，就好像一些游戏中的技能一样，可以进行2段跳跃。对于近战而言，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只不过对自己没用啊。自己是能够直接飞行的，根本不需要跳跃。这种技能即便满级之后触发的能力，对叶流云的实力也不会有什么增幅的。怎么样？尤淑兰也是感觉这个技能不错，想要交给叶流云使用。这个傻女人有什么好东西，不知道自己留一留吗？傻的可爱呢。这个技能不错，但对于我而言却没什么帮助，你自己学习吧。尤淑兰本身就是擅长近战的，之前学习的前行实战效果一般，再加上这个2段跳，或许会有一点的成长吧。可是相比较自己，尤淑兰更希望叶流云变得更强。听我的，这个技能对我没用，你自己学就行。本身就是尤淑兰自己找到的，更何况确实不是有多强大的能力。看叶流云这么坚持，尤淑兰自然也不好说些什么了，侧目看向了一旁的谭芊芊。不用担心我啦。注意到尤淑兰的目光，谭芊芊笑着摇了摇头。这种近战的能力不适合我了。对于自身的定位，尤淑兰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本身就是远程，这种近战技能对自己的增幅不大。好吧，都这么说，那尤淑兰自然也不会矫情什么，还是选择了学习。只感觉自己的脚步仿佛轻盈了许多，尝试着跳跃了一下，在半空中，尤淑兰双脚一蹬，再度完成了一个跳跃，差不多就能够碰到天花板了。好高，只感觉很神奇。只不过毕竟是第一次使用，这落地的时候差点就崴脚了。还是叶流云发现的早，接住了要崴脚的尤淑兰。毕竟是刚获得的技能，会有些生疏也是正常的，等多使用几次就熟练了。我明白。尤淑兰认真的点了点头。叶流云最喜欢尤淑兰的也是这点，主打一个听劝，不会在任何事情上面反驳自己的意见。有这样一个女人在身边，
这日子过得也舒心啊。窗外还是永恒的白昼，看着身边疲惫到睡着的谭芊芊，叶流云一脸得意的笑容。穿越前，叶流云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这辈子还会有这样的时刻吧？这才是最最想要的人生啊！这才只是刚刚开始而已，未来自己只会变得越来越好。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追求，所以叶流云才更加的坚定，自己绝对不能停滞不前，绝对要变得更强才行。流云，熟睡中的谭芊芊一声一语向着叶流云身边靠了靠，也没有拒绝，顺势将对方拦了过来，缓缓闭上了眼睛。惬意，还是那句话，需不需要睡眠和能不能睡眠是两回事。第88章，绝不能停滞不前，我们也要变强。第二天，休息好之后，再度出发探索，也不知道算不算是第二天，毕竟外面是永恒的白昼，压根就没有什么时间概念了。就是出门探索，然后回家休息，等休息好之后继续探索，周而复始的。找到了，这次叶流云很快就发现了怪物留下的交易，没有多想，立马跟了上去。经验值+1，经验值+1。同一时间，追踪技能的经验值也在不断的增加着。与此同时，舒兰姐，你看，尤舒兰和谭芊芊这边发现了什么的谭芊芊立马语气欣喜的看向了一旁的尤舒兰，顺着目光，尤舒兰也注意到了，在不远处，一棵被大雪淹没树干的树枝上正放着一个宝箱。我们走。看不到宝箱后，尤舒兰没有犹豫，立马带着谭芊芊准备过去。只是等接近之后，注意到什么的尤舒兰连忙拦住了谭芊芊的脚步。等等，舒兰姐，原本还有些疑惑呢，但仔细一看后，谭芊芊也注意到了，树枝的背后正爬着一只通体白色，仿佛狼一样的生物，没什么动作，仿佛是睡着了一般。鉴定目标：雪风狼，能力如雪一般的毛发，具有很好的保温效果，并且速度犹如风一般迅捷。雪风狼同样也是这个世界的怪物。看着眼前正在睡觉的雪风狼，尤舒兰的目光逐渐变成认真。好，一旁的火纹师和花木神鹿倒是没有多想，缓缓地走了出来。他们本就是被叶流云命令过来保护尤舒兰和谭芊芊的，现在遇到怪物，自然要出手。只是，等一下，尤舒兰忽然抬起手，拦住了准备直接动手的火纹师和花木神鹿。吼吼！咦？看着眼前的尤舒兰，火纹师和花木神鹿同时疑惑地看了过来，有些不明白这个女人为什么会忽然拦住他们。舒兰姐，谭芊芊也有些疑惑呢，而尤舒兰则是目光认真地看向了谭芊芊。芊芊，虽然有流云的保护，但我们也不能永远停滞不前，我们也要变强。尤舒兰是有一颗想要变强的心，同时也明白唯有施展才是最能够快速提升实力的方法了。我明白了。谭芊芊又不傻，只是刚刚一时间没看明白而已。如今知晓了尤舒兰的意思后，谭芊芊同样是认真的点了点头。没错，自己也要变得更强才行。看到谭芊芊能明白自己的想法，尤舒兰嫣然一笑，顺势看向了一旁的火纹师和花木神鹿。如果我们出现危险的时候，还需要两位的帮助，但在此之前，先让我和芊芊试试吧。虽然也是怪物，但毕竟是被叶流云收服的。尤舒兰早就把火纹师和花木神鹿当作成了自己的伙伴。尤舒兰的话让火纹师和花木神鹿忍不住对视了一眼，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同时向后退了退，算是答应将战场交给了尤舒兰。看到这，尤舒兰脸色一喜，芊芊，你来辅助我。谭芊芊擅长的是远程攻击，近战的事情交给自己就够了。好，认真的点了点头，拿出风之弓，拉弓搭箭，瞄准了雪风狼的方向，随时准备动手。经过这段时间的锻炼，眼下的谭芊芊已经可以使用风之弓了，只是不能长时间连续使用而已，毕竟力量还是有限的。趁着这个时间，叶流云手持水之枪，缓缓弯下身子，脚步缓慢地向着雪风狼的位置走去。前行，气息也开始降低了。正在熟睡中的雪风狼只是耳朵动了动，却并没有要醒来的迹象。机会！等接近到一定距离的时候，尤舒兰目光明亮，手中水之枪快速向着雪风狼的方向刺去。好，野兽对于死亡的感知总是要比正常人类更加敏锐的，尤其是这样的怪物。立马睁开眼睛，速度飞快地消失在了原地。雪风狼最快的就是移动速度了，在这样的大雪天气中，一旦开始移动，就很难被发现。看着枪尖上面留下的血迹，尤舒兰忍不住摇了摇头，可惜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啊。不过也是，这种有着特殊能力的怪物本就难以对付，自己能够伤到对方一下已经很不错了。舒兰姐，这个时候
谭芊芊的声音忽然传了出来。只见此时的雪风狼不知何时来到了游淑兰的身后，目光凶狠，速度飞快地冲向了游淑兰。嗖！大雪中，一只夹杂着风之力量的箭矢快速地飞出。好，毕竟没有叶流云那样的准头，可这样一下还是让雪风狼不得不停下冲向游淑兰的动作，凶狠地看向了谭芊芊这边。不好！看到雪风狼调整目标冲向谭芊芊，游淑兰连忙挥动起了手中的水之枪。水刃！枪尖形成的水流化作一道水刃冲向了雪风狼，只不过极寒的天气让水刃直接凝固成为了冰刃。好，仿佛背后长了眼睛一样，雪风狼动作灵巧地躲开了这样的攻击，继续冲向谭芊芊。二段跳！游淑兰当即使用二段跳的能力，想要追上雪风狼的速度。芊芊，快躲开！来不及了，雪风狼的速度很快，即便一开始被水之枪划伤了，但这个距离躲避和继续拉弓搭箭都已经来不及了。想到这里，谭芊芊反而放下了风之弓，双掌抬起，瞄准了雪风狼的方向。舒兰姐都这么努力了，我也已经不会给流云和舒兰姐拖后腿的。目光认真。好，在雪风狼扑杀过来的一瞬间，火球术，直径半米左右的火球轰然飞出，迎面撞向了扑杀过来的雪风狼。砰！根本来不及躲避的雪风狼直接就被这火球给轰飞了出去。做得好！正用二段跳赶路的游淑兰在看到这一幕后也是一脸的意外。果然，这个世界也让谭芊芊成长了呀。趁着这个机会，游淑兰没有犹豫，快速挥动手中的水之枪。破！第89章，好家伙，都有收获是吧？枪尖带着水流形成的螺纹，快速地向着半空中的雪风狼轰杀了过去。砰！最终，在游淑兰和谭芊芊的共同努力下，这只雪风狼被成功猎杀。太好了！看到这一幕，不管是游淑兰还是谭芊芊都感觉到了十足的喜悦。能够成功猎杀这样一头怪物，无疑是说明了他们的成长。好，一旁注意到这一幕的火纹师和花木神鹿也不由得相视了一眼，都很开心。舒兰姐，我们去开宝箱吧。可没有忘记，这里还有一个宝箱存在呢。阿切，是有人在念叨我吗？与此同时，叶流云这边正顺着脚印行走呢，一个没忍住，忽然打了一个喷嚏，总感觉有人在念叨自己啊。算了，也没什么好在意的，继续刷经验吧。经验值+1，经验值+1，一直跟随着脚印行走，这技能经验提升的速度还是蛮快的。终于，技能升级，追踪 LV4， 追踪 LV Max， 速度+1。刷了这么久的经验，总算是让追踪技能成功达到满级的程度了。这也让叶流云彻底停下了脚步。都已经刷满级了，还有什么好跟踪的呢？触发技能气味锁定，同时满级的追踪技能成功让叶流云触发了一个新的能力。气味锁定，通过嗅觉记住气味，可以瞬间锁定目标所处的位置。嗅觉吗？一时间，叶流云只感觉自己鼻子有点痒，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感觉了。虽然不是攻击的手段，但也算是不错的辅助能力了，还算不错。叶流云没有失落，满意的点了点头，正准备直接回去的，没想到这回去的路上居然让自己探查到了一个宝箱的位置。获得技能书乘1。原本以为开不出什么好东西来的，但没想到下一秒一本技能书正安安静静的躺在宝箱里面。技能书，叶流云本人都意外了一下，好家伙，这种东西还真让自己开出来了，谁还敢说我运气不好？鉴定，叶流云当即使用了鉴定术。目标技能书冥想，效果学习之后可获得冥想能力，通过冥想可以快速恢复体力以及身上的伤势。恢复体力和恢复伤势吗？对于普通人而言，在这么一个危险的世界里面，这种有恢复能力的技能绝对算得上是神技了。可对于叶流云而言，体力方面有着永动机这个能力在，说无限体力什么的虽然是夸张了一点，但也差不多。至于伤势恢复，有着超恢复的能力在，不管是什么样的伤势，叶流云都会以极快的速度恢复。可以说冥想这个技能对自己来说只能算是聊胜于无。算了，虽然用不上，但倒是可以带回去，反正都已经开到了，即便自己用不上，但也要带回去，总不可能再放回到宝箱里面吧。流云庇护所内，等叶流云回来之后，早已经回来的游淑兰和谭芊芊都是一脸喜悦的凑了过来。这么开心，是发生什么好事情了吗？虽然没说，但叶流云能看得出来，两女现在的心情好像都很不错呀。嘿嘿，谭芊芊没有否认，
反而是乐呵呵地笑了起来。我和芊芊成功猎杀了一头怪物。这样啊。听完尤淑兰的解释，叶流云恍然地点了点头。如果是这样，那也不奇怪，为什么谭芊芊和尤淑兰会如此的开心了。做得不错，倒是没有吝啬自己的夸赞。嘻嘻，谭芊芊开心地笑着，哪怕是冷静的尤淑兰，但在听到叶流云的肯定后，脸上不由得多出了一份美丽的笑容。对了，想到什么的尤淑兰忽然看向了眼前的叶流云。这次的探索不仅猎杀了一头雪风狼，还让我找到了一本技能书。说着就把自己找到的技能书拿了出来。尤淑兰也找到了吗？本来以为这次或许只有自己有收获呢。看着尤淑兰手中的技能书，叶流云没有多想，选择了鉴定。目标：技能书能量吸收。效果：学习之后可以获得能量吸收的技能，通过消耗精神力可以吸收任何能量。这个能力原本以为或许会是一些不怎么重要的技能，毕竟就算是技能也是有好有坏的。可是这个技能却让叶流云愣了一下。能量吸收，吸收能量的能力，有点离谱了吧？叶流云惊讶地看向了眼前的尤淑兰，而尤淑兰显然早就已经想到叶流云会有这样的反应了，迎着叶流云的目光嫣然一笑。这个技能应该不错，流云，你来学习吧。尤淑兰又不傻，怎么可能看不出来自己找到的这个技能应该很不错？也正是因为如此，尤淑兰才会想着把这个技能书带回来让叶流云学习。这个傻丫头，看着眼前这目光真挚的尤淑兰，叶流云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还有我，还有我。这时一旁的谭芊芊也是跟着招了招手。我也找到了技能书，流云，你也把这个学了吧。说着谭芊芊也拿出了一本技能书。好家伙，本以为只有我找到了，没想到你们都找到了。难怪了，原来是都有收获才会这么的开心满足啊。鉴定目标：技能书风刃术。效果：学习之后可获得风刃术，消耗精神，可以凝聚一次风之刃。风元素吗？也算是一种不错的攻击手段了。只是看着谭芊芊这期待的小眼神，叶流云笑了。这个技能你还是自己学习了。之前已经学会了火球术，再加上现在得风刃术，感觉谭芊芊未来的成长方向应该会偏向法师之类的。我学？谭芊芊有些意外，还以为叶流云是看不上这个风刃术呢，连忙说道：这个风刃术很厉害的，流云你要是学了，搭配上控火的能力一定很强。第90章特殊的技能能量吸收。按照游戏中的一些设定，风元素和火元素是可以组合使用的吧？大概谭芊芊也不清楚，不过肯定能让叶流云变得更强就是了。不等谭芊芊说完呢，叶流云笑着抬起手，在谭芊芊的额头上面敲了一下。风刃术或许不多，但对于我目前来说增长的毕竟有限，相比较而言，你们的实力也要提升。不管是谭芊芊还是尤淑兰，都不打算做一个只可远观的花瓶。叶流云自然也不会非要让两女做一个没用的花瓶。既然想要成长，那就努力去成长罢了。只有内心懦弱无能的人才会想着抑制身边人的发展。叶流云有信心，不管两女成长到什么样的地步，自己都会是最强的。见叶流云目光认真，谭芊芊也好拒绝，只是有些不好意思的看向了边上的尤淑兰。那淑兰姐怎么办？从开始到现在，尤淑兰一共学习的2个技能，前行、2段跳，对实力的涨幅我不是很大。我没关系，以后再找其他的技能书就是了。见谭芊芊看向自己，尤淑兰无所谓的摆了摆手，倒不是故作姿态，而是尤淑兰真的不怎么在意这件事情。技能书又不是就这么没了，迟早会有适合自己的。谁说只有你们找到技能书了？看着这样的尤淑兰和谭芊芊，叶流云忍不住笑了起来。不等尤淑兰和谭芊芊意外，叶流云拿出了冥想技能书，扔给了尤淑兰。这个技能书你拿去学习吧。冥想的恢复体力和伤势的能力确实适合擅长近战的尤淑兰，更别说尤淑兰还给自己带回来了能量吸收这样的能力。把冥想交给尤淑兰，不亏。果然，等尤淑兰通过鉴定术知晓了冥想技能的效果之后，明显惊喜了起来。恢复体力以及恢复伤势，神技啊！安心学习吧。见尤淑兰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叶流云摆了摆手，示意对方不用多言，好好学会这个技能就可以了。看着眼前的叶流云，最终尤淑兰也没有说出来什么，而是认真的点了点头。自己也要变得更强，因为只有这个才能够更好的帮助到叶流云。学习，同时选择了学习。随着3本技能书的消散，叶流云等人同时掌握了全新的技能能量吸收。缓缓睁开眼睛，
叶流云攥了攥拳头，是感觉自己的身上仿佛多出了一种很特别的能力，但至于有多特别，也感觉不出来。更何况这种能力想要刷经验的话，更好的方法还是战斗吧。芊芊，叶流云顺势看向了还在感悟风刃术的谭芊芊，用你的风刃术来攻击我吧，正好也算是帮助谭芊芊快速掌握风刃术。攻击你？只是在听到这话后，谭芊芊却是愣住了。但很快，谭芊芊也意识到叶流云这肯定是想熟练刚得到的能量吸收能力，可谭芊芊还是有些担忧的，要不还是先用其他的方式熟练吧，这是担心会伤害到叶流云。没关系，即便没有能量吸收，我还有能量爆发，也不会被风刃术给伤到的，正好这也能让你很快的熟练风刃术。虽然还不知道能量吸收的具体效果如何，但自身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能力在，一个风刃术而已，即便自己站着不动也伤不到自己。那好吧，看叶流云坚持，最终谭芊芊也不好说些什么，只能是抬起双手看向了眼前的叶流云。一旁的尤淑兰此刻也睁开了眼睛，顺势看了过来，目光认真，避免会出现意外。风刃术伴随着精神力的消耗，头晕目眩的感觉再度传来。好在之前因为火球术的原因，谭芊芊的精神力得到了不小的锻炼，虽然还是会头晕，但起码能够继续坚持。呼，清风吹过，下一秒，一道差不多有40-50厘米由旋风形成的风刃出现在了谭芊芊的双手前。唰，凝聚好的风刃快速向着叶流云的方向飞逝而去。同样抬起双手，叶流云没有躲避，而是能量吸收。双手前出现在了一层能量波动，只见风刃在飞到这里后忽然停了下来，伴随着叶流云双手前的能量波动，风刃的力量也在一点一点的消散着。经验值+1，经验值+1。果然如同叶流云所想的一样，伴随着能量吸收这个技能的使用，经验值开始不断的增加。同时技能一栏也多出了一个全新的技能，能量吸收 LV1。 不出片刻，锋利的风刃术便被叶流云完全吸收了。看到这一幕，尤淑兰也清楚了下来，只要叶流云没事就好。重新闭上眼睛，开始熟悉自己新学会的冥想技能。好厉害！谭芊芊没有那么多的想法，看着自己新学会的风刃术就这么被破解了，这就让谭芊芊感觉很是厉害。继续。听到叶流云的声音后，谭芊芊立马点了点头，再度凝聚风刃。风刃术，能量吸收。按照这样的速度，2发风刃术就足够让叶流云将能量吸收这个技能提升到2级了。技能升级，能量吸收 LV1， 能量吸收 LV2， 力量+1，速度+1，体质+1，精神+1，又是一个可以一次提升全部4维属性的能力，很不错。叶流云满意的点了点头。刚想说再来的，这才注意到因为连着2次使用风刃术，谭芊芊的身影都有些站不稳了。没事吧？连忙走了过去，将其揽了过来。依靠着叶流云的谭芊芊只是摇了摇头，轻声说道：没事，只是这风刃术的消耗比火球术要大一些。如果是火球术的话，眼下的谭芊芊一次最多可以使用3发，至于风刃术，短时间内就只能使用2次了。第91章，你也太逊了吧！想要再度使用的话，就只能是等精神力再度恢复的了。流云，我是不是很没用？就只有自己不能持久战斗，即便表面还是一副傻白甜的样子，但内心多多少少还是有些自责的。当然不会。看着怀中家人这样的情绪变化，叶流云一脸自然的笑了起来。你很有用，只是现在还有些欠缺罢了，迟早有一天，你的精神力会无视这种消耗的。这么一个未知的世界，就算不是自己努力锻炼，叶流云就不相信还能没有用来提升精神力的东西，只是时间的问题罢了。我一定会努力的。依靠着叶流云的谭芊芊语气坚定地说了一句，不管是为了叶流云还是为了自己，都一定要变得更强才行。谭芊芊需要休息，能量吸收这种技能不战斗的话很难刷经验啊，而且好像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全能啊，只是吸收能量，但不能进行储存，也不能够进行释放，就是单纯的吸收，而且能吸收的能量也不全面，上限也和叶流云的精神力有关，只能说看起来很炫，其实效果并没有多好，但就是不知道这种能力在满级后会触发什么样的能力呢？技能不够，开挂来凑，即便这个能量吸收的技能不咋地，但也无所谓，谁让自己是开挂的呢？叶流云很期待这个能力在满级之后触发的新能力应该不会弱吧。想到这里，
叶流云直接走出了屋子。阿文，出来做事了！吼吼！还窝在自己木屋内睡觉的火纹师，在听到叶流云的呼唤后，也是摇摇晃晃的起身，满脸的茫然，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做事？自己不是刚回来吗？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吗？叶流云没有解释那么多。看到火纹师出来后，叶流云简单的对着火纹师勾勾手指，用你的火焰攻击我。除了谭芊芊之外，火纹师的能力也能够帮助自己刷这个技能的经验啊。好家伙，火纹师现在是更加茫然了。什么情况？自己的主人不会是脑子坏掉了吧？不然为什么会让自己攻击过去呢？墨迹什么呢？快动手！这犹犹豫豫不动手的架势，让叶流云没好气的说了一句。吼吼！没办法了，虽然还有些不明所以，但是被这么一说，火纹师还是喷火了。能量吸收，经验值+1，经验值+1，果然可以吸收火纹师的火焰，果然也可以提升自己的技能经验值啊！出现了，可移动的充电宝正式的出现了。熟练度系统，宿主叶流云，力量73，普通人平均值为10，速度64，体质76，精神65，技能挥砍 LV Max， 锻炼 LV Max， 挨饿 LV Max， 射箭 LV Max， 熬夜 LV Max， 各种技能若干，控火 LV Max， 御寒 LV Max， 攀岩 LV Max， 滑冰 LV Max， 碎冰 LV Max， 追踪 LV Max， 能量爆发 LV Max， 能量吸收 LV 4， 能力暴击，野兽感知，光合作用，鹰眼，不眠者，火免，标记，超恢复，格挡，肌肉控制，快速生长，重击，生物亲和，各种能力若干，爆发，破甲，无重力行走，气味锁定，能量立场，4维属性全部突破60，其中力量和体质更是已经完全突破70了。攥了攥拳头，能够想象，即便不使用任何的能力，单单就是这一拳头就足够轰杀一些普通的怪物了吧。能量吸收的能力也是成功达到了4级的地步。原本叶流云的想法是将其提升到满级的，但没办法。吼吼！此时的火纹师一脸肾虚的倒在了地上，一副我已经不行了的状态，说什么也不能再来了。你这也太虚了吧！看到这，叶流云没好气的说了火纹师一句，才这么一会就不行了，太逊了。好，火纹师没有争辩，只是目光幽怨的看了叶流云一眼，瘫在地上，已经完全不想动一下了。反正不管说什么，自己是没力气再动手了。行吧，行吧，都已经彻底的虚了，叶流云总不可能让火纹师再来。而且技能从4级提升到5级，本就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直接刷到满级也不怎么现实。等以后慢慢刷经验就好了，不着急。这时，流云，吃饭了。房屋内传来了尤淑兰的呼唤声。来了。听到呼唤，叶流云当即准备回去了。吼吼！虽然已经累得没办法吐火了，但是听到有吃的，还是坚持着站了起来。所以说，千万不能小瞧一个吃货对吃的执着啊！这家伙，看到这样的火纹师，叶流云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算了，放心，会有你的一份，老实躺着吧。好。听到叶流云这么说，火纹师这才心满意足的躺了下来。永恒的白天最是容易让人忽视时间的了，尤其是在没有任何时钟计时的情况下。武峰大哥，除了黑铁石之外，你还需要其他的东西吗？通过私聊，叶流云刚刚又和武峰交易了不少单位的黑铁石，可以说用来再度升级庇护所所需的黑铁石已经完全足够了。不过材料这种东西多多益善，更何况食物什么的叶流云又不缺，还不如用来兑换一些材料呢。武峰还有些好奇，叶流云除了黑铁石之外，还需不需要其他的材料？说不定自己就有呢。叶流云，那你有土晶石吗？倒是没有隐瞒，毕竟算是看出来了，这个家伙的运气是真的很不错啊，说不定真的会有。只不过，武峰，土晶石啊，这个我还真没有。武峰忍不住挠了挠头，丢人了啊。第92章，腐蚀一切的毒焰。虽然知道土晶石是什么，但武峰的身上却并没有。武峰大哥，我会帮你留意一下的。叶流云，没关系，量力而行就可以了，倒也没有强求什么，没有就没有吧。目前升级6级庇护所就差一个土晶石了，这玩意
慢慢找就是了。接下来的几天，基本上依旧保持着出门探索，然后回来休息，然后继续探索这样的节奏。技能书这玩意还是比较稀有的，基本上开10个宝箱都不一定能有一个技能书，全看运气的。连着几天的时间，一个有用的技能书都没找到，唯一找到的居然还是厨艺技能书。但是看到这个技能书的时候，叶流云都愣住了。好家伙，这种日活类的技能也有技能书的。好在叶流云的心态还是很不错的，不至于被这样的事情给影响到了心情。慢慢来，总会有收获的。这天，一片苍茫大雪中，叶流云正一步一个脚印踩在雪地之中，继续对这个世界的探索。而就在这时，察觉到什么的叶流云忽然停下了脚步。危险感知，这个能力是叶流云最开始触发，可以感知到附近的危险。就在刚刚，危险感知的能力给叶流云传来了提醒，提醒周围会出现危险，所以叶流云才会停下脚步。轰隆轰隆，就在叶流云左右环视的时候，脚下的雪地忽然震动了起来。下一秒，砰，地面崩裂，同时一块岩石也在快速地砸向叶流云。这应该就是对方的控制手段了。控制大地，虽然不知道具体会是什么能力，但面对这快速砸来的岩石，叶流云目光不变。能量爆发，轰！强大的能量波动瞬间从叶流云的身上爆发了出来，只是一瞬间，便将这块岩石完全轰碎了。飞散的岩土碎渣也被保护在叶流云周围的能量力场牢牢地抵挡住了。周围一片寂静，就只有这点能耐吗？环视着周围，虽然一片沉寂，但叶流云知道对方已经没有离开。果然，听到叶流云的挑衅后，地面再度震动了起来。轰隆，轰隆！这次不仅仅是震动，而且还是移动，仿佛是有什么东西在地面之下一般，正在快速地移动着。这样的声势，对方的体积应该不会小吧？叶流云脸色不变，只是微微弓步，稳住了身形。下一秒，一道黑影缓缓地从雪地中抬起了头，高大的树瞳愣愣地注视着叶流云。鉴定目标：藤岩蛇，能力：体型巨大，拥有着如岩石般的皮肤防御力，毒牙中附带的毒素可以腐蚀一切。这体型都快赶上永济那天出现的金刚神猿了吧？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这家伙的能力，强大的防御能力，还有腐蚀一切的毒素，可以说是一个很全能的怪物啊。啧，这么一看还真是难对付啊。迎着藤岩蛇那冰冷的树瞳，叶流云忍不住啧了2声。说是难以对付，可这状态怎么看都没有一丝感觉到棘手的样子。嘶，藤岩蛇吐了吐蛇信子，冷冷地看着叶流云。最终，展现出毒牙，一阵黑紫色的雾气在藤岩蛇的控制下向着叶流云的方向飞去。这种攻击方式倒是第一次看到。同时叶流云也注意到了，被这种雾气蔓延到的事物都在第一时间直接被腐蚀了。这就是藤岩蛇那腐蚀一切的毒素。能量吸收，双手抬起，是能量吧？既然是能量，那就都给我吸收。要知道，之前叶流云是刷到过毒抗技能的，从而获得了百毒不侵，所以即便能量吸收技能无法吸收藤岩蛇的毒素，叶流云也丝毫不慌。毒素无用的蛇，攻击力必减1大半。经验值+1，经验值+1，更何况能量吸收有用。伴随着一阵能量波动，所有接近的毒物全部都化作了叶流云技能所需的经验值。吐了吐蛇信子，藤岩蛇有些奇怪，为什么自己无往不利的毒物如今居然没有作用？不行，这个忽然闯入自己领地的家伙必须要死。藤岩蛇还是很聪明的，既然毒物眼下没用的话，那就使用其他的手段好了。轰隆，具体的身形再度行动了起来，崩裂地面同时将碎裂的岩石向着叶流云砸去。能量爆发，砰砰砰！对于这些攻击，叶流云只是凭借着能量爆发的排斥力，就足够将其破碎了。死！藤岩蛇很愤怒，直接向着叶流云的位置游动而去。蛇最擅长的一种攻击手段便是绞杀了，即便是普通体型的蛇，一旦被其进入绞杀状态，哪怕是一个成年男人，独自都很难自救。游动的藤岩蛇里3层外3层围在了叶流云的周围，这是想要用巨大的力量直接将叶流云绞杀啊！只不过想法不错，在叶流云看来，藤岩蛇的这个想法确实是很不错的，就是可惜能量力场保护在叶流云周围的无形铠甲
牢牢地挡住了藤岩蛇的绞杀。可以说，此时的藤岩蛇甚至就没有真正接触到叶流云，怎么可能绞杀成功呢？嘶！藤岩蛇怒了，一声咆哮，身形再度变动，依旧将叶流云围在了中间，舌头高高的抬起。随后，轰！这次的毒物如同火焰一般，咆哮着冲向了叶流云。紫色的火焰，这才是藤岩蛇最强的力量，但却有着腐蚀一切的毒素。能量吸收，双手高高的抬起，无形的能量波动充斥在自己的周围，不断的吸收着藤岩蛇的毒焰。经验值+1，经验值+1。藤岩蛇不明白叶流云到底是做了什么，才能够无惧自己的毒素。不过无所谓了，在藤岩蛇看来，只要自己不疼的释放这种毒焰，这个擅长找自己领地的家伙还是得死。最终，叶流云的能量吸收技能正式升级了。第93章能量释放，完美的能力。技能升级，能量吸收 LV4， 能量吸收 LV Max， 力量+1，速度+1，体质+1，精神+1。刚听到这个提示音的时候，叶流云都愣了一下，属实是没想到自己的这个技能直接被刷满级了，咧嘴一笑。接下来的事情岂不是要变得更简单了吗？触发能力，能量释放。果然，触发的能力都和技能本身有关系。能量释放可以将吸收的能量进行储存，然后释放出去。之前的能量吸收只是单纯的将能量吸收而已，但现在有了能量释放这个能力，不仅仅再是吸收了，更是可以将其储存，然后释放。可以说，一下子就将原本有些鸡肋的技能变得无比完美，不再有任何缺陷。轰！轰！轰！犹如焰火一般的毒物还在不断的向着叶流云的位置轰杀。叶流云没有施展其他任何的技能，纯粹就是凭借着能量吸收，将毒焰的力量全部吸收。死！终于，长时间的使用能力还是让藤岩蛇感觉到了疲惫，停下了动作，想要看看这个擅闯自己领地的家伙是否已经死了。可是，等毒焰的威势渐渐散去之后，就看到此时的叶流云同样缓缓地放下了自己的双手，聚集在周围的毒焰全都在这一刻被叶流云完全吸收。再度抬起头的时候，双眸中甚至闪过了一丝妖异的紫色光芒。嘶嘶，一边吐着蛇信子，藤岩蛇那巨大的身形忽然开始缓缓地倒退了。终于，在这一刻，藤岩蛇总算是察觉到了危险，眼前这个人类根本不是什么好相处的角色。结束了吗？既然如此，那就轮到我了。见藤岩蛇如此，叶流云咧嘴一笑，双手抬起，下一秒释放，仿佛无穷无尽一般的毒焰以叶流云为中心，不断地向着周围扩散，将藤岩蛇的全部身形都包围在了其中。嘶嘶嘶！这一幕让藤岩蛇立马扭曲，翻滚起了身形。以前都是藤岩蛇用这种毒焰对付别人，还是第一次被人用这样的毒焰对付啊！好似能够腐蚀一切的毒焰，让藤岩蛇的身躯都有些皮开肉绽了。破甲，藤岩蛇的表皮防御力并不差，不过在叶流云的破甲能力面前，这点防御力根本就不算什么。嘶嘶！挣扎的藤岩蛇直接仰天长啸了起来，看向叶流云的目光中都充满了求饶之意。可惜，已经晚了呀！之前被吸收的毒焰，在这一刻全部都被叶流云释放了出去。最终，在扭曲挣扎了一会之后，藤岩蛇那巨大的身影还是重重的砸落在了地上。砰！周围的雪土都被直接砸了开来。呼！看到这一幕，叶流云也是一脸的轻松之意，手掌间的毒焰开始缓缓的消散。不错的能力，不得不说，藤岩蛇的毒焰确实是很不错的能力。虽然没有火焰的高温，但却有着腐蚀一切的毒素。自己只是暂时吸收了，才能够使用了。以后想要再度使用这样的毒焰，估计就只能另寻他法了吧。当然了，这次最大的收获还是能量吸收的能力达到了满级，触发的能量能力成功让自己获得了一道完美的吸收伤害并将其释放出去的能力。不错不错，心情大好的叶流云满意的笑了起来，看着藤岩蛇的尸体，这可不能浪费了。分解！很快，偌大的藤岩蛇尸体便被直接分解了。因为被毒焰反噬的够呛，这藤岩蛇的尸体也不剩下什么了，能分解出来的东西也是有限的。分解成功，获得藤岩蛇肉快成90，土晶石乘1，毒牙乘1。藤岩蛇肉快先不说，土晶石，也就是说，藤岩蛇的外皮防御力之所以这么高，更多的就是因为融合了土晶石啊。这样的话，
再加上之前攒下来的材料，自己可以直接将庇护所提升到6级了呀，还真是得来不全费功夫。接下来就只需要等回到庇护所后，将庇护所直接升级就是了。这个时候，叶流云也没有忘记分解出来的最后一个东西——毒牙。藤岩蛇的毒牙呗，这有什么用吗？鉴定物品：毒牙。效果：特殊材料，其中寄宿着藤岩蛇的毒素，与装备融合后，可使其具有藤岩蛇的毒素。这么看来，和分解金刚神元时获得的圆心骨一样，都属于是特殊材料的一种。只不过圆心骨的效果是让融合的材料获得坚固的防御力，而毒牙则是让装备获得媲美藤岩蛇的毒素，还算不错。之后可以尝试一下融合的装备。不过现在嘛，在将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收入到生存守则的仓库里面后，叶流云便准备返回庇护所了。眼下没有什么事情是比升级庇护所还要重要的了。你们这是？等叶流云回来后，就看到此时的尤淑兰和谭芊芊已经提前回来了。只不过两女并没有回到屋子里面，而是凑到了锻造炉那边，不知道在忙什么。因为锻造炉在运作的时候会产生一定的浓烟，所以叶流云就将锻造炉放在了屋子外面，随便为其制作了一个木棚子。反正即便温度再低也不影响锻造炉的使用，所以也没什么好在意的。流云，已经调试好的尤淑兰抬起头看向了叶流云。是这样的，芊芊在一个宝箱里面找到了锻造炉的升级图纸，我们就提前回来了。锻造炉的升级图纸，也就是说锻造炉能够升级了。顺势看去，果然相比较之前，此时的锻造炉看起来更加的精良，也更加的高端。原本的锻造炉效果就已经很不错了，不仅可以恢复装备的耐久度，还可以将放置于内的铁块随意制作成想制作的东西。这升级之后效果肯定更加不错吧。第94章破防了呀，6级庇护所出现。嘻嘻，一旁的谭芊芊开心的笑了起来。不管如何，这也算是自己帮上忙了，做得不错。叶流云也没有吝啬自己的夸赞。果然，几个人一起探索，远远比自己一个人探索效率更高的。新的锻造炉功能如何？懒得鉴定，直接询问不就好了。一旁的尤淑兰自信地为叶流云介绍了起来。相比较之前，眼下的锻造炉还保留了恢复耐久度和随意制作工具的能力，除此之外，多出了可以放置特殊材料，然后根据心意将其锻造成武器的能力。之前的锻造炉能够使用的材料就只有铁块，而且制作出来的武器品质都算不上太好。但在升级之后，锻造炉就可以锻造特殊材料了，无需锻造图纸，可以根据心意选择想要的武器。那倒是不错。叶流云有些意外的点了点头。那岂不是说之前得到的圆心骨还有刚刚得到的毒牙都可以用这个升级后的锻造炉来炼制武器了吗？原本还在想要找到一些特殊的制作图纸才能够锻造，但现在倒是不用了，很不错呀。对了，这时尤淑兰也意识到了什么，好奇地看向了身边的叶流云。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以往的时候叶流云都会很晚才回来，很少有像今天这样回来这么早的时候。是发现什么了吗？尤淑兰大致有了猜测。没错，叶流云没有否认，直截了当地将刚得到的土晶石拿了出来。最后一块土晶石已经被我找到了。太好了！看到这块土晶石后，尤淑兰当即欣喜了一旁。一旁的谭芊芊也是开心地说道：那岂不是说流云你又可以成为第一个将庇护所提升至6级的人了？倒不是因为觉得6级庇护所会更安全而欣喜，纯粹就是因为知道第一个升级庇护所的人会得到一定的奖励，所以才会为叶流云感到开心。事不宜迟，现在就直接升级吧。尤淑兰是比较谨慎的，这种事情自然要越快越好，赶在所有人前面。叶流云没有拒绝，顺势拿出了自己的生存守则。刚拿出6级庇护所的升级图纸，刚准备使用，就看到世界聊天上多出了2条提示：恭喜编号0096成功将庇护所升级到5级，恭喜编号0004成功将庇护所升级到5级。连着2道提示音，意识到有2个人类成功将自己的庇护所提升到5级了。这个0004，叶流云差不多有猜测，应该是之前的赵虎。只不过原本赵虎的编号是0006，但因为世界的更替，编号变更，赵虎的编号向前挪了挪，也算争吵。倒是这个0096是叫二杰吧？之前在世界聊天上面说过话，一个叫二杰的白头鹰人，还真是厉害。如果这么快就能从之前黑夜世界的损失中恢复过来，并且成功升级庇护所，如果没有自己的话，
这两个人绝对会成为新世界的翘楚吧。可惜了，现在我出现了，所有的人类都注定只能屈于我之下。升级，不再犹豫，伴随着各种材料的消耗，手中的6级庇护所升级图纸化作点点白光，向着眼前的庇护所飘去。同时，眼下的庇护所也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比我慢一点点啊，可惜第一终究是我。与此同时，二杰这边也看到了世界聊天上面的提示音，没想到在自己之后，居然一个编号0004的人将庇护所升级到了5级。还好自己足够快，不然万一被超越了，那可就得不偿失了。想到这里，二杰得意地笑了起来，幸运女神还是会关照自己的呀。让我来看看升级5级庇护所能够得到什么东西吧。脸色期待，很想知道自己成功守卫升级5级庇护所能够得到什么东西。但是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看着毫无变化的生存守则，二杰都不知道的脸色也从一开始的期待逐渐变得疑惑。怎么回事？为什么没有提示自己第一个将庇护所升级到5级，然后给自己奖励？难不成升级5级庇护所后就没有奖励了？应该不可能吧，明明之前都有的，怎么就到5级的时候没有了呢？就在二杰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一条提示音再度在世界聊天上传了出来。恭喜编号0033成功将庇护所提升到6级。刚看到的时候，二杰还没多想，但下一秒，6级？什么玩意？有人将庇护所提升至6级了，怪不得自己没有获得奖励了，感情自己压根就不是第一个将庇护所升级的。不可能，这不可能！自信的二杰无法接受，怎么可能会有人赶超自己这么多？法克，法克，酸萝卜别吃！边上一些被二杰忽悠过来，已经签订了主仆契约的人，在看到这般姿态的二杰后，多少是有些瑟瑟发抖了，只是老老实实的待在一旁，都不敢说些什么，生怕会触怒到这个时候的二杰，然后被对方迁怒。看得出，二杰在日常相处的时候，可没有在世界聊天上面表现的那么和善呢。编号5399，卧槽！6级庇护所，已经有人将庇护所提升到6级了吗？编号2088，有谁知道这位大佬是谁吗？编号7571，这也太厉害了吧！因为叶流云的庇护所升级，世界聊天里面都热闹了起来。原本看到连续2个将庇护所升级到5级的也就算了，现在不声不响的直接蹦出一个6级的来，跨度也未免太大了吧。编号2339，我敢说这个人绝对是我们樱花了，只有我樱花的人才能这么优秀。编号9390，西巴，简直放屁，只有我泡菜的人才会这么优秀。编号4773，没错，大神一定是我们泡菜的。编号3006，欧巴，能私聊一下吗？第95章，跳梁小丑，再获超稀有材料。法克，二杰原本还想在世界聊天上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想要知道这个编号0033的家伙到底是谁呢？结果都是这种没营养的话题，简直就是一群弱智。二杰一脸阴沉的将生存守则重新合上，原本志在必得的奖励没了。眼下的二杰可以说是心情极差啊。0033吗？一定是他了。相比较而言，赵虎这边就显得轻松很多了，毕竟反正也从来没有一次第一个将庇护所升级的，只能说都已经习惯了。大哥，这个0033真的有那么恐怖吗？没有亲眼见过，自然不明白那种根本无法匹敌的力量。如今赵虎的手下已经招揽了一些新人，这些人没有亲眼见识过叶流云的实力，所以即便赵虎将其描述的很危险，但这些人还是有些不以为然的。等以后你们就知道了。迎着这些目标，赵虎只是简单的摆了摆手，说了一句，反正等以后见识过了就清楚了。你们只要记住一句话，想好好活着，就要知晓自己的弱小，在没有强大实力的时候，就要乖乖的安分下来。眼下这个世界是有技能书这种特殊力量的，所以赵虎的野心再度得到了增幅。只要获得了强大的技能书，哪怕是一些恐怖的怪物，自己也是能够超越的吧。周围的那些手下们都是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不过出于对赵虎的信任，倒也没人质疑什么。大哥，就在这时，一名很早就跟随着赵虎的手下走了过来，有一个小樱花想要加入我们庇护所。赵虎和二杰一样，都在世界聊天上面说了招揽的想法。如今赵虎将庇护所升级到5级，也算是在世界聊天上面出了名，有人会想要加入，也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这些人中自然也是参差不齐的，什么都有。小樱花，赵虎先是意外了一下，
然后宰了。有些人能够用来当狗，而有些人只能用来当肥料。经历了那么多，赵虎虽然知道自己需要人善的外衣用来招揽手下，但该果决的时候可是一点都不墨迹。明白。手下了然的一笑，直接离开了。流云。与此同时，此时的叶流云这边，关注着世界聊天的谭芊芊仿佛是看到了什么极为好笑的事情一般，对着叶流云说道：现在世界聊天上面有很多樱花和泡菜的人，都说你是他们地方的人，一群跳梁小丑罢了。跳梁小丑而已，根本没什么好在意的。即便眼下私聊找上自己的人不少，但叶流云都没有理会，而是看起了刚获得的奖励。恭喜您成功首个将庇护所提升到了6级，获得7级庇护所升级图纸圣风晶石，一共2个奖励。第一个不出所料就是接下来的庇护所升级图纸了，至于另外一个和之前的圣火晶石差不多。鉴定物品圣风晶石，效果超稀有特殊材料，寄宿着强大的风属性力量，也是一个可以和人类融合的力量，让人拥有控制风的特殊能力。新的庇护所看起来更加牢固了。尤淑兰的注意力倒是在升级后的庇护所上面。叶流云顺势看去，如果说原本的5级庇护所是一个小型别墅的话，而现在的6级庇护所就是一个大型的别墅了。外表是一个4、5层楼左右的高度，看起来泛着黑金色的光芒，很是坚固。总感觉继续升级下去，庇护所都要变成城堡了。好像不仅如此，6级的庇护所已经不单单是外形变大了。叶流云试着鉴定了一下，目标6级庇护所，效果能力1坚固，具有强大的坚固能力。能力2反伤，承受的攻击具有一定的反伤能力。坚固反伤，这才是6级庇护所真正的力量。想想也是，毕竟是融合了晶石材料才能够升级的庇护所，怎么可能只是坚固那么简单呢？好厉害！这个时候，同样鉴定过的尤淑兰和谭芊芊也不由得赞叹了一句：有这样一个庇护所在，真要是遇到什么怪物了，老老实实的躲在庇护所里面，反伤的效果就足够让怪物自己把自己给弄死了。对了，这次获得的奖励有什么？尤淑兰好奇地看向了叶流云。还不知道。叶流云这第一个将庇护所提升到6级，获得了什么奖励呢？一共有2个，没什么好隐瞒的。叶流云大大方方的就拿了出来，圣风晶石，还有7级庇护所的升级图纸。庇护所升级到7级需要什么材料吗？对于圣风晶石，两女在看到之后并没有太在意，倒不是因为没用，毕竟能够让人类获得控制旋风的力量，怎么可能会没用的？纯粹就是因为两女已经下意识的默认了这个圣风晶石的归宿，除了叶流云之外，还有其他的可能吗？叶流云也没有矫情或者故作姿态，因为那根本没什么意义，纯粹就是浪费时间。先将圣风晶石收起来，准备等一会融合后，叶流云拿起了7级庇护所的升级图纸。我还没有看呢，正好一起看吧。鉴定物品7级庇护所升级图纸，效果可以将6级庇护所提升至7级，所需材料圣晶晶石。想要将庇护所提升到7级，需要的材料只有一个，同时却也是很难获得的一种材料，圣晶晶石。好家伙，可以让人类获得超自然力量的超稀有材料，居然才能将庇护所提升至7级。目前为止，除了首位将庇护所升级获得的奖励，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获得这样的超稀有材料呢。这要怎么找？谭芊芊原本还想说帮着一起找呢，但是这样的超稀有材料压根就不知道去哪里找啊。第96章新技能触发，融合毒牙枪。相比较而言，叶流云倒是显得轻松许多了，没什么好纠结的。倒不是不想将庇护所升级，纯粹就是因为这种事情着急纠结也没用，与其这样浪费时间，还不如想着如何才能更快的提升实力呢。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纯粹这样的材料，那就一定会找到的，没什么好纠结的。听到叶流云这么说，尤淑然的心态也是渐渐恢复了过来，认真的点了点头。我也一定会帮忙的。谭芊芊同样点了点头。我们先回房子里面吧。眼下叶流云等人还都在房子外面呢，这极寒的天气，即便保暖装备再好，待久了也扛不住啊。而且两女也很好奇，升级后的庇护所里面会是什么样的景象。你们先回去吧。叶流云倒是不着急，顺便向着升级后的锻造炉位置走去。刚得到了几个特殊的材料，我准备锻造一下。新材料吗？尤淑兰和谭芊芊在相识了一眼后，
都没有说话，而是默默地跟上了叶流云的脚步，向着锻造炉走去，也没有说要先回庇护所的事情。两个傻丫头，刚刚从藤岩蛇身上获得的毒牙，还有从金刚神猿那里得到的圆心骨，都被叶流云拿了出来，放到了升级后的锻造炉里面。伴随着两种材料的放置，锻造炉上出现了许多武器装备的模型，这是想让叶流云选择要锻造出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叶流云简单的看了一会，都是近战的，主流一点的应该就是刀剑之类的了。不过叶流云是希望能够尽可能最大的发挥出藤岩蛇毒牙的毒焰效果。枪吧，叶流云找寻了半天，最终选择了长枪作为武器模型。虽说之前练的大多都是剑法，但自己触发的能力是战斗直觉，对战斗拥有着超越常人的直觉。这不仅仅是使用剑的时候有用，使用任何兵器的时候都有用，根本不需要思考，身体就会自动发挥出最大的战斗技巧。嗡嗡嗡！伴随着叶流云的选择，锻造炉开始运作起来了。虽说升级了，但这在锻造的时候还是浓烟滚滚的状态，这倒是一点没升级。还是给我老老实实在庇护所外面待着吧。没一会，一杆泛着妖异紫光的长枪便出现了叶流云等人的眼前。好帅！游淑兰本就最喜爱长枪这样的武器，看到这样的武器，忍不住惊叹了一声。鉴定目标：毒牙枪，效果：由圆心骨制成的枪杆，坚不可摧。由藤岩蛇毒牙制作的枪尖可以使用毒焰的力量。果然，这样的锻造融合才是最佳的状态。叶流云拿起毒牙枪，想要试试效果，只不过滋滋滋，刚接触的一瞬间，叶流云的手掌上忽然传来了阵阵白烟。经验值加1，经验值加1，触发新技能了。这是小心！看到这一幕，游淑兰和谭芊芊也是来不及多想，连忙跑了过来。没事吧？同时看向了叶流云的手掌，明显有被腐蚀的痕迹，只不过因为超恢复的能力，这些伤势很快就恢复了。没关系。叶流云摆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毒牙枪都顺势掉落在了地上。腐蚀 LV1，同时多出来的新技能也算是在叶流云的预料之中了。想想也是，和藤岩蛇战斗的时候，藤岩蛇的毒焰全都被叶流云用能力隔绝了，压根都没有沾染到自己，自然没有触发这样的技能。那这杆毒牙枪岂不是不能用了？谭芊芊担忧地说了一句。武器是不错，但会反噬持有者，根本无法正常使用啊。没关系，叶流云倒是没有太在意。新技能都已经触发了，这不是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吗？和之前的雷之剑一样，只是刚开始这样而已，等多适应也就没问题了。说着，叶流云将地上的毒牙枪重新拿了起来。滋滋，毒素腐蚀血肉的声音再度传了出来。只不过这一次，叶流云并没有松手，之前只是没有心理准备罢了。经验值加1，经验值加1，这个经验值提升的速度很快啊。技能升级，腐蚀 LV1，腐蚀 LV1，力量加1，速度加1，体质加1，精神加1，居然可以同时提升4个属性的数值，很不错啊。叶流云带着笑容看向了游淑兰和谭芊芊，你们看，这不是没事吗？虽然手掌确实是被腐蚀的，但超恢复的能力也让被腐蚀的地方快速恢复，更何况本身百毒不侵的能力也让叶流云能够直接无视毒牙枪上的毒素。这一幕让一旁的游淑兰和谭芊芊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什么叫适应就可以了？不管怎么看，这都不是人类可以做到的事情吧。两女也明白，叶流云的身上肯定是有什么秘密的，只不过既然叶流云不说，两女也懂事的没有多问。总之没事就好。轻松的一笑，在游淑兰看来，不管叶流云隐藏的秘密是什么，但只要叶流云自身没事，这就足够了。先回庇护所吧。同时点了点头，跟上了叶流云的脚步。毕竟就连枪杆上面都是有毒的，所以还需要给毒牙枪一个特殊的放置架，不然都不好放置啊。好在黑铁石的耐腐蚀能力比较高，利用锻造炉制作一个放置架还是很简单的。新的庇护所其中的空间要比之前大了不少，看起来也更加的宽敞了。看着两女上楼观察新住所的样子，叶流云也没有在意，一手拿着毒牙枪刷经验，经验值加1，经验值加1。不得不说，这速度确实很快。同时圣风晶石也被叶流云拿了出来，放置于掌心之上。融合第97章毒牙枪的真正威力。伴随着圣风晶石一点一点融入到叶流云的掌心之上，叶流云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上
多出了一种新的力量。另一只手抬起，指尖上一阵小型的气旋正在缓缓出现。经验值加1，经验值加1，经验值提升的速度变得是更快了。这是因为除了腐蚀技能在提升经验的同时，另外一个新技能也在提升经验。控风 LV1，如同叶流云所想的一样，伴随着圣风晶石的融合，成功触发了控风的能力。技能升级，控风 LV1，控风 LV2，力量加1，速度加1，体质加1，精神加1。技能升级，腐蚀 LV2，腐蚀 LV3，力量加1，速度加1，体质加1，精神加1。同时升级，都是可以升级一次，提升全部4维数值的技能。不错，很不错。对于这次的收获，叶流云是相当的满意啊。滋滋，休息之后再度出门，一片大雪中，叶流云一只手自始至终拿着毒牙枪，腐蚀的声音不断的传来。不过有着超恢复的能力在，这种被腐蚀的伤势很快就恢复了。而且正是每时每刻拿着毒牙枪的原因，腐蚀技能的经验值提升的很快。相比较而言，虽然叶流云也会时不时的使用控风的能力，但这个经验值增长的速度还是不如腐蚀技能的。技能升级，终于在经验值不断提升之下，腐蚀技能很快就达到了满级。腐蚀 LV4，腐蚀 LV Max， 力量加1，速度加1，体质加1，精神加1。在腐蚀技能达到满级的一瞬间，原本握住枪杆一直被腐蚀的手掌再也没有腐蚀的滋滋声了。显然这可能是触发了相应的能力。触发能力腐蚀免疫，和叶流云预料的一样，腐蚀技能触发的能力正是能够让叶流云完全不用再担心腐蚀问题的腐蚀免疫。有了这个能力后，此时的毒牙枪就好似普通的长枪一样，被叶流云拿在手中，不再受到任何的影响。这样的情况，我应该也算是收服了毒牙枪吧。随手刷出了一道枪花之后，叶流云没忍住笑了起来。大雪中，叶流云简单的耍了几招从游树兰那边学会的枪法，不得不说很得心应手啊。不过毒牙枪最特殊的能力应该是从藤岩蛇那里继承的毒焰能力才对。想到这里，叶流云调整枪尖，瞄准了不远处一棵被厚雪覆盖的大树。毒焰伴随着叶流云的动作，毒牙枪上倒映出了未落的紫色光辉，向着枪尖聚集。下一秒，一道犹如火焰般的紫色火球砰的一下从毒牙枪的枪尖上飞出，准确无误地命中了那棵大树。滋滋滋，虽然看起来像是火焰，紫色的火焰，但实际的效果却完全不一样。毒焰并没有火焰的燃烧能力，相反却拥有着无与伦比的腐蚀能力，还有惊人的毒素。只是片刻的恐怖，原本被厚雪覆盖的大树直接被毒焰的力量腐蚀殆尽了。不错，看到这样的威力后，叶流云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才不枉费自己花费2个特殊的材料融合在一起才锻造出来的呀。熟练度系统，宿主叶流云，力量81，普通人平均值为10，速度72，体质84，精神73，技能挥砍 LV Max， 锻炼 LV Max， 挨饿 LV Max， 射箭 LV Max， 熬夜 LV Max， 各种技能若干。攀岩 LV Max， 滑冰 LV Max， 碎冰 LV Max， 追踪 LV Max， 能量爆发 LV Max， 能量吸收 LV Max， 腐蚀 LV Max， 控风 LV4， 能力暴击，野兽感知，光合作用，鹰眼，不眠者，火免，标记，超恢复，格挡，肌肉控制，快速生长，重击，生物亲和，各种能力若干。爆发，破甲，无重力行走，气味锁定，能量立场，能量释放，腐蚀免疫。实力再度迎来了一次暴增，不管是力量还是体质都已经突破80，超越正常成年人的8倍。速度和精神虽然要慢了一些，但也是要远超普通成年人的了。这种力量提升的感觉真不错啊。将毒牙枪扛在肩上，眼下最主要的就是先将控风的技能也刷到满级了，顺便可以想象接下来要如何触发新的能力了。不过这个世界是存在技能书的，所以如果能找到一些特殊的技能书，根本就不需要自己费力的想着触发新技能了。运气这玩意吧，真的是说不清道不明。有时候你运气好了，随随便便开一个宝箱
都能刷出一本技能书，但这运气不好，开多少的宝箱也找不到一个技能书。之后连着好几天的时间都没有找到技能书的影子了。也就是今天，尤淑兰在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了一本技能书。叶流云顺势鉴定了一下，物品：技能书火焰特工，效果：学习之后可以获得火焰特工的技能，近战时可以让自己的攻击附带火焰的效果。又是一个鸡肋的能力。当然了，这个鸡肋是对于叶流云而言的。火焰特殊又不是直接的控制火焰，而且只能近战有效，没办法远距离使用。最关键的是，叶流云本身就有控火的超自然能力，这火焰特工即便让叶流云刷到满级了，也没什么意义。还是你拿去学习吧。既然是尤淑兰带回来的技能，还是让尤淑兰自己学习吧。近战技能配合尤淑兰的武术，还是很有重要的。可是，尤淑兰是希望叶流云能够不断的学习技能，直至成为最强的存在。第98章，冰面下的宝箱。别忘了，我是有控火能力的，这个火焰特工对我来说意义不大。看出了尤淑兰的想法，叶流云摆了摆手，语气随意的解释了一句：这样啊。听到叶流云这么说，尤淑兰自然不再多言，看向了一旁的谭芊芊。流云都这么说了，淑兰姐你就学习吧，这种近战技能可不适合我。对于自身的定位，谭芊芊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就是远程法师这样的近战技能，即便是给了自己，那也是浪费。而且这段时间虽说提升了不少的精神力，但火球术和锋刃术这两个技能已经足够谭芊芊使用了，精神力不足，学再多的技能也是白搭。我知道了。见谭芊芊都这么说，尤淑兰自然不再矫情什么，当即选择了学习。很快，手中的技能书就消散在了尤淑兰的手掌间。随着尤淑兰的动作，挥拳的时候，拳头上明显燃烧起了火焰。不过，这种火焰特工只有在挥拳战斗的时候才会出现，不能像控火一样随随便便的召唤出来。只能说，对近距离的战斗确实是有增幅的，但增幅有限啊。对了，继续尝试了2下后，尤淑兰这才停下了动作。想到什么后，看向了叶流云。这次回来的时候，我们路过一个被冰冻住的湖泊，冻住的湖面下面好像有一个宝箱。宝箱在冰面下面吗？听到尤淑兰这话，叶流云差不多也能够想象到那样的画面。只能说，宝箱出现的地方确实是随机的，但一般宝箱的位置越是奇特，里面的东西相对其他宝箱也会更好一些。对啊，一旁的谭芊芊也是跟着点了点头。那里面应该会有好东西吧？开了这么多次宝箱，都快要总结下来经验了。原本我们是想拿的，但冰面实在是太厚了，就算是阿文和阿花联手都没有完全破开冰面。这样啊，火纹师和花木神鹿一起行动都没有办法破开那样的冰面吗？叶流云顺势看了过去。客厅内的花木神鹿注意到叶流云的目光后，情绪低落的点了点头。至于火纹师，还在外面的木屋里面呼呼大睡呢。不过即便在这里，火纹师最多也就是憨憨的傻笑着，压根就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吧。那个吃货心态好的一批。没关系，摆了摆手，记住地方就行，下一次我和你们一起去，正好可以看看这种冰面里面的宝箱能够开出什么样的好东西来。尤淑兰和谭芊芊都是同时点了点头，看起来信心十足，仿佛是觉得只要有叶流云出手，其他的一切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休息完，在吃过东西之后，叶流云跟随着尤淑兰和谭芊芊一起前往了宝箱所在的地方。至于火纹师和花木神鹿，叶流云让他们去其他地方找宝箱了，有自己跟着。尤淑兰和谭芊芊的安全问题自然不需要担心，与其一起过来，还不如让火纹师和花木神鹿去找找其他的宝箱呢，起码还能多有一些收获。就是这里了。终于差不多再走了1个多小时左右，叶流云跟随着尤淑兰和谭芊芊来到了一处被大雪淹没的湖泊。虽然被大雪覆盖了，但看痕迹应该是这里。周围还有一些残余的树木，这些都是昨天花木神鹿想要破开湖面而留下的痕迹。交给我吧。叶流云没有废话，先是对着尤淑兰和谭芊芊摆了摆手，示意其站远一些。懂事的两女立马向着边上靠了靠。随后叶流云微微弓步，开始收拳。炙热的火焰开始在叶流云的拳头上面燃烧。火拳！轰！一拳轰出，炙热的高温火焰瞬间向着周围席卷而去，伴随而来的还是数之不尽的爆裂声。轰！轰！轰！看起来就宛如天灾一般。周围覆盖的大雪都被这火焰给轰散了，被冻结的湖面此刻也显现了出来。流云！这个时候，尤淑兰指向了冻结湖面下的一个位置。果然，
在冻结的湖面下面，正有一个宝箱，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昨天阿花和阿文努力了半天，但也只是破坏了一些冰层，这里的冰好像很厚。火纹师和花木神鹿的实力就摆在那里呢，联手的情况下都没有什么收获。那想来，这湖面的冻结程度肯定是要远超想象的。先让我试试。没有继续使用火焰，这样的冰面想要用火焰融化的话，那得到什么时候？果断将毒牙枪拿了出来。毒焰，相比较而言，腐蚀的能力或许会更好一点。滋滋滋，冰面都被腐蚀的滋滋冒烟了。继续，毒牙枪的枪尖之上直接爆出了一阵毒焰，不断的向着冰面轰去。滋滋滋，冰层也因此破开了一个大洞。可惜的是，速度比较慢。只是从冰面上面看，宝箱的位置并不是很低，但这都只是因为镜面反射的原因罢了。真正着手碎冰的时候，才会发现，这宝箱所处的位置绝对要在冰层的最底下。不行吗？见叶流云停下了动作，一旁的尤淑兰和谭芊芊也走凑了过来。男人可不能说不行啊！开玩笑，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被说不行了吧？开玩笑，我不仅行，而且行的一批，只是想要换一种手段而已。这太慢了，就像是再厚的冰层，再最怕的也都是切割的力量。想到这里，叶流云收起了毒牙枪，双手间微风吹过，一道锋刃正在叶流云的控制下不断的聚集。这是谭芊芊目光意外，因为叶流云眼下施展的能力和自己的锋刃术很像啊。当然了，也仅仅只是像而已，真正的威力那可是天差地别的存在。毕竟就在前不久，叶流云的控风技能已经达到了满级。第99章新的技能反伤，触发能力切割。同样的，控风技能在达到满级之后，同样触发了新的能力，而切割的能力可以让叶流云制作出来的风具有无与伦比的切割力。破甲。不仅如此，再附加上破甲的能力，叶流云实战出来的锋刃和谭芊芊的锋刃术可以说是一个天一个地的差别了。去吧！唰！伴随着叶流云便单手挥动，凝聚而出的锋刃瞬间向着冰层的方向飞去。只见犹如一道白光从眼前掠过，锋刃穿过冰层的时候，甚至都没有传来任何阻碍的声响，犹如刀切豆腐一般，直接就被切割出了一道痕迹。死！这一幕，哪怕是早就知道叶流云实力强大的两女，在看到之后也不由得倒吸了一下冷气。让花纹石和花木神鹿都没有办法的冰面，居然如此轻易的就被叶流云完全破开了，简直不可思议呀！好厉害！惊讶过后，两女看向叶流云的目光都变得崇拜了起来，显得很是悸动。唰唰唰，叶流云这边如法炮制，再度使用了几个锋刃，很快冰层就被完全切割了。将切割的冰块拿出来之后，很容易就得到了淹没在其中的宝箱。等拿到宝箱之后，尤淑兰和谭芊芊也是好奇的凑了过来，很想看看这种位置的宝箱里面能够获得什么东西。叶流云没有犹豫，直接选择了开启。很快，宝箱里面的东西就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获得技能书乘2。果然，一本位置比较特殊的宝箱，里面的东西都会比其他的宝箱要好。就像眼前这个宝箱，直接开出了2本技能书。鉴定，当即使用了鉴定术，看看这2本技能书的具体情况。物品：技能书反伤，效果：学习之后可以获得技能反伤，受到攻击时会一定程度上将受到的攻击伤害反击给对手。物品：技能书水剑竹，效果：学习之后可以获得技能水剑术，消耗精神力，可以凝聚水剑射出。好家伙，2个都算是对战斗很有用的能力了。反伤吗？叶流云看起了这个反伤的技能书，有了这个技能，可能只要站着不动，敌人就会自己把自己给打死了，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动手了呀。这个技能我来学习吧。没什么好客气的，这种惺惺作态根本没什么必要。叶流云直接拿起了反伤的技能书，尤淑兰和谭芊芊自然是不会有什么意见的，都是了然的点了点头。这个技能本就适合叶流云。说起来，流云你还不会什么水属性的能力，不如把这个水剑术也学了吧。虽说水剑竹和火球术还有锋刃术一样，都属于是远程的魔法，但如果能够帮助叶流云变得更强，那么谭芊芊并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好舍不得的。不用了。迎着两女真挚的眼神，叶流云倒是笑了。想要获得和水属性有关的攻击手段，还有很多机会，这个水剑术并不适合我。还是那句话，太弱了，看不上眼。圣水晶石不香吗？因为圣火晶石和圣风晶石都被自己得到了，
那么这个世界上一定是存在着圣水晶石，早晚是会被自己得到的，根本没必要学习这样的水剑术。你拿去学习吧，这样的手段确实更适合谭芊芊。那好吧，都这么说了，再看看一旁尤淑兰和古丽的眼神，谭芊芊也不再犹豫，和叶流云一样，同时学习了新的技能反伤 LV1。技能一栏再度多出了一个新的技能，不过这种技能想要刷熟练度的话，又要用挨打这样的方式了吧。芊芊，叶流云顺势看向了正在感悟新技能的谭芊芊，用你的水剑术来攻击我试试，不过要用最小威力的，毕竟反伤效果之下，威力太大的话，谭芊芊估计都会受伤。哎，哦，先是一愣，随后谭芊芊也意识到叶流云这是准备试验一下新技能，毕竟这样的事情以前也不是没发生过。想到这里，谭芊芊控制着减弱自己的精神力，施展出了一个小型的水剑术。水剑术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袖珍版的小剑矢一样，只不过刚凝聚出来的小水剑忽然凝聚成了冰剑，向着叶流云飞去，准确无误地命中了叶流云的手掌。只不过因为威力不大，连伤痕都没有留，直接就被反震到了地上。经验值+1，经验值+1，果然可以。只不过死，反伤效果来了。谭芊芊只感觉自己的手掌好像被刺了一下，有些没反应过来，直接倒吸了一下冷气。没事吧？叶流云关心地看了过来。没事。谭芊芊摇了摇头，也没有破皮，而且疼痛很快就隐去了。还要再来吗？先就这样吧。算了，还是等以后自己找一些野兽来刷反伤技能的经验吧。毕竟眼下都这样了，如果一直持续下去，谭芊芊自身还是会被反伤技能影响到的。知道自己实力不够，谭芊芊也没有办法，只不过还是有些疑惑的。明明我使用的是水剑术，怎么变成冰剑了？刚刚自己凝聚的明明就是水剑，结果使用出去的时候，直接就变成了冰剑。而冰剑的威力强度显然是要比水剑要高的。你是不是忘了这个世界的天气？一旁的尤淑兰倒是满脸的了然。气温这么低，水属性的攻击手段全部都变成冰属性的了。自己的水之枪在这个世界实战出来的手段全部都是冰属性的。对哦，只是有些意外，没反应过来。现在被尤淑兰这么一提醒，谭芊芊也反应过来了。嘻嘻，那岂不是说我可以用水剑术实战出来冰剑术的威力了？又不傻，谭芊芊自己也能看得出来，冰剑竹的威力肯定要比水剑术要强的。一个技能两种用法，赚了呀。第100章，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只是在这个世界而已。尤淑兰微微摇了摇头，抬头看了看大雪纷飞的天色，语气有些感叹。他们都是从黑夜世界来到了这个极寒世界，谁又能够保证会不会一直待在这个极寒世界？下一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什么时候会去？这些都还是未知的呢。安心吧。看着尤淑兰这有些惆怅的脸色，都不用问，叶流云就能猜出对方的内心所想了。一声沈笑之后，直接说道：有我在，不管是什么样的世界都不会有事的。焕然的思绪逐渐恢复，迎着叶流云的目光，尤淑兰认真的点了点头。还有我也不会拖后腿的。一旁的谭芊芊在看到这一幕后，笑呵呵的说了一句。虽然偶尔会聪明一下，但大多数的情况下，谭芊芊都是一副傻白甜的状态。别的不说，起码这样的状态心态足够好啊。接下来倒也没有直接返回庇护所，毕竟这才出来没有多久，当然是对这个世界继续探索一会再说了。别跑，站住，你是逃不掉的。一片大雪中，数道身影正在快速奔跑着，而在这些人前面是一个身材娇小，有着一头淡金色头发，犹如精灵一般的少女。只不过少女眼下的脸色看起来有些仓皇，根本顾不了其他，只能是不断的向前蹦跑着。虽然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够跑到哪里去，但少女只知道一点，如果停下脚步被那些人抓住，自己绝对会生不如死的。吼吼！与此同时，叶流云这边正带着尤淑兰和谭芊芊在大雪之中探索呢。没想到的是，宝箱没找到，却让自己找到了火纹师和花木神鹿。在看到叶流云后，火纹师和花木神鹿都显得很开心，连忙跑了过来，在叶流云的身边蹭了蹭。你们这两个家伙，好家伙，一直都在打圈是吧？要不然怎么可能会碰到？有找到什么东西吗？花木神鹿摇了摇头，显然这是没找到什么，有些失落。倒是火纹师，吼吼，虽然同样什么都没找到，但火纹师就一点都没有花木神鹿这失落的心态。相反，
还直接围着叶流云开始打转了，显得精神状态很好啊。面对这样的情况，叶流云还能说什么呢？行了行了，没找到就算了，回去吧，时间差不多了，即便不会累，但也没必要在外面一直待着。吼吼！听到这话，火纹师是更加被兴奋了，直接开始蹦跳了起来。这个憨货，叶流云也没有在意，转身就准备带着尤舒兰和谭芊芊准备离开了。但这时，别跑，别想跑！大雪中隐约间传来了一些人说话的声音。显然尤舒兰和谭芊芊也听到了这样的声音，是在追杀什么人吗？毕竟这样的经历尤舒兰自己也有过，所以大致能够猜测出一些大概。只不过猜出来归猜出来，尤舒兰却没有要动手帮忙的想法，而是顺势看向了叶流云。我们走吧。面对两女的目光，叶流云只是淡淡的摇了摇头，又不是什么圣母，也不是什么习惯多管闲事的人，即便有人被追杀，但叶流云也不打算理会。难不成真的指望叶流云大发善心的去救人？开什么玩笑！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该去死的还是让他去死吧。砰！一头金发犹如精灵般的少女一个踉跄，直接摔倒在了雪地里。身后追着的几个男人在看到这一幕后咧嘴一笑，其中一个人更是直接抬起了手臂。光弹！砰！一发光弹几乎是擦着少女的手臂飞了过去，不过还是在少女的手臂上留下了伤痕。来不及多想，少女连忙重新爬了起来，向着远方跑去。绝不能放弃！你疯了！只不过追踪少女的几人在看到这一幕后却是忍不住了，直接对着动手的那人骂了起来。法克，你难道没听到阿尔杰老大的命令吗？碧池，如果不能把这个沙粒完好无损的带回去，我们都得死。提到阿尔杰的时候，几人的脸上明显出现了恐惧、惊慌之类的情绪。这个名为沙莉的少女可是他们的老大阿尔杰当面吩咐让他们绝对要完好无损带回去的，哪怕是有一点点的磕磕绊绊，他们就都完了。你们是不是忘了？被说的那个人虽然同样畏惧阿尔杰，但还是忍不住反驳了起来。这个沙莉可是有着治疗的技能，等我们抓住他之后，让他自己给自己治疗，不就没事了吗？又不傻，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也不可能会对沙莉使用光弹这样的技能了。周围的人在听到这话后也想起了少女沙莉的技能，但总之别再用技能动手了，争取直接抓到他。明白？行吧。刚刚动手的那人也是无奈的点了点头。没办法了，不用就不用，反正他们这么多人想要抓一个少女，简简单单啊。有机会，我还有机会。少女沙莉这边虽然有着治疗的技能，但是在这种逃跑的时候，治疗技能根本没时间用。看着眼前茫茫大雪，沙莉这绝美的精致容颜上虽说出现了片刻的绝望之色，但还是很快就坚定下来了。好不容易才从那种地方逃出来的，怎么可能再被抓回去了？自己必须要活下去。想到这里，沙莉的身上再度多出了一些力量，让沙莉继续蹦跑下去。只不过呀，这种大雪纷飞的天气根本就看不出清楚眼前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周围基本上都是白茫茫的一切。沙莉一个没注意，脚步踩空，从一处斜坡直接滑了下去。救命！救命！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沙莉忍不住呼救了起来。第101章，骨子里的盲目自大。好，动物的感知能力终究是要比人类厉害一些的。察觉到什么的火纹师忽然对着不远处的一个斜坡低声咆哮了起来。一旁的花木神鹿也是跟着看了过去。依依，这是忽如其来的情况变化，让尤舒兰和谭芊芊也都是好奇的看了过去。只不过到底是视线受到了大雪天气的影响，具体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不用在意，叶流云摆了摆手，示意少女们不用惊慌，只因为叶流云已经看到了。救命！救命啊！少女沙莉就这么一路从斜坡上面滑了下去。只能说还好是这样的大雪，有雪层在，不至于受伤，要不然换作是普通的山丘，这么滚落下来，不死也要没半条命啊。砰！沙莉就这样一路滑到了距离叶流云不远处的地方，这才停了下来。这里是……晃晃悠悠的沙莉重新起身，只感觉脑袋都有些晕乎乎的，对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很迷茫。你们是？这个时候沙莉也注意到了眼前的叶流云等人。路人。双手抱肩，叶流云简单的说了2个字。别的不说，少女这精致犹如精灵一般的美貌倒是让叶流云有些意外了。当然了，漂亮归漂亮，但叶流云依旧没有任何要出手帮忙的打算。路人。沙莉先是愣神了一会后，随后来不及多想，连忙说道：抱歉，让你们受到牵连了，我们快跑。
莎莉也没想到这里还有其他人，如果让那些人发现了，眼前的这些人肯定也会被带走的吧，当即就想要一起逃走。只不过光弹，砰，一枚光弹划破长空，快速的飞了过来。对方应该是故意的，光弹没有命中少女，只是擦着少女的肩膀飞了过去，估计只是想要吓唬一下少女而已。但是这个掠过少女的光弹却是准确无误的飞向了叶流云的方向，这算什么无妄之灾吗？简单的歪了一下脖子，光弹直接飞了过去。双手抱肩的叶流云顺势看向了光弹飞来的方向，怎么不跑了吗？那些被阿尔杰派出来的手下们也在这个时候赶了过来，语气戏谑的看着此时的莎莉，同时也看到了叶流云等人，还有2个美女啊。作为男人，这些人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尤淑兰和谭芊芊了，至于叶流云完全就被无视了。美女，要不要去我们的庇护所啊？没错，我们的庇护所可是相当的安全啊。哈哈，面对这些揶揄调侃的声音，尤淑兰和谭芊芊都没有说什么，而是看向了身旁的叶流云。白头鹰吗？全部都是外国人的面孔，而且听这语气腔调，除了白头鹰那群盲目自大的人，也没有其他的可能了。别信他们的。此时的莎莉已经短暂恢复了些力气，连忙说道：他们的庇护所就是一个魔窟，绝对不能去。也正是因为发现了阿尔杰庇护所的黑暗，所以莎莉才会想方设法的从里面逃出来。哈哈，被莎莉这么直接的说出来，这几名阿尔杰的手下也没有说什么，反而是肆意的大笑了起来。无所谓，不愿意去也没办法，打断你们的腿，拖着你们回去就可以了。说着，目光明显在尤淑兰和谭芊芊的身上多停留了片刻。这个莎莉是他们老大阿尔杰亲自点名，要完好无损带回去的。但是这2个美人，他们想做点什么就没问题了吧？好，伴随着低吼，火纹师缓缓地走了出来，站在了叶流云的身侧，目光危险地看着眼前的这些人，仿佛是在表达着什么。是和驯兽有关的技能吗？运气真好。看到这一幕，阿尔杰的这些手下都是理所当然的认为叶流云是从宝箱内开出了和驯兽有关的技能书，所以才能做到这一步的。可即便如此，这些人也没有被吓到，不会以为驯服2头畜生就能有什么用了吧？石老，其中一声抬起双手，重重地拍在了雪地之上。轰隆，伴随着几声地面崩裂的声音，一道道石柱快速地从地面中冲出，直至将周围100米内的空间全部都围住了。这要说最惊讶的还得是莎莉啊，有这样的手段，早点用的话，自己压根就跑不掉吧。呵，显然是看出了莎莉的惊讶，几人一声冷笑后，直接说道：不会以为你是真有本事，从庇护所里面跑走吧？不过就是庇护所里面太压抑了，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我们也没办法出来，就当是散散心了。这几个人自始至终就不认为莎莉能够从他们的手底下跑走，纯粹就是感觉太早抓到，也只是待会到庇护所里面，还不如在外面多待一会呢。你们原来自始至终自己都只是待宰的羔羊罢了。想到这里，莎莉的神态都变得有些绝望了，看着身后的叶流云等人，目光带着歉意说道：抱歉，如果不是自己的话，这些人也不会被牵连到吧。作为当事人的叶流云倒是没有什么感触，反而是环视起了周围的石柱牢笼。这种大范围的技能，看效果只能困人啊。牢笼吗？就是不知道这是给他们的牢笼，还是自己给自己设下的牢笼了。双手摊开，无视了眼前的莎莉，反而是带着笑容看向了眼前的这些人。所以还有其他的手段吗？这是在挑衅？莎莉目光错愕，这个男人是疯了吗？刚想要说些什么呢，但显然已经来不及了。阿尔杰的那些手下也是被叶流云这样的态度给激怒到了。你找死！那个释放光弹的人双手抬起，一道比之前更大的光弹正在缓缓凝聚。去死吧，自大的龙国人！显然这是从口音听出了叶流云是龙国人。第102章，这就破防了，废物！砰！光弹的直径差不多已经达到1米左右了，在凝聚好后，快速的向着叶流云冲来。好！火纹师原本想要动手的，但却被叶流云抬起一只手阻止了。能量吸收，单手抬起，光弹在快要打到叶流云的时候，忽然停了下来。这是原本看着自己的光弹要命中叶流云后，对方还是一副自得蔑视的状态，根本不认为眼前只是运气好，得到驯兽技能的家伙能够挡得住自己的攻击。可接下来的情况却让阿尔杰的这些手下们全部都愣住了。
嗡嗡嗡！只见在叶流云的手掌前，无形的能量泛起了一道道波纹。在这特殊的能量波纹之下，骤然停住的光弹体积也在不断的变小，直至完全消失。怎么可能？自己引以为傲的光弹居然被如此轻易的破解了，有些难以接受啊！不错的技能，有了能量吸收技能，在满级之后触发的能量释放能力，叶流云有了将吸收得来的能量储存并释放出去的能力，能感觉到那发光弹的能力还在自己身上的，威力也很不错呀。说起来，你应该没有试过自己被自己的技能命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吧？什么？叶流云这忽如其来的一句话，对方还是一脸的茫然。显然这一时间是没明白过来叶流云这是什么意思啊。下一秒，能量释放，刚刚被叶流云吸收的光弹再度出现，只不过这一次凝聚光弹的是叶流云。砰！光弹划破长空，直接原路返回的飞了回去。怎么可能？这般诡异特殊的情况，对方属实是没有想到啊，眼睛都已经瞪圆了。可这时速度飞快的光弹已经重新飞了回来。轰！看得出这种程度的光弹威力还是很不错的。灰都没有留下来，不错的威力啊！这让看到的叶流云显得有些意外，没想到这光弹的威力意外的不错啊！这怎么可能？你到底做了什么？法克！忽如其来的转变也让剩余的这些二阶的手下立马慌张了起来，不安地看向了叶流云。原本还觉得这叶流云是疯了呢，但现在看来这才不是疯了，这是对着自己的实力有着绝对的自信啊！看着此时的叶流云，沙莉都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言语来表达自己的内心状态了。柳暗花明又一村，流云。这时尤淑兰和谭芊芊也已经来到了叶流云的身边，看样子是准备帮助叶流云一起动手的。不用，正好我想试验一下新技能。摆了摆手，示意尤淑兰和谭芊芊不用出手，在边上看着就是了。原本还在想反伤技能的经验要怎么刷新呢，现在倒好，瞌睡了就有人来送枕头啊！眼前的这些人不就是刷反伤技能经验的最好素材吗？双手背负，叶流云笑眯眯地看着眼前的这些人。那么还有其他的手段吗？显然刚刚的情况让这些人在面对叶流云的时候已经不敢保持之前那样盲目自大的情绪了，一个个在相视一眼后，周围的空气都变得压抑了许多。倒是叶流云还是一副轻松惬意的状态，无他，就是对自身的实力有着绝对的实力。一起上，虽然可以逃跑，但如果不把那个沙粒带回去的话，被二杰知道了，他们还是会死。而想要将沙粒带回去，眼下就必须要解决眼前这个男人了。想到这里，一个个的目光都变得凶狠了起来。也就是没有读心术，不然如果知道这些人内心想法的话，叶流云估计都会大呼冤枉了。自己什么时候说过要保护那个小洋马了？别擅自脑补好吧。气氛愈加的压抑和沉重，最终还是二杰的手下这边最先忍不住了。其中一个人手臂的肌肉骤然绷起，肌肉强化，这是肌肉强化的技能，可以将手臂上的肌肉强化数倍，同时也能够发挥出数倍的力量。快速冲来，迎面打在了叶流云的身上。砰！气浪向着周围吹开，叶流云的身影依旧站在原地，纹丝不动。对方明显是有些愣神了，本来就是试探的一拳，没想到叶流云居然没有躲避，也没有动手，任由自己这一拳打过来。最关键的是，自己的全力一拳怎么好像没什么作用啊？正想要说些什么，但这时，咔嚓！伴随着清脆的声音，肌肉强化的手臂直接断裂了，骨头都从肌肉下爆了出来。啊！剧烈的痛处让这样的壮年大汉直接痛呼了起来。这不可能，自己以前也施展过不少次这样的技能，没见什么时候自己把自己手臂给轰断了的呀。经验值+1，经验值+1。同一时间，叶流云这边也收到了经验值提升的声音，反伤技能的经验值正在快速的提升啊。不错，对于这样的结果，叶流云表现得很是满意。继续动手。看着眼前半跪在地抱着手臂痛呼的白头鹰壮汉，叶流云语气冰冷地说了一句：不然我就宰了你。魔鬼，这才是真正的魔鬼。在此时的壮汉看来，眼前的叶流云才是真正的魔鬼。与其相比，就算是二杰也不算什么了吧。已经完全失去了斗志，身影不断的向后退去，想要逃离。废物，这就心态崩了？承受能力这么差的吗？没好气的说了一句后，
叶流云随手一挥，锋刃附加着切割能力的锋刃一闪而过，速度之快，周围的这些人甚至都没什么感觉，只觉得微风吹过。下一秒，那名壮汉身影一顿，扑通，半个身子就这么摔倒在了雪地上。做完这一切的叶流云，目光不变，微微侧目看向了剩余的那些人。继续，第103章，哪个男人不喜欢这样的女人呢？也不知道是天生冷漠，还是实力增长后自带的心态转变，这看似残暴的一幕，却没有让叶流云的内心出现丝毫的波动。或许我天生就是这样冷血的人吧，内心有些自嘲。不过早在第一次见血的时候，对于这样的事情，叶流云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这已经是全新的世界了，实力至上，强者生而弱者死。叶流云不想死，也不想做弱者，所以眼下的事情都是注定会经历的。魔鬼，撒旦，你就是撒旦，快跑！残酷的一幕已经让阿尔杰的那些个手下被吓破胆了。即便回去之后大概率会被阿尔杰责罚，说不定会死，但眼下的这些人也已经顾不上这些了，满脑子的想法都是逃离这里。在这些人的眼中，此时的叶流云已经被打上了恶魔的标签。这特么能是正常人类吗？想跑？开玩笑，好不容易得来的这么好的经验包，怎么可能让你们就这么跑了？脚步一瞬，直接消失在了原地。技能升级，反伤 LV1， 反伤 LV2， 力量+1，速度+1，体质+1，精神+1，一级提升到2级，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基本上挨几下就能够升级了。又是可以同时提升4维属性的技能啊，很不错。而且叶流云尝试过了，反伤技能的反伤效果很不错，这样的技能估计在达到满级之后触发出来的技能也会很不错吧。看着想四面八方跳槽的人，叶流云咧嘴一笑，有点脑子，还知道分散开来跑，没有一起向着一个方向逃窜，这说明这些人还是有些聪明的。可惜了，还不够。或者叶流云在跑了2步后，周身忽然卷起了一层清风，风龙直接变成了一条由风组成的龙，向着那些逃窜的人飞去。如此巨大的实力差距面前，想要逃跑都是一种天方夜谭，只能说天道好轮回啊。这些人在戏谑随意追踪沙莉的时候，估计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也会有被追杀的一天吧。同样是逃也逃不掉的结局。这一幕已经把沙莉给看傻了，这个男人强的有些过分了吧？不用担心，流云的实力很强。这时看着沙莉这精致犹如精灵般的小孔，尤淑兰不知道想到了什么，缓步走了过来。你好，我叫尤淑兰。我叫谭芊芊。一旁的谭芊芊也是跟着自我介绍了一下。你们好，我叫沙莉。反应过来的沙莉连忙对着尤淑兰等人打招呼，可没有忘记这2个女人就是刚刚那个男人的同伴。那个人是叫流云吗？看得出对于叶流云，沙莉还是很好奇啊。只能说人类的骨子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慕强的因素在里面，要不怎么说强者的身边永远不会缺乏追随者呢？这就是原因。他叫叶流云，是我们的男人。你们的？沙莉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呢，看了看尤淑兰，又看了看谭芊芊，好吧，是自己年轻了。不过看尤淑兰和谭芊芊的样子，明显是心甘情愿的。沙莉还是感觉轻松了许多。那个沙莉原本是想说我可以加入你们庇护所吗？又不傻，虽然看起来年轻，但沙莉还是有点脑子的，内心清楚独自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危险的世界里面生存显然是不可能的，只能够依附于强者。而现在那个值得被依附的强者出现了，有什么话还是等流云回来再说吧。不等沙莉说完，尤淑兰便先一步摆了摆手，直接打断了。毕竟沙莉内心的那点想法，尤淑兰还是能够看明白的。好吧。尤淑兰这雷厉风行的飒爽气质，也让沙莉不由得点了点头，不敢多言，只能耐心的等待着。淑兰姐，你是想到了什么吗？这时谭芊芊也凑到了尤淑兰的身边，小声的说了一句。虽然看起来傻白太难，但谭芊芊也能意识到尤淑兰和沙莉说这些话肯定是有什么寓意的，只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罢了。你不觉得凭我们2个人还是没有办法满足流云吗？尤淑兰同样轻声回了一句，倒是没有隐瞒什么。所以你打的主意原来是这个啊，倒是没有反驳。就叶流云那种仿佛没有尽头的体力，谭芊芊也希望自己能够多坚持一会，但根本没办法呀。
怪不得刘云那么喜欢舒兰姐你了。谭芊芊忍不住说了一句，这么为自己的男人考虑，估计天底下没有几个男人是不希望自己有这么一个女人的吧。刘云也很喜欢你。看到谭芊芊这样，尤淑兰同样是笑着说了一句，示意谭芊芊不要有什么心理障碍。到底是有点神经大条了。点了点头，很快就把这件事情抛之脑后了。由于交谈的声音很轻，莎莉这边也听不到这是在聊什么，虽然好奇，但也不敢多问，只能是老老实实的待在原地。放过我，不然阿尔杰老大是不会放过你的。出于对死亡的畏惧，还想用自己老大阿尔杰的名头吓唬一下叶流云，让叶流云投鼠忌器呢。可惜锋刃刷，再度一分两半。这么一会的功夫，叶流云已经成功将反伤的技能刷到3级了。距离4级虽然不远，但还是要花费一段时间了。这些个阿尔杰的手下此时已经只剩下最后一个活着的了。不过这个剩下来的人虽然活着，但明显是被吓傻了，看向叶流云的目光中充满了惊恐。见叶流云看过来，连忙就开始倒退了。不要，就这架势，怕是骨子里面都被刻下了对叶流云的畏惧，根本不敢有丝毫继续动手的打算了。放过我，求求你放过我。所以说，不管是白头鹰也好，泡菜或者樱花也好，在死亡面前该怂还是会怂的。第104章，邻居囤粮我囤枪，邻居就是我粮仓。刚刚叫嚣的有多肆意，现在就有多么的狼狈啊。放心，看着这个仅剩的明显被吓破胆的人，叶流云很是随意的摆了摆手，你是不会死的。显然叶流云并不准备直接宰了这个人，毕竟如果你死了，就没人帮我给那个阿尔杰带一句话了。不用死了，真的可以吗？也不在乎叶流云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才留自己一命的。眼下的这人只是目光希冀的看向了叶流云，希望不是自己听错了。当然了，虽然不会杀你，但如果你死在了这场大雪中，就只能说明你运气不好了。有些疑惑和茫然，好好的，自己为什么会死在这场大雪之中呢？以自己的实力，就算不是叶流云的对手，但只是想要在这种极寒天气生存，还是没有问题的吧。但下一刻，这样的激活就有了答案。斩！随手一挥，锋刃闪过，壮汉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由于速度太快，甚至这一时间都没有感觉到什么疼痛，只觉得眼前一花，随后自己的2条腿不对，应该是3条，全部都被斩断了。等反应过来之后，除了痛苦的大喊之外，就做不了其他了。如果你爬不回去，那就只能说明你运气不好。运气不好的人一般都活不久。当然，如果你运气好，能够爬回去的话，就帮我给阿尔杰带一句话，我叫叶流云，编号0033，让他不用太着急，我们迟早会有见面的一天，到时候他会死得很干脆。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眼下倒是也可以利用这个人直接找过去，但是没什么必要。有句话说得好，邻居囤粮我囤枪，邻居就是我粮仓。等这个阿尔杰再发展，到时候一举拿下，得到的好东西不就更多了吗？只不过可能是太疼了吧，毕竟相当于半个身子都没了，还在痛苦的大喊呢，也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叶流云的话。看到这，叶流云一手抬起，轰！炙热的火焰在叶流云的手掌上燃烧了起来。你能活着的最大意义就是把我的话带回去，如果你做不到，那还是现在就去死吧。果然还是这句话最有用啊。虽然还是已经疼得满头大汗了，但还是安静了下来，对着叶流云点了点头。放心，我一定会把您的话带回去的。看起来即便失去了下半边的身子，但还是想要活着的呀。只能说人类的求生意志有些时候是真的很顽强呢。那就好。看到这，叶流云满意的点了点头，同时也散去了手掌上燃烧的火焰，转过身子直接回去了。至于这个人到底能够爬回去，又或者是运气不好死在了大雪之中，对于叶流云而言都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情罢了，根本不值得在意。流云看到叶流云回来后，尤淑兰和谭芊芊也是立马走了过来。没事吧？目光有些担心。当然没事，一脸随意的沈笑了起来，只是一条杂鱼罢了。这随意的语气，尤淑兰和谭芊芊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倒是莎莉有些沉默了。就是这样的杂鱼，自己的命差点都要没了，所以这就是实力差距吗？那个，你好，我叫莎莉。不过犹豫了片刻后，莎莉还是鼓起勇气来到了叶流云的面前。你还没走吗？只不过叶流云这直截了当的问题，让莎莉原本组织好的语言
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走？去哪？自己还有什么地方能去吗？该走了。只不过叶流云可不在乎这个沙莉的想法如何，只是对着尤舒兰和谭芊芊说了一句，便直接准备离开了。实际上叶流云打从一开始也没想过要救这个沙莉，只能说那些二姐的手下有点太呆了，非要招惹自己做什么呢？跟上叶流云脚步的谭芊芊忍不住看向了一旁的尤舒兰，还以为尤舒兰会说些什么呢？毕竟尤舒兰的目的不是让那个沙莉成为叶流云的人吗？但是对于谭芊芊疑惑的目光，尤舒兰没有说什么，只是简单的笑了笑，自己是有那样的想法，可一切都是基于叶流云有没有这个心思。还是那句话，叶流云想做什么，尤舒兰都会帮忙。可如果叶流云不想，尤舒兰自然也不会那么做。等一下，最终从愣神中恢复过来的沙莉看着身影快要消失在大雪中的叶流云等人，还是连忙追了上来。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啊！毕竟对于自身的颜值，沙莉还是有一些自信的。原本以为有着这件事情，这个叶流云多多少少也会对自己有一些想法吧。可现实的情况，属实是让沙莉有点措手不及了。这么干脆的吗？欲擒故纵？肯定不是了。毕竟如果不是自己追上去，这人都快走远了吧。等一下，好在沙莉的速度还是不慢的，没一会的功夫就追上了叶流云，拦在了叶流云等人的面前。有事？面对叶流云这么简洁明了的询问，沙莉没由来的有些卑微，好像在这样一个强大的男人面前，自己的那点容貌优势根本就不算什么吧。我犹豫了一会后，沙莉还是说了出来，我想加入你的庇护所。即便没有了二姐手下的追杀，但自己一个人连庇护所都没有，想要在这种冰天雪地的情况下生存，显然是不可能的。沙莉并不想就这样死了。我有用的。见叶流云没什么反应，沙莉连忙就想说明自己的能力。我不是什么花瓶，我之前找到过一个技能书，名为治疗。这个沙莉也是得到过技能书的，只不过并不是战斗方面的技能，而是治疗。第105章，这就有点自取其辱了。你们看，说的沙莉就想要展现一下了。随后沙莉的双手上便散发出了一阵翠绿色的光辉。之前因为逃跑的原因，沙莉的身上大大小小的还是有着不少的伤势，只是都不知名。之前没有时间治疗，眼下总算是有机会了。只见沙莉将散发着光芒的手掌放在了一处有伤痕的地方，下一秒，伴随着翠绿色的光芒闪耀，原本的伤势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的恢复着。速度算不上有多快，但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治疗能力。莫一会的功夫，原本的伤势就不见了。你们看，我还是很有用的。目光希冀的看了过来，叶流云没有说话，尤舒兰和谭芊芊多少也是有些沉默了。这个治疗能力倒不是不好，只是有点不好评价。看得出，对于自己的治疗能力，沙莉还是有些自信的。毕竟，这么一个危险的未知世界，谁能保证自己一直不受伤呢？有这么一个可以治疗的奶妈在，肯定是很有用的。二杰之所以派遣手下，一定要把沙莉抓回去，除了因为沙莉本身的容貌之外，也有一部分只因为沙莉这治疗的技能。叶流云没有说话，迎着沙莉的目光，在沉默了片刻后，忽然呼唤了一声：“阿花！”依依。下一秒，几声鸣叫之后，花木神鹿缓缓地走了过来。沙莉有些疑惑，不明白叶流云怎么这个时候叫来自己驯服的宠物。叶流云也没有解释，只是眼神示意了花木神鹿一眼。依依，明白。有着心灵相通的能力，花木神鹿立马明白了叶流云的意思，点了点头，随后看向了沙莉的位置。你好。虽然还有些不明情况，但是在注意到花木神鹿的目光后，沙莉还是抬起手想要打一下招呼。花木神鹿只是奇怪的看了一眼面前的沙莉，没有回答。下一秒，花木神鹿的身上散发出了同样的能量光辉，并且向着沙莉的身上飘去。这是有些不明情况，忍不住后退了半步，但想到眼前的叶流云实力如此强大，根本没必要用这样的方式害自己，沙莉还是停下了脚步。很快，沙莉的疑惑也算是有了答案。只见伴随着花木神鹿的治疗能力笼罩，沙莉身上的那些伤势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挥舞着。这一刻，沙莉也算是明白，为什么当自己说出自己会治疗能力的时候，叶流云表现得很平淡，就连尤舒兰和谭芊芊那边也都是一副欲言又止的眼神了。不管是治疗的速度还是范围，花木神鹿的治疗速度也要比沙莉的治疗技能快上很多。莫一会，
这身上的所有伤势全部都恢复了。花木神鹿也收回了自己的治疗能力。叶流云总算是出言说话了：“这是花木神鹿，你可以鉴定一下。鉴定术是每个人都有的能力，沙粒自然也有。”果然，在鉴定过，花木神鹿不仅有治疗能力，还有控制树木的能力后，沙粒沉默了。果然，我才是废物，也算是知道什么对自己的治疗技能，叶流云表现得这么不在意了。有这么一位顶级奶妈在，相比较而言，自己这样的治疗技能反而不算什么了吧？不过沙粒可不打算就这么放弃，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附的强者，而且就眼下这样的情况，正要让自己就这样离开，说不定不是死在这大雪纷飞的严寒天气之下，就是死在那个怪物的手下，根本活不了。我还有其他作用，我可以扫地、洗碗、擦地、做饭，什么都可以做的。这要是穿越前，就沙粒这宛如精灵一般的精致容颜，放到网络上绝对是众星捧月般的存在了吧？可惜这个世界很危险，危险到漂亮的脸蛋对于女孩子来说反而可能成为致命的特点。求求你了！说到最后，已经是目光乞求地看向了叶流云。迎着沙粒这样的目光，叶流云沉默了片刻。跟上。叶流云倒不觉得自己是什么喜欢大发善心的人，不过送上门的要了也就要了。如果这个沙粒学不会听话的话，叶流云不介意以后再丢掉。谢谢，谢谢你。听到叶流云这么说，沙粒总算是安心了下来，绝美的脸上也不由得多出了一份笑容。二杰这边原本还在等待着自己派遣出去的那些人将沙粒带回来呢，特殊的治疗能力，还有那绝美的容颜，二杰到现在都还念念不忘呢。只不过莫等回来自己的手下将沙粒带回来，反而通过窗户看着庇护所外面一道仿佛受伤的身影正在缓慢地爬过来。把门打开。实力不错的二杰显然已经发现了这人就是自己派遣出去的手下之一，可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副样子？皱着眉头对着身边的手下吩咐了一句：“是，二杰大人。”看得出在二杰的这个庇护所里面，所有的人都是以二杰为尊，而且都很惧怕二杰，表现得极度畏惧，生怕自己会有一个没做好的地方招惹到二杰。大门打开后，失去下半身艰难爬行的人还是回到了二杰的庇护所里面。只能说这个人的运气是真不错啊，失去下半个身子居然还能够一点一点的爬回来。人类求生的意志有时候就是这么的不可思议。你们遇到了什么？没有询问沙粒去哪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明显是没带回来。不过自己派遣出去的几个手下实力还是不错的，都从宝箱里面得到了特殊的技能书，即便面对一些强大的怪物，打不过也应该跑得了。现在这样的情况明显不对劲啊！魔鬼，我们遇到了魔鬼。第106章龙。有人看到了龙。撒旦，他就是地狱里面的恶魔撒旦。虽然是活着回来了，但是这精神状态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没恢复的。面对二杰的询问，直接就惊呼了起来，神情畏惧，蜷缩着身子，对叶流云的畏惧仿佛是刻在了骨子里面一样。撒旦，二杰可不相信会有这种玩意出现，应该是遇到了什么不可力敌的存在，被吓破胆了吧？废物！很显然，对于自身的实力，二杰还是很有自信的。就算是地狱里面的撒旦真正出现了，二杰也有信心能够和对方好好打一架。快说，你到底遇到了什么？被二杰这么一呵斥，对方的精神状态多多少少还是恢复了一些，小心翼翼地说道：“他说他叫叶流云，编号0033，0033，这个编号二杰怎么可能忘记？这不就是那个第一个将庇护所升级到6级的家伙吗？居然被自己的手下给遇到了。他的实力如何？虽然自信，但二杰还是有点脑子，没有说什么直接去找叶流云的麻烦，而是先询问一下对方的具体实力如何。魔鬼，他就是魔鬼啊！被这么一说，再度想到叶流云实力的手下直接就惊慌了起来，目光中除了畏惧之外就没有其他的情绪了。他还说让二杰老大你等喝，他会来找你的。找我？好啊，我还没去找你呢，结果你现在反倒要找我是吧？来就来，谁怕谁啊？恶魔，他是真正的恶魔啊！本来因为听到了叶流云的消息，二杰现在就很烦躁，听着手下惊呼的言语，二杰是更加的暴躁了。废物！一抬手，光束闪过，本就失去了下半身的手下直接被轰的连渣都不剩了。庇护所里面的其他人在看到这一幕后都不由得后退了一步，噤若寒蝉。
不敢发出一丝一毫的声音。好大啊！叶流云这边沙莉的惊呼声传来。当然了，并不是因为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而是因为在看到叶流云这6级庇护所之后，一个没忍住，直接就惊呼了起来。自己是见过2阶庇护所的，但相比较而言，叶流云的庇护所还要大上许多了。6级庇护所自然就这么大了。叶流云没有说什么，倒是一旁的尤淑兰笑着解释了一句：“6级，6级庇护所。”沙莉先是一愣，随后惊讶地看向了叶流云：“难不成你就是那个编号0033，第一个将庇护所提升到6级的人？有什么问题吗？”耸了耸肩，叶流云倒是不介意，这样的事情有什么好特别的？死！沙莉倒吸起了冷气，妈耶，自己居然无意间投靠到了目前安全感最强的庇护所。在沙莉看来，庇护所等级越高，但实力肯定也会最强。眼下将庇护所提升到6级的就只有叶流云一个，那叶流云肯定就是目前最强的人了。起码在沙莉看来，事实就是这样的。走吧。即便不怕冷，但叶流云也不打算一直站在庇护所外面聊天。简单的说了一句后，便带头向着庇护所里面走去。哇哇哇！之后的时间基本上就只剩下沙莉这惊呼的声音了。只能说，哪怕是在穿越前，沙莉也没有住过这么豪华的房子，感觉什么都有。天可怜见，在黑夜世界的时候，沙莉自己建筑的庇护所连卫生间都没有。相比较而言，只觉得自己之前都好像生活在难民营里面一样。流云，我和芊芊先带着沙莉去洗个澡。尤淑兰笑着和叶流云说了一句：“好。”对此，叶流云也没说什么，顺势在客厅的沙发上面坐了下来，将自己的生存守则拿了出来。偶尔空余的时间，叶流云也会看一看世界聊天，这也有利于叶流云更加了解这个区域里面所有人类的情况。除了大部分没营养的话题之外，倒是让叶流云发现了一些特殊的事情。编号0067，卧槽，你们看到龙了吗？编号3039，龙，真的假的呀？编号0067，当然是真的，好大的翅膀呢。编号4863，翅膀，西方龙啊，那最多算是蜥蜴吧。编号8890，法克，放屁的蜥蜴，我们西方龙才是最强的。编号6322，去你们的，我们龙国的神龙才是最强的。很快，世界聊天里面，就西方龙和龙国的神龙到底谁更强的问题，直接就爆发起了一阵争吵。看着加持，不持续个一段时间，这个争吵估计是停不下来了。龙，看着世界聊天里面的叶流云，叶流云微微皱起了眉头。这个世界居然还有龙这种生物存在。要知道，不管是那外形好像长了翅膀的蜥蜴一样的西方龙，还是来自于龙国神话中的神龙，实力都是无比强大的存在。人类在这种传奇生物面前，脆弱的好似蝼蚁一般，没有在乎世界聊天里面这种没意义的争吵。叶流云在思索龙的事情，如果能够收服的话，说起来，自己确实是缺少飞行的宠物啊。火纹狮和花木神鹿的实力虽然那不错，但如果能够收服一头会飞的龙，这带出去溜溜，到时候都很拉风啊。就是不知道龙这种生物现在的距离位置在什么地方了。与此同时，2楼的卫生间里面，原本看着这豪华的浴室，甚至还有浴缸，沙莉激动的都快要哭出来了。天知道自己到底是有多长时间没有正儿八经洗过澡了，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要馊了。太谢谢你们了。换下衣服的同时，感动的对着身后的尤淑兰和谭芊芊道谢。先别急着道谢。面对这样的沙莉，尤淑兰面带微笑的摆了摆手。我想你也不是什么孩子，有些事情你应该有过心理准备吧。第107章，新车果然需要多磨合。什么事情？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刚刚还很和善的尤淑兰气质明显转变了许多。沙莉显得有些害怕了。不用害怕什么，尤淑兰只是笑着摆了摆手。这种事情没什么好隐瞒的，正大光明的就说了出来。由于那种事情的需求量蛮大的，我们两个不是对手，而你又正好长得不错，我这么说已经足够明白了吧？如果沙莉这要是不懂的话，那就真的傻了。可是我倒不是不愿意，英雄救美这样的故事虽然俗套了一些，但确实很有用。只是这才第1天吧，总要给自己一个心理准备。放心，你有一个洗澡的时间，慢慢考虑，不同意也没关系的。真的没关系？沙莉小心翼翼地询问了一句。当然没关系。尤淑兰笑着摆了摆手，表示自己也不是什么喜欢强求别人的人。大门就在那里，你随时都可以走，我们不会强求你留在这里的。也就是说，如果自己不同意，那就走呗。如果你同意，等会洗完澡
就去刘云的房间吧。好吧。尤淑兰的一连串的话，让莎莉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只能低声点了点头。我就不打扰你洗澡了。说着，尤淑兰便准备关门了。只不过，对了，你好像还没同意和刘云签订契约吧？在莎莉刚进入这个庇护所的一瞬间，叶流云和莎莉的生存守则上面就出现了是否签订契约的提醒，和当初的尤淑兰还有谭芊芊一样。我等会就签。老实说，莎莉现在是有点怕尤淑兰了。那就好。说完，尤淑兰关上了门。这个时候，边上一直保持安静的谭芊芊总算是有勇气说话了。淑兰姐，刚刚你好凶啊！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说实话，刚刚尤淑兰的状态，谭芊芊也是第一次看到，完全有别于以往的强势啊。很凶吗？听到谭芊芊这么说，尤淑兰也是一脸的意外。难道自己刚刚的样子真的很凶吗？凶，可凶了，我都被吓到了。谭芊芊肯定的点了点头。凶就凶吧。尤淑兰这边倒是没觉得什么，反而是不在意的摆了摆手，只要是为了刘云，我变成什么样都行。说到这，尤淑兰的嘴角再度多出了一份笑容。看着这样的尤淑兰，谭芊芊有些沉默了。好家伙，自己的淑兰姐还有病娇的特点吗？刘云，叶流云这边还在思索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有效的寻找到龙的痕迹呢。但这时，从楼上走下来的尤淑兰笑着呼唤了一声。怎么了？顺势收回了那些思绪，好奇地看了过来。反正龙这种会飞的生物，想要找到，短时间内估计也不可能。这种事情不是着急就有用的。你先回房间，我给你准备了惊喜。惊喜？什么惊喜？既然是惊喜，那可不能说哦。那我就好好期待了。听着尤淑兰说给自己准备了惊喜，叶流云笑着说了一句。说实话，相比较谭芊芊，叶流云确实是会偏爱尤淑兰一点。无他，纯粹就是因为尤淑兰坚韧、顽强、会拼命。曾经很多次，明知道自己不敌，但还是坚定地站在了自己的面前。这是真的愿意为了叶流云而死的女人。叶流云又怎么可能不偏爱呢？倒不是说谭芊芊不行，纯粹就是尤淑兰这种聪慧与英勇并存的，更让叶流云喜欢。房间内，只是等了一会，很快房门就被打开了。循声看去，是指披着一身浴巾的莎莉。有些意外，但仔细想想，好像也在情理之中。是淑兰让你来的？也是我自己愿意的。看来其中还是离不开尤淑兰的帮助。我平时表现的也不像是什么好色的人吧？所以说自己在尤淑兰那边的印象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虽说是喜欢美人，好看的事物有几个是不喜欢的人，但自己平时也没有表现出来吧？更多的也都是对实力的渴望。莎莉变得有些不安了。虽说在过来的时候内心有些发怂，但看叶流云这样的意思，是要拒绝自己吗？这就让莎莉是更加的担心了。我以前都没有男朋友的，也就是说还是原装的吗？叶流云收回了思绪，看着眼前的莎莉。不得不说，本就精致的容貌，再搭配上这清水出芙蓉的状态，确实是有些美不胜收了。过来，招了招手，示意其来到自己的身边。只是有些感慨，叶流云可没有说这送上门的自己不要啊。拿下，拿下！果然是新车呀。刚开始上路，多多少少的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磨合的，要不然就会像现在这样，没开多久呢，直接就熄火了。不行了，真的不行了。原来有想过叶流云这方面的实力很厉害，但莎莉属实是没想到，这根本就不是厉不厉害的问题的，这根本就不停啊，属实是扛不住了。刚摆了摆手呢，下一秒直接疲惫的就睡着了，有点不尽兴。不过对于新车，叶流云还是会爱护一下的，拿过一旁的被子盖在莎莉的身上，等以后多磨合磨合，相信就会好了吧。离开房间后，叶流云一脸的轻松之意。刚来到客厅，就发现尤淑兰没有去睡觉，而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世界聊天里面的内容。感觉怎么样？听到动静后，尤淑兰合上的生存守则，笑着看了过来。还不错，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顺势来到了沙发上坐下，简单的说了一句，毕竟是新车，还需要磨合一段时间。没有尽兴吗？虽然叶流云没说，但看这状态，尤淑兰还是看出了一点大概，顺势依靠了过来。我来帮你吧。第108章，好家伙，这么一个传统是吧？全反伤，没必要委屈了自己。看着近在眼前的尤淑兰，叶流云轻声说了一句。已经将头发盘起，跪在叶流云面前的尤淑兰，只是微微摇了摇头，顺势低头。我是一个很传统的女人。传统？现在这样
也算是传统吗？对啊，顺势看了过来。面对叶流云的好奇，尤淑兰笑着说道：“所以正妻的位置必须是我的。”好家伙，原来是这个传统啊！不介意有妾室吧？当然。叶流云也笑了。莎莉的出现，并没有给庇护所带来什么很大的变化。当然了，尤淑兰和谭芊芊那边确实是轻松了不少，毕竟能多一个人分担了呀。熟练度+1，熟练度+1。这段时间，叶流云也在刷着反伤技能的经验。相比较其他的技能，这个刷经验的方式要麻烦一点，所以速度才会慢一点。好在，连着几天的时间，累计的经验值总算是差不多了。技能升级，反伤 LV4， 反伤 LV Max， 力量+1，速度+1，体质+1，精神+1，总算满级了呀！叶流云只感觉全身的状态都变得轻松了许多。同时，在叶流云的眼前，还有一头看起来无比虚弱的巨熊，这正是叶流云刚刚找的陪练对象。如果不是这头巨熊，叶流云的反伤技能也没办法直接升级。从开始到现在，叶流云都没有动手，全凭反伤的技能。换算下来，是这头巨熊自己把自己给打废了呀！废物，这就不行了，果然废物，白长这么大高个子了。吼吼！虚弱的巨熊目光显得十分恐惧，眼前这个怪物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啊？自己打了半天，屁作用没有不说，反倒是自己这边一副快死了的样子。风刃，目光淡漠，叶流云随手一挥，一道风刃吹过，巨熊瞬间没了脑袋。分解，虽然没什么特殊的东西，但蚊子再小也是肉，不缺归不缺，但还是收集了。熟练度系统，宿主叶流云，力量86，普通人平均值为10，速度77，体质89，精神78，技能挥砍 LV Max， 锻炼 LV Max， 挨饿 LV Max， 射箭 LV Max， 熬夜 LV Max， 各种技能若干。滑冰 LV Max， 碎冰 LV Max， 追踪 LV Max， 能量爆发 LV Max， 能量吸收 LV Max， 腐蚀 LV Max， 控风 LV Max， 反伤 LV Max， 能力暴击，野兽感知，光合作用，鹰眼，不眠者，火免，标记，超恢复，格挡，肌肉控制，快速生长，重击，生物亲和，各种能力若干。爆发，破甲，无重力行走，气味锁定，能量立场，能量释放，腐蚀免疫，切割，全反伤。所有的技能全部都达到了满级的状态。同时能力一栏也多出了一个新的能力，全反伤。这就是反伤技能触发的能力啊！全反伤可以100%的将所受到的攻击完全反伤给对手。之前的反伤技能只是能够将受到的一部分伤害反击回去，但这个全反伤确实100%的全部反击回去。不错，远距离的攻击自己有能量吸收和释放，近距离的攻击自己有全反伤。可以说，眼下的自己已经是最完美的6边形战士了。要是能有机会获得精神内的技能就好了。说起来，自己的精神属性虽然超越了正常成年人的数倍，但作用在精神方面的技能和能力，自己好像并不会什么。如果有机会能够找到精神方面的技能书，然后学习，估计能让自己有不小的提升吧。到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完美呢。先回去吧。反伤技能达到了满级，叶流云心情状态还是很不错的。算算时间，也差不多该回去了。叶流云停止寻找，身影化作清风，直接消失在了原地。想要找到合龙有关的消息，还是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啊。很快，还在天上飞行的叶流云就看到了自己的庇护所位置，顺势落了下来，同时也在思索的合龙有关的消息。这段时间刷技能经验的同时，叶流云也在留意合龙有关的消息。如果能收服这样一个宠物，那无疑是很好的。可惜了，半点迹象都没有找到。一度怀疑世界聊天里面的人是不是看花眼了，把什么大型的鸟看成了龙。算了，慢慢找就是了，也不需要着急。落地之后，叶流云直接回到了庇护所。流云，此时的尤淑兰他们已经回到了庇护所里面，见叶流云回来后，同时站了起来。虽然强者都是独行，绵羊才会成群，但能有个人聊聊天还是很不错的。
尤其还是这种赏心悦目的媒人。我今天找到了一个技能书。莎莉开心地来到了叶流云的面前，顺势将自己找到的技能书拿到了叶流云的眼前。鉴定物品技能书快速生长，效果学习之后可以获得快速生长的技能，可以控制植物怪物的生长发育。怎么说呢，不算是有多强势的技能吧，还算不错，倒也没有直接否决。既然是你找到的，那就拿去学习吧，倒是没有要过来。流云，你不想学吗？这个技能多练练的话，应该能控制树木吧？垃圾网游玩多了吧？虽然都说没有弱小的技能，只有弱小的玩家，再弱小的技能，只要多锻炼的话，都能增长起来的。但这种话，最多也就是安慰那些运气不好的人罢了。难不成你一个跳斩之类的技能，能够和召唤陨石这样的技能相提并论？让你多练个几年，也达不到那样的成就。垃圾技能就是垃圾技能，留着都碍事。不用了。更何况，之前刷种植技能的时候，自己本来就触发过一个名为快速生长的能力，重叠了呀。第109章，这就是人的劣根。好吧，莎莉也不傻，自然能看得出来，叶流云并不在意自己这个技能。果然，自己还是太没用了，不必失望。看到莎莉这样，叶流云倒是不在意的摆了摆手，慢慢来，该找到总归是会找到的。找技能书这种事情，本来就是看缘分的，不一定就会找到什么技能呢。莎莉的心态很快就恢复了过来，立马就是认真的点了点头，将手中的技能书选择了学习。不知道为什么，看着眼前的莎莉，叶流云总有种在看花木神鹿的既视感。花木神鹿的治疗和控制树木，莎莉的治疗技能和沿线这控制植物快速生长的技能，这不就是一个弱化版的花木神鹿吗？对了，你们刚刚在聊什么？自己刚回来的时候，莎莉和尤舒兰他们应该是坐在沙发上面聊天吧？是莎莉在说一些关于阿尔杰庇护所的事情。尤舒兰笑着解释了一句，之前的莎莉毕竟是在阿尔杰庇护所生存过一段时间的。阿尔杰？好家伙，不提自己都快忘了。只能说，对于不重要的角色，叶流云的记忆力终究是有限的呀。记起来了，好像是已经被自己预定了的粮仓。他的庇护所怎么了吗？其他的看不出来，不过阿尔杰的那些手下好像都很害怕阿尔杰，那家伙根本不像世界聊天上面表现的那么和善。这个时候，已经学习完技能的莎莉回答了叶流云的问题。他的庇护所根本就是一个魔窟。有点兴致了，好奇的看了过去。以前倒是没在意过这样的事情，现在倒是可以像听故事一样听一听。是这样啊。见叶流云好奇，莎莉倒也没有隐瞒，反而是兴致勃勃的说了起来。这样啊。听完之后，叶流云也是一脸的意外，属实是有些出乎意料了。从莎莉的描述中可以看得出，这个阿尔杰是一个严重言不对行的人，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在世界聊天上面，虽然是一副关心大家的样子，招揽大家在自己的庇护所，可对于那些来到自己庇护所的人，阿尔杰都会用武力迫使别人签订契约，然后黑暗就降临了。男的全部都被阿尔杰训练成了奴役，任劳任怨，什么脏活累活都做，偶尔还要满足一下阿尔杰那些恶心人的爱好。至于女的，难看一点还好，但凡好看一点，下场都不用想了。最关键的是，阿尔杰下手很重啊，仿佛就是喜欢这样的调调，直接因此而死的，莎莉都看到了不少。至于莎莉为什么没事，只能说莎莉还是比较聪明的，知道自己比较好看，估计用一些黄泥、黑土把自己弄得臭臭的，全身也是臭臭的，看的就让人反胃。因为是最先前往阿尔杰庇护所的那批人，所以莎莉聪明的聪慧摸鱼，成功躲过了阿尔杰的签订契约要求。只能说，当时的莎莉有点不起眼吧。对于这样又脏又臭、长相奇特的奇形种，阿尔杰估计也不想脏了自己的生存守则。原本莎莉准备一直浑水摸鱼下去，毕竟不管怎么样，在阿尔杰的庇护所里面做一个不起眼的角色胜在安全啊，不用担心在外面会被野兽给吃了。只是有一次，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那么对我。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莎莉的情绪明显波动有点大了。无意间看到了一个被阿尔杰折磨摧残的女人，那状态仿佛下一秒就没气了，实在是不忍心。出于好心，莎莉施展了因为运气好偷偷找到并且自己学习的治疗技能。原本以为自己救了对方，对方不会感激自己，起码也不会陷害自己吧。可事实却是，那个被自己治疗好的女人转脸就把莎莉会治疗技能的事情告诉给了阿尔杰，结果就简单了。惊慌逃跑的情况下，莎莉脸上的黄泥黑土散去了不少，
这也让阿尔杰明白，一直被自己当成奇形种的存在，居然是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而且还会治疗技能，当即就派人去追捕逃跑的莎莉。至于为什么不自己亲自动手，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高傲啊，根本不认为这么一个战斗力一般的女人值得自己亲自出手，派遣手下人去追捕就已经很不错了。再然后就是逃跑的时候遇到叶流云了，一切顺理成章。早知道我就不救她了。现在想到那个陷害自己的女人，莎莉还有些愤愤不平。明明是我救了你，结果你转脸就害我，太过分了吧？人心并非都是善的。对于莎莉所描述的事情，叶流云倒是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世界就是这样，总有那么一些人是见不得别人好的，自己过得差，所以也希望别人过得差，甚至是比还差。或者说，这就是人的劣根吧。不过这么说起来，这个阿尔杰还是有些能力的，在世界聊天上面伪装，然后又用手段强制让那些人听从自己的命令。没几分本事的话，可是很容易翻车的。当然了，这样的事情叶流云只是想了想，并没有太深究什么。反正梁子已经结下来了，等着有一天将其收割，掠夺其所有的物资，这就行了。相比较而言，阿尔杰这边这些天就过得有些不安稳了。法克，法克，法克！因为叶流云的原因，阿尔杰失去了好几个有能力的手下。原本一些探索的事情都可以交给手下去做，但现在在人员没有得到补充之前，阿尔杰也不得不亲自出门探索。对于这些，阿尔杰还是能够忍受的。可是，一想到有一个实力强大的人已经和自己有了结怨，这就让阿尔杰的内心总会有种不安的感觉，仿佛是感觉那个叶流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找上自己了一样。第110章，满脑子只有肌肉的莽夫。阿尔杰不是什么坐以待毙的人，但也不是什么没脑子只会无脑莽的人。如果对方只是什么不重要的小角色，招惹到了自己，阿尔杰估计当天就会找上门把对方给灭了。可这次的人可是第一个将庇护所提升到6级的存在，而且看最后回来的那个手下能够被吓成那副样子，显然对方的实力一定是相当恐怖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阿尔杰不傻，就不可能傻乎乎的莽上去找叶流云了解恩怨。砰！刚探索结束，满身风雪从外面回来的阿尔杰一脚就踹开了庇护所的大门。又是丁点收获都没有的一天。法克！那种不安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流逝仿佛越来越重了。内心暴躁的阿尔杰没忍住，直接怒骂了一声。周围的其余手下们都是一副噤若寒蝉的状态，默默地低下头，不怕打扰，生怕会被牵连到阿尔杰的怒火之中。快去准备吃的，没看到我刚回来吗？这安静的气氛反而让阿尔杰更加恼火了，直接大声呵斥了一句：是是是，阿尔杰老大。负责准备餐食的手下连连的点了点头，麻溜的行动了起来。法克，该死的龙国人！眼下的阿尔杰倒是已经知道叶流云是龙国人了，除此之外了解的就不多了。或许我可以找其他人试试。就在这时，阿尔杰想到了一个方法。既然不知道这个叶流云的实力具体有多强，那么自己就找个其他人去试探试探就好了。而且对于这个试探的人选，阿尔杰也已经有了想法，可以让那个满脑子只有肌肉的毛熊人去做。想到这里，阿尔杰的目光立马明亮了许多，不再犹豫，当即拿出了自己的生存守则，在私聊页面找到了一个人，编号0096，还没死吧？奥德利斯基。很快，对方的回复就传了回来，编号2271，放心，你死了我都不会死。从这样的聊天就可以看出，虽然以前用私聊说过话，但阿尔杰和这个叫奥德利斯基的人关系并不算有多好。编号2271，你又有什么阴谋吗？与此同时，一处4级庇护所内，身披一件保暖的熊皮、浓重的络腮胡、身高接近2米的壮汉，看着周围的生存守则，皱起了眉头。这就是奥德利斯基在穿越前是毛熊那边的人。之所以私聊和阿尔杰说过话，纯粹就是因为在此之前，阿尔杰和奥德利斯基是来自于同一个区域的，相互之间有过一点的了解。在阿尔杰看来，这个奥德利斯基就是一个满脑子只有肌肉的莽夫，可在奥德利斯基看来，这个阿尔杰就是一个只会偷偷摸摸算计，不敢正面对战的怂货。虽然奥德利斯基不擅长算计，可看这个阿尔杰忽然联系自己，不用想也知道这肯定是有什么算计的吧。编号0096，我是准备帮你。编号2271，呵，嘲讽的一笑，帮我？我是莽了一点，但你不会真把我当成傻子了吧？编号2271，有屁就放。这家伙，阿尔杰这边
看着对方这简洁明了的回答，让阿尔杰有些恼火，真是个没有礼貌的原始人。算了，毕竟还要利用对方呢。阿尔杰也没有纠结什么，而是直接说道：编号0096，你不是需要水晶石吗？之前奥德利斯基在世界聊天上面说过求购水晶石这样的话。当时的阿尔杰虽然没有回答，但还是留意记住了。虽然不知道奥德利斯基需要水晶石具体是做什么的，但只要能有一个理由就足够了。奥德利斯基这边看到阿尔杰忽然这么说，也是意外了一下。毕竟眼下的奥德利斯基确实很需要水晶石。不等询问呢，阿尔杰的话就跟着传了过来。编号0096，我知道谁有水晶石。编号2271，谁？估计还是想算计自己什么吧。可是水晶石那种东西自己真的很需要啊。编号0096，叶流云。编号0033，你可以私聊找他。会是真的吗？而且编号0033，编号2271，就是那个第一个将庇护所提升至6级的人。看起来莽和没脑子还是有点差别的。之前的世界提示奥德利斯基也听到了。0033这个编号估计已经在他们这个区域彻底出名了吧。编号0096，你怕了？阿尔杰表现的倒是十分轻松，毕竟到目前为止自己的计划已经相当于是完成一大半了。编号2271，怕？呵。编号2271，我会去找他的。就算是第一个将庇护所提升到6级的，那又如何？自己压根就不知道什么叫怕。编号2271，我知道，你肯定是想利用我对付那个0033。编号2271，但你太小看我了，我会询问，然后和他交易，你的期望怕是要落空了。哼！奥德利斯基这边在轻哼了一声后，直接合上了手中的生存守则。即便不知道具体的原因，但差不多也能够猜得出来，这个阿尔杰肯定是想利用自己去对付那个叶流云的。哼哼，想算计我，白日做梦，期望落空，那可未必呢。对于奥德利斯基最后的话，阿尔杰并没有任何情绪不佳的表情。自己真的会期望落空吗？这个野蛮人怕是根本就不会和人好好沟通吧。当时就是自己第一次找上奥德利斯基寻求合作，毕竟在黑夜世界的时候没有超凡的能力，奥德利斯基那宛如巨人一般的健壮身躯还是很让人有安全感的。只不过也不知道是无疑的还是没脑子，这个奥德利斯基压根不知道怎么和别人好好沟通，3-2句话就把当时的阿尔杰给气得半死。自此梁子也就结下了。第111章，你可以得到我的友谊。滚！阿尔杰可不相信这个奥德利斯基在找上那个叶流云交谈的时候会是什么谦谦君子的状态，根本不现实。就算没有直接打起来，但只要能够因此挑起叶流云和奥德利斯基之间的矛盾，那就足够了。最后闹到最后，这两个讨厌的家伙可以直接2败俱伤，那自己将会是真正的最后赢家了。哈哈！想到这里，内心得意的阿尔杰一个没忍住，直接就大笑了起来。哈！叶流云这边休息了几个小时之后，又开始出门，准备开始今天的探索了。只不过就在这时，叶流云身上的生存守则忽然震动了一下，拿起来一看，编号2271，你是叫叶流云吧？我叫奥德利斯基。这一副好像自来熟的言论让叶流云都意外了一下。奥德利斯基？这是谁？怎么了吗？这个时候已经将出门的东西装备全部都收拾好的尤舒兰等人好奇地看向了此时的叶流云。没什么，摆了摆手，只是一个人忽然私聊我，你们先出去，我等交谈完就出发探索，反正也是分开行动的。好。见叶流云这么说，尤舒兰等人也没什么意见，应了一声后便相继离开了。编号0033，你想交易什么？虽然不认识这个奥德利斯基，但对方这么简洁明了地找上自己，一定是有什么交易吧。编号2271，没错，你有水晶石吗？果然足够直接，没有丝毫的掩饰。而且发完这句话后，奥德利斯基还感觉自己非常的聪明，没有直接相信阿尔杰那边的话，而是先询问了这个叶流云身上是否有水晶石。如果没有的话，那不正好说明了阿尔杰就是在忽悠欺骗自己吗？我可真是一个小机灵鬼啊。水晶石？有些意外，这个奥德利斯基居然想和自己交易水晶石。如果是其他的晶石，叶流云或许没有，但这个水晶石还真有啊。就是叶流云之前从宝箱里面开出来的，因为感觉没什么装备需要和其融合，就一直放在了仓库里面没有使用。
水晶石虽然是特殊材料，可又不是超稀有的圣水晶石，如果条件不错的话，倒也不是不能交易。编号0033，水晶石我有，但是我能够得到什么？水晶石自己有，但你想要交易，最起码也要拿出有同等价值的东西吧？还真有。奥德利斯基这边，在看到叶流云的恢复之后，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得欣喜了许多。毕竟，在奥德利斯基接下来的一个计划中，水晶石可是相当有用的东西，甚至说直接就关乎到自己的计划能不能实现。找了这么多天，总算是有水晶石的消息了啊。先是一喜，随后立马就变得有些发愁了。貌似自己的身上好像没什么能够和水晶石对等的东西吧？手中这融合了风晶石的斧子，想到这，奥德利斯基看向了被放在一旁、布满了翠绿色条纹的斧头。鉴定目标：烈风斧，耐久度8931千，效果：锋利坚固，可以释放一定的风属性力量，切割力强大。这貌似是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了，也是唯一一个。这个不行。犹豫了片刻，果断摇了摇头。开玩笑，这烈风斧可是自己吃饭的家伙。终于在思索了半天后，奥德利斯基有了答案，当即信心满满的给叶流云回了一句：编号2271，我的有意。编号0033。当我发出问号的时候，不是我有问题，而是我觉得你有问题。刚看到奥德利斯基的恢复，这一时间叶流云都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还是这个奥德利斯基发错了。编号2271，就是我的有意，你把水晶石给我，可以得到我的有意。多少是有点沉默了。很快叶流云也回复了，而叶流云恢复的内容同样的干脆明了。编号0033，滚！这不纯纯弱智吗？果断合上生存守则，不再理会，直接走出了庇护所，准备开始今天的探索。这家伙，奥德利斯基这边在看到叶流云的回复后，显得很愤怒。什么人啊？好好的，怎么能骂人呢？可恶啊！简直就和那个阿尔杰一样可恶。要不怎么说，最了解你的，可能并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的对手。奥德利斯基是什么样的人，阿尔杰早就知道了。这有时候聊聊天就能气死人的。最关键的是，作为当事人的奥德利斯基却并不觉得自己的话有什么问题，只能说这才是真的没有丁点脑子啊！可恶，可恶，可恶啊！连着发了好几句，对方都没有回。奥德利斯基也能想到，对方一定是不想理会自己了。但是水晶石那玩意对自己又是真的很重要啊！难道就这么放弃？不，绝对不行！自己的收服计划需要水晶石的力量，如果计划成功，从今往后自己就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存在了吧？一想到自己匆匆一瞥的那头怪物，奥德利斯基就是内心火热。收服，必须要收服！奥德利斯基的事情并没有给叶流云的心态带来什么波动，经历的事情多了，也很少能够有什么事情让叶流云的情绪有很大的波动了。感觉距离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心态也相差无几了呀。果然又是没有收获的一天。虽说探查术的技能能够帮助叶流云标注到方圆100米内所有宝箱的位置，但是这个技能却不能够保证宝箱里面开出的东西是什么样的。这是什么？看着眼前刚打开的宝箱，里面放着的东西明显让叶流云有些意外了。防毒面具，感觉好像防毒面具一样啊。鉴定目标：防尘面罩，效果可以完美的抵御雾霾和灰烬，确保自身呼吸的空气绝对安全。第112章，能量吸收，不吸收，简单来说就是防雾霾的呗。数量还不少呢。叶流云将其拿了出来，一共10个防尘面具。东西拿出来后，宝箱自动消失不见了。这玩意有什么用？致命问题。这种防尘面具看起来效果很好，但在这样一个极寒世界里面，几乎没有丝毫的作用啊。算了，懒得纠结什么，直接放在生存守则的仓库里面好了。回去吧。算算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才说又是毫无收获的一天啊。看起来开了不少的宝箱，找到了不少的东西，可实际上都是一些没用的废物。几个纵步之后，叶流云身影高高的飞去，快速的飞向了自己的庇护所位置。和叶流云不惧严寒，不会疲惫不同，少女们可没有这份体力和精神状态。在保暖的衣物，在严寒天气里面待久了也是会累的，而且在大雪纷飞的天气下行走，本就是一件很耗费力气的事情。正常情况下，基本上少女们能在外面的世界坚持4-5个小时，这都已经是很不错了。再多，可能都没力气返回庇护所了。流云，叶流云这边刚回来，客厅内听到动静的莎莉便欣喜地跑了过来，一个轻步直接跳到了叶流云的身上，双手挂着叶流云的脖子。
相比较尤淑兰和谭芊芊，沙莉明显更加活泼一点。收拾一下，准备吃饭吧。在家，尤淑兰如同温柔的妻子一般，提前就为叶流云准备好了饭餐。庇护所的气氛让叶流云感觉无比的舒心，应了一声后，一手拖着沙莉，就这么走向了餐桌的位置。对了，吃饭的时候想到了什么的沙莉拿出的一本技能书，乐呵呵地对着叶流云说道：“我今天找到了一本名为《吸收》的技能书，一定很适合你。”沙莉也想要表现一下，毕竟自己刚加入叶流云的庇护所不久，该发生的也都发生过了。但沙莉又不是想要做那种白吃白喝、什么事都不做的人，同样很想展现一下自己的价值，向叶流云证明自己很有用。吸收？有些意外，看起来这个沙莉的运气还算不错，大家都没找到技能书，就这个沙莉找到了。只不过就在之前，自己学习过一个名为能量吸收的技能，现在又来一个吸收，是否技能重叠了呢？你看一看吗？很有用的。语气撒娇一般的对着叶流云说道。没办法，属实是太想努力了。好，我先鉴定一下吧。看到沙莉这样，叶流云也是笑着点了点头，目光看向了沙莉手中的技能书。目标：技能书吸收，效果：学习之后可以获得吸收技能，将正前方指定的事物全部吸收过来。挑着眉头，显得有些意外。能量吸收是可以将别人的能量攻击吸收，更多的像是吞食，但眼下的这个吸收技能则是单纯的将物品吸收过来。怎么样？注意到叶流云意外的眼神，沙莉的目光显得更加期待了。确实是一个特殊的技能。迎着沙莉这样的目光，叶流云倒是没有否认，也没有吝啬自己的夸赞。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特殊技能，做得不错。谢谢。得到叶流云的肯定后，沙莉显得更加开心了。我一定会努力，找到更多更好的技能书，给留予你的。说完，就把手中的吸收技能书递给了叶流云。当时没有矫情，直接就接了过来，但还是说了一句：如果有什么不错的技能书，你也可以自己使用。叶流云确实需要技能书，但却并不依赖，因为叶流云很清楚，自己身上最特殊的地方永远都是可以刷熟练度的系统。技能书的存在会让自己变得更强，但即便没有，自己也是能够成长起来的，只是速度的问题罢了。我知道了。虽说是点头了，但是看这状态，明显是没在意啊。估计这以后找到了什么技能书，还是会在第一时间交给叶流云吧。算了，能说什么呢？叶流云将手中的技能书选择了学习。下一刻，吸收 LV1 技能一栏再度多出了一个全新的技能，试试看。趁着这个功夫，叶流云也想试试新技能的具体效果。想到这里，叶流云转动身子看向了客厅，找了一圈后，叶流云将目标放在了不远处一个铁质的杯子上面，单手抬起，吸收。嗡！伴随着特殊的能量波动，铁质的杯子在晃动了一下后，直接向着叶流云的方向飞了过来，正好被叶流云接到了手中。经验值+1，经验值+1，经验值提升的声音都随之传了出来。不错呀，感觉这个吸收技能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啊。想到这里，叶流云再度看向了其他的物品。吸收，吸收，吸收。不管是盆、凳子还是桌椅板凳什么的，全都被叶流云尝试着吸收了过来，稳稳当当的抓在了手中。很快，技能升级，吸收 LV1，吸收 LV2，力量+1，速度+1，体质+1，精神+1。怪不得感觉这么熟悉呢。如果说能量爆发等于神罗天征的话，那这个吸收不就等于万象天影吗？好家伙，这种满满的既视感扑面而来啊！不过，这个吸收技能只能吸收自己正面看到的物体，其他的方向就不能吸收了。但在叶流云看来，等这个技能刷到满级之后，触发出来的技能应该能够弥补这样的缺点吧。还是要尽早刷到满级的。你们不吃饭吗？这个时候，叶流云才注意到，虽然饭菜已经端过来了，但尤淑兰他们都还没有动筷子。一抬头，好家伙，餐桌上面出现了许多盆啊、碗啊，又或者是杯子什么的，都是刚刚被自己吸收过来的。第113章决斗，好像小混混约架一样。嗨，刚刚玩得太忘我，下意识忘记这些事情了。清了清嗓子，果然说道：吃饭，吃饭。果断将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全部拿到了一边，先吃饭再说。一旁的尤淑兰他们在看到这样的叶流云后，都不由得感觉好笑。明明是目前最强的存在，可刚刚的样子看起来就好像是贪玩的小孩子一样。
反差感极重啊！倒是都没觉得什么，相视一笑后，跟着叶流云一起开始吃饭了。经验值+1，经验值+1。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叶流云都开始刷这个吸收技能的经验值了，争取早日达到满级。由于吸收技能不像之前的反伤，需要被动挨打才能够提升经验，即便是把雪花吸收过来，也是会刷经验的，所以这个经验的提升速度还是很快的。技能升级，吸收 LV3， 吸收 LV4， 力量+1，速度+1，体质+1，精神+1，这就已经达到4级了，距离最后的满级也只差一步之遥了。相比较而言，此时的奥德利斯基这边可就一点都不评价了。还是没有回复吗？这段时间自己给叶流云发了很多话，都是什么只要你把水晶石给我，我一定会记住这个恩情，会回报你之类的。但是很可惜，对于这样的言论，叶流云直接就无视了。没办法了，奥德利斯基意识到，即便自己再这么说下去，这个叶流云也不会同意把水晶石交给自己。但水晶石对于自己的计划又有确实的作用，所以自己必须要得到。编号2271，决斗吧。叶流云这边虽说没有理会奥德利斯基的任何话，但还是会下意识的扫视一眼。这次发来的消息，属实让叶流云意外了。决斗，编号2271，来一场男人之间的决斗吧，胜者拥有一切。还真是很符合奥德利斯基的人设，只有莽夫才能提出这样的方法吧。编号2271，我不要你的命，只要你把水晶石给我就可以了。说的就好像你能确保自己一定能赢一样。叶流云笑了。编号0033，报个位置吧。本来是不打算在意的，但仔细想想，既然有人想要挨揍，那为什么不可以成全他呢？正好也可以刷一刷吸收技能的经验。编号2271，好，太好了。奥德利斯基这边在得到了叶流云的准确回复之后，立马就兴奋起来了。显然，对于自身的实力问题，奥德利斯基还是很有自信的。即便对方是目前唯一一个升级到6级庇护所的人，但真要打起来，最后赢的也一定会是自己。在说出一个位置后，奥德利斯基直接就出门了。莽归莽，但也不至于傻乎乎的把自己庇护所的位置告诉给叶流云，当然是约一个比较显眼的地方了。有点意思。叶流云这边在看到奥德利斯基给出的位置后，忍不住笑了起来，身影化作一道清风，直接消失在了原地，向着远方快速飞去。2米的身高在普通人中已经是很显眼的了，再加上身上披着的兽皮，还有手上的烈风斧，看起来就给人一种霸气狂野的气质。一座雪山的山峰之上，等叶流云过来的时候，就发现此时的奥德利斯基已经早早的等在这里了。见叶流云居然是用飞行的方式过来的，奥德利斯基有些意外。你就是叶流云了吧？声音粗犷的对着叶流云询问了一句。对此，叶流云没有反驳，而是在奥德利斯基不远处的位置落了下来。如果你现在就把水晶石给我，我可以不打你。不管是谁听到这样的话，都以为是在嘲讽吧。只不过说这话的时候，奥德利斯基的表情看起来确实十分的正直坚定，仿佛在奥德利斯基看来，自己并没有说错什么，这就是事实。也难怪阿尔杰会觉得，即便自己只是简单引导一下，也足够让叶流云和奥德利斯基之间产生些矛盾。没办法，这个奥德利斯基说话实在是太气人了，那就试试看吧。以叶流云的心态，自然是不至于被气到的。双手一摊，看向了眼前的奥德利斯基，向我证明你有实力从我的手中拿走水晶石吧。气氛逐渐变得压抑，奥德利斯基的眼神也开始变得认真了起来。见叶流云两手空空，奥德利斯基顺势将烈风斧放在了地上。这样公平？怎么说呢？这样的人没什么心眼，有什么话直接就说了。就是这有时候说话确实很气人就是了。说起来，这样的战斗怎么感觉好像小混混约架一样呢？算了，还是早点结束吧。战斗模式下的奥德利斯基完全的展现出了毛熊的彪悍，不愧是能够赤手空拳和棕熊对打的种族。身影快速的冲向叶流云。能够增幅身体素质的技能吗？叶流云看出来了，这个奥德利斯基应该是有什么技能可以增幅自己的全方面力量，一旦进入战斗模式就会爆发出惊人的实力。不错的技能，可惜了，还远远不够。能量爆发，看着扑杀过来的奥德利斯基，叶流云单手抬起，下一秒，嗡，一道能量波动轰然从叶流云的身上爆发了出来。什么？奥德利斯基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只见原本自己都快要接近叶流云了，可好似只有一种不可抗的斥力传来，自己整个人都被直接震飞了出去。这是什么技能？
斥力吗？还是其他的什么？感觉有些不可思议。具体是什么技能，你多经历就知道了。有什么是比亲身经历更容易能够理解对方力量的方法呢？再度单手抬起，吸收，嗡，能量爆发，砰！第114章，我拒绝，你太丑了。万象天引加神罗天征的组合版，直接一套连招控到死，奥德利斯基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就看到自己的身体先是飞了起来，然后又重重的摔在了地面上，多少是有些发懵了。经验值+1，经验值+1，还能顺便涨一涨经验值，多好！砰砰砰，连着砸了好几天。见奥德利斯基没什么动作，叶流云倒是语气轻松的说了一句：“不如你还是用武器试试吧，说不定还有些机会。”没有回答。虽然很想说自己是一个高傲的战士，说过的话就绝对不会反悔，但奥德利斯基显然也看出来了，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自己连进叶流云身的机会都没有，更不要说是赢了。小心了！犹豫了片刻，还是拿起了被放在一旁的烈风斧，提醒了一声后，便挥动烈风斧，对着叶流云的方向做出了一个挥砍的动作。唰！一道凌厉的锋刃从斧刃上袭来，快速冲向了叶流云。毕竟是融合了风晶石的装备，具有一定的特殊能力，也没什么好奇怪的。能量吸收，嗡！锋刃的威力倒是不错，但很可惜，面对叶流云的能量吸收技能，只能是一点点的被吞噬。怎么可能？奥德利斯基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攻击居然被如此轻易的化解了。这就是目前最强的人类吗？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释放！在叶流云的控制下，同样威力的锋刃直接向着奥德利斯基的方向冲去。唰！没有丝毫防御手段的奥德利斯基，面对这一下，肩膀直接被留下了重重的血痕。看这出血量，换做普通人来，怕是都要危在旦夕了吧？闹剧就到此为止吧。看着这样的奥德利斯基，叶流云已经不准备再继续战斗下去了。正好，也省得这个奥德利斯基以后再私聊烦自己了。说着，叶流云便转身准备离开了。请等一下！可就在这时，奥德利斯基的声音再度传了出来。转头看去，只见此时的奥德利斯基正用烈风斧支撑着身体，缓缓地站了起来，肩膀上的血痕还在持续的流血。你还要战斗下去？不要命了吗？就为了一颗水晶石？我还有最后一个技能，如果连这也没有办法的话，那么我会乖乖认输，以你为主。奥德利斯基说得很认真，说话的同时，先是调整了一下呼吸，随后技能发动，狂战。肩膀上的伤势虽然没有恢复，但却也停止了流血，脸色开始发红，全身的肌肉都开始不断的绷起。这是狂战技能，在这个模式下，不管是任何的伤势，对我来说都不会致命，而我也可以持续战斗半个小时。简单来说，开启狂战技能后，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就是不死的，也不会疲倦，可以持续的战斗下去。这就是奥德利斯基自信的源泉。原来如此，叶流云目光了然，怪不得能这么说，这个技能对于近战的人员来说确实很不错。但你是不是忘记了一件事情？奥德利斯基脸色一愣，忘记了事情？自己忘记了什么？吸收！下一秒，叶流云用事实告诉了奥德利斯基答案。吸收技能之下，奥德利斯基的身影再度变得不受控制了起来，向着叶流云飞去。可飞到一半的时候，能量爆发，嗡！能量波动传来，奥德利斯基的身影直接就被震飞了出去。你连接近都接近不了我，即便有这样的技能，又有什么用？挨半个小时的打吗？此时，奥德利斯基的身影已经被淹没在了一片大雪之中。虽说是有能力重新爬出来的，但奥德利斯基却没有那么多。是啊，自己连接近叶流云的能力都没有，即便开启了这样的技能，又有什么作用呢？奥德利斯基是猛，但又不是弱智，平白无故挨半个小时的打。见那边没什么动静，叶流云也懒得多说什么了，刚准备离开呢，但这时奥德利斯基就重新从雪坑中爬了出来，并没有要继续动手的打算，而是自动解除了狂战的技能，扑通，直接就跪了下来。以后你就是我的主人了，拿得起放得下。我拒绝，你太丑了。叶流云拒绝的也很果断，就算没有镜子，你总有尿吧？自己长什么样，心里没数的。想过很多的可能，但还真没想到叶流云会用这样的理由拒绝自己。太丑了！好家伙，奥德利斯基这一时间，哪怕是想要出言反驳，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闹剧就到此为止吧。叶流云说着，就准备转身了。闹剧？所以说，对于叶流云而言，这样的决斗
只是一场闹剧吗？想想也是，毕竟对方有这样的实力。果然不愧是第一个将庇护所提升到6级的存在。一时间，看着叶流云离开的背影，奥德利斯基的目光都变得敬佩了起来。这是被打服了呀！等一下！见叶流云都快要走远了，奥德利斯基来不及多想，连忙拿起烈风斧跑了过去。怎么还想再打？难不成这家伙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喜欢挨打？不！奥德利斯基果断摇头。明知道打不过还继续打的话，那就真的是脑子有问题了。你打败了我，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应该对你有用。这件事情就是奥德利斯基原本的计划。唉，或许是真的和自己无缘吧。也罢，如果是眼前这个男人的话，奥德利斯基愿意助其一臂之力。秘密？奇怪地看向了这个奥德利斯基。没错，对方点了点头，表现得很认真。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得到水晶石的原因。实际上，叶流云也很好奇，这个奥德利斯基为什么这么执着的一定要得到水晶石呢？就当听个故事好了，说说看。第115章，龙的栖息地在那处山谷。和叶流云不同，奥德利斯基的融合技能是从宝箱里面的技能书中得到的。毕竟奥德利斯基之前那个区域中庇护所提升最快的是2阶，这也让叶流云明白了，像融合术、探测术这样的技能其实也可以从技能书中得到，但这也是看运气的。只能说这奥德利斯基的运气确实很不错。所以你想要水晶石，是需要用水晶石融合一把带有水属性力量的装备吗？没错。奥德利斯基认真的点了点头。既然一定要是水晶石，那肯定是水属性的力量克制奥德利斯基想要对付的那个敌人。你想要对付谁？如果也是人类的话，应该不用那么麻烦。狂战的技能对自己是没用，可其他人又没有自己这样的本事，连续战斗半个小时不会死，不会疲惫，这样的敌人怎么想都很恐怖吧？是龙。奥德利斯基说出了自己的答案，是一条巨龙。计划中想要对付的是一条巨龙。奥德利斯基的目的不是为了用水晶石融合出来的武器打败龙，而是将其收服。龙原本只当是听个故事了，可这样的字眼一出来，叶流云就有些意外了。这些天里面，自己也有在世界聊天上面关注龙的事情，但却都没有什么收获。没想到在奥德利斯基这边居然会得到关于龙的消息。你知道龙在哪里吗？奥德利斯基没有否认，在点了点头之后缓缓地说道，我看到了，他落进了那片山谷里面。也是在不久之前一次外出探索的时候，奥德利斯基发现了龙的存在，只不过距离得很快而已。毕竟在这样的大雪天气，视线受阻，再加上龙可以飞行，普通人很难看到。虽然有些模糊，但我确定那就是龙。奥德利斯基说得很坚定。当时跟着那条龙，奥德利斯基追了很久，直到在一片山谷前，奥德利斯基才停了下来。同时也明白了，那片山谷就是那条龙的栖息地。如果你想要得到融合了水晶石的武器，就是为了收服那条龙吗？不得不说，如果那确确实实是一条龙的话，将其收服了之后，绝对可以提升不小的战斗力吧。原本我是这么想的。说着，奥德利斯基忍不住挠了挠头。以前看电视不是都说龙很怕水吗？所以才会想着利用附加了水属性的武器对付那样的龙。叶流云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普通的西方龙当然怕水了，不过那说的好听点叫龙，不好听的那就是长了翅膀的蜥蜴。这样一个危险的世界里面出现的怪物，应该不至于会这么简单的。不得不说，奥德利斯基的想法还是蛮单纯的。明明都还没有近距离见过龙呢，就想办法将其收服了，你很勇啊。奥德利斯基就算憨了一点，但也能感觉得出来，此时的叶流云看自己的眼神就好像是在看什么傻子一样，忍不住挠了挠头。有什么问题吗？难不成是自己的计划有什么不对吗？奥德利斯基仔细想了想，这不是很完美的计划吗？利用龙的弱点融合出附加了水晶石力量的武器，然后前往那片山谷找到龙，然后将其收服。多完美的一个计划。算了，叶流云反正是无力吐槽了，把那片山谷的位置告诉我。自己当然不会像奥德利斯基这么莽，不过如果真的可以收服一条龙的话，那还是可以试试的。好，奥德利斯基点了点头，没有丝毫的犹豫。反正奥德利斯基一开始就打算这么做了。看着叶流云以飞行的方式消失在自己眼前的样子，奥德利斯基目光羡慕。如果自己也能飞就好了。算了，回去吧。肩膀上的伤势还需要包扎一下。提着烈风斧，身影缓缓消失在了一片风雪之中。叶流云不是一个喜欢墨迹的人，既然已经确定了龙的位置，不管是不是真的，
那都要去看看。没有说什么，回去之后好好部署一下计划，然后再怎么样的，根本没这个必要。有飞行的技能在，叶流云的速度很快，虽说在一片风雪之中很难辨认位置，可鹰眼的技能赋予了叶流云强大的动态视力。赢！就在这时，一只具有飞行能力的怪物骤然接近。鉴定目标：裂空鹰，能力具有极快的飞行能力，强大的视力，可以轻易地捕捉快速行动中的猎物。谁说怪物只能出现在地面上呢？天空中也是会出现怪物的。这只裂空鹰显然是已经发现了叶流云，正不断地想要接近。抱歉，我现在可没心思可以玩。头也不回地挥了挥手。风刃，唰！微风吹过，半空中的裂空鹰直接被斩落。如果是平时，说不定会玩一玩，可现在自己并没有这样的心思，甚至连分解的想法都没有。找到了！强大的动态视力让叶流云看到了那处隐藏在风雪之中的山谷。二话不说，全身爆发出了一阵狂暴的风力。轰！似乎是鹰爆声一般，带着叶流云快速地接近那处山谷。就是这里了吗？叶流云的身影出现在了一片山谷之中，目光环视，观察着周围，并没有察觉到什么特殊的存在，倒是不怀疑那个奥德利斯基会不会在这样的事情上面耍自己。对方应该没有这样的胆子。带着这样的想法，叶流云迈起脚步，开始在这片山谷里面寻找了起来。如果这里真的是那条龙的栖息地，那么想来多多少少的应该会留下一些痕迹吧。还没有回来吗？庇护所内，尤淑兰、谭芊芊和莎莉已经重新回到了庇护所内。一开始对于叶流云还没有回来的情况倒是不觉得意外，毕竟叶流云一直都回来的比较晚一些，但这次是不是太晚了？第116章传说中的生物韩吉龙。流云他不会出现什么意外了吧？我们出去找找吧。随着时间的流逝，谭芊芊和莎莉明显都担心了起来。即便清楚叶流云实力强大，可难保这个世界上不会出现什么危险的东西啊。放心吧。就在谭芊芊和莎莉还有些惴惴不安的时候，一旁的尤淑兰拿起手中的生存守则说了一句，示意两女可以不用担心，我已经用生存守则联系过流云了，她现在没事。尤淑兰肯定也是担心叶流云的，只是尤淑兰表现得更加理智，内心清楚这种事情着急也没什么用，更何况生存守则也算是一种联系方式。对啊，我们有生存守则的。听到尤淑兰这么说，两女立马欣喜了许多。刚刚就是太担心了，一时间都忘记了生存守则的私聊功能是可以相互联系的，立马凑了过来，看着尤淑兰手中的生存守则。尤淑兰，怎么样？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吗？叶流云，不算是什么事情，只是遇到了一个不错的猎物，会多耽搁一些事情，不用担心。有关于龙的事情，叶流云倒是没有直接说出来，毕竟都还没有亲眼见到呢。尤淑兰，那就好。直到叶流云没事，尤淑兰也就安全了，也没有打扰叶流云要做的事情。太好了！看到这样的消息后，不管是谭芊芊还是莎莉都跟着轻松了下来。好了，先把饭菜准备好吧，流云回来的时候热一热就可以吃了，不用耽误太久。好，这片山谷还真不小啊。与此同时，叶流云这边重新收起生存守则的叶流云，看着周围空荡荡的山谷，忍不住感叹了一句，都已经走这么久了，但这山谷就好像是没有尽头一般。算了，再找一会，如果还是没有看到的话，那就先回去吧。反正既然已经知道了山谷的位置，下次再来也是一样的。带着这样的想法，叶流云继续向着山谷里面走去。最终在一处地方，叶流云看到了无比耀眼的一幕，水晶，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看起来就无比珍贵的水晶。这里是……哪怕是叶流云忽然看到这样的一幕，多少也有些被晃眼的，缓缓地走了过来。这是一个被各种各样水晶堆积而成的一座小山，数量实在是太多了。走过来的叶流云顺势捡起了一个，仿佛在倒映出点点光辉一般。不过鉴定的结果却是，这些就是普通的水晶，只是看起来珍贵，但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作用，也不是什么特殊的融合材料。只是普通的水晶吗？看着眼前这种水晶小山，显然这肯定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有什么东西将这些水晶聚集到了这里。或许这里真的有龙吧。对于西方龙，叶流云还是有过一定了解的，喜欢闪闪发光的东西，金币、宝石，又或者是诸如此类的东西，主打的就是一个贪财。这座由水晶堆积而成的小山，可能也正是因此形成的。只不过周围并没有龙的身影，或许是去猎食了，也或许是又去收集这些闪闪发光的水晶宝石了。叶流云挑挑拣拣的找了几个比较好看的，这几个倒是可以倒回去。自己虽然对这种没什么特殊能力的宝石无感，
但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应该会很喜欢这种东西吧？为什么了？反正这里的东西这么多，拿几个应该没关系的吧？那块好像更不错呀，发现了一块好像更闪的。叶流云直接走上了这座小山，向着一块水晶走去。就在叶流云挑挑拣拣不亦乐乎的时候，天空中一道巨大的身影正在快速的掠过。下一秒，啊！龙吟声响彻天地。只是一瞬间，叶流云便感觉到自己的肩膀上出现了一道沉重的压力。龙威，这是属于龙的天然力量，那是源自于血脉之上的力量。龙的血脉在所有生物之上，所以即便只是单纯的威势，就足够将其余生物胆怯，不敢有丝毫反抗之力了。缓缓地转过头，果然，那是一个身高不输金刚神猿的巨型生物，全身银白色，皮肤给人一种钢铁般的坚固感觉。巨大的翅膀只是轻轻地挥动着，便能够卷起阵阵狂风。一双树瞳正愣愣地盯着水晶小山上的自己。鉴定目标：寒极龙，能力是传说中至高无上的龙，具有能够影响天地的强大力量。无穷的寿命中，最喜欢收集最贵的宝物，对于盗取自己宝物的人深恶痛绝。好家伙，怪不得这样看着自己，不会是把自己当成是偷盗水晶的小偷了吧？虽说自己现在的行为好像确实是这样，还好奥德利斯基没来。这头寒极龙可不是拿一个融合了水晶石的武器就能够对付的。好，寒极龙的低吼声传来，目光愤怒，实在是没想到自己不过是和往常一样出去猎食，顺便看一看有没有什么会闪闪发光的宝物。可没想到这一回来就看到有一个蝼蚁正站在自己最珍贵的宝物上面挑挑拣拣的，明显就是要偷东西啊！不能忍，绝对不能忍！这些可是自己最珍贵的宝物，寒极龙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宝物被别人给盗取了。好，微微咧嘴，冰蓝色犹如火焰一般的力量在寒极龙的獠牙间盘旋，一副随时都会动手的样子。嗨嗨！叶流云忍不住清了清嗓子，不得不说，这第一次见面的情况确实算不上有多好啊，蛮尴尬的。不过反正都这样了，那如果更糟糕一点的话，也没什么问题吧？想到这里，看着眼前的寒极龙，叶流云忽然笑了。寒极龙，来做我的狗吧！啊！回应叶流云的是寒极龙那震天撼地般的咆哮声。龙息，第117章，战寒极龙，极寒龙息。寒极龙的龙息和预想中的西方龙息并不同，对方的龙息是苍蓝色的，虽然看起来像是火焰，但却并没有火焰的高温，相反却拥有着极寒的低温。能量立场，这是能量爆发技能在达到满级之后触发的能力，可以在叶流云的身边形成一道无形的能量立场，就如同铠甲一般。轰轰轰！可即便是如此，叶流云的身影还是完全被龙息的苍蓝色火焰给包围了，整片山谷在寒极龙的龙息之下都被直接轰穿了。哼！做完这一切的寒极龙重重地打了一个鼻息，烟雾飘起，眼神显得十分不屑。区区一个蝼蚁，居然敢盯上我的宝物，这不就是找死吗？转过头，刚准备看一看自己的那些宝物呢，但还真是危险啊！被龙息轰穿的山谷内传来了叶流云那轻松的声音。好，没死。寒极龙意外地看了过来，只见在一阵飞扬的风雪中，叶流云的身影缓缓地走了出来，就连身上的衣服都没有破损，就差那么一点点了呢。实际上这还真不是叶流云故意挑衅。能量立场这个能力虽然可以全方位360度的保护自己，但这种保护毕竟不是无上限的，也是有可能会有被击溃的风险。寒极龙的龙息威力比想象中的还要大，就差那么一点点，自己的能量立场就要被打破了呀。好，可是叶流云这轻松的言语却让寒极龙仿佛受到了极大的挑衅一般，看起来是更加愤怒了。轰！还是龙息，能量吸收，不再只是单一的防御了，双手抬起，伴随着无形的能量波动，龙息的力量正在被叶流云快速的吸收着。滋！强大的力道还是让叶流云的身影向后滑行的一定距离。轰轰轰！寒极龙有些意外，虽然不知道眼前这个蝼蚁到底做了什么，但无所谓了。寒极龙一次次加大龙息的力量，叶流云的身影也在一点点的后退。真是个怪物啊！只能说不愧是龙，而且这并不是什么普通的西方龙。普通的西方龙只是空有力量，攻击手段最多就是龙息火焰了，还有一定的弱点，怕水，防御力一般。哪怕是人类在训练过一段时间后，也是可以成功狩猎这种龙的，所以才说那就是一个长了翅膀的蜥蜴而已。和眼前的寒极龙不同，
这更像是神话传说中的西方龙，具有一定的超凡伟力。快要到上限了，能感觉到自己的能量吸收快要没办法继续吸收了。毕竟自己的能量吸收也不是无限制的吸收，上限和叶流云的四维属性都有关系。既然如此，那就尝尝你自己的龙息到底是什么样的威力吧。轰！一改吸收的架势，双手有了一个推动的动作，能量释放。刚刚被吸收的龙息能量被叶流云一股脑的释放了出去。轰！轰！轰！寒极龙的极寒龙息威力不小，也是没想到叶流云会有这样的能力。背在自己龙息威力轰到的一瞬间，寒极龙明显是有些猛的，下意识的都忘记了抵御。怎么回事？这不是我的力量吗？为什么眼前这个蝼蚁会使用？也就是这片刻的分神，寒极龙那庞大的身躯直接就被这极寒龙息给轰飞了出去，周围的山谷都因为这一下发出了一声震动。呼！由于叶流云是一瞬间将吸收的龙息能量全部释放出去，所以展现出来的威力要更加强大一些。饶是如此，在使用完这样的技能后，叶流云还是有了短暂的失力感。好在有着永动机的能力在，消耗的体力同样也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快速恢复着。呼！呼吸逐渐变得平缓。结束了？还是说有烟无伤？看着眼前飞扬的雪花，叶流云没有松懈，依旧认真的戒备呢。风雪缓缓散落，可以看到此时的寒极龙那庞大的身躯都已经被极寒龙息的力量冻结成了一个大冰疙瘩。打败了吗？咔嚓！也就在这时，冰疙瘩上面传来了犹如玻璃破碎的声音。我就知道，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的叶流云神色不变，身影快速的后退。下一秒，轰！爆裂声冲天起，破碎的冰块向着周围快速爆开。同时，啊！伴随而来的是寒极龙那愤怒到极致的咆哮声。死！这个家伙必须要死啊！愤怒的树瞳死死地凝视着叶流云，双翅一震，快速地飞了过去。也不知道流云现在在做什么呢？庇护所内虽然知道叶流云是有事耽误了时间，没有什么危险，但少女们还是很好奇的。你们看世界聊天上面。这个时候，尤淑兰忽然发现了什么，连忙说道。边上的谭芊芊和莎莉同时拿出了自己的生存守则，编号7793。卧槽！你们听到了吗？我好像听到了龙吟声。编号3900，我还以为是我听错了。编号2887，不会吧，居然真的有龙。编号0869，有谁要去组队刷 BOSS 吗？这要是能把龙收服了，不得帅死啊！编号7693，卧槽，你是真敢想啊！看得出，倒是也有很多人想要尝试着收服一些龙。当然了，这也就是因为没有亲眼见识过那寒极龙展现出来的实力，要不然跑还来不及呢，更不要说是收服了。这是龙？有些距离近的庇护所可能听到了，但他们这里就没听到什么龙吟声。尤淑兰怎么让他们看这个？难不成少女们也不傻，很快就联想到了什么？不会吧？一旁的莎莉也显得很不可思议。难不成这个龙吟声的出现和叶流云这么晚还没回来有关？很有这种可能。尤淑兰认真的点了点头。第118章无意义。技能满级，吸收汇聚。如果是其他人说什么收服龙，尤淑兰只会认为他们在异想天开。可如果是叶流云的话，即便龙这种生物很危险，但也要相信叶流云一定能做到的。那怎么办？流云不会有危险吧？谭芊芊和莎莉都不免有些担心了。那可是龙啊！别慌，尤淑兰皱眉说了一句。越是这个时候，就越是不能慌乱，不然反而可能会给叶流云造成什么麻烦。相信流云吧。尤淑兰也不知道到底要去哪里找叶流云，更不要说是帮忙了，都不知道人在哪的。分散了走在外面，很可能会有危险。再等一下，如果流云还没回来，我们就一起出去找。找！对于尤淑兰的方法，一旁的莎莉和谭芊芊都是认真的点了点头。他们这个庇护所之所以强大，都是因为叶流云的存在，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一定不能让叶流云出事。刷！刷！不知不觉，战场已经转变到了天空之中。寒极龙速度极快地追捕着叶流云，挥动翅膀，一道道飓风快速地冲向叶流云。除了龙息之外，还有控制风的力量吗？凭借危险感知，再加上灵活的动作，哪怕是不回头，叶流云也可以躲避这些飓风的攻击。这头寒极龙果然不是那种长了蜥蜴的翅膀能够相提并论的。锋刃！叶流云也没有一直坐以待毙，灵活躲避的同时，也在尝试着攻击。拥有切割的能力在，叶流云的锋刃即便范围上不如寒极龙的飓风大，但威力确实要更强的。吭吭，
锋刃直接在韩吉龙的皮肤上留下了2道白印。好家伙，甚至都没有破甲，皮肤真厚啊！看来还需要加上破甲的能力才行。好，韩吉龙那愤怒的咆哮声传来，感知到危险的叶流云侧身快速躲避，极寒的龙息几乎是擦着叶流云的身子飞了过去。不行，继续这么战斗下去的话，对自己的体力消耗很大，而且也讨不到什么好处，必须得反击才行。有了，强大的动态视力让叶流云注意到，在不远处的地方有几座相连的被厚雪覆盖的山峰。想到什么的叶流云直接向着那几座山峰的方向飞去。啊！龙吟声响起，韩吉龙跟着一起飞了出去。看这架势，仿佛今天不灭杀了叶流云，这头韩吉龙就绝对死不罢休一样。以叶流云这灵活的飞行速度，想要在这几座山峰之间穿行，不过是简简单单的事情罢了。但如果是韩吉龙，那明显就不一样了。巨大的翅膀在这种相邻的山峰之间都会变成一种阻碍。砰！一不留神，韩吉龙的一只翅膀直接撞在了一座山峰上，山峰崩裂，但韩吉龙的飞行也受到了影响。啊！感觉自己很可能追不上的韩吉龙愤怒地咆哮了起来。可恶的蝼蚁啊！只不过就在这时，吸收！让韩吉龙意外的是，这只蝼蚁并没有选择逃跑，反而回来了，抬起手对准了韩吉龙身后的那座山峰。如果将吸收能力直接作用在韩吉龙的身上，以对方那身恐怖的力量，很可能会被抵消掉。但如果是作用在其他东西身上，就会简单很多了。必须说，控制一座山峰崩裂什么的，韩吉龙不明所以的看着叶流云的动作，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可下一秒，砰砰砰！随着吸收技能的加持，韩吉龙身后的雪山轰然发生了崩裂，山峰位置直接就倒塌了下来，而砸落的目标正是此时韩吉龙的位置。好，转个头的功夫，韩吉龙就感觉自己的头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片阴影，然后轰！崩裂的山峰直接重重地砸在了韩吉龙的身上。经验值+1，经验值+1。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下，吸收技能经验值提升的速度是更快了。啊！只是片刻的功夫还没有，伴随着咆哮，韩吉龙那庞大的身躯再度冲天起。这样的攻击最多只能拖延住韩吉龙的一些行动时间，想要彻底解决韩吉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叶流云显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对于韩吉龙重新出现显得并不意外。如法炮制，吸收，吸收，吸收！一座座雪山在叶流云的控制下都在不断的崩裂着，倒塌的雪花和山石重复着砸落在了叶流云的身上。看这情况，韩吉龙那庞大的身躯好似完全被风雪覆盖了一般。好，被埋没的风雪之中，一道极寒龙息轰然爆裂。还是韩吉龙，虽然不会说话，但韩吉龙看向叶流云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够了，你这个蝼蚁，这种不痛不痒的攻击，除了会让我感觉更加愤怒之外，根本不会有丝毫的作用。韩吉龙想不明白，眼前这个家伙为什么要使用这种无意义的攻击。没错，在韩吉龙看来，叶流云现在展现出来的手段根本就是无意义的，最多就是能够妨碍掉自己一些时间，想要以此来打败自己根本不可能。如果这个家伙想要拖延时间，以此来逃跑也就算了，可最关键的是，你又不跑，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差不多了。迎着韩吉龙这样的目光，叶流云忽然笑了。如果真是无意义的事情，叶流云又怎么可能会做呢？技能升级，吸收 LV4， 吸收 LV Max， 力量+1，速度+1，体质+1，精神+1。这么一会的功夫，已经足够叶流云将吸收这个技能的等级刷到满级的了。新的技能也因此触发了。触发能力，吸收汇聚。吸收汇聚，将吸收能力作用在自身或者任何一个目标上面，让其全身周围都产生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将周围的一切都吸引过去。第119章，全新的能力。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主人了。很好，这个新技能的触发让叶流云满意的笑了起来。虽说叶流云想好了其他的办法来对付这头韩吉龙，可这个能力的触发就会让自己的计划变得更加简单了。抬起手，再度对准了韩吉龙的方向。好，要动手了吗？在看到叶流云的动作后，韩吉龙也是跟着认真了起来。苍蓝色犹如火焰般的能量在韩吉龙的獠牙间盘旋，这是打算再度使用极寒龙息啊！吸收汇聚，直接动手，一种强大的吸引力被叶流云放在了韩吉龙的身上。嗡嗡嗡！一时间，距离韩吉龙最近的东西已经开始嗡嗡作响，变得颤抖不止了。动手了吗？韩吉龙目光狡诈，
没有使用龙息，而是翅膀一挥，直接消失在了原地，得意地看向了叶流云。哼，还想如法炮制，利用倒塌的山峰再砸我吗？根本不可能！去死吧，渺小的蝼蚁！好，龙息的力量正在不断的聚集，就在韩吉龙准备直接动手的时候，砰！一大块山石直接砸在了韩吉龙的脑袋上，虽然没有受伤，但还是让韩吉龙原本准备凝聚极寒龙息的动作顿了一下。怎么回事？没事归没事，但韩吉龙还是有些懵的。之后不是躲开了吗？为什么还会有东西砸向自己？看着眼前的叶流云，对方已然一副笑眯眯的状态了，好似胜券在握一般。这样的笑容真是恶心。好，再度低吼，凝聚极寒龙息。砰！又来了，而且还是连续不断的那种。砰！砰！砰！山体间那些个山石仿佛是锁定了韩吉龙一般，忽然向着韩吉龙的方向飞去。这技能还真不能乱用，吸引力很强大呀。好在以叶流云的实力，稳住身份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换个其他人来，估计也会被直接向着韩吉龙的方向吸去吧，有点敌我不分的意思。砰！砰！砰！越来越多的碎石风雪向着韩吉龙的方向飞去。很快，韩吉龙就被包围成了一个球，漂浮在半空之中。怎么感觉有点像地爆天星呢？好家伙，神罗天征、万象天影都有了，现在又来了一个地爆天星，好像也很合理吧？啊！倒是没有被直接打败，凝视的球体内传来了韩吉龙那愤怒的咆哮声，球体瞬间破裂。只不过这种吸引力，只要叶流云不收回，就是不会消失的。砰！砰！砰！破碎的地方很快就有全新的碎石飞过来填补了。就算韩吉龙再如何挣扎，也依旧被淹没在了这雪球之中。短时间内，韩吉龙必然是不会放弃的，依旧在不断的挣扎着。龙息火焰，强大的飓风，可以说自身的所有手段全都被韩吉龙使用出来了。但可惜的是，山石风雪虽然是崩裂了，但很就会重新汇聚，一次又一次，不断的将韩吉龙重新淹没。最终，1分钟、2分钟、10分钟过去了，雪球内一片安静，已经听不到任何韩吉龙挣扎的声音了。安静下来了吗？即便是龙，体力方面也不会是无限的，该累还是会感觉到累的。控制着收回了吸收汇聚的力量，吸引力开始消失，凝聚的球体也开始缓缓的自动崩裂了。轰隆，轰隆，连带着韩吉龙的身影也已经砸落到了地面之上。哼，冲冲的打着鼻息，却依旧躺在地上，看眼神明显是疲惫的。注意到这一幕后，叶流云没有犹豫，直接飞了过去，站在了韩吉龙的脑袋上。我叫叶流云，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主人了。好，虽然累，但韩吉龙还是强撑着站了起来。这个家伙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呀？对于韩吉龙的动作，叶流云也不在意，依旧稳稳当当的站在韩吉龙的脑袋上。就像你说的，我已经打败了你，现在我就是你的主人了，你不会玩不起吧？叶流云语气理所应当，一点都不觉得自己这么说有什么问题。自己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不对，自己压根就没有说过话。不过倒是没有愤怒。崇尚强者这种事情，不管是在弱小的族群里面，还是在强大的族群里面，都是一种共识。哪怕是传说中的龙也是如此。只要你实力足够强大，那就是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相反，有些时候弱者连呼吸都是一种错误。看来你是同意了啊？见韩吉龙没有回答，叶流云可不管什么，依旧自顾自地说着。虽然不会说话，但叶流云清楚，这头韩吉龙肯定是能够听懂自己意思的。盘坐下来，拍了拍韩吉龙这峥嵘的皮肤。走吧。韩吉龙有些疑惑，走？走去哪？当然是回我的地盘了。你现在是我的坐骑，当然要载着我飞行。别他妈自说自话啊！虽说对叶流云的实力，韩吉龙已经认可了，但是想让我堂堂的韩吉龙认你当主人，你怎么不上天呢？还是说你想要再次试一试被山石风雪淹没的感觉？见韩吉龙没什么行动，叶流云笑眯眯地说了一句：“这是威胁吧？”“不对，这就是威胁啊！”“好家伙，从来就是我韩吉龙主宰别人的命运，还是第一人有人敢主宰我的命运了呀！最关键的是，自己还真没什么办法。那种被淹没的感觉没有经历过，显然是不明白的。孤寂、黑暗、空虚，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感觉不到了。不是只有人类才能够感觉到绝望的，龙也可以。最终，在这样的威胁下，韩吉龙还是没有保持着沉默，翅膀微微一震，再度重新飞行了起来。只不过这飞行的动作有点不老实啊，左边转一圈，
右边转一圈，时不时来一次360度的旋转，又或者是一直在旋转。反正我已经飞了，至于怎么飞，那就是我的事情了吧。这样的情况也算是在叶流云的预料之中，毕竟作为货真价实的龙，肯定不会那么简单的就老实下来啊。第120章触发能力，龙之友，还是头母龙。叶流云脸色不变，依旧稳稳当当的坐在韩吉龙的脑袋上。不管韩吉龙时如何打转的，叶流云的身形都没有什么变化。吸收，很简单的一种能力引用，可以牢牢的将自身吸收到韩吉龙的脑袋上。有这样的能力在，不管韩吉龙如何努力，都甩不开叶流云，也没有阻拦韩吉龙的动作。毕竟这也是叶流云希望看到的。因为经验值+1，经验值+1，新技能出现了，并且伴随着韩吉龙的动作，技能经验跳动的速度很快，没一会就开始了第一次的升级。技能升级，龙骑士 LV1， 龙骑士 LV2， 力量+1，速度+1，体质+1，精神+1。没错，这种情况下触发的技能肯定是和龙有关的，居然也能同时提升4个属性的数值，这倒是让叶流云有些意外。龙骑士的技能想要刷经验并不难，只要坐在龙的头上就可以了。可驯龙有些类似，韩吉龙表现的越是挣扎，越是抗拒，这技能经验的提升速度也就会越快。韩吉龙可不知道这些，仿佛是恶作剧一样，带着叶流云的身影一挥笔直的向天空飞去，一会又快速的下落，时不时来2个急转弯，一副不把叶流云甩下去就誓不罢休的样子。而叶流云对此也没有说什么。训斥，看了一眼急速提升的技能经验，还是算了吧，还没有一会的时间呢，这龙骑士的技能等级就已经达到了4级，并且这技能提升的速度开始很快啊。经验值+1，经验值+1，基本上这每一分每一秒经验值都在上涨啊。当然了，在过了一会后，这经验值提升的速度还是缓慢了下来，只因为有点飞不动了呀。本来体力就被消耗了很多，这样的飞行对于眼下的韩吉龙来说也是一种负担。为什么还没有被甩下去呢？韩吉龙这大大的眼睛里面充满了疑惑。累了。叶流云那轻松的声音忽然传了出来。韩吉龙有些沉默，多多少少是有点自闭了呀。欺负龙是吧？既然玩够了，那就送我回去吧。在叶流云看来，韩吉龙现在的动作就好像是小孩子耍脾气一般，揍一顿就可以了。要是不乖乖听话的话，那就揍2顿，揍到听话为止。你应该也不希望我把你永生勇士封在一堆石头里面吧？难受了呀，老子堂堂的龙什么时候被这样威胁过？可关键是想到叶流云描述的那种画面，韩吉龙的目光中明显闪过了些许的畏惧。永生勇士，要真是这样的话，那自己还不如去死呢。几道龙吟声传来，最终韩吉龙还是老实了下来，不再作怪，平稳的飞行着。经验值+1，经验值+1，经验值上涨的速度虽然变慢了许多，但依旧是每时每刻都在提升。以这样的速度，距离满级也就是分分钟的事情。技能升级，龙骑士 LV4， 龙骑士 LV Max， 力量+1，速度+1，体质+1，精神+1。和叶流云预想的一样，仔细算算，这应该是自己最快达到满级的技能了吧。触发能力，龙之友，新的技能再度触发。这个技能倒是简单直接，就和名字一样，可以大幅度提升和龙的好感觉，并和其成为朋友。伴随着新技能的触发，韩吉龙的状态并且有了转变。原本即便对叶流云的力量有些服气，可乖乖成为对方的坐骑，还是让韩吉龙内心很不满。龙这种生物都是高傲的，想要驯服一头龙成为坐骑，本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即便老实下来了，那也只是因为忌惮于叶流云的实力，不会真正的服气。可现在呢，不知为何，韩吉龙只感觉自己脑袋上的这个人就是自己最亲密的人，就是自己最重要的人，好感度蹭的上升啊！继续咆哮了2声之后，韩吉龙目光中原本的其他情绪也都驱散了不少，取而代之的反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亲切感。如果不是在天空中，估计都想要停下动作和叶流云贴了。好啦，看着韩吉龙的态度转变，叶流云笑着摆了摆手，以后相处的时间还有很多，向着那个方向飞行的。叶流云为韩吉龙指了一个方向，之前都没说自己的庇护所位置，只是让韩吉龙随便飞而已。好，有着驯养技能满级触发的心理沟通能力，对于自己收服的生物都可以进行心理沟通。韩吉龙的声音传来，和想象中的低沉沙哑不一样，反而显得十分清脆直爽。母龙，叶流云目光意外，好吧，以前也没见，
叶流云也不清楚龙这种生物，公的和母的有什么区别的特征。没想到这头寒极龙会是一头母龙，有些意外，但很快也就没在意什么了，安稳地坐在寒极龙的脑袋上。熟练度系统，宿主叶流云，力量94，普通人平均值为10，速度85，体质97，精神86，技能挥砍 LV Max， 锻炼 LV Max， 挨饿 LV Max， 射箭 LV Max， 熬夜 LV Max， 各种技能若干，追踪 LV Max， 能量爆发 LV Max， 能量吸收 LV Max， 腐蚀 LV Max， 控风 LV Max， 反伤 LV Max， 吸收 LV Max， 龙骑士 LV Max， 能力暴击，野兽感知，光合作用，鹰眼，不眠者，火免，标记，超恢复，格挡，肌肉控制，快速生长，重击，生物亲和，各种能力若干，无重力行走，气味锁定，能量立场，能量释放，腐蚀免疫，切割，全反伤，吸收汇聚，龙之友。第121章，欺负狮子是吧？趁着这个机会，叶流云看了一眼自己现在的人物模板，力量和体质都已经全部突破90了。按照这样的速度，距离4维属性全部破百，也不过就是时间的问题罢了。相信只要再触发几个技能的话，就能够全属性一起破百了。遥想当初自己的人物模板还是一个白板呢，再看看现在，就算是不依靠任何技能，单单凭借这样的4维属性，自己就已经能算得上是一个小超人了吧。不错不错，叶流云满意的点了点头，顺势关闭了任务面板，感受着风雪在自己身上吹过。虽然自身也可以飞行，但自己飞行可在坐骑上面飞行，明显是2种不同的感觉啊！啊！寒极龙的飞行速度很快，算算时间，估计要不了多久就可以返回自己的庇护所了吧。只不过，就在这时，寒极龙仿佛是发现了什么一般，忽然鸣叫了一声。被打断了思绪的叶流云顺势看了过来，有人！寒极龙的声音在叶流云内心之中传来。顺着目光，叶流云看向了地面。好家伙，如果不是有鹰眼能力来到的超远距离观察力，还有强大的动态视力，就这样的距离，自己还真什么都看不到啊！那是，还真有人，好像是3个，正行走在风雪之中。原本叶流云是不打算在意的，可是等看清了那3个人的容貌后，叶流云忍不住笑了起来。3个傻丫头，这3人正是尤淑兰、谭芊芊和莎莉。叶流云都不用想，这3女不在庇护所里面好好待着，出现在这里，肯定是担心自己会有危险，所以想要出来寻找吧。无奈的摇了摇头，说是这么说，不过有人关心和惦记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阿寒，我们过去吧。没错，就在刚刚，叶流云已经给寒极龙取了一个新的名字，阿寒，和阿文还有阿花一样，多好听。明白。虽然不知道原因，但寒极龙没有多问，一个俯冲，开始向着下面的雪地飞去。流云不会有危险吧？看着眼前白茫茫的一片，谭芊芊有些担忧。不会的，尤淑兰语气坚定。如果是他的话，绝对不会有事的。尤淑兰相信，即便对手是传话中的龙，叶流云也绝对不会有事的。这份坚定明显感染到了谭芊芊和莎莉，都是认真的点了点头。还没有找到吗？尤淑兰顺势看向了带头的火纹师，他们出来自然也把火纹师和花木神鹿带出来了。原本是想利用火纹师来闻味道的。吼吼！火纹师左右嗅了嗅，无奈的摇了摇头。说起来，自己明明是狮子，又不是狗，为什么会让自己顺着味道找人呢？继续找。尤淑兰没有在乎那么多，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如果找不到，那今天就别想吃饭了。欺负狮子是吧？火纹师很想说些什么，但最后还是老老实实的点了点头。倒不是怕尤淑兰，毕竟叶流云也是自己的主人，找肯定是要找的。可就在这时，仿佛是感应到了什么一般，火纹师和花木神鹿同时停下了脚步。怎么了吗？一旁的尤淑兰等人疑惑地看了过来，有些不明所以。好，依依，来不及解释了。此时的火纹师和花木神鹿全部都是一副炸毛的状态，看着天空，如临大敌一般。怎么回事？顺势一起看向了天空。尤淑兰等人并没有和视力有关的特殊技能，大雪纷飞的天气根本看不到什么。啊！就在这时，响彻天地的龙吟声咆哮而至。只是一瞬间，不管是火纹师还是花木神鹿，
差点就直接跪在了地上。血脉压制的能力在动物之中尤为明显，即便只是夹杂着龙威的咆哮声，就让火纹师和花木神鹿打从心底里升起一种无力感，连战斗的能力都没有了。这是意识到什么的尤舒兰等人也是立马认真了起来，目光灼灼地看着天空。果然，原本白茫茫飘落着雪花的天空，一道黑影正在缓缓地下落接近，同时伴随着黑影的越来越近，原本还有一点反抗之力的火纹师和花木神鹿直接就趴在了地上。来自血脉的压制已经让他们连行动的能力都没有了。轰！韩吉龙的速度很快，众人只感觉眼前一花，下一秒只觉一道庞然身躯砸落在了眼前，周围都因此掀起了一阵飞舞的风雪。龙！等渐渐看清楚风雪之中的怪物身躯后，即便是尤舒兰都感觉到了忌惮。眼前的生物和以前对付过的那些怪物完全不一样，戒备，现在可不是放弃抵抗的时候。尤舒兰虽然感觉危险，但还是拿出了水之枪，一副严阵以待的状态。不管对手是何等的怪物，都不会被吓到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了。这样的一面让原本受到惊吓的谭芊芊和沙莉也是逐渐安定了下来，虽然目光还有些畏惧，但还是坚定地站在尤舒兰的身旁。哼！重重的鼻息打出，看着眼前的3名人类，韩吉龙只是简单的打量了一番，根本就没有在意。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叶流云的原因，就这样的蝼蚁放在以前，韩吉龙甚至都不会去多看一眼的，根本不值得被放在心上。气氛沉寂，3女努力保持镇定，不敢率先出手，想办法跑。尤舒兰还是比较理智的，正面战斗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他们见鬼了才能打败这样的怪物，唯有找机会逃跑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只不过跑去哪啊？就在这时，一道让3女无比熟悉的声音忽然从韩吉龙的方向传来。流云！先是一愣，随后不可思议地看了过去。韩吉龙的身躯有些过于庞大了，这第一时间没有看到也是很正常的。韩吉龙缓缓低吼，3女这个时候才看到盘坐在韩吉龙头上的叶流云。第122章，强者和弱者会成为朋友吗？砰！叶流云没有废话，一个纵身从韩吉龙的身上跳了下来，看着眼前还有些愣神的尤舒兰等人，笑着说道：我不是和你们说了，在庇护所安稳等我救，又不知道自己的具体位置，这种漫无目的的寻找，天知道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呢？只不过话还没说完呢，率先反应过来的尤舒兰直接就冲了过来，死死地抱住了叶流云。我就知道你一定没事的，只要是眼前这个男人，就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尤舒兰坚定地相信着这一点。别看在面对谭芊芊和沙莉的时候，尤舒兰保持得很镇定，那是因为尤舒兰知道，如果自己都慌了，那谭芊芊和沙莉只会更加的慌张，自己必须要稳住。现在在看到叶流云后，也不需要顾及什么了，尤舒兰只想死死地抱着叶流云。流云！一旁的谭芊芊和沙莉在反应过来后，也是快速地跑了过来，死死地抱着叶流云。看着眼前的3女，叶流云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妈，想要抱的话，那就一直抱着吧。吼！韩吉龙歪着脖子看着此时的叶流云等人，先是有些疑惑，这是在做什么呢？顺势看向了一旁的火纹师和花木神鹿。龙威收起，火纹师和花木神鹿逐渐也能够站起来了。只不过在注意到韩吉龙的眼神后，不管是火纹师还是花木神鹿，都是同时错开了视线，根本不敢多看一眼吧。没办法，血脉的压制很离谱，这怂是真的怂啊。好了，时间差不多，先回庇护所吧。好，3女同时点了点头，也算是有机会体验一把做龙骑士的感觉了。原本韩吉龙是不愿意的，毕竟龙本身就是一种高傲的生物，面对叶流云不在意，那是因为叶流云确实有打败自己的实力，但面对其他人想骑在自己的背上，多多少少就有点瞧不起龙了呀。好在有龙之有这个能力在，韩吉龙还算听话，虽然看起来还有些不愿意，但最终还是同意了，一起跟着飞到了天空。好高啊，飞起来了！骑着龙飞行啊，这样的体验绝对是人生第一次了，会感觉到惊呼和不可思议，也算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吧。和叶流云拥有不眠者能力，无需睡眠不一样。3女先是经历过探索，然后又出门寻找自己，本就已经十分疲惫了。回来之后，这基本上就已经困得不行了，倒头就睡。叶流云也没有打扰什么，趁着这个时候，叶流云来到了庇护所的周围，看了看庇护所，又看了看身旁同样目光疑惑的韩吉龙。你说你长着大干什么？我都不知道让你住哪了。就火纹师那样的体型，自己还能勉强搭建一个木屋给他，但韩吉龙这样的体型比这6级庇护所还要夸张，这打个屁啊！好，
还以为是在纠结什么呢，原来就是这呀。韩吉龙的眼神看起来很是不在意，同时叶流云的内心也传来了韩吉龙的声音：交给我吧。清脆干净，到现在叶流云都还意外，没想到自己收服的居然是一头母龙，就是不知道这以后能不能变成人类的样子了。变成人类的龙又会是什么样子，会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死！我到底在想些什么啊？自己的爱好已经歪到这种离谱的地方吗？连忙摇了摇头，驱散了这些想法。这也就是韩吉龙不知道叶流云的内心所想，但凡知道一点，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对于住所的问题，韩吉龙表现得很轻松，看得出这是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啊。巨大的树丛在叶流云的6级庇护所周围左右扫视了起来，看样子是在确认地方啊。很快，选择到地方之后，韩吉龙开始蓄力，苍白色的火焰在獠牙间盘旋。极寒龙息，轰！苍蓝色犹如火焰一般的龙息被韩吉龙快速的轰出，直直的轰在了叶流云这庇护所附近的一个位置。砰砰砰！冰雪和地面碎石面对韩吉龙的龙息，连丝毫的抵挡能力都没有，只是片刻的功夫就变成了一块块冰渣。随后，在韩吉龙的有意控制下，一个气温极低的冰洞便出现在了眼前。你还有这本事？真没想到啊，这个韩吉龙居然还能够自己铸造巢穴呢。怎么看来的话，之前的那处山谷应该也是韩吉龙自己凭借力量制造出来的吧？做得不错，冰洞很大，足够韩吉龙活动的了。这样的话，自己就不需要担心让韩吉龙住在哪里的这个问题了。没有吝啬自己的夸赞，赞扬的对着韩吉龙点了点头。吼吼，那当然。对于叶流云的夸赞，韩吉龙表现得很开心，一副被家长表扬的小学生一样。看起来龙这种生物虽然实力强大，高高在上，但并不是就不好相处了。相反，其实这一类的生物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心眼，相处起来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当然了，这一切都是要有一个前提的。首先，你必须要打服对方，让对方认可你的实力，要不然一个弱鸡还想和巨龙成为朋友，你怎么不上天呢？韩吉龙的住所问题被解决了，接下来的出行，叶流云的坐骑全部都变成了韩吉龙。没办法，帅啊，总要有一个3分钟热度的吧。就像以前叶流云的坐骑是火纹狮，但坐一坐也就没什么新鲜感了。而现在龙骑士的这个新鲜感显然还没有过去呢，起码也要等自己骑腻了再说。连着几天的时间光顾着当龙骑士了，就连宝箱都没有认认真真的去找，自然也没有得到什么好东西。不过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叶流云本人感觉很开心，这就足够了。流云。而这天回来之后，莎莉欣喜的拿着2本技能书快步小跑了过来。第123章，韩吉龙，你怎么勇的吗？我找到了2本技能书，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技能书都被大家找的差不多了，现在的宝箱想要开出技能书的概率都已经越来越低了。莎莉能直接找到2本技能书，显然是运气不错的。做得不错，嘻嘻。听到叶流云这么说，莎莉开心的笑了起来。流云，你看一下，这本技能书很适合你。顺势对这2本技能书使用了鉴定术。目标：技能书情绪干扰。效果：学习之后可以获得情绪干扰的能力，可以挑动目标的情绪，让其处于愤怒暴躁的状态，具体效果是精神力强度而定。目标：技能书藤蔓种子。效果：学习之后可以获得藤蔓种子的能力，使用之后可以召唤出能生长出藤蔓的种子。而情绪干扰的技能就是被莎莉说适合叶流云学习的能力，让目标处于愤怒暴躁的状态吗？要知道，在战斗的时候能保持冷静的理智才是最关键的一点，愤怒和暴躁很可能会影响战斗思绪的。而且这还是凭借精神力强度的能力，叶流云这么高的精神力以前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现在总算是有用了呀。倒是没有矫情，直接就接了过来。只是看着剩下来的藤蔓种子这个技能就有点无言了。这个技能有点弱呀，召唤出藤蔓种子，这有什么用吗？别小看这个技能了，我肯定会让你感觉到不可思议的。看起来莎莉已经想到了要如何用好这个技能，那我就期待着了。倒是没有直言打击莎莉，在尤淑兰和谭芊芊的注视下，同时学习了技能。你们过来看，叶流云这边还在明悟刚获得的新能力呢，而莎莉这边则是兴冲冲地对着叶流云等人摆了摆手，向着庇护所外面走去。是要在外面展现自己的新能力吗？有些好奇，跟着一起走出了庇护所。你们看，等来到院子里面后，莎莉先是双手合十，施展技能，下一秒，几个藤蔓种子便出现在了莎莉的掌心之中。
被其丢到了院子里面的雪地上，快速生长。如果真要等藤蔓种子自己生根发芽，那得到猴年马月了。但没关系，就在前不久，莎莉就已经学会了快速生长这个能力，可以控制植物快速的生长。伴随着体力的消耗，被莎莉丢出去的几个藤蔓种子已经开始生根发芽了。很快，砰砰砰，几道活动的藤蔓忽然从雪地里面冲出，并不单单只是控制其生长，莎莉还能够控制这些藤蔓的活动方向，用来抵挡又或者是攻击以及困住别人，都算是不错的能力。不得不说，莎莉的想法很不错，将藤蔓种子和快速生长这两种技能结合在一起，原本两个没什么用的能力，反而能够关联发挥出奇效了。不错的想法，叶流云肯定的点了点头。一旁的尤淑兰和谭芊芊也感觉到了一下，没想到两种技能的结合能够发挥出这样的效果，好厉害！嘻嘻，众人对自己技能的认可也让莎莉笑得十分开心，立马开始练习了起来。这只是刚开始，还有些不熟练，等以后熟练的，相信藤蔓的动作也会更加灵活吧。好嘞，只不过还没个几分钟呢，莎莉就感觉自己的体力仿佛直接被抽走了大半一样，十分疲惫。施展技能的时候会消耗体力或者精神力，慢慢来，能锻炼起来的。第一次施展能够有这样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接下来只需要不断的练习，迟早会成长起来了。你们先带他回去休息吧。一手揽着莎莉，对着一旁的尤淑兰和谭芊芊说了一句，我也准备试验一下我的新能力，正好看看情绪干扰这样的技能具体效果是什么样的，刷刷经验也行。好，都没有说什么，两人帮忙带着莎莉回到了房子里面。阿文，等三女回去之后，叶流云简单的呼唤了一声火纹师。好，好，这极寒的天气，真是一有空就想睡觉啊。但在听到叶流云的呼唤后，火纹师还是无奈的走出了自己的木屋，来到了院子里面，疑惑的看向了叶流云，有些不明白这种时候呼唤自己是有什么事情吗？也是在火纹师看过来的一瞬间，叶流云同样一个眼神看了过去。情绪干扰。一开始火纹师还有些不明所以呢，只感觉自己脑瓜子一震，可很快，愤怒，继续的愤怒，各种负面情绪开始充斥在火纹师的身上。吼吼吼！下一刻，火纹师的状态便开始变得暴躁无比，身上的火焰都不由自主地燃烧了起来，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有一种想要将周围所有的一切全部摧毁的感觉。经验值加1，经验值加1。同一时间，新技能的经验值开始不断的上升了。好，咆哮声不断的响起，院子内不断的燃烧起火纹师的火焰，就连冰洞中的韩吉龙也都好奇的探出了头，迷惑的看着火光飞溅的院子。什么情况？那个小虫子在发脾气吗？啊！一声龙吟，韩吉龙希望火纹师安静下来，但好，已经完全被愤怒充斥大脑的火纹师毫不畏惧，直接转身就是一声咆哮，全身上下燃烧着火焰，一副战斗的架势，看这样子是准备直接和韩吉龙动手了呀！我操，你这么勇的吗？韩吉龙都有些愣住了。技能升级，情绪干扰 LV1， 情绪干扰 LV2， 力量加1，速度加1，体质加1，精神加1。感觉利用技能书触发的技能基本上都是直接提升4维属性的，这一点倒是不错。等回过神来后，叶流云发现火纹师已经跳到了韩吉龙的面前，龇牙咧嘴，就差直接动手了。卧槽！第124章，我是谁？我在哪？这是已经上头了呀！韩吉龙那边虽然也是有点猛，但你这都跳到我面前蹦跶了，我要是不动手，是不是太对不起你了？好！一声低吼，龙息开始缓缓蓄力。火纹师那边是真的一点都不怂啊！看出韩吉龙要动手，火纹师全身上下的火焰都显得更加炙热了。等一下！叶流云果断飞了过来。开玩笑，火纹师毕竟是自己第一个收服的宠物，这要是真打起来，不是妥妥的没了吗？同一时间，叶流云也需要了自己的技能，火纹师的情绪开始逐渐恢复。好，好，好！只见火纹师的情绪也慢慢的从最开始的愤怒逐渐平息，最后直接变成了猛圈。看着眼前正在凝聚龙息的韩吉龙，火纹师一副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做什么的表情。虽然是处于愤怒暴躁的状态，但是对于自己刚刚的所作所为还是有点印象的。简单回忆了一下后，火纹师都懵了。不是，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勇了？这真的是我不会是要死了吗？火纹师可不觉得自己能够挡得住韩吉龙的极寒龙息啊。好在停手吧，阿汉，阿文身上的情况有点复杂，
总不能说是因为自己吧？绝不能这么说，一定是火纹师自己的问题。毕竟是叶流云出面，看了看一旁的叶流云，再看看眼前这已经老实下来的火纹师，韩吉龙还是缓缓散去了蓄力的龙息，给了火纹师一个你超勇的眼神，然后就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冰洞之中，一度都怀疑是不是自己这个龙表现得太过于和善了。你这样的都敢在我面前蹦跶了，瞧不起龙！见韩吉龙回去，火纹师也算是安静了下来，感激地看着叶流云，只不过吼吼，还是在叶流云身边吼叫了2声。拥有心灵相通的能力在，叶流云倒是能够明白火纹师的大致意思。简单来说，就是想问自己刚刚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会忽然感觉到愤怒和暴躁呢？想不明白啊。嗨嗨，可能是之前的情绪一直累积，然后今天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吧。叶流云在清了清嗓子后，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起来。吼吼，是这样吗？疑惑的看着叶流云，不过除此之外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解释了吧。最终火纹师也只能是选择相信，无奈的点了点头。呼，总算是忽悠过去了啊。看着重新回到木屋内的火纹师，叶流云脸色轻松，看起来情绪干扰这个技能还真不能乱用啊，毕竟自己的精神力超越了正常人数倍，像这种依靠精神力发挥的技能，自己也能够展现出更加强大的威力。经验值+1，经验值+1，虽然有点恐怖，但该刷的经验还是需要刷的。对自家身边的目标不能用，但这个极寒世界里面最不缺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恐怖怪物了。叶流云完全可以把目标放在这些怪物身上了。好，看着陷入愤怒模式冲向自己的野兽，叶流云脸色不变。锋刃，锐利的锋刃一闪而过，怪物的身影直接被一切两半。解决，在将其分解之后，叶流云直接转身去寻找其他的目标了。技能升级，情绪干扰 LV3， 情绪干扰 LV4， 力量+1，速度+1，体质+1，精神+1。只要不断的刷，这技能等级的提升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眼下这个技能距离5级满级也只差最后1级了。今天不能满级的话，最迟明天应该就可以满级了。算了一下经验生长的速度后，叶流云继续寻找了起来。等回去之后，尤淑兰和谭芊芊也找到了技能书。鉴定目标技能书暴击，效果学习之后可以获得暴击技能，暴击之下自身的攻击可以翻倍提升，但会消耗一定的体力。目标技能书火强术，效果学习之后可以获得火强术技能，施展火强，可以用以攻击或者防御，火强的威力和精神力有关。2个技能，一个近战，一个远程，这2个技能你们自己学习吧。说起来自己好像还真没找到什么技能书，大多数的情况都是尤淑兰他们找到的技能书，基本上一些特殊的强大的技能都是自己学习。怎么算起来的话，那自己算不算是吃软饭的呢？这个技能，尤淑兰拿着暴击技能的技能书正准备说些什么呢。这种近战能力尤淑兰感觉也很适合叶流云，应该很不错吧。只不过不等说完呢，就被叶流云笑着摆了摆手打断了。暴击技能是不错，但我也有类似的，所以不用担心我，你自己学习吧。自己之前一些技能满级后就触发过暴击的能力，除此之外还有重击、破甲这一类对攻击很有增幅的能力，所以自己并不需要这样的技能书。相比较而言，让尤淑兰他们成长起来，对自己也会有一定的好处。那好吧，尤淑兰也不是什么矫情做作的人，既然叶流云都这么说了，那尤淑兰便点了点头，不再强求什么。那我这个……谭芊芊拿着火强术的技能书，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感觉叶流云也不会学习啊，自己最近找到了技能书，感觉都不适合叶流云啊，情绪有些失落。看着这样的谭芊芊，叶流云只是不在意的笑了笑，很是自然的说道：别想那么多，技能书这种东西本身就看缘分的，自己这有探查术都没看出过几本技能书，相比较而言，自己这运气才是最差的吧。少女们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好好学习这些技能吧，只有你们变得更强了，才能够帮到我，不是吗？谭芊芊认真的点了点头，我一定会帮到流云你的。第125章，这家伙居然不憨了。现在队伍中大家的定位都已经很明显了，尤淑兰是近战的战士，谭芊芊是远程的法师，而莎莉则是从一旁干扰的辅助人员。至于叶流云嘛，当然是全能的6边形战士了，就连原本薄弱的精神类技能都得到了补充。现在的叶流云可以说是真正的全能了，这样下去，叶流云的这支小队只会越来越强啊。经验值+1，经验值+1。第二天，
叶流云还是照常刷着新技能的经验值。在这种冰天雪地的情况，想要找寻到怪物，虽然不算简单，但也不算难。有时候如果遇到成群结队的怪物，这刷起经验来就更快了。技能升级，情绪干扰 LV4， 情绪干扰 LV Max， 力量+1，速度+1，体质+1，精神+1。终于，在提示音出现的一瞬间，叶流云就知道新技能已经彻底满级了，停下了手上的手段。至于那些依旧对自己虎视眈眈的怪物们，只是随手一挥，风刃，唰，环形的风刃快速吹过，周围的怪物们齐刷刷的被斩断了身子，倒在了地上。倒也不着急分解回收，而是先看看这样的技能会触发什么样的能力。触发能力：梦魇。梦魇什么意思？让目标做噩梦吗？梦魇使目标陷入幻境，一瞬间看到自身最畏惧的东西。原来如此，这样的介绍也让叶流云明白了新能力的作用。简单来说，和幻术有些类似，让对手目标看到自己内心中最畏惧的东西。要知道，哪怕是再强大的生物，看到自身最畏惧的东西，也会出现短暂的愣神，而往往在战斗中，这短时间的愣神就是最致命的了。赢！就在这时，鸣叫声传来，天空中一只鸟形的怪物正在以俯冲的动作向着叶流云的位置冲来。梦魇！叶流云神色不变，只是一个眼神直接瞪了过去。赢！那怪物好似是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一般，状态变得无比惊慌失措，都不需要叶流云动手。这慌乱之间，仿佛连飞行的动作都忘了，直接一头栽倒在了雪地之中。不错，对于新技能的试验，叶流云满意的点了点头。真看起来的话，这个梦魇能力很不错啊。分解，接下来就是对这些生物的分解了。蚊子再小也是肉，叶流云将其挨个分解后，全部都装到了生存守则的仓库里面去。相比较叶流云这边的情况，此时的阿尔杰这边就变得有些不安了。还没有动静吗？不应该啊，这些天里面，阿尔杰一直都在注意着世界聊天上面的变化。对于龙什么的，阿尔杰虽然看到了那些交谈，但也没有在意过。没有亲眼见到，阿尔杰根本不相信。阿尔杰最关键的是奥德利斯基和叶流云的情况，这两个家伙没打起来吗？不可能啊！那奥德利斯基在说话的时候，就好像小脑萎缩一样，不怕死气人就不罢休的，怎么可能没打起来的？但要是打起来了，也不至于一点动静都没有吧？不应该啊！挠了挠头发，显得很是迷惑。周围的手下虽然不知道阿尔杰为什么又开始暴躁起来了，但也没人敢打扰，都是在相视一眼后，默默地向着边上退了退。不行，我得问问。这一点结果都没有，让自己干等着。阿尔杰也着急啊。叶流云那边不好联系，但可以直接联系奥德利斯基啊。阿尔杰，你去问了吗？奥德利斯基问什么？刚探险回来，将烈风斧放在一旁，看着生存守则上阿尔杰的问题。奥德利斯基显得有些疑惑，不明白阿尔杰为什么这么问。阿尔杰，当然是水晶石的问题。这个没脑子的家伙，没办法，阿尔杰只能主动提醒了一句。奥德利斯基问过了，还以为是什么呢，原来就这个呀。倒是没有隐瞒什么，很是自然的回了一句。阿尔杰，那他有水晶石吗？奥德利斯基，有。阿尔杰，神经病，老子他妈问一句，你回一句是吧？就不能多说一点吗？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奥德利斯基已经很认真的回答了，但阿尔杰还是感觉很生气啊。这个憨批莽夫！阿尔杰，那你们之间有闹出什么矛盾吗？阿尔杰觉得自己这个问的已经是比较含蓄了，毕竟总不可能直接问你和那个叶流云有没有打起来吧。呵，倒是奥德利斯基这边看着阿尔杰的询问，轻蔑的笑了一声。果然如此，虽然莽了一些，但这并不代表奥德利斯基就一点脑子都没有了。这阿尔杰打从一开始将叶流云有水晶石这样的事情告诉自己，就是为了让自己和叶流云打起来吧。果然是个懦夫，连正面战斗都不敢，只敢在背后算计别人，这样的人奥德利斯基是最看不起的了。阿尔杰这边还有些着急的等待着奥德利斯基的答案，这怎么半天了还没个回复呢？如果现在自己直接问的话，那会不会表现得太过于明显了？就在阿尔杰有些纠结的时候，手中的生存守则总算是传来了奥德利斯基的回复。只不过和想象中的不同，奥德利斯基的回答很是干脆啊。奥德利斯基，滚！简简单单的一个字。阿尔杰先是懵了一下，随后法克，法克，法克。如果不是舍不得，阿尔杰估计都想这个生存守则直接摔在地上了吧。
酸萝卜别吃，这家伙居然不憨了，所以到底有没有打起来啊？不过阿尔杰也知道，即便自己现在问，也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奥德利斯基那边肯定是不会告诉自己的。没办法，阿尔杰只能在庇护所里面不断的谩骂，以此来发泄自己内心的愤怒。周围的手下们再度向后缩了缩，不敢打扰。第126章新的危机，极寒祭祀。白痴，奥德利斯基这边倒是不知道阿尔杰那边的情况，不过即便知道了，也不会太在意的吧。生存守则放在一边，将这次探索猎杀回来的肉放在壁炉上面烤着。奥德利斯基的庇护所虽然内部空间比较单调一些，但该有的东西还是有的。那位先生为什么不理我呢？一边吃着肉，还一边有些苦恼。明明叶流云那边自己已经私聊发过很多消息了，但一次回复都没有。难不成是我表现得不够礼貌，冒犯了先生？唉，一声叹息。看得出奥德利斯基这是真的被叶流云打服了呀。相比较而言，叶流云这边反而是最轻松的了。有了寒极龙，即便这个极寒世界会再冒出些什么危险的东西，也都不需要担心了。在想什么呢？极寒世界没有黑夜，永远都是白昼的状态，窗户外面永远都是明亮的。此时的叶流云正半倚着身子看着窗户外面的风雪，脸色有些疲惫。依偎在叶流云身侧的尤舒兰看到叶流云的叶流云后，好奇地询问了一声，只是在想，黑夜世界有永夜，那这个极寒世界应该不会顺顺利利的过去吧。极寒世界的低温确实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情，但只要渡过去了，就会发现什么极寒其实也就那样。黑夜世界的永寂可是全天24小时，所有的怪物都会陷入狂暴和兴奋的模式。那这个极寒世界作为黑夜世界的进阶版，总不可能没有类似的危险吧？就算是同样的永寂，但也应该差不多吧？或许会有吧。尤舒兰还是比较理智的，仔细一想，叶流云的话确实是很有道理。只不过看着叶流云这副思索的样子，尤舒兰不由得笑了起来。我相信只要我们在一起，就不会有什么困难是解决不了的。听到这话，叶流云顺势看了过来，迎着尤舒兰信任的目光，叶流云跟随着笑了起来。放心，我只是在想这样的事情，但却并不是担心，不管会有什么样的危险，都不会有事的。叶流云可没说自己是在担心什么样的危险会出现。还是那句话，只有实力才是无惧一切危险的弟子。不管会出现什么样的怪物，叶流云都有信心自己能够战而胜之。窝在叶流云身边的尤舒兰认真的点了点头，依靠着叶流云不再多言。一觉醒来，叶流云等人正准备出门开始新一次的探索呢。而这一刻，所有人的生存守则都传来了震动声，不只是叶流云这个庇护所的，而是这个区域内所有人的生存守则全都响了。这是同一时间，很多人倒是好奇地打开了自己的生存守则，在看到第一个刚刚更新出来的内容后，很多人都是直接瞪圆了眼睛。极寒祭祀副本将于1个小时后开启，选择加入的人需要在1个小时内做出选择。1个小时之后开始名为极寒祭祀的副本，但至于说这个极寒祭祀到底是什么，副本又是什么，生存守则上面就没有过多的描述了，只有加入或者拒绝这2种选择。应该是只有同意进入这个副本，才能够知道极寒祭祀的具体内容吧。叶流云目光冷静地分析了起来，果然黑夜世界都有永寂这样的事情，那这个极寒世界怎么可能没有类似的危险呢？不过用什么副本来形容，感觉好像是在打游戏一样。你们看，又有新的提示出现了。这时一直在观察着生存守则的尤舒兰发现又有新的提示音在下面出现了。通关极寒祭祀会获得无比神奇的奖励，但同样极寒祭祀副本充满了危险，这里是弱小者的地狱，请谨慎选择。这样的提示音也让很多原本准备直接选择同意的人停下了动作。毕竟奖励再好，但要是命没了，那可真的是什么都没了。流云、尤舒兰等人没有说话，而是看向了叶流云。他们这些人都是以叶流云为主的，只要叶流云选择同意，那他们自然也会跟着一起去。叶流云没有着急回答，而是目光微微思索了起来。阿寒。沉默了片刻后，叶流云忽然呼唤了一声。啊！庇护所外传来了韩吉龙的震耳的龙吟声。冰冻下，韩吉龙的身影快速飞出，落在了庇护所的院子内。巨大的树瞳通过窗户看向了庇护所内的叶流云，这眼睛都要比这窗户还要大了。知道极寒祭祀吗？叶流云没有废话，而是直接看着韩吉龙的眼睛询问了起来。极寒祭祀？叶流云的话让韩吉龙愣神了片刻，
随后果断摇了摇头。吼，没听过？没听过吗？如果韩吉龙没听过的话，那很可能这次的副本是不能带宠物去的。虽然不知道这个极寒祭祀副本会有什么样的危险，但如果能带韩吉龙一起去的话，显然会更加安全一些。但现在看来，韩吉龙好像去不了啊。没你的事了，回去休息吧。看着还守在外面的韩吉龙，叶流云摆了摆手，示意其可以回冰洞里面继续睡觉了。多少还是有些蒙圈的啊。大大的眼睛里面充满了疑惑。算了，谁让好感度很高呢？虽然迷惑，但韩吉龙也没什么意见。震动了2下翅膀后，便重新回去了。同样的，因为极寒祭祀副本的出现，世界聊天上面都变得是无比热闹了。编号7904，怎么样？你们谁打算去这个副本吗？编号9214，反正我不去，我怕死。编号6330，我去。妈的，不就是死吗？怕个屁，说不定就活下来了呢。编号4987，反正我不去，即便你们能得到好东西，但命没了，可就真的什么都没了。编号6935，我要去，这副本里面肯定有什么机缘。第127章，持续12小时的危险副本，有说不去的。毕竟人都是怕死的，对死亡充满畏惧，也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反正又不是强制的，即便不去这个副本也没什么关系，那为什么还要去呢？当然了，除了这部分惜命的之外，也有一部分人是愿意去赌一赌的，赌自己能够活下来，能够获得好东西。一时间，世界聊天上面议论纷纷，甚至已经有人选择同意了。同意。叶流云这边同样也给出了自己的想法。这并不是在赌什么，未知的危险固然很容易让人心生畏惧，但自己可是开挂的呀，有什么好怕的？如果实在太危险，到时候大不了找个地方老老实实的苟命，苟过去总可以了吧？好。对于叶流云的这个决定，不管是尤淑兰还是谭芊芊和莎莉都没有丝毫反驳的意思，而是跟着一起选择了同意。你们，就算叶流云想说什么，都已经来不及了。几个傻丫头。在选择同意之后，叶流云等人只感觉眼前一黑，下一秒已经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周围看起来是一个十分宽广的空间，周围黑漆漆的一片，只有未落的光亮。天空有一个巨大的计时面板，应该是那1小时的倒计时。1个小时之后，就算是选择同意，也没有机会进入这个副本了。周围除了叶流云等人，老老实实的也有其他的一些人类，应该都是同意进入极寒副本的人类。这里是哪里？副本已经开始了吗？我后悔了，我想回去。一些脑袋一热，选择同意的人，有的都开始后悔了，甚至都传来了一些哭喊的声音。当然了，大多数选择同意的都是比较冷静的，虽然对周围的情况充满了疑惑，但还是保持足够的冷静，观察着周围，不哭不闹的。除此之外，周围的人数还在不断的增加，应该是不断的有人选择同意进入这个极寒祭祀的副本。这里应该只是一个过渡的地方。叶流云目光冷静，之后等天上的那个倒计时结束，我们才会进入真正的副本里面。尤淑兰等人抬头看了看，距离倒计时结束还有一段时间呢，倒是不需要太着急。世界聊天和私聊都不能说话了。这个时候，一直观察生存守则的尤淑兰也发现了问题。世界聊天和私聊的功能虽然还能接收消息，但却发不出任何消息了。这应该是防止我们将这里的消息传递给外面的人吧。听着尤淑兰的分析，叶流云也是赞同的点了点头。确实是这样的道理，应该等离开副本后，这些功能就能够重新使用了。你们看，第1页的内容开始出现变化了。这个时候，一旁的谭芊芊和莎莉也发现了问题。基本上，生存守则的第1页更新出来的内容都会和当下的危机有关，应该会给出一些提示吧。原本是否同意进入极寒副本的字样已经开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内容。恭喜你们成功进入极寒祭祀副本。副本期间倒计时结束后，副本将正式开启，在此期间，直至副本结束之前都无法和外界取得联系。这应该就是为什么不能发世界聊天和私聊的原因。接下来将开始为大家介绍极寒祭祀副本的内容。看到这样的字眼，叶流云变得认真了许多，毕竟这可关乎到接下来该如何通关这个副本。这一刻，同处于这个空间的人都逐渐安静了下来，冷静地看着手中的生存守则。一开始的那些哭喊声都逐渐消失了，显然是已经认清现实了。毕竟来都来了，可不是你哭喊2声就能够有用的。有这时间，还不如多了解一下，才能够更安全的生存下去啊。极寒祭祀是远古时期的虫母留下来的一场祭祀。祭祀开始后，虫母将不断的诞下幼虫，
而幼虫只有进入人类的身体，吃掉人类的心脏，才可以进化成为成虫。简单来说，就是一种需要寄生人类才可以进化的虫子。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但看着介绍也能看出一点，那肯定是很恶心的东西就对了。单单是想到自己会被这样的虫子寄生，就会让人感觉头皮发麻了吧。接下来是极寒祭祀副本的规则。规则一，极寒祭祀副本的持续时间是12个小时，12个小时后副本结束，存活的人可以成功返回极寒世界。规则二，只有破坏极寒祭祀的核心可以提前结束，并且通关极寒祭祀副本获得奖励。规则三，距离核心越近，成虫就会越暴躁越疯狂。规则四，祭祀中同样存在着一些从远古时期留下来的东西，能否找到就看你们的运气了。一共3个规则。总结下来，即便没有破坏掉极寒祭祀的核心，但只要活过12个小时也是可以存活下来的。但是如果想要得到奖励的话，就必须要在12个小时内成功破坏核心了。选择来这个副本的大多数人肯定是想要得到奖励了，要不然那岂不是白来了吗？西巴，最后获得奖励的人肯定是我们泡菜。也不知道是为了壮胆还是为了什么，一个人直接就大声喊了一句。一些个泡菜的人在听到这话后也是连忙凑了过去，临时组队。你就是阿尔杰吧？这个时候叶流云忽然听到了一个声音。阿尔杰？目光好奇地看了过去，只见不远处正站着一个白头鹰那边的人，而询问的则是一个面貌看起来勉强及格的女人。她也来了吗？也是，作为一个野心家，这样的事情阿尔杰怎么可能不来？叶流云注意到另一边赵虎一行人也出现了。没错，我就是阿尔杰。面对女人的询问，阿尔杰没有犹豫，语气高傲地承认了下来。太好了！对于阿尔杰的承认，女人脸色一喜，连忙说道：我能和你组队吗？我得到过一些技能，放心，我是不会给你拖后腿的。第128章，锋刃一出，震慑全场。阿尔杰的名头在世界聊天上面还是比较出名的，一些人在进入这样的危险副本后，自然会想着能够和强者合作了。有了第一个开头，很快就有第二个、第三个，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想要寻求合作了。我们需要找别人合作吗？这样的情况让莎莉忍不住询问了一句。我们才不需要这个，流云是最强的。一旁的谭芊芊想都不想的就回了一句。在谭芊芊看来，叶流云的实力就是这里最强大的，根本不需要与任何人合作。尤淑兰赞同的点了点头，但还是解释了一句：人心隔肚皮，规则上面说只有破坏核心的人才能够获得通关副本的奖励。别看这些人现在合作，但内心之中肯定都有算计，到了最后说不定还会自相残杀呢。对于这些人的合作，尤淑兰并不看好。别看现在其乐融融的，争到了最后，恐怕第一个对自己动手的就是队友了。这样的话让莎莉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放心，没必要在意这样的事情。面对少女们的交谈，叶流云笑着摆了摆手。打从一开始，叶流云就没有想过要和谁合作了。一边通关副本，还要一边防着队友，那还有什么意义吗？游戏，花姑娘。只不过让叶流云没想到的是，原本自己只想安安静静的等待着倒计时的结束，然后进入副本，却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边上忽然传来了一道小八嘎的突兀声音。只见一名樱花人先是扫视了一眼叶流云身边的叶流云等人，随后神色高傲地对着叶流云说道：小子，将你身边几个美人交出来。用的是樱花语，不过大家都能听得到。自从穿越黑夜世界的那一天，全世界各地的人倒是都没有什么语言障碍的问题了。这里的动静也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目光疑惑地看了过来。等看到叶流云身边的3道倩影之后，都表示理解了。这3个女人真美啊！都是脸色戏谑地看着叶流云，想看看这个叶流云会如何应对呢？你找死！尤淑兰目光危险，已经拿出了自己的水之枪。一旁的谭芊芊也拿起了风之弓。虽然有那些魔法技能，但这副本都还没开始呢，没必要直接浪费精神力。就连莎拉都已经开始准备召唤藤蔓了。原本也是准备看戏的阿尔杰，在注意到莎莉的身影后，直接愣神了片刻。是他？刚刚被一些人挡住了视线，还没有注意到呢。如果莎莉也在其中的话，那岂不是说那个男人就是叶流云？阿尔杰看向了正处于风暴中心，目光平静的叶流云。虽然之前没见过，但阿尔杰也清楚，就是因为这个叶流云杀了自己的手下，救走了莎莉，现在莎莉在这里，那这个男人一定就是叶流云了。正好趁着这个机会，阿尔杰也想看看这个叶流云的实力到底如何。
之前还想通过奥德利斯基来试探叶流云呢，结果那个憨批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哼哼，如果你实力一般的话，那就别怪我先下手为强了。想到这里，二杰阴恻恻地笑了起来。花姑娘，叶流云这边，尤淑兰原本是打算直接动手的，但却被叶流云抬手拦住了。看到这一幕，对面的小八嘎倒是肆意地笑了起来。怎么，是怕了吗？也是，毕竟你们龙国人就是这么的。从尤淑兰的声音已经听出这是龙国人了。刚想说怂呢，但锋刃，叶流云目光不变，一道锋刃快速挥过，速度之快，众人只感觉一阵微风吹过，根本就看不清锋刃的具体情况。下一秒，就看到原本目光四溢的樱花人声音戛然而止，整个人的身影都定格在了那里。这是有些疑惑，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气氛一阵死寂。随后，啪嗒，小八嘎的身上缓缓地出现了一道血痕，跌落在了地上，脸上还是死之前的那副表情。很显然，这是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呀。自始至终，叶流云的脸色都没有太多的变化，只是扫视了一眼到底的小八嘎，随后便收回了目光。这副淡漠是生命如草芥的姿态，让很多人都是内心发寒，不由得倒退了几步，再也没有之前那副看热闹的状态了，唯恐避之不及被盯上啊。这同样被吓到的还有二杰，原本都已经想到了，即便这叶流云能够解决这个樱花人，但只要展现出来的实力没有超越自己的预算，二杰都准备利用这次副本的机会将叶流云给弄死呢。可眼前这一幕却让二杰的那些小算计全部都烟消云散了。特么的，这是什么啊？自己都还没有看到的，这樱花人就死了。如果是自己的话，二杰想了想，如果自己是那个樱花人的话，会如何应对？根本应对不了，等死吧。操！特么的，大家都是人类，你特么的这实力是不是有点过于离谱了呀？嘴角忍不住扯了扯，果断向后躲了躲，避免被叶流云那边发现。也是不知道，其实自己早就被叶流云知道的，只是准备等二杰发育好了，结一波大的呢。二杰先生，我们要不要和那位先生合作？就在这时，一些暂时和二杰合作的人小声地询问了一句。叶流云展现出来的实力确实让很多人无比忌惮畏惧，但同样的，强者的身后永远都不会缺乏追随者。一些人在看到了叶流云的强大实力后，反而显得十分狂热了，要是跟随这样一位强者，安全感十足啊。就是刚刚的事情，让很多人即便有这样的想法，但也不敢付之于行动，毕竟也是担心自己会和那个小八嘎一样，一点感觉都没有，直接就被一分为二了，简直恐怖。第129章，来迟的理由，睡过头了。二姐有些沉默。怎么的？你是以为我头铁，不知道和强者合作更有安全感吗？老子特么怂啊！之前的过节让二姐不敢保证叶流云对自己是什么看法，万一一道锋刃自己岂不是没了，躲都来不及躲呢？怎么可能有胆子上去求合作？你要是想，可以自己去，但也没拦着这些人。二姐表示，你们要是想要求合作的话，那就自己去，反正只要别拉上我一起，那就可以了。那些个人也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瞬间安静了下来。还是那句话，刚刚的情况，叶流云展现出来的冷漠和强大的实力，还是让人忌惮不已的。没人打头阵，根本没几个人有胆子凑过去的。他们之所以这么说，也只是希望二杰去打头阵而已。哼，又不傻。看到这一幕，二杰怎么可能不明白，这些人不过就是想让自己当先行试探的炮灰罢了，还想算计我。等着吧，先利用你们探究一下极寒祭司的副本，如果有危险，直接踢出去当炮灰。反正又不是自己真正的手下，这卖起来二杰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再说了，就二杰这样的人，即便是自己的手下，卖起来也不会有什么心理压力吧。与此同时，那些个还没有同意进入极寒祭司副本的人，多多少少的都变得有些不安了。毕竟一些人只是在观望，并不是真的不想进去，只是想有人能先进去探究一下有没有危险，然后他们再考虑要不要同意的。但结果却是，那些人在选择同意进入副本后，就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关于极寒祭司副本里面的消息，是一点都没有传出来啊。编号0019，怎么回事啊？怎么进入副本的人好像一下子全部失踪了一样，一点消息都没有了。编号7930，不会是已经死了吧？编号7089，应该不会，应该是在副本里面，不能和外面的人联系吧？编号3806，怎么会有这样的限制啊？编号4447，怎么办啊？我还想看看那副本里面有没有危险，
要不要同意进去呢？有些苦恼了。原本那些犹豫着要不要进去的人，这个时候是更加的犹豫。毕竟人类最恐惧的东西其实还是未知，什么都不知道才会引起无限的遐想，让人望而却步啊。犹豫的同时，距离副本开始的1小时进入时间也是越来越近了。当然了，这种时候必然就会有人出来打击自信心了。编号0099，去什么去？那些人说不定已经遇到危险了，只有待在外面才是最安全的。编号2280，就是我们还不如趁着这个时间去找找那些进入副本人的庇护所呢。编号7834，对啊，庇护所没人，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好东西呢。编号4771，反正我不想死，谁想死谁去好了。编号6933，既然大家都这么说的话，那我也不去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赞扬着不去了，到最后基本上是都不去了。实际上，传说这些言论的大多数都是一些真心怂，但又看不得别人好的人。毕竟自己的穷困固然可怕，但别人的发达来的才更加扎心啊。有些人就是这样，我自己得不到，没胆子做的事情，也希望别人能够和自己一样得不到，不去做。除非是一些心智比较坚定，否则大家都这么说。原本一些还想着试探试探的人，这个时候也开始犹豫，甚至直接选择拒绝了。叶先生，叶流云这边因为刚刚的事情，再也没有人敢凑过来了。即便尤淑兰她们十分美丽，但连一个敢搭讪的都没有。没办法，有这样一位煞星在，谁还敢惦记啊？当然了，也是有例外的，比如那种铁憨憨类型的。只见扛着烈风斧的奥德利斯基大大咧咧地向着叶流云这边走来，一点顾忌都没有。叶先生，你这段时间怎么一直不回我啊？说起这话时，奥德利斯基语气幽怨，一副被抛弃的模样。一旁的尤淑兰等人都是一副吃瓜的表情。叶流云没好气地翻了翻白眼，果断抬起手在尤淑兰他们的额头上敲了一下。瞎想什么呢？当然了，这种无伤大雅的玩笑叶流云也不会在意，只是简单的对着奥德利斯基说了一句，只是最近有点忙而已。这种话是个人都能听出来，就只是在敷衍罢了。但奥德利斯基却是恍然的点了点头，原来是这样啊，也对，叶先生平时肯定有很多事情要做，是我鲁莽了。看着这样的奥德利斯基，尤淑兰等人有些好奇，这个人这么单纯的吗？这种敷衍的话都听不出来。对此，叶流云倒是一副意料之中的表情，耸了耸肩，也没说什么。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奥德利斯基并不是没脑子，而是懒得去想罢了。大多数时候，奥德利斯基都是只靠自己的肌肉去想事情。倒是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顺势看向了这个奥德利斯基，叶流云目光好奇。就这样的莽夫，应该不会犹豫那么久吧？按照叶流云的想法，这个奥德利斯基在看到生存守则提示的一瞬间，估计就会直接选择同意了。危不危险的，先莽了再说。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睡得太死，一时没有注意到生存守则的变化，好在是醒了，要不然都不知道有这种事情。奥德利斯基还真不担心这个副本会不会有什么危险，有就有呗，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死好了，干脆得很。纯粹就是太累，睡着了。生存守则开始的那一连串震动，愣是没让奥德利斯基醒过来。好在最终还是醒了，要不然真的就要错过这次的副本了。第130章，倒计时结束，祭祀开始。好吧，这样的回答倒也很符合奥德利斯基的人设。叶流云没有说话，身旁的尤淑兰等人只是疑惑地看了一眼奥德利斯基，倒也没说什么。只是奇怪，叶流云不知何时会认识这么一个毛熊的人。大哥，大哥！就在这时，又有一声呼唤传来，来人是一个看起来有些憨的小胖子。几声呼唤后，快速地来到了叶流云的身边。对方兴致冲冲的状态倒是让叶流云有些疑惑了，目光打量，不认识。是我是武风呀。见叶流云目光疑惑，明白了什么的武风当即自我介绍了起来。武风，想起来了，这不就是之前和自己交易过黑铁石，还交易过不少材料的那个人吗？你怎么知道我是叶流云？这应该算得上是第一次见面吧，而且自己也没说过自己的名字。嘿嘿，武风憨憨的一笑，解释了起来。我是觉得除了叶先生之外，这里应该没人拥有如此实力了吧？又是龙国人，还有这样的实力。最关键的是，我听到叶先生这样的称呼，所以我就大胆猜测了一下。说着，武风看了一眼边上健壮的奥德利斯基。刚刚奥德利斯基虽然没呼唤叶流云的名字，但一直呼唤叶先生的。从这些线索分析，武风有很大的把握肯定，这应该就是叶流云了。很聪明，点了点头，倒是没有否认什么。太好了，叶大哥，之前都是通过私聊联系，今天总算是有幸能够见面了。
目光欣喜，实在是没想到进入这个副本之后还有意外之喜。你也想通关副本吗？按照生存守则的描述，极寒祭祀这个副本只有摧毁核心才能够真正的获得通关奖励，要不然都是白搭。这里的很多人应该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才会来的吧。而在听到叶流云这么说后，武峰倒是没有丝毫的犹豫，果断摇了摇头。通关还是算了，我就只是想要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获得一些好东西。对于自己的定位，武峰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虽然运气好了一点，但本身的战斗能力只能算是一般，能保命就不错了。想要通关，还是别做这个梦了。大哥，我觉得在这些人中，还是你最有机会通关了。对此，叶流云只是耸了耸肩，倒是没有说什么。而武峰这个时候也顺势扫视了一下尤淑兰等人，很懂事的错开了视线。相信各位就是嫂子吧？你们好，我叫武峰。不得不说，在某些方面，这个武峰还是有些智慧的，起码清楚什么叫人情世故。你好。尤淑兰他们对这个武峰倒也没有什么坏印象，只是点了点头。随后，武峰便眼巴巴地看向了叶流云，有些话自己这边还是不好先提出来啊。以叶流云的聪慧，自然明白这个武峰是什么意思。组队可以，但如果你拖后腿，我会放弃你的。有些话还是提前说比较好。叶流云可不想当什么保姆，也不可能成为什么圣母，更何况武峰本就不是自己的同伴，真要是出现危险了，叶流云会在第一时间毫不犹豫地放弃这个武峰。明白，明白。可即便如此，武峰还是欣喜若狂地点了点头。大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拖后腿的，连忙保证了起来，一副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的样子。到时候如果找到什么好东西的话，我也会全部交给大哥你的，即便是空手而归，只要还活着就不算亏，就当是长长见识好了。叶流云也不是那种吝啬的人，你找到的东西我只会收一部分，不会让你一点收获都没有的。当然了，前提是这武峰真的找到东西了，要不然什么都没找到，不会指望我还给你东西吧？明白，明白。得到叶流云的肯定回答，武峰显得是更加开心了，倒是一点都不怀疑叶流云有没有欺骗自己。毕竟武峰很清楚，以这叶流云的实力，根本就没有欺骗自己的必要。武峰的情况也被很多人注意到了，有了这个的开头，倒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凑到叶流云这边寻求合作了。毕竟能够和强者合作，这样才能够更大的保证自身的安全啊。只不过就在这还有些犹豫的时候，天空中的倒计时已经逐渐清零了。等倒计时彻底消失之后，所有人质只感觉自己眼前一黑，失重感传来，身体不断的下坠着。流云，突如其来的情况，别说是尤淑兰他们了，一同来到副本里面的大部分人都不由得惊叫了起来。没事，叶流云平静的声音传来，让原本有些惊慌的尤淑兰等人立马安心了许多。只要有这个男人在，就一定不会有什么事情的。尤淑兰等人一直都坚信着这一点。风下坠的同时，叶流云已经稳住了身形，双手抬起，在这般柔和的风下，尤淑兰、谭芊芊和莎莉他们急速下坠的动作也是逐渐平稳了下来。忽如其来的失重感，还是很容易让人肾上腺素疯狂上升啊！有光！这个时候，谭芊芊忽然注意到了什么，指向了不远处的方向。零星的光点缓缓在黑暗中出现。叶流云控制着风，带着三女，很快就落在了地上。等着平稳落地之后，下一秒，砰砰砰，如同天空中下饺子一样，一道道身影不断的从天空中落下，狠狠地砸落在来到地面上。有些有自保能力的，只是精神有些恍惚，又或者是骨折之类的，但很快就又重新站了起来。可那些没有什么自保能力，想要浑水摸鱼度过这个副本的，那可就惨了呀！救命！救命！我的腿啊！救救我！一时间，凄惨的叫声不断的传来。死人了！死人了！第131章，能量水晶虫母。除了哭喊和求救的声音，其中也不缺乏惊恐的喊叫声。可以看到，不少人在摔落下来后，直接原地去世，落地成河了。我想回去，我不想参加了。怎么会这样？立马就有人想要退缩了。毕竟这才只是刚开始，只是进入一个副本就出现了这么多的死亡情况，怎么可能不害怕呢？叶流云站在一旁，虽然没有说话，但还是用目光计算了一下，同时进入这个副本的应该有700-800人左右，但就刚刚那么一下，至少死了300-400人，这个数量无疑是很恐怖的。危险才刚刚开始，刚开始就灭了这么多人，也不知道等副本结束还能剩下多少人。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控制风，即便尤淑兰他们不会死，
但受伤什么却是一定的。够了！有些被吵得心烦意乱的人，直接大声地怒斥起了那些哭喊的人。哭有什么用？都已经进入副本了，不会以为哭喊2句就能出去吧？与其在这里大喊大叫，还不如想想怎么样才能够活下去。果然，在这样的怒斥下，那些哭喊的人逐渐冷静了下来，吵闹的声音开始渐渐的停止，但不安的情绪还是笼罩在所有人的心头上。操！这个时候，一堆碎石中，奥德利斯基一手拿着烈风斧，缓缓地走了出来，身上看起来完好无损。叶流云也不意外，毕竟奥德利斯基有狂战这个技能，开启狂战技能可以保证接下来半个小时不会受到任何消耗，即便对体力消耗很大，但能够以此来保命，这就已经很不错了。不过最让叶流云有些意外的倒是武风了。只见不远处一个圆形的石球缓缓地瓦解，有些精神恍惚的武风从石球里面走了出来。叶大哥想要打招呼，但这一个没站稳，直接摔倒在了地上。那么高摔下来，多少是有点晕啊。还好之前学会了控土的技能，要不然就死定了。武风运气不错，之前得到了控制岩土的技能，在下坠的时候利用岩土凝聚成球体保护在自己的周围，要不然这真的就要死定了啊！真危险啊！都有点后悔了，一开始就这么危险，早知道自己就不过来碰运气了。兄弟们怎么样？赵虎这边虽然看起来有些灰头土脸，但全身并没有什么伤势，而是环视起了周围。既然进入副本，赵虎自然不会自己一个人过来，而是将自己的手下们也带了过来。好不容易又聚集起来的手下，别特么都死完了。大哥，大概死了7、8个人。其中一个手下在计算了一下后，看向了赵虎。7、8个人吗？脸色有些沉默。之前黑夜世界的永济，自己手底下就只剩下3、4个人了。好不容易在极寒世界招募到一些，但一共也就10几20个，这么一下直接没了7、8个人，心疼啊！没关系，大家听我的命令，全都聚集在一起，放心，我们一定会活到副本结束的。好，赵虎的手下还是很忠心的，听到这话后，顾不上悲伤，全都聚集到了一起，戒备着周围。相比较赵虎，二杰这边同样失去了不少的手下，现在还能够保持行动的就只剩下4、5个了。法克！但阿尔杰却并没有要安慰手下的意思，反而是满脸的愤怒。一帮废物，居然这样就死了，简直没用！阿尔杰先生，一名摔断腿的手下踉踉跄跄的重新站起来，目光乞求的看向了阿尔杰。带上我一起吧，阿尔杰先生，我还能够行动。虽然只剩下一条腿，但简单的行动还是可以的。阿尔杰没有回答，只是目光轻蔑的扫视了对方一眼，一个残废罢了，就算现在没死，迟早也是死的。带上这样的家伙一起，不等于是浪费自己的精力吗？阿尔杰先生，阿尔杰先生，手下很清楚，自己现在没了一条腿，如果不跟上阿尔杰一起行动的话，怕是真的就要死了。可惜，阿尔杰从来就不是什么会大发善心的人，周围的人即便看到了，也只是目光冷漠，没有人理会。这个时候，连自身都难保了，怎么可能有空去在意别人的死活呢？小团体逐渐的形成，基本上都是4、5个人组成了一队。嗡！就在这时，伴随着一阵能量的嗡响声，刺眼的光芒传来，将周围全部映照了出来。这个时候，大家都可以看到，在他们的周围，此时是一片随石底牌，而在他们的面前，这是一个犹如金字塔的建筑，很大，造型宏伟的建筑比真正的金字塔还要夸张。可以看到，在塔尖最中心的地方有一块水晶一样的东西，那光束就是从水晶上面传来的。那个不会就是极寒祭祀这个副本的核心吧？有人已经猜测出了什么，目光灼灼地看向了那块水晶。按照生存守则给出的说法，只要能够破坏核心，副本就能够结束，而且破坏核心的人能够得到真正的通关奖励。一时间，所有人的眼神都变得炙热了许多，原本的畏惧都因为内心的贪婪而驱散了许多。嗡！就在这时，生存守则再度传来了响动。打开一看，第一页的字样再度出现了变化。副本开始，极寒祭祀正式开始。轰隆，轰隆，轰隆！伴随着这样的体质，周围的山体都开始晃动了起来。忽然起来的动静让所有人都戒备了起来。好在这样的晃动并没有持续多久，而且可以看到的是，塔尖那块水晶上面的亮光变得更加耀眼了。好，好！怪物般的咆哮声从金字塔中传出。虫母，极寒祭祀中的怪物虫母。祭祀一旦开始，虫母会不断的产出幼虫，
而这些幼虫则可以通过寄生人类完成进化。这个咆哮声应该就是属于虫母的。第132章，真的会这么简单？眼下众人是更加确定了，那块闪烁着光芒的水晶就是副本的核心。晃动声逐渐消失，周围也逐渐平静了下来。一时间，一道道目光相互戒备，仿佛是都在试探谁会第一个出手一样。所以说，人类有些时候蛮莫名其妙的，明明危险都还没有彻底的扫除呢，就开始戒备起来了，根本没什么意义吧？芊芊，射一箭试试。叶流云倒是没有在意那么多，冷静地看着金字塔间的那块能量水晶。那真的是核心吗？也不知道是距离太远了还是如何，鉴定术没办法使用，但无所谓，不管是不是，试探一下就好了。好，对于叶流云的命令，谭芊芊没有废话，直接拉弓搭箭，对准了那块能量水晶的位置。唰！一时间，无数双眼睛都看向了这支箭矢。附加了风之力的箭矢，自然不用担心距离不够的问题。只不过，砰！在快要命中的时候，能量水晶的周围闪烁出了一阵光晕，箭矢直接就被挡在了外面。呼！这样的情况让大家更加坚定，那就是副本核心的同时，还松了一口气。毕竟，如果这么轻易就被破坏的话，那他们眼下岂不是白来了吗？锋刃，叶流云尝试了一下自己的锋刃，不出意外的，也是被直接挡住了。看起来只有近距离才可以了。不管怎么样，既然来了，那都要去试试。既然远距离的攻击不行，那就试试近距离的好了。准备进入金字塔吧。好，尤淑兰等人当即便点了点头，跟上叶流云的脚步向着金字塔里面走去。这有了一个带头的，原本观望的那些人再相视了一眼后，也顺势跟了上来。金字塔的入口有很多，而且里面看起来也是四通八达的。嘿嘿，叶先生，我先走一步了。奥德利斯基没想那么多，选择了一个入口后，对着叶流云说了一句，直接走了进去。虽然因为被打服的原因，对叶流云很是敬重，但奥德利斯基的本质还是那种不喜欢依靠别人的人，不管这个金字塔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危险，都有信心，哪怕是自己一个人也能渡过去。我们走另一边好了。对于奥德利斯基的选择，叶流云并不觉得意外，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带头走向了另一个入口。尤淑兰他们快步的跟上。大哥，等等我！在看到这一幕后，武峰也是快速的跟上。嗡嗡嗡！进入金字塔后，这里面的建筑也是会不断的变化的。就像现在，明明刚刚眼前还有一面墙呢，但这墙忽然就缓缓的移开，同时身后原本没有墙的位置，缓缓的移出了一面墙，就好像是整座金字塔都充满了机关一样。叶流云又没有地图，自然不知道怎么走，不过哪里有路就往哪里走。12个小时的副本，叶流云现在也不着急，慢慢走就是了。我差不多已经看懂了。这个时候，尤淑兰忽然出言说了一句。刚刚的那段时间，尤淑兰一直都在计算着什么。金字塔里面的建筑，差不多每隔5分钟就会出现一次变化。如果没有地图的话，想要走到最上层，恐怕得很难。不断变化的金字塔，这也就意味着会出现很多不同的路，也很有可能直接被困死在金字塔里面。这地图，他们怎么可能会有地图呢？而且因为金字塔的不断变化，原本还有一些人想要跟在叶流云这支小队的后面浑水摸鱼一下呢，但现在也都走散了。对了，流云不是会飞行吗？一开始为什么不直接飞到金字塔间的位置？相处了这么久，有关于系统的事情，叶流云自然不会说，但对于自己的一些特殊能力，倒是没什么好隐瞒的。自己能飞的事情，很早就说过了。2个原因吗？倒是没有隐瞒什么，一边观察着周围，一边冷静地解释了起来。塔间的那块水晶周围有能量防护，应该是防止从外面接近，只能从金字塔里面才能够接触到那块水晶。这应该也是副本的一种保护吧，防止有飞行能力的人直接从外面接触那块水晶，不然的话，这个副本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可实际上，如果只是一个防护罩的话，叶流云倒也不觉得什么。如果将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到一点，轰杀出来的最强一击，叶流云还是很有信心能够直接轰碎那个防护罩的。只不过我总感觉那块水晶或许不是副本的核心。不是核心？听到这话，大家都不由得看了过来。毕竟眼下进入金字塔的所有人基本上都是往金字塔上面走的，都认为那块能量水晶就是副本的核心，也只有叶流云才有这样的想法，只是我的一些猜想罢了。摆了摆手，叶流云没有解释那么多。别问，问就是感觉。你要是问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那只能说没有为什么了，就是有这种感觉。副本的核心真的会在那么显眼的地方吗？直接就能看到，这不是等于告诉所有人，我就在这，破坏我就可以结束副本了吗？总之，现在最主要的还是需要了解这里的结构。如果是祭祀的话，说不定什么地方会雕刻着地图也说不定。周围的墙壁上雕刻的全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反正叶流云看不懂那些是什么玩意，像是古文字，但又像是什么图案。不过既然都已经穿越了，说不定这是另一个世界的文字，也很有可能呢。那现在走哪边？尤舒兰等人还是很相信叶流云的，只是周围现在四通八达的，就算是要走，也不知道往哪边走。叶流云沉默了，目光思索，扫视了一圈周围后，最后将目光放在了还有些发呆的武风身上。你来带路？我指了指自己，武风一脸的不确定。第133章，这运气言出法随。不是，这是不是有点太看得起我了？一旁的尤舒兰等人都是一脸奇怪的看向了武风，有些不明白叶流云这个时候为什么会让武风带路。难不成这家伙认识？大哥，我也不知道往哪边走啊。武风差点都要直接哭出来了。怎么办？大哥好像有点太看得起我了，但我只是一个麻瓜呀。你不是运气一直都很好吗？叶流云轻松的一笑，直接拍了拍这武风的肩膀。放心大胆的按照你自己的想法走就行了，带错了也没事，反正也不知道往哪里走，与其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的寻找，还不如相信一把玄学呢。运气好，好吧，自己运气好像确实还可以，但用在这样的事情上面，反正武风是有些妈了。好吧，迎着叶流云如此信任的眼神，拒绝的话武风也不好说了，只能是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左右环视了一下，小心翼翼地看向了一面石墙。我总感觉要往这个方向走，但这根本走不动，要不还是算了吧。可不等说完呢，轰隆轰隆，5分钟时间到了，金字塔内的结构再度发生了变化。可以看到，原本武风指着的方向还有一面石墙的，但这个时候却是缓缓地移开了，一条道理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死，这么灵的吗？武风自己都有些蒙圈了。哈哈，叶流云笑着拍了拍武风的肩膀，要不怎么说科学的尽头就是神学呢？神的一批啊，没必要傻愣在这里浪费时间了。走吧，你来带路。这好吧，武风也没办法说什么了，只能是点了点头，随后走在最前面为众人带路。与此同时，金字塔最底下的位置，一种造型狰狞、体型达到10数米左右的虫母正在愤怒地挣扎着。虫母的周围都有一种金色的特殊纹路，隐隐地照映出光辉。虫母的下半部分身体显得十分庞大臃肿，伴随着虫母的咆哮，一枚枚虫卵不断地产出，随后是一个又一个幼虫从虫卵中出现。滋滋，幼虫虽然看起来弱小，但却同样的危险。先是鸣叫了一会，随后便向着金字塔上方快速窜去，显然这是在寻找那些可以寄生的人类。吼！虫母那恐怖的咆哮声回荡在整座金字塔里面。金字塔内的道路本就是错综复杂，再加上每隔5分钟，这里面的建筑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道路就变得更加复杂了。这里是……不过在武风凭感觉的带路下，没一会的功夫，叶流云等人便来到了一处比较空旷的地方。周围的墙壁上面的雕刻也从一开始那种不知道什么地方的文字变成了图案。流云，你看，那应该就是金字塔里面的地图了吧？就在这时，明显发现了什么的尤舒兰当即呼唤了一声。顺着尤舒兰指的方向，众人抬头看向了天花板的位置，正中央的图案看起来最符合金字塔内的建筑了。要画下来吗？谭芊芊询问了一句，天知道下一个5分钟这个图案会不会消失。交给我吧。倒是武风虽然还有些懵，但连忙说了一句，不管怎么样，总要展现出一些用处吧。只见武风在看了一眼天花板上的图案后，目光一闪，下一秒，一个印有同款图案的羊皮卷便出现在了武风的手中。这个特殊能力让叶流云都侧目看了过来。嘿嘿，这是之前在一个宝箱里面找到的技能，拍摄可以将看到的事物拍摄记录下来。只能说奇奇怪怪的能力还真是有很多啊。做得不错，叶流云没有吝啬自己的夸赞。看来你的好运还是很有用处的。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武风知道自己运气好，可属实是没有想到会好到这样的地步啊。大哥，
你就别取笑我了，这肯定只是巧合，总不可能我说有宝箱会掉在我面前，就真的会有吧？玄学什么的，武峰还是不太敢相信的。明明穿越前自己就只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死肥宅，如果真运气好的话，怎么可能混那么差呢？但轰隆轰隆，5分钟时间到了，金字塔内的建筑再度发生了变化，天花板上的墙壁也开始逐渐的收回。好在之前是记录下来了，要不然真就看不到了。可最关键的是，啪嗒！就在这时，一个木质的宝箱忽然掉落在了所有人的面前，场面一片寂静。叶流云等人都是很有默契的看向了武峰。这么离谱的啊！这武峰本人也愣住了，真的假的呀？一脸茫然的看着眼前的宝箱，这应该还是巧合吧？这里面肯定没什么好东西，总不可能会开出晶石之类的高级材料吧？一边说着，武峰一边走向了宝箱，想要将其打开，以此来印证自己的话。只不过，当宝箱打开之后，所有人都沉默了。鉴定物品：冰晶石，效果：蕴含着冰属性力量的特殊晶石。好家伙，还真是晶石，而且还是没听说过的冰晶石。叶流云也有些错愕。老实说，虽然知道这个武峰的运气好，但这运气言出法随。老大，武峰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神情有些麻木的拿着这块冰晶石来到了叶流云的面前。这个冰晶石还是交给老大你来用吧。虽然晶石材料很珍贵，但武峰还是有点批数的，倒是没有矫情什么，直接接了过来，顺势说了一句：放心，我会把你活着带出去的。老实说，原本是有打算把这个武峰当作炮灰来使用，遇到危险直接放弃，但现在看来，如果直接放弃的话，那未免也太可惜了。这狗屎运以后说不定还能有利用的机会啊。第134章寄生虫出现。谢谢大哥。一听到叶流云这么说，武峰立马欣喜了起来，总算是抱上大腿了呀。叶流云没有多言，感觉就这样的狗屎运，即便没有自己，纯靠运气，这武峰都能苟到最后了。按照地图，先去找核心的位置吧。行。武峰果断应声，拿着地图走在最前面。说起来，我听说一个人如果运气太好的话，可能接下来就要倒霉了，毕竟物极必反。队伍的气氛还算不错，也可能是因为这一路太顺利了吧。顺顺利利的找到了地图，顺顺利利的还找到了一块晶石，感觉都没什么太大的危险啊。谭芊芊调侃般的说了一句：大嫂，你可别吓我，我胆子小。武峰哭丧着脸说了一句，这不就等于是在说自己接下来要倒霉了吗？原本还没觉得什么呢，现在被这么一说，武峰也感觉自己的脖子有点发凉了。这运气好的有点诡异了呀。按照地图上面的描述，最下面应该是虫母的位置。看着手中的羊皮卷，尤淑兰冷静地分析了起来。虽说这地图描述的有些复杂，但多分析一下，还是能够看出很多事情来的。金字塔的中心最下方画有一个虫类的图案，很显然，这应该就是虫母所在的位置。而最上方则是一块能量石头的描述，也就是眼下所有人都认为是放置核心的地方。我们现在的位置应该是在这里。尤淑兰指着地图的一个方向，应该金字塔内的建筑一直都在变化。尤淑兰也是看了好久，才敢确定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想要抵达能量核心的位置，还要走很快。最关键的是，建筑一直都在变化，我也不敢保证现在选择的这条路就一定能到。这种特殊的地方，即便是有地图，谁也不敢说自己能够准确的找到地方，已经很不错了。见尤淑兰这皱眉思索的状态，叶流云轻松的笑了笑。有这么一个运气好的带路，即便路变了，但也肯定能到吧。说着，叶流云还拍了拍武峰的肩膀。忽然被提到的武峰多少还是有些愣神了。大哥，你这有点太看得起我了。主要是对自己这种玄学的运气，武峰也不敢有100%的把握，万一带到一个死胡同，那不就完蛋了。最关键的，之前被那么一说，武峰也担心自己现在运气太好，以后物极必反，会不会倒霉到死啊？放心大胆的带路吧，我看到你。叶流云拍了拍武峰的肩膀，一副信任的状态。被叶流云这么信任，武峰也有些感动，神色认真的点了点头。实际上，之所以这么相信武峰，倒不是真觉得这是什么老天爸爸的亲儿子之类的，纯粹就是即便带错路了，叶流云也有信心从这个副本里面活着出去。更何况顶层那玩意到底是不是真的能量核心还不确定了，总要先等1-2个替死鬼去看看吧。所以眼下的叶流云并不着急通关，慢慢找就是了。走了差不多10多分钟的路，忽然察觉到什么的叶流云当即停下了脚步。一旁的众人在看到叶流云的动作后，也是好奇的看了过来。
怎么了吗？叶流云没有说话，而是抬起手，示意众人安静下来，目光扫视般的打量着周围。虽然有些不明情况，但在相视了一眼后，大家还是选择相信叶流云，老实的安静了下来。实际上，叶流云也没看到什么，但怎么回事？为什么危险感知会忽然提醒我有危险？虽然没看到什么，但叶流云的危险感知却一直在提醒叶流云周围有危险。但至于这危险具体在哪里，叶流云就没看到了。微微闭上眼睛，叶流云开始尝试利用五感去寻找目标。经验值+1，经验值+1，好家伙，触发新技能了，并且伴随着叶流云的感知，新技能的经验提升速度很是迅捷呀。技能升级，感知 LV1，感知 LV2，精神+1，这也能触发技能吗？不过只加精神这一项熟悉啊，算了，总比没有要好。并且伴随着感知技能的升级，即便闭上眼睛，叶流云对于周围的情况感知也要比之前更加敏锐。找到了！忽然间发现了什么的叶流云抬起手，直接对准了武风的方向，能量爆发！嗡，一阵能量波忽然从叶流云的手掌上爆发了出来。武风还有些蒙圈呢，随后就听到啪嗒，自己的耳边有什么东西被撞飞了出去，声音虽然微弱，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能听得很清楚。那是……这个时候，大家也都注意到，一个外形好像虫子一样的东西被砸在了墙上，随后落在了地上，蠕动了2下后便停了下来，看起来是死了。这是什么东西？武风被惊出了一身冷汗。如果不是叶流云的出手，刚刚这只虫子不就扑向自己了吗？叶流云就是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向着武风快速扑去，所以才会出手的。鉴定一下就知道了。顺势走过来的叶流云直接使用了鉴定术。目标：寄生虫。能力：刚从虫母卵中诞生的幼年寄生虫，只有通过寄生人类才能够完成计划。幼年寄生虫行动迅速，难以被察觉，但生命特征很微弱，很容易被杀死。幼年的寄生虫吗？大家通过鉴定术也算是了解这个深死外星物种的虫子是个什么玩意了。就是生存守则上面介绍过的幼年状态的寄生虫，需要寄宿人类。原本还觉得如果是幼年的状态应该比较好对付，但虽然很容易被杀死，但也很难被发现。如果只有我们的话，怕是都会死吧。说着，尤淑兰忍不住看向了叶流云。好在有叶流云在，他们才能没事。要知道，他们怕是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寄生吧。第135章进化成年变异虫。这玩意不仅行动速度很快，而且不足手指大小的身形，在这种阴暗的环境下很难被发现。大哥，还好有你。武风也是一脸的庆幸，如果不是叶流云，自己怕是都会直接变成寄生虫的食物了吧。大嫂，你说的还真准啊。之前说运气好，接下来就很容易物极必反，然后倒霉，现在果然灵验了。这里明明有这么多人，结果偏偏盯上了自己，这不就是自己倒霉吗？啊，这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好了，没必要纠结这样的事情。叶流云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顺势将已经死去的幼年寄生虫拿了起来，左右看了看，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分解，先看看能分解出什么东西来吧。分解成功，获得5。好家伙，直接给分解没了。难不成这幼年的寄生虫是分解不出来什么东西的？想想也是，体积还没有个手指大呢，凑不齐一个单位的肉块也不奇怪。算了，懒得去纠结这样的事情了，继续走吧。既然幼虫已经出现了，那么接下来应该会有不少进化后的成年虫出现了。毕竟他们这里有自己在，不会出现问题。但其他人那边呢？进入金字塔的怎么说也还有几百人呢，这几百人估计有大半的部分都会变成寄生虫的进化材料吧。尤淑兰等人认真的点了点头，跟上了叶流云的脚步。经验值+1，经验值+1。一边寻找的同时，叶流云也在有意的提升感知技能的等级。在这种昏暗的地方，想要刷这个技能的经验倒是不难。按照这样的速度，叶流云算了算，在这个副本结束之前把感知技能刷到满级，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同一时间，其他的小队显然也已经遇到了幼年的寄生虫。这里是哪啊？看着眼前陌生的墙壁，一支3人小队停下了脚步。毕竟不是谁都能有那运气找到地图所在的位置。这种每隔5分钟变化一次的地方，正常人进来不出一会就会彻底的晕头转向了。现在这支3人小队显然是已经彻底迷失方向了。要不我们还是原路返回吧，在金字塔外面待着，等这个副本结束。
终于，还是有人怕了。周围的气氛实在是太压抑了，继续漫无目的的走下去，感觉整个人都能崩溃了吧？别开玩笑了，都已经到这里了，怎么可能回去？三人小队不出意外的产生了分歧。那你知道要往哪边走吧？都别吵了。还好，另外一个人站了出来，打断了同伴们的争吵。看着周围的情况，忍不住叹息了一声。就算我们要离开这里，但你能确定我们还能走得出去吗？从刚进入金字塔的时候，周围的建筑都在一直发生着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算是想要原路返回，也没什么办法了呀。原本提议要离开的那个人，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难不成我们真的要被困死在这里了吗？语气多多少少是有几分绝望的意思在里面了。刚刚站出来劝和的人，还有心想要继续说两句的。你们别太悲欢了，调整好心态，我们一定……话音忽然顿住，对面的两名同伴也清楚这是在劝解什么，都没有反驳什么。只不过这说到一半忽然顿住，让这两名同伴就有些迷惑了，奇怪的看了过来。怎么了吗？好好的，怎么忽然不说话了？我还想要继续说些什么呢，但噗，一口血直接就吐了出来，吓得对面两人连忙倒退了好几步。你怎么了？我感觉有点不舒服，艰难而又困惑地说了一句话，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嘎吱嘎吱，全身上下的骨头开始不断地传来错响声，身体开始扭曲。只是片刻之后，砰，心脏的位置忽然爆开，一只外形狰狞的怪物缓缓地走了出来。这是什么啊？快鉴定！快鉴定啊！想要对付这样的怪物，起码也要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存在吧。目标：成年变异虫。能力：当寄生虫通过寄生人类完成进化之后，就可以进化为成年变异虫。力量强大，可以使用带有剧毒的腐蚀能力，拥有隐身能力，善于隐藏，十分凶残。当成年变异虫真正出现的时候，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体型接近3米的怪物。难以想象幼年状态下那么小的虫子只是寄生一个人类，居然变得如此夸张。好，完成进化的成年变异虫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直接怒声咆哮了起来。那两个人还以为接下来这头成年变异虫就会对他们动手了，但实际情况是，逐渐冷静下来的成年变异虫只是看了一眼眼前的两个人类，凶残暴力的目光闪过一丝不屑，随后直接就离开了，并没有动作。安全了？怎么回事？没有杀死他们吗？虽然有些疑惑，但这样的情况还是让两人安心了许多。应该是吧，不管怎么说，现在是安全了呀。要不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吧。刚刚还坚持不走的那个人，现在也主动离开了。这里实在是太恐怖了，根本不想再继续待下去了呀。好，边上的同伴也是跟随着点了点头。不管能不能出去，起码得先离开眼下这个鬼地方再说。只不过，嘎吱，刚走一步，两人的身体同时传来了骨骼交错的声音。噗，随后便是跟随着吐血，同时感觉到自己的身上传来了很不舒服的感觉。救我！如果是之前，可能还不清楚自己是发生了什么，但刚刚发生在眼前的事情让两人意识到，他们恐怕也被寄生了呀。想求救，但根本没用。砰，心脏同时爆开，两只完成进化成年变异虫缓缓地出现了。第136章危机四伏的祭祀。发生在这支小队身上的事情，同时也发生在了很多小队的身上。相比较被寄生的，有些小队甚至直接遇到了成年的变异虫。赵虎大哥，救救我呀！半个身体都被毒素腐蚀的人正哭喊着向眼前的赵虎求救，而边上还站着一个神态残暴的成年变异虫。啊呀！这样的一幕让赵虎十分愤怒。如果只是普通的手下，赵虎或许还不在意，但这人是在黑夜世界时就跟随自己的，成功活过了永祭那一天，但却没有活过这次的极寒祭祀。愤怒之下，赵虎双手间闪烁雷霆，苍白色的电流向着成年变异虫的方向轰去。去死啊！滋滋滋，跳动的电流仅只是看起来就十分的危险。成年变异虫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智慧，意识到危险之后没有任何的停留，直接吐出了一道毒液，将地上的男人腐蚀殆尽，随后直接离开，重新隐藏在黑暗之中。有本事就给我出来啊！杀了自己一个手下，然后就想跑，哪有这样的好事？想要追杀，但还是被周围的其他手下拦住了。冷静啊，老大！对啊，老大，现在你绝对不能出现意外了。老大！他们都是依靠着赵虎的手下，如果赵虎出现了意外，那他们怎么办？赵虎也不是什么不理智的人，刚刚只是因为太愤怒了，现在被这么一说，
情绪逐渐冷静了下来。呼，不断的调整着呼吸，最后目光坚定的说道：“继续走。”语气中带有着杀意。这次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怪物，自己都必须要宰了对方。好，见赵虎冷静下来，边上的其余同伴纷纷安心了许多，应声跟上了赵虎的脚步。相比较而言，二杰这边就干脆很多了。面对求救的手下，二杰没有丝毫的犹豫，一道光束直接送对方去死。这样的环境，就算救了也没用，与其痛苦的活着，还不如我送他们去死。边上的其他手下在相视了一眼后，倒是没觉得什么，不是心冷，而是已经麻木了。他们对于二杰的冷血早就已经有所预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好像根本不值得奇怪吧。兔死狐悲，活不得，要不了多久，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吧。倒是一些选择临时组队的，属实是被二杰这般残忍的手段给震慑到了。我们走。周围一片寂静，二杰根本不在意周围的这些人会如何想自己。眼下最重要的是先找到能量核心，成为第一个破坏核心、通关副本的人。气氛有些沉寂，但是看着带头离开的二杰，众人在相视了一眼后，还是跟随了上去。不管如何，二杰的实力都是他们这里最强的，跟在二杰身边总归会安全一些吧。技能升级，感知 LV3， 感知 LV4， 精神加1。叶流云这边，这么一会的功夫，感知技能已经成功达到了4级，相信要不了多久就能够达到5级满级的地步了吧。救命！救命啊！忽如其来的求救声让众人停下了脚步，左右观察，随后看向了身侧的墙壁，好像在墙壁的另一边。尤淑兰凑过去听了听，已经确认求救的声音就是来自墙壁的另一边。滋滋，下一秒求救声戛然而止，伴随而来的是仿佛什么东西被腐蚀灼烧的声音。不用想都知道，刚刚求救的那个人肯定是没了。这个身影应该不是幼年的寄生虫吧？武峰有些害怕，忍不住向着叶流云身后躲了躲。就从眼下的情况猜也能猜得出来，一定是有完成进化的成年变异虫出现了。来了！叶流云目光不变，周围气氛安静。在察觉到什么后，叶流云忽然看到了他们身后的方向。火球术！对叶流云，谭芊芊自然是不会怀疑什么的。虽然那个方向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出来，但叶流云说有，那肯定就有。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一发火球术，轰！半米左右的回去，快速的轰出。滋滋！成年的变异虫没看到，倒是听到了不少幼年寄生虫被烧焦的声音。整条道路再度陷入了4级。武峰感觉有些压抑，忍不住再向叶流云身后躲了躲。咔嚓！嘎达！就在这时，一响声传来，好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向着这边走来。可是眼前却是空荡荡的道路，什么都看不到。能隐形吗？既然眼睛看不见的话，那就不看了。叶流云直接闭上了眼睛。经验值加1，经验值加1，感知技能的经验提示音还在不断的增加着。单手抬起，吸收万象天引。嗡！伴随着特殊能量的爆发，原本目光凶残缓缓走来的成年变异虫，先是身形一顿，随后直接向着叶流云这边飞来。半空中，成年变异虫的目光还有些蒙圈的，显然是没办法，眼下是什么情况？好好的，自己怎么会飞了？算了，看着越来越近的猎物们，这只成年变异虫也不管自己为什么会飞了。带有高强度毒素的腐蚀液直接就吐了出去，能量爆发，神罗天征！砰！刚飞过来的成年变异虫身影再度一顿，随后直接被能量爆发的力量给轰飞了出去，连带着那个毒素，3米左右的身躯被狠狠地砸在了墙壁上。隐身能力顺势结束，成年变异虫的身影缓缓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这就是成年变异虫吗？好恶心，好恐怖啊！都是第一次看到进化后的成年变异虫，忍不住评价了起来。单单看外形，确实是很恶心、很恐怖的一只虫子。好，被砸在墙上的成年变异虫晃了晃晕乎乎的脑袋，重新站了起来，看起来是更加凶残了。第137章，五感强化，真会藏啊！单手抬起，叶流云本打算直接动手，只不过交给我们吧。尤淑兰在挥动了一下水之枪后，当即走了出来。一旁的谭芊芊和莎莉也是跟随着点了点头。总不能遇到危险都只让刘云你一个人去面对吧？让我们来吧。都有一颗坚定的内心啊。叶流云没有拒绝，反正真发生危险的时候自己会出手的。芊芊、莎拉，你们配合一下我。尤淑兰清楚自己擅长的是近战，但在此之前起码也要有机会能够接近对方。好，
莎拉率先行动。藤蔓，先是扔出藤蔓种子，随后利用快速生长的这个技能，控制着藤蔓突破而出，快速的向着成年变异虫的方向缠绕了过去。好，一时不察的成年变异虫直接被好几条藤蔓牢牢的固定住了。水剑术，一旁的谭芊芊同样开始施展起了自己的技能。金字塔内的气温不算太低，还不至于能够让这水剑术变成威力更大的冰剑术。不过，如果是用来吸引伤害的话，还是足够了。好，果然被水剑术攻击到的成年变异虫，注意力直接就被吸引了过来，怒声咆哮，一道毒素腐蚀快速吐了过来。火墙术，轰！爆裂燃烧的火墙成功挡住了成年变异虫的毒素。只不过一连串的技能，即便是谭芊芊现在的精神力已经今非昔比了，但还是有些招架不住啊。但已经足够了。此时的尤淑兰已经利用前行的技能，收敛气息，悄悄来到了成年变异虫的附近。就是现在，目光中闪过一道金光，下一秒，尤淑兰脚步一瞬，直接跳了起来，向着成年变异虫快速接近。距离有点不错，但是二段跳的技能让尤淑兰在半空中再度完成了一次跳跃，手中的水之枪已经对准了成年变异虫的脑袋。好，总算是察觉到危险的成年变异虫转头看了过来，不过映入眼帘的只有快速轰杀而至的水之枪。暴击，这是尤淑兰前不久在学到的暴击技能，可以强化接下来的攻击，犹如古代英姿飒爽的女将军一般，在暴击的力量加持下，手中的水之枪直接准确无误地贯穿了成年变异虫的脑袋。砰！有些不甘心，恐怕这头成年变异虫到死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是这么死的。死！一直躲在叶流云身后的武风忍不住倒吸了一下冷气。好家伙，这么厉害的吗？一直以为只有叶流云厉害呢，但没想到跟随在叶流云身边的这些女人都有如此的实力。相比较而言，自己简直就是一个废物啊！一时间，武风都有点怀疑人生了。不会吧，自己不会真的是一个运气有点好的废物吧？啊，这萧条的身影，叶流云都不用问，基本上都知道这是在想什么了。笑着拍了拍武风的肩膀，每个人都各有特点。那大哥，你觉得我有什么特点吗？目光希冀地看了过来。你运气很好。叶流云正儿八经地思索了一会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还是一个运气好点的废物吗？想哭。流云，听着少女们的呼唤，叶流云也没时间纠结着武风的想法了，向着走了过去。做得不错，没有吝啬自己的夸赞，成功猎杀这样的成年变异虫，已经很说明少女们的实力了。最关键的是，这相互配合的手段用得很不错，应该是有提前练习过。呼！尤淑兰调整了一下呼吸后走了过来，暴击的强化一击消耗了尤淑兰不小的体力，好在还能够扛得住。虽然流云你在不断的变化，但我们也一定会给你拖后腿的。这就是尤淑兰的想法，就算不能够给叶流云带来什么实质的帮助，但起码也不能拖后腿的。我知道。迎着这样的目光，叶流云笑着应了下来。少女们的坚持，自己又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总之很可爱就是了。继续走吧，这样的危险只不过是刚刚开始，接下来还有不少的危险在前面等着呢。继续向着金字塔的最高层走去。经验值+1，经验值+1，感知技能的经验值提升速度要比预想中的还要快上许多啊！当然了，这也离不开周围的阴暗环境，越往金字塔内部中，其中的光源就越少。想要刷这个技能的经验值还是比较简单的。技能升级，终于在继续走了不久后，感知技能还是达到了满级。感知 LV4， 感知 LV Max， 精神+1。在感知技能达到满级的一瞬间，叶流云只感觉自己的大脑在这一刻都变得清明了许多，只感觉精神100倍。触发能力五感强化，这个能力都不需要看介绍，因为叶流云已经有了感觉。强化状态下，自己就好像是拥有了第六感一般，即便是不用眼睛去看，也能够清晰地看到周围的一切事物。怎么了吗？叶流云这忽然停下脚步，倒是让身后的尤淑兰等人好奇地看了过来。没什么，一时间沉浸在五感强化的世界里面，都有些愣神了。回过神来的叶流云只是简单的摇了摇头，倒是没有说什么。本打算说继续走的，但这时好似感应到了什么一般，叶流云看向了一处被阴影笼罩的黑暗地带。如果是之前，叶流云还真感觉不出来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但现在可不一样了，这些东西还真是会藏啊，都已经拥有隐身的能力了，
还喜欢在暗中狩猎，这样的成年变异虫比想象中的还要危险。尤淑兰他们还有点没反应过来呢。但这时，锋刃，唰，锋刃一闪而过，只见原本空无一物的地带，一道成年变异虫的身影开始缓缓的显现，逐渐一分为二。第138章破百的体质，虫子真烦。砰！最终被一分为二的成年变异虫直接倒在了地上，怕是这到死也不知道自己会死得如此干脆吧。这虽说是反应过来了，但这样的情况还是让尤淑兰等人的心态变得是更加肃然了。还好有叶流云在，否则这么会躲的成年变异虫，他们怕是都会死吧。分解，叶流云倒是没有在意那么多，和刚刚一样选择了分解。分解成功，获得肉块乘10，毒素乘2。可能因为是昆虫类，全身上下没什么肉吧，分解之后也只有10个单位的肉块，倒是这2单位的毒素。叶流云之前就试了一下，虽然比不上毒牙枪的毒焰，但也算是见血封喉的一种毒素，杀人于无形了。反正现在是没什么用，都被叶流云放在了生存守则的仓库里面。继续走吧。众人脸上应声跟上了叶流云的脚步。趁着这个时候，叶流云正好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模板，熟练度系统，宿主叶流云，力量98，普通人平均值为10，速度89，体质101，精神94，技能挥砍 LV Max， 锻炼 LV Max， 挨饿 LV Max， 射箭 LV Max， 熬夜 LV Max， 各种技能若干，能量吸收 LV Max， 腐蚀 LV Max， 控风 LV Max， 反伤 LV Max， 吸收 LV Max， 龙骑士 LV Max， 情绪干扰 LV Max， 感知 LV Max， 能力暴击，野兽感知，光合作用，鹰眼，不眠者，火免，标记，超恢复，格挡，肌肉控制，快速生长，重击，生物亲和，各种能力若干，能量立场，能量释放，腐蚀免疫，切割，全反伤，吸收汇聚，龙之友，梦魇，五感强化，体质已经正式突破100了呀！攥了攥拳头，在关掉了属性模板后，叶流云继续向着金字塔里面走去。烦人的虫子，本来就不是什么很有耐心的人。奥德利斯基现在可以说是非常的暴躁啊！看着地上刚刚被自己一脚踩死的幼年寄生虫，愤怒地骂了一句：“这些该死的虫子怎么会这么多？一次两次的也就算了，但这一直来，属实是让奥德利斯基有点烦了。”就在这说话的功夫，唰！一直隐藏在不远处的幼年寄生虫感觉机会已经来了，直接扭曲着身子，快速跳到了奥德利斯基的身上。就在这幼年寄生虫准备撕破奥德利斯基的皮肤，完胜寄生的时候，就发现根本破不了防啊！这他妈是什么情况？有点猛了呀！下一刻，啪！仿佛是拍蚊子一样，奥德利斯基直接一巴掌拍了上去。看着手上残忍到的黏糊糊的东西，奥德利斯基一脸的恶心。这特么烦人！还是那句话，奥德利斯基只是莽，但又不是蠢，也不是傻。明明知道这玩意能够在无形之间寄生到人类的身上，自己怎么可能不设防，大摇大摆的走呢？在进入金字塔的一瞬间，奥德利斯基就开启了狂战技能，可以让自己不受到任何伤害。当然了，正常的狂战技能只能够持续半个小时，肯定维持不了这么久。但好在奥德利斯基在进入这个副本之前，运气好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技能书续航。简单来说，就是让奥德利斯基的各方面能力变得更加持久。当然了，如果一直面对高强度的攻击，还是会扛不住的。但是这种幼年寄生虫的攻击只能说很难被发现，但攻击力却并不高，打在奥德利斯基身上也是不痛不痒的。这就让奥德利斯基能够维持狂战技能的时间变得是更加持久了。烦人，烦人，烦人！即便不会被寄生，但这玩意一直往自己身上跳，还是让奥德利斯基显得十分暴躁。继续拍了2下后，直接加快了脚步，向着金字塔里面跑去。咣当！另一边，5分钟时间一到，金字塔内部的建筑再度发生了变化。原本挡在叶流云眼前的一面墙正在缓缓地移开，可以走了。按照地图上面的标注，他们就是要通过这条路才能够抵达金字塔的最上方。这刚说可以走了，只听咣当一声，原本倚靠在墙上的金属盔甲因为失去了支撑，
直接摔了下来，正好砸落在叶流云等人的面前。哈哈！忽然起来的异响声，属实是把武风给吓到了，直接惊叫了起来。等反应过来后，看着摔在眼前的一副金属铠甲，再看看边上的叶流云等人后，武风多少是有点尴尬的。嗨嗨，大哥，貌似就自己表现的最丢人了呀。只是瞥了这武风一眼，倒也没有太在意。毕竟打从一开始，对于这武风的定位，叶流云就已经很清楚了。一个运气很好的吉祥物，看外形好像是中世纪的铠甲。这个时候，尤淑兰已经捡起了一块掉在地上的铁质护手，查看了起来。只是上面的图案看不太懂，应该也是属于这个金字塔的文明吧？鉴定一下就知道了。叶流云没有废话，直接使用了鉴定术。目标：铁质铠甲，效果具有极高的防御能力，并且极其的耐腐蚀。耐腐蚀不仅仅是防御力，还有耐腐蚀的能力，应该是专门用来应对成年变异虫的铠甲，算是爆装备了。副本也不会一点活路都不给人类。就像是这样的铠甲，这个金字塔里面肯定还是有同款的，可至于能不能找到，就纯看运气了。流云，你来穿吧。确定了铠甲的效果后，尤淑兰郑重其事地看向了叶流云。成年变异虫的腐蚀毒素还是很麻烦的，有这样一套耐腐蚀的铠甲装备在身上，肯定能有作用。只不过这铁质铠甲倒下来的时候已经摔得散开来了，不过也没关系，重新固定一下就可以了。第139章抵达能量水晶。大家对于这样的提议都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毕竟都很清楚叶流云才是这支队伍的核心，保证叶流云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少女们的心思叶流云自然明白，只不过你们不会是忘记我的能力了吧？晒笑着说了一句。先不说自己的能量立场可以在身体周围形成一道无形的铠甲，即便没有这样的能力，叶流云也不需要担心幼年寄生虫或者成年变异虫的近身。相比较而言，尤淑兰他们才更加需要这样的防护吧。你们来装备吧，这样的铠甲效果不错，但是我不需要。可是倒不是矫情，而是因为这样的铠甲可能会影响我的战斗方式吧。和叶流云不一样，自己的大多数攻击都需要近身战斗，套着这样的一副铠甲，自己很难行动啊。这不简单，你们几个人分一下不就好了？反正这套铠甲的各个部件都是分开来的，一人用一部分就好了，倒也没有厚此薄彼。同时看向了3名少女，指着地上散开的铠甲各个部件说道：这样啊。听叶流云这么说，尤淑兰倒是恍然的点了点头，顺势拿起了护手的部位。那我就用护手好了，绑在小手臂上，可以防御的同时还不会影响自己的战斗。换好之后，尤淑兰挥动了2下水之枪，发现行动并没有受阻，便满意的点了点头。那我要护腿的铠甲吧。莎莉装备了铠甲下半身护腿的部分，至于护身的部分则是交给了谭芊芊。原本金属铠甲还有一个头盔的部分，只不过这头盔的造型多少是有点丑的，而且只防护后脑的部分再加上看起来有些臃肿，尤淑兰他们显然都不想戴这样的头盔。大哥，叶流云也没说什么，正准备直接走呢，但这个时候武风带着憨憨的笑容凑到了叶流云的身边。这个头盔要不就给我呗。你想要这个？看着这个丑不拉几的头盔，叶流云惊讶地看向了叶流云。能防一点是一点吗？不得不说，武风这个觉悟还是很不错的，一点都不浪费啊。那你就拿着好了。耸了耸肩，叶流云自然不会阻止什么，想要的话那就拿去用呗。反正就算武风不用，这头盔大概率也是被丢在这里的，省得浪费啊。谢谢大哥。武风可一点都不觉得什么，得到了叶流云的同意后，乐呵呵的点了点头，直接把这造型丑不拉几的头盔当做宝贝一样的捡起来，戴在了自己的头上。不得不说，本就胖乎乎的样子，再加上这种造型奇特的头盔，多少是有点滑稽的。当当，武风还是自己敲了敲自己，感觉防御力很好，看起来很是满意。继续走吧。只是瞥了一眼这样的武风，叶流云继续按照地图向着能量水晶的位置走去。尤淑兰等人没说什么，跟上了叶流云的脚步。武风也是麻溜的凑到了叶流云的一边。虽然那头盔的出现让武风有了一定的安全感，可只有一个头盔，多少还是有些单调。要是能再来一套这样的铠甲就好了。忍不住嘀咕了一句。下一秒，咣当，墙壁一动，和之前的情况简直一模一样，再次有一套铁质铠甲摔落在了叶流云等人的面前，散了一起。都没有说话，而是齐刷刷的看向了武风的位置。不得不说，真灵啊，多少是沾点言出法随的意思了。啊，这忽然起来的情况，哪怕是武风自己，这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距离副本开始
已经过去将近一半的时间了。这个时候还能够在金字塔里面行动的，基本上都是有些本事的。那些连自保能力都没有，纯粹就是想浑水摸鱼的，基本上都死得差不多了。只能说没有那种老天爸爸亲儿子的运气，就别想着能浑水摸鱼，不然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大哥，等等我呀，大哥！伴随着一阵叮铃哐啷金属碰撞的声音，装备着一整套铠甲的武风气喘吁吁地跟上了叶流云的脚步。这套铠甲可不轻，单只是走这么久的路，武风都是累个半死。别说是对付变异虫了，恐怕现在的武风跑起来都费劲了。行了，快到了。看了一眼手中的地图，叶流云对着武风摆了摆手。终于要结束了呀？要到了吗？那岂不是意味着要结束了？武风直接将头盔拿了下来，已经是满头的汗水了。太好了，总算是可以回去了。在武风看来，救然核心已经找到，那接下来就是将核心破坏，然后这个副本就可以正式的结束了。想到马上就可以出去了，即便这次好像没什么收获，但也足够让武风感觉到开心了。叶流云没有说话，只是顺着地图跨越了几个阶梯。果然，能量水晶产生的光束已经映照在了眼前。只不过，雷蛇！能量水晶的不远处，赵虎手措雷霆，一道电流化作雷蛇，快速的冲向了能量水晶。看样子，这是打算直接将水晶轰碎啊！但这时，光能炮，一道犹如激光的攻击快速闪过，将快要接近能量水晶的雷蛇直接给轰散了。是你！看着缓缓走出来的阿尔杰，赵虎目光微眯，整个人的状态都显得更加认真了，仿佛有一场龙争虎斗即将降临。你就是赵虎吧？看着眼前的能量水晶，阿尔杰目光炙热，胜利近在眼前啊！不过只是看了一眼，阿尔杰还是看向了赵虎的方向。两人的情况差不多，除了自己之外，手下都是只剩下1-2个手下了，并且手下也在针锋相对的戒备着。阿尔杰是听说过赵虎名头的，和自己一样，都曾在世界聊天上面招揽过手下。来做我的手下吧。阿尔杰先一步说道，带着自信的笑容看向了赵虎。只要我们2个联手，哪怕是那个拥有6级建筑物的叶流云，也不会是我们的对手，不是吗？第140章核心。毫不犹豫的离开，平起平坐虽然不可能，但阿尔杰还是很愿意让这个赵虎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只屈居自己之下就可以了。叶流云，如果是普通的招揽，赵虎反而不会觉得什么了，但是在听到阿尔杰说出这样的话后，就显得有些不屑了。你根本就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力量，即便自己现在变强了，但赵虎感觉当初叶流云给自己留下的阴影依旧刻在自己的骨子里面，在没有正式打败叶流云之前，这样的心理阴影根本消除不了。看来你是不愿意屈服我了。赵虎的拒绝让阿尔杰很不满，对此赵虎倒是不在意的轻笑了起来。如果你愿意做我的手下，我倒是不介意给你一个打杂的位置。语气轻慢，让自己给一个白头鹰当手下，做梦去吧，找死！这样的话在阿尔杰看来已经算得上是一种羞辱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就没必要再犹豫什么了。双手抬起，点点光束正在向阿尔杰的手中聚集。同一时间，滋吱吱，赵虎的周身也开始闪烁起了耀眼的雷霆。战斗一触即发，死！一个是光，一个是雷吗？都是相当不错的力量。虽然之前没见过这个阿尔杰，但叶流云是见过赵虎的，还真是长进了呀。能量水晶就在不远处，但叶流云并不着急出手，反而是双手抱肩，一副看戏的状态。由于所处的位置还比较远一些，也没有被赵虎和阿尔杰他们注意到。叶流云不动，尤淑兰他们更加不会行动了。只不过武风还是有些疑惑的抱着头盔凑到了叶流云的身边，小声的询问了一句：那个大哥，我们现在不动手吗？按照现在的情况，赵虎和阿尔杰眼下正打得难解难分呢，如果他们这个时候偷鸡的话，大概率会直接成功吧。不着急。对此叶流云的回答只有简简单单的3个字，还是那句话，叶流云并不觉得这个副本的能量核心会这么简单就被找到并且破坏了。玩游戏的都能明白，核心作为一个副本的关键，应该会被保护得很好才对吧？可眼下这周围呢，一个成年变异虫都没出现，是不是太奇怪了？如果没猜错的话，这块发光的能量水晶可能就只是会发光而已，压根就不是什么核心，鉴定术鉴定不了那东西。叶流云也不在意，先静观其变好了。武风有些哑然，虽然不知道叶流云这是在等什么，但都这么说了，武风也只能是老老实实的安静了下来。雷满，光能聚合。赵虎的雷电和阿尔杰的光都属于是那种威力强大，
并且看起来还十分绚丽的能力。而且雷和光这两种属性，也没有谁克制谁的关系，威力方面也算是不相上下。一时半会的想要决出个胜负，多少是有些难的。同时，阿尔杰和赵虎的手下们也跟随着打了起来，就是打斗的场景没有那么绚烂就是了。大哥你看，这个时候好似注意到了什么一般，武风忽然指向了距离能量水晶不远处的一个位置。眼下所有人大部分的注意力都在赵虎和阿尔杰的身上，反倒是没什么人去注意能量水晶了。顺着指向看去，叶流云也注意到了有一道身影正悄摸着身子缓慢地接近能量水晶。有人想要偷鸡，而且对方的身上还有和武风身上一样的同款铠甲，应该也是因为运气好从金字塔里面找到的。对方的行动比较谨慎，显然是害怕被发现，内心很清楚，不管是赵虎还是阿尔杰，自己都打不过。这要是被发现了，自己绝对是第一个死的。所以这每一下行动都是小心翼翼，而且还很有耐心，时不时还会停一下，然后再继续缓慢移动。这家伙想要偷鸡啊，不会被那个一身铠甲的人给抢先了吧？大哥，武风忍不住看向了叶流云。叶流云目光思索，没有回答，也没有要动手的想法。此时的赵虎和阿尔杰还处于焦灼的战斗之中，并没有发现那个要动手的人。好，就在这时，不远处的阴影内，一直隐身潜伏的成年变异虫仿佛抓住了机会一般，咆哮着冲向了赵虎和阿尔杰。找死！忽然出现的成年变异虫虽然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但赵虎和阿尔杰就好像心有灵犀一般，同时向着一个方向动手。雷蛇、光能炮，轰！两种强大的攻击直接轰杀在了这头成年变异虫的身上。砰！正咆哮着扑杀过来的成年变异虫直接被这么一下轰成了碎渣。估计也是没想到，原本一下这两个正在战斗的猎物根本不会注意到自己的，但没想到直接联手了。欺负虫子是吧？将成年变异虫轰杀的赵虎和阿尔杰动作没有丝毫的停留，同时利用自身的力量向着对方轰去。反应力不错呀，还以为能偷袭呢，没想到对方的反应速度不比自己慢。阿尔杰多少是有些不爽的。呵，你也是。对此，赵虎只是冷笑着说了一句，继续动手。至于那个全身套着铠甲正在缓缓接近能量水晶想要偷鸡的人，看着继续打起来的赵虎和阿尔杰，明显轻松了许多。还好还好，继续悄声地接近能量水晶，我们走。至于叶流云这边，看着被轰杀的成年变异虫，叶流云反而笑了起来。果然想法得到了印证，已经没必要再继续留下来了。简单的说了一句后便直接转身离开。武风就有点蒙圈了呀，不是，能量水晶近在眼前，这个时候离开。最关键的是，对叶流云100%信任的尤淑兰等人，即便还没明白是什么情况呢，但也是毫不犹豫的跟上了叶流云的脚步，一同离开了。大哥，等等我啊！第141章，核心的真正位置。看着眼前的十字路口，叶流云只是看了一眼地图，便直接选择了左边的道路走去。大哥，已经跟上来的武风多少还是有些疑惑的，咱们现在这是要去哪？去找真正的副本核心。叶流云回答得很干脆。真正的核心？武风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倒是尤淑兰显然已经明白了叶流云的意思，也就是说，上面的那块能量水晶并不是这个副本的核心。叶流云没有否认，一边按照地图选择路线，一边解释了一句：你们还记得生存守则上面描述的这个副本的规则吗？什么规则？武风一脸憨憨的样子，属实是没有反应过来啊。倒是莎莉那边先是翻看了一下生存守则后，立马就明白了什么，惊喜的说道：我明白了，规则上面说，距离副本的核心越近，这些虫子就会越疯狂。如果那块能量水晶是真的核心，那没理由刚刚那只成年变异虫会攻击赵虎和阿尔杰。没错，一旁的尤淑兰也是跟随着点了点头。他最先攻击的应该是那个缓慢接近能量水晶的那个人。当时的情况是那个想要偷鸡的人距离能量水晶最近，那真正的核心又会在哪里呢？都不由得看向了叶流云的方向。此时的叶流云也是一脸笑容的将地图拿了起来，指着最下方那个标有虫母图案的位置。如果最上方不是的话，那核心最有可能出现的位置就是在最下方了。既然是副本的核心，那自然不会放在某个奇奇怪怪的角落，应该是在什么有意义的地方才对。核心在虫母的边上，这个想法很大胆，可仔细一想，貌似也很有可能啊。毕竟作为诞下虫卵的虫母，也只有接近对方，所有的成虫才会陷入狂躁的状态。不，叶流云自信的笑了，我倒是觉得或许虫母就是核心。
谁说这个极寒祭祀副本的核心就会是什么石头之类的东西？难道就不能是活的吗？核心并不在虫母的身边，叶流云怀疑核心其实就是虫母，直接击杀了虫母才算是破坏了核心。原来如此，听着叶流云的猜想，大家的神色都变得是更加恍然了，跟着叶流云一起加快了脚步。同一时间，此时的能量水晶边上，赵虎和阿尔杰的战斗依旧十分焦灼。这个时候，不管是谁先攻击到谁，都直接可以让战斗结束了，出手都是相当的狠辣。老大，阿尔杰先生，你快看！就在这时，阿尔杰和赵虎的手下显然是注意到了那个正在偷偷接近能量水晶的人，目光错愕，属实是没有想到，这里除了他们之外，居然还有其他的人，而且都已经悄摸着要碰到能量水晶了，距离已经不超过10米了，连忙出言提醒了起来。手下们的话让赵虎和阿尔杰同时停下了战斗的动作，侧目一看，立马瞪圆了眼睛。好胆，你找死！居然再敢趁着他们战斗的时候想要接近并破坏能量水晶，偷鸡是吧？去死吧！同时出手，雷电和光束快速轰杀了过去。不好！身着金属铠甲的人显然也明白自己被发现了，暗道一声不好后，不再巧摸着行动，既然已经被发现了，那就要速战速决，直接一个箭步抽出自己的武器，挥砍在了能量水晶上面。砰！长刀准确无误地砍在了能量水晶上面。同一时间，阿尔杰的光束以及赵虎的雷霆同时轰在了这个人的身上，砰！直接被轰杀了过去。但好在身上这金属铠甲的防御力不错，没有受到致命伤，踉踉跄跄的还是重新站了起来。看着赵虎和阿尔杰愤怒的样子，直接大笑了起来。哈哈，我成功了，我成功破坏副本的核心了，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张武的。自称张武的男人拿下了自己的头盔，也不管愤怒的赵虎和阿尔杰，直接仰天大笑了起来。自己成功了，果然自己才是真正的天选之人啊！进入这个副本后，明明和自己一个队伍的其他人全部都死了，但就自己运气好，活了下来。不仅如此，自己还找到了这套防御力极高的铠甲，还让自己悄摸着破坏了核心。果然，就连老天爷都在庇佑自己啊！哈哈，得意的笑了起来。伴随着张武的大笑，那块被挥砍的能量水晶也在一点点的碎裂。咔嚓，咔嚓，不断的有裂痕传来，原本闪耀的光芒都变得暗淡了许多。该死啊！愤怒啊！没想到他们在这里拼个你死我活了，结果成果却被别人给取走了，真的是想杀人的心都有了。砰！就在这时，碎裂到一定程度的能量水晶直接爆开了，碎渣掉了一地，光芒消失了。哈哈哈！张武是更加得意了。只不过1分钟、2分钟、10分钟过去了，张武的笑声从一开始的得意，声音开始逐渐变得微弱，到最后只是扯着嘴角，但却一点都笑不出来了。目光左右环视，又看了看毫无变化的生存守则，再看看眼前那面无表情的赵虎和阿尔杰，多少是有点慌了呀。等等，我不是已经破坏了副本的核心吗？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啊？本以为会成为主角，可实际上只是小丑。这样的心理落差让张武如何能够接受？最关键的是，不管是阿尔杰还是赵虎，都开始蓄力了。不管这能量水晶到底是不是真的核心，竟然敢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偷鸡，这不是找死吗？死！雷霆和闪光同时轰杀了出去。砰！饶是张武身上的金属铠甲防御力再高，但能够抵挡住一次就已经是极限了，现在想要再度成功抵挡就显得有些勉强了。身影直接被轰飞了出去，狠狠地撞在了墙壁上面。第142章，纯纯小丑了。这张武估计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死去，本以为自己马上就要获得了一切，所有的荣耀都要属于自己了，可现实却是小丑终究只是小丑罢了。这玩意不是副本的核心吗？不管是赵虎还是阿尔杰，对于死去的张武都没有去多看一眼，仿佛那只是无足轻重的蝼蚁一般，灭了也就灭了。只不过看着已经被损坏的能量水晶，同时皱起了眉头。也就是说，这玩意根本就不是什么副本的核心。那他们刚刚在这里拼个你死我活的，还有什么意义吗？想到这里，不管是阿尔杰还是赵虎都没有说什么，而是抬起头相互看向了对方，随后同时从2个方向离开。又不是什么傻子，如果这玩意是副本核心的话，为了争夺副本的通关奖励，那打起来的话倒也没什么问题了。可眼下的问题是，这玩意根本就不是什么副本的核心，他们在这里拼个你死我活的，还有什么意义吗？
难不成是平白便宜了那些想要坐收渔翁之利的人？老大，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跟随着赵虎离开的手下，此时已经有些茫然了。来的时候好好的，到了下来，同伴就只剩下这1、2个了，就连本以为马上就可以破坏的副本核心也是假的，一时间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了。没事，看出了手下的迷茫，赵虎微微摇了摇头，继续找就是了，放心，我会把你活着带出去的。老实说，如果那块能量水晶不是副本核心的话，眼下的赵虎也不知道从哪里才能够找到副本核心的真正位置。但在看出手下的迷茫后，赵虎还是郑重其事地说了一句：这次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厉害一点的手下全都没了。如果这1、2个再没了，即便自己活着离开了副本，但怕是也会变得无人可用了吧。再培养一群新的手下，那得到猴年马月了。相比较赵虎这里，阿尔杰这边的气氛就显得压抑许多了。看着带头走在前面，明显心情不好的阿尔杰，仅剩的2名手下在相视一眼后，同时摇了摇头，打定主意，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去打扰阿尔杰。万一被怒火牵连到，他们可就没了。小队的气氛显得十分沉寂。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赵虎这边的小队和阿尔杰这边的小队有着本质上面的差距。连着3、4个小时，算算时间，距离副本结束的12个小时已经越来越接近了。锋刃五感强化开启，沿途遇到的所有变异虫，只是眨眼间便被叶流云快速的解决了。尤舒兰等人也在一旁做着辅助的事情，谁也没有闲着。伴随着距离地下越久，周围的光线就越是昏暗。刘云的猜测应该是对的。再度解决了一只成年变异虫后，尤舒兰忍不住说了一句：距离虫母的地方越近，周围的成年变异虫数量就越多，而且也越是凶猛。即便虫母不是核心，但真正的核心也会在副本的中心。想到这里，尤舒兰目光感叹地看向了叶流云。如果不是叶流云的推理，恐怕他们现在不是已经死了，就是还在这金字塔里面打转呢。想要找到副本的真正位置，根本不可能啊！称赞的话，等出了副本之后慢慢说吧。听着尤舒兰的感叹，叶流云一声沈笑，单手抬起，轰！炙热的火焰在叶流云的手掌间燃烧了起来，火光将周围原本阴暗的空间都映照得通红。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必须要快点抵达才行。虫母具体是什么样的存在，还犹未可知。不过，既然是这个副本的 BOSS， 那想要解决的话，应该也需要花费一段时间吧。众人齐刷刷的点了点头，跟上了叶流云的脚步。随着距离虫母所在的位置越来越近，不仅仅是成年变异虫，就连幼年的寄生虫数量也越来越多了。好在叶流云可以扩大自己的能量立场，用无形的铠甲将幼年寄生虫们隔绝。流云，你快看！就在这时，仿佛察觉到了什么一般，尤舒兰忽然看向了一个位置。叶流云皱眉看了过去。死！一旁的武风直接倒吸了一下冷气，哪怕没有密集恐惧症，看到眼前这样的一幕，也是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只见眼前是一个看起来仿佛人形的物体。为什么说是像的？因为虽然形态是人形，可外表却是黑乎乎的样子。这并不是本身的黑，而是因为在外表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幼年寄生虫，不断的爬行着，看的都有种让人反胃的意思啊！滚开！你们这些烦人的虫子！原本叶流云是不打算理会的，但是那个被幼年寄生虫包围的人形物体里面，忽然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奥德利斯基？不会吧，叶先生？很显然，对让也听出了叶流云的声音，先是一愣，随后立马欣喜了起来：叶先生，请帮帮我！好家伙，被幼年寄生虫这样包围，居然都没有死，还有力气挣扎着，只能说不愧是奥德利斯基啊！算了，你们让开一点。倒是没有坐视不管，而是对着尤舒兰等人摆了摆手，示意让开一道身位。明白过来的尤舒兰等人立马让开了一道身位，弓步收拳，炙热的火焰开始在叶流云的拳头上燃烧了起来。下一秒，轰然出拳，火拳！炙热如柱般的火焰直接向着奥德利斯基的方向轰去。被火焰燃烧到的幼年寄生虫全部都发出了恐怖的惊叫声，直接被燃烧殆尽了。轰！轰！轰！叶流云的火焰可不是普通的火焰，其中还具备着爆破的力量，火焰之中不断的传来爆裂声。等叶流云收拳的时候，奥德利斯基的身影都被淹没在了一片火海之中。他这不会是死了吧？第143章，这是救人的方式。一旁凑过来的武风看着眼前的炙热火海，忍不住呢喃了一句：那个叫奥德利斯基的家伙，不会是死在了叶流云的火焰之中了吧？
好家伙，这么救人的！如果放在自己身上的话，武峰只想表示自己其实还可以再挣扎挣扎，不着急被救的。对此，叶流云只是耸了耸肩，没有回答。如果是其他人，那肯定是死了，但如果是这个奥德利斯基的话，那必然是不可能死的。果然，哈哈！下一秒，炙热的火海之中，奥德利斯基的大笑声传了出来。不愧是叶先生，一击就将那些该死的虫子全部解决了。语气敬佩。因为之前的战斗，奥德利斯基就被叶流云打服了，现在被救，这让奥德利斯基是更加的感激了。没死，看着在一片火海下走去，不仅没死，反而好像完好无损的奥德利斯基，武峰属实是被惊住了呀！防御力这么高的一种技能而已。叶流云只是简单的摆了摆手，奥德利斯基的狂战技能，叶流云是感受过的，确实是一个很 bug 的能力，眼下完好无损，也不值得奇怪。只不过，原本不是只能持续30分钟的狂战时间吗？现在能持续这么久，想来是又得到什么新技能了呀？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情况，但叶流云差不多也有了猜测，没有纠结技能的问题，反倒是奥德利斯基会出现在这里，就让叶流云有些惊讶了。倒是没想到，你居然是第一个发现核心真正位置的人。这里的位置距离虫母已经很近了，奥德利斯基比自己还要先一步到这里，应该也是发现虫母就是副本的真正核心吧。只不过，核心？那块能量水晶吗？显然，奥德利斯基和其他人一样，都认为那块能量水晶就是副本的核心。什么意思？这家伙不知道虫母才是副本的真正核心吗？你为什么会走到这里？可是，这个位置距离能量水晶属实是差个10万8千里呢。就是这么走的呀。面对叶流云的疑问，奥德利斯基也表示很奇怪，有些不明白叶流云为什么会这么问。我就是看哪里有路就往哪里走，怎么，我走的不对吗？看得出这眼神，这神情肯定不是故意，这是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走到哪里了啊！别说是叶流云了，就连边上的游舒兰等人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能说不对吗？毕竟眼下的位置距离副本的真正核心确实很近，但距离能量水晶可就一点都不近了呀。算了，既然来了，那就一起走吧。叶流云倒也没有太纠结奥德利斯基的位置问题，反正都已经到这里了。说着便带头走在了最前面。奥德利斯基属实是有些懵的，还有些不明情况，但等看到叶流云的脚步都已经快要走远了之后，连忙就跟了上来，语气疑惑：叶先生，那块能量水晶不是副本的核心吗？天地良心，奥德利斯基表示自己还真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啊。没有否认，真正的核心是虫母，而虫母现在的位置基本上就在我们下2层左右了。这样啊，奥德利斯基忍不住挠了挠头，那自己走的可是真有够偏的。只不过反正能找到核心就行了。放心吧，叶先生，我奥德利斯基不是什么忘恩负义的人，你救了我，等到时候我一定把破坏核心的机会交给我。奥德利斯基的性格很有特点，很少去思考，茫然只会屈服于正面实力比自己强大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答应别人就一定会做到的人。等看到虫母再说吧。叶流云倒是不着急，相比较而言更加好奇虫母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通过地图想要寻找到前往虫母位置的路线还是比较简单的。吼吼吼！周围的黑暗中越来越多的成年变异虫还是出现了，看样子是在保护虫母啊。叶先生，这样的虫子交给我来吧。自己可不能光看着叶流云出手。见叶流云有要动手的架势，奥德利斯基当即出言说了一句，随后便提着手中的烈风斧向着这些成年变异虫们冲去。烦人的虫子，都给我去死吧！看得出奥德利斯基属实是被这些虫子给烦到了，满脑子想的都是将这些虫子全部都清扫干净。死！虽然体型健壮，但是在奔跑起来的时候，奥德利斯基的速度可是一点都不慢，手中烈风斧快速的向着成年变异虫挥砍而去。好，这些成年变异虫也不会安静的等死，见奥德利斯基这样的动作，带有剧毒的腐蚀毒素直接向着奥德利斯基的方向吐去。砰砰砰！因为根本就没有躲避的原因，这些毒素毫无意外的攻击到了奥德利斯基的身上。可毒素的腐蚀能力就好像是对奥德利斯基失去了作用一般。烈风斧快速挥砍，砰！距离最近的成年变异虫直接被烈风斧的力量一分为二。奥德利斯基没有停留，继续将矛头锁定在其他变异虫身上。这防御力有点离谱了吧？看着奥德利斯基展现出来的仿佛无坚不摧般的防御力，
武风忍不住惊叹了一句：这样的防御力，说是无坚不摧，那也不为过了吧？算得上是一个状态起来，开启状态下可以免疫受伤效果，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技能。哪怕是面对实力均等又或者偏高一些的对手，开启狂战模式下的奥德利斯基也是有信心可以将对方耗死的。死！这个看起来没什么脑子的奥德利斯基，没想到还有这样的狗屎运。原本武风以为自己的运气就已经很离谱了，但好像这个奥德利斯基的运气也很离谱啊！啧，难不成老天爸爸不仅仅只有一个儿子？第144章石门外虫母的咆哮。叶先生，片刻的恐惧，奥德利斯基已经将周围的成年变异虫全部都清扫干净了。做得不错，倒也没有吝啬自己的夸赞，简单的说了一句后便走了出来。这扇门后应该就是虫母的所在地，也是极寒祭祀这个副本的中心位置了吧。走过一条过道，一道巨大的石门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前。开启着五感强化技能的叶流云能够感觉到，在这扇石门后面有一个十分危险的气息，比眼下遇到的这些成年变异虫还要危险千倍万倍。那应该就是虫母了，一切变异虫和寄生虫的源头。单手抬起放在了石门上面，同一时间虫母好似察觉到了什么一般，残暴的眼睛看向了石门的方向。吼吼吼！停止了产卵的动作，而是开始仰天咆哮了起来。吼声传遍了整座金字塔，原本准备推开石门的叶流云也不由得停下了动作。不管是危险感知能力，还是五感强化后带来的第六感，都在为叶流云传来一种危险的感觉。吼吼吼！同一时间，整座金字塔内都在传来怪物们咆哮的声音。不仅仅只是虫母的咆哮声，所有的成年变异虫，包括幼年状态的寄生虫，仿佛都感觉到了什么一般，齐声咆哮了起来。愤怒，无比的愤怒，因为他们全都感觉到了有什么敌人正在接近他们的母亲，所以他们现在必须要回去保护母亲。轰轰轰！同一时间，偌大的金字塔内不断的传来各种各样的声响，不仅仅只是因为金字塔的建筑变动，同时也因为是所有的成年变异虫和幼年寄生虫正在不断的奔跑着传来的声响。老大！这时，跟在赵虎身后的手下好似察觉到了什么一般，目光惊恐，忽然惊叫了一声。赵虎皱眉转头，只见好几头成年变异虫正在向他们这个方向冲来。躲避！来不及多想，示意手下躲避好后，赵虎当即开始蓄力，手掌间雷霆不断的闪烁着。本以为这些个成年变异虫是想要冲过来对付他们的，但却没想到，砰砰砰！变异虫行动速度飞快，直接从赵虎等人的头上挑了过去，就好像是无视一般，根本就没有要对赵虎等人动手的意思，向着黑暗地带跑去。这是正准备动手的赵虎，在看到这一幕后，多少也有些茫然了。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些成年变异虫没有对付他们，而是直接跨过他们跑走了？有点想不明白啊。大哥，不会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不知道。微微摇了摇头，什么根据都没有，就算是想分析，自己眼下也分析不出个所以然来。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很多残存的人类身上。本以为这些成年变异虫是要对付他们呢，甚至有些人都做好了等死的打算，却没想到这些变异虫连看都没有看他们一眼，直接就向着黑暗地带跑了过去，速度飞快，只剩下一张张茫然的脸庞。轰隆轰隆！同一时间，此时的叶流云这边，先是细微的震动声，随后震动声开始越来越大了。这是到这一刻，纵然怎么可能不会意识到什么呢？转过头，只见原本的黑暗中冲过来了无数疯狂且愤怒的变异虫。果然，距离核心越近，这些虫子就越是疯狂。这样的情况反而加深了叶流云的猜想。叶先生原本是打算将这些虫子先解决的，但这时奥德利斯基手持烈风斧挡在了所有人的前面。你先去吧，这些虫子交给我来就好了。你这种密密麻麻仿佛看不到数量尽头的虫子，哪怕是有狂化这样的技能，也很有可能被破防啊。哈，叶先生救了我，现在就是我报恩的时候了。不得不说，有些时候奥德利斯基的人做事就是这么的干脆。你救了我，所以我帮你，就是这么简单。还有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奥德利斯基的鼓舞，一直胆小怕事的武风居然也站了出来。一直都是大哥你帮我，现在我也要帮帮大哥，哪怕是自己也有热血的时候。可别小看我了，我也是很强的呀。说着，
武风攥紧了拳头，一道道石流从脚下的地面中升起，保护在了武风的周围。虽说没什么好好战斗过，战斗经验一般，但这不代表武风就没什么实力了。那就交给你们了。都这么说了，叶流云也停下了准备动手的动作，笑着说了一句：“那个老大，我也不知道能撑多久，反正你要是能快一点破坏核心，那就最好了。”就感觉头脑一热呀，那密密麻麻的虫子数量让武风眼下都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哈哈。”叶流云笑着推开了石门，带着尤舒兰等人走了进去。我还以为你是一个怂货呢，没想到你也是一个真男人啊。相比较而言，奥德利斯基倒是没有什么畏惧的情绪，反而是赞叹般的对着武风夸赞了一句：“这是夸人的话吗？我怎么听得这么膈应呢？”武风没有说话，只是这嘴角不由得扯了扯，属实是开心不起来啊。算了，你小心！注意到有成年变异虫已经接近奥德利斯基了，连忙提醒了一句。哈哈，对于这样的情况，奥德利斯基反而大笑了起来，都没有去看那只成年变异虫，直接挥动烈风斧挥砍了过去。唰！融合了风晶石的烈风斧展现出了惊人的锋锐度。成年变异虫的防御力在奥德利斯基的力量下，宛如刀切豆腐一般，轻易的就被一分为二了。不用担心我，你先保证自己的安危吧。面对武风的关心，奥德利斯基轻松的回了一句：“也别太小看我了，自己也不是那种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的人啊。”